连续23个月霸榜的国服第一，刚下线就穿越到游戏世界，不仅成了体弱多病的废柴少爷，还被通知未婚妻上门退婚。推开门一看，这未婚妻头上竟然顶着万年老二的游戏 ID， 伴随焦急促的键盘鼠标声，游戏界面开始连接。系统提示欢迎玩家 Outboxer 009上线，他直接降临在游戏世界里，还没来得及看清周围，系统提示音就响了起来。聊天频道里有人在议论，说那个老手回来了。Outboxer 009有些不爽，这说谁老呢？看着屏幕上的聊天框 ，Outboxer 009琢磨着今天的任务。突然，系统又传来一声提示，有人在公屏里挑衅他，问他这个月是不是要掉到第2名了。Outboxer 009嘴角扬起一丝冷笑，直接在公屏回了一句：“要不你们先去看看这个月的排行榜。”毕竟他扮演的角色尤德已经连续22个月稳坐全服第一，这实力根本不需要多解释。而他们玩的这款游戏正是热门网游《英雄传说2》，这款游戏运营了整整10年依然火爆，无数玩家为了争夺第一拼命的干。此时尤德已经传送进入了名人堂，刚落的就碰到了2个熟人。扮演科黛莉亚的罗曼蒂猫笑着说：“这次第一应该也没什么悬念吧？”旁边同样扮演科黛莉亚的桑德斯托姆立马反驳：“凭什么？这次拿第一的绝对是我！”看着他这副斗志满满的样子，Outboxer 009忍不住在心里吐槽：“我说桑德斯托姆，你那翅膀都穿墙了，能不能先注意一下穿模问题？” Outboxer 009推了推眼镜，笑着挑衅：“桑德斯托姆，别不自量力了，你注定只能当个万年老二。”桑德斯托姆气得直跺脚，大喊着：“这次绝对不会输！”就在这时，系统公告弹了出，这个月的排行榜终于揭晓，第1名依然是 Outboxer 009，已经连续23个月霸榜，而第2名还是桑德斯托姆。看到这个结果，桑德斯托姆整个人都傻眼了。桑德斯托姆气的在公屏疯狂输出，结果发出来的全是违禁词屏蔽提示。Outboxer 009一脸轻松，调侃完就直接下线睡觉。气急败坏的桑德斯托姆也跟着退了游戏，留在原地的罗曼蒂猫一脸懵，这俩人怎么每次都一起下线？该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吧？就在这时，游戏世界亮起光，系统界面弹出提示，玩家江俊浩和红佑系已经正式进入了游戏世界。伴随着一声惨叫，黑发青年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正坐在一间陌生的奢华房间里。他大口喘着粗气，视线一片模糊，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他挣扎着站起身，只觉得浑身发烫，脑袋也晕得厉害。可当他走到镜子前，看清镜子里那张脸时，整个人瞬间愣住了。镜子里的人居然是游戏里尤德年轻时候的样子。黑发青年彻底懵了，这镜子里的人居然是自己。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脑子里突然传来一阵剧痛，无数陌生的记忆像潮水一样疯狂涌了进来。这里是卯宿星团，也就是游戏《英雄传说2》的世界，一个战火纷飞、神魔乱舞的混乱世界。他真的穿越了，而且成了游戏里最弱时期的尤德。以前他是顶级玩家 Outboxer 009，现在却成了巴耶尔家族的2少爷尤德。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一个女人的声音问：“能不能进来？”听到对方称呼自己为少爷，尤德整个人都紧张起来。门一开，两人直接撞了个正着。进来的正是尤德的专属女仆玛雅。尤德在脑子里疯狂搜索，想起来这个女仆叫玛雅，在游戏里是个几乎不说话的边缘角色。他赶紧咳嗽2声，掩饰尴尬，问玛雅有什么事。玛雅微微低头，说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他的未婚妻来拜访了，说是要来探望他的病情。此时，在巴耶尔府邸的会客室里，一个粉色长发的女孩正毫无形象地瘫在沙发上，嘴里还不停地抱怨着。旁边的女骑士达利亚一脸无奈，态度坚决地拒绝了女孩想要回去的提议。尤德一边跟着玛雅往前走，一边在脑子里飞快盘算，他的未婚妻就是法师家族的科黛莉亚，也就是游戏里桑德斯托姆扮演的角色。一想到游戏里的老对手成了未婚妻，尤德心里就一阵犯嘀咕。随着会客室大门被推开，尤德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去，主动弯腰向对方行礼。他本想习惯性的自报家门，说自己是 Outboxer， 话到嘴边赶紧改口说自己是尤德。他用余光偷偷去瞄对方的反应，两人的视线正好撞在一起。就在这一瞬间，系统提示音在两人脑海中同时响起，两人的游戏 ID 直接在对方头顶亮了出来。粉发女孩支着尤德半天没说出话来，这下两边都认出对方了。玛雅在一旁看着，完全搞不懂自家少爷怎么突然这副反应。尤德和桑德斯托姆死死盯着对方，异口同声地喊出来：“你怎么会在这里？”两个死对头在异世界碰头，事情这下彻底失控了。尤德深吸一口气，强行冷静下来。他在心里飞快地盘算着，科黛莉亚明明是来探病的未婚妻，可刚才自己看到的系统提示绝对不会有错。刚才那一瞬间，尤德分明看到对方头顶闪过桑德斯托姆的名字。玛雅在一旁的轻声询问，这才把尤德从震惊中拉了回来。他赶紧咳嗽2声，掩饰尴尬，借口说自己刚才只是有点头晕。科黛莉亚也有些尴尬的附和，提议大家先坐下来谈。两个人在桌前坐下，气氛尴尬的让人窒息。尤德决定试探一下对方，他先是客气的称呼了一声科黛莉亚小姐，接着突然压低声音说出了那个只有他们知道的游戏暗号。听到这个词，科黛莉亚整个人猛地一激灵，看着对方这强烈的反应，尤德心里顿时有数了，这反应也太明显了。尤德用余光扫了对方一眼，心里开始盘算起来，
虽然肚子里有一堆问题想问，但现在旁边全是眼线，根本没法开口，得想个办法把旁边的人都支开。尤德稍微整理了一思绪，突然抛出了一串奇怪的字：联机重置时间，入口坐标9点钟方向9个身位，话痨。听到这几个词，科黛莉亚心里咯噔一下，这可是游戏里的黑话。联机重置时间永远是午夜12点，而入口坐标9点钟方向9个身位，意思就是往西走9步，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今晚午夜在我的花园见面。尤德看着对方的反应，心里终于有了底。如果他真的是桑德斯·托姆，那这番暗示他绝对能听懂。科黛莉亚轻轻敲了敲桌子，低声回了一句收到。接着他站起身来，招呼旁边的达利亚准备离开。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达利亚整得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懂自家小姐怎么突然要走。科黛莉亚可没打算多解释，直接迈步往外走去。尤德坐在椅子上，也跟着咳嗽了一声，顺势站起身送客。他看着科黛莉亚的背影，笑着说：“期待我们的下一次见面。”玛雅看着自家少爷这副反常的模样，忍不住开口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尤德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只能无奈地笑着说没事。他闭上眼睛叹了口气，心里却忍不住直犯嘀咕：这家伙居然在异世界还把游戏里的口头禅脱口而出，这根本就是明摆着告诉他自己就是桑德斯·托姆。夜幕降临，天空中挂起了双月。尤德独自站在露台上，感受着北京夏夜的凉意。他有些担心，不知道对方能不能顺利找过来。就在他四处张望的时候，花园里出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尤德立刻迈步走了过去，看着前方那个披着斗篷的背影，尤德试探性地喊了一声桑德斯·托姆。听到声音，对方缓缓转过身来，拉下了头上的兜帽，粉色长发随风飘动，正是科黛莉亚。他看着眼前的黑发青年，低声回应道 ：“Outboxer 009。”两人终于在无人的角落碰面。尤德率先打破了沉默，提议先确认一下彼此是不是来自同一个世界。科黛莉亚叹了口气，说自己其实也在想同样的事。尤德指着对方问：“你也是突然过来的？”科黛莉亚连连点头，说自己也是这样。两人在夜风中站定，尤德摆了摆手，示意先别纠结这个，接着问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科黛莉亚回答说自己是2天前一睁眼就突然到了这里，接着反问尤德的情况。尤德叹了口气说自己大概也是2天前。科黛莉亚有些纳闷，什么叫大概？难道自己什么时候来的都记不清吗？尤德无奈地解释，这可不能怪他记不清，毕竟尤德的身体情况实在太特殊了。因为尤德患有严重的9阴厥脉，这是一种体内阴气过剩导致的怪病。这种体质不仅气血不通，身体极度虚弱，甚至连魔力都无法使用，想要治好更是难上加难。尤德叹了口气，觉得自己实在太倒霉了，怎么偏偏穿越成了尤德这个病秧子？虽说以后能治好，但现在这开局也太地狱了。他忍不住抱怨，要是能穿越成莱恩或者马克西米利安，那开局可就轻松多了。接着尤德提起另一件事，说玛雅提到他2天前刚醒来时一直在胡言乱语。科黛莉亚有些好奇，问他到底说了什么。尤德解释说，玛雅说他当时一直在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之类的话。科黛莉亚这才恍然大悟，难怪这家伙记不清具体的穿越时间。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指着尤德大声质问，既然你现在没事了，为什么白天不把话说清楚，非要逼得他大半夜偷偷摸摸翻墙出来见面？科黛莉亚越说越气，要知道一个贵族大小姐想从家里溜出来有多不容易。尤德一脸无奈的反驳，大姐，你觉得一个9阴厥脉的病秧子能有体力去翻墙吗？你什么时候成淑女了？科黛莉亚一脸理所当然的回答，从我出生开始就是啊。尤德整个人都傻了，桑德斯托姆居然是个女的。科黛莉亚翻了个白眼反问，那你难道是个男的？尤德理直气壮的回答，我当然是男的。科黛莉亚叹了口气，那不就结了？她也是个女的，以前在游戏里又没必要特意说明。尤德一时间无言以对，只能尴尬的应了一声，但他还是忍不住小声嘀咕，哪有女孩子整天把收刀挂在嘴边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大兵呢。尤德咳嗽2声转移话题，说其实大半夜约在这里见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科黛莉亚有些好奇地问是什么原因。尤德解释说，他的父亲巴耶尔伯爵带着他的哥哥和家臣们外出远征了，现在整个府邸基本上是空的，所以他们在这里见面最不容易被其他人发现，而且他脑子里还有送别家人的记忆，所以绝对不会记错。等一下，尤德突然愣住了，自己怎么会记得这些细节？科黛莉亚看着他，问他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尤德有些没反应过来，反问他什么意思。科黛莉亚解释说，自从变成了游戏里的角色，一开始还觉得只是在玩游戏，但慢慢的，他觉得桑德斯托姆更像是自己的前世，他自己的记忆和科黛莉亚的记忆现在已经完全混在了一起，根本分不清谁是谁。甚至在面对切斯伯爵时，他会脱口而出喊父亲。尤德听完也反应过来，刚才自己提起巴耶尔伯爵时，也是顺口就叫了父亲，就像那真的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现在根本不是在游戏里，这里就是他们真实的世界。这下事情可真大条了，如果这里真的是现实世界，那就意味着他们根本回不去了。科黛莉亚也反应过来，而且最糟糕的是，在这个游戏原本的剧情里，整个卯宿星团最后都会因为大召唤而彻底毁灭。一想到世界毁灭的结局，尤德反而笑了起来，说其实当尤德也没什么不好的，对不住了莱恩和马克西米利安，他可不想去当那些主角了。科黛莉亚气得直跺脚，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尤德接着分析道，虽然尤德和科黛莉亚在游戏里人气不高，但好在他是战士，而科黛莉亚是法师。科黛莉亚嘴角
微微上扬，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是说我们以后就不用抢装备了？尤德打了个响指，笑着说答对了。不过一想到要组队，尤德就忍不住叹了口气。系统面板在两人面前亮起，询问是否要组建队伍。科黛莉亚有些无奈的抱怨，自己好不容易当了5年的独行侠，没想到现在又得跟人组队了。尤德也叹了口气，说自己还在努力适应这个世界呢，结果现在居然要和万年老二组队了。刚才那是什么意思？科黛莉亚气得直跺脚，质问他刚才说谁是万年老二呢？尤德赶紧打哈哈说，不管怎么说，既然来了就顺其自然吧，就当是命运的安排。科黛莉亚可不吃这一套，还在为老二的事情耿耿于怀。尤德伸出手指晃了晃，示意他先冷静下来听自己说。他分析道，如果这里真的是现实世界，那他的9阴绝脉说不定能比在游戏里好得更快，只要能找到补充阳气的道具，就能让体内的气血重新平衡。而且既然已经组队了，他总不能什么事都让科黛莉亚一个人扛，自己早点恢复也能早点帮上忙。科黛莉亚撇了撇嘴，说自己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问题是能治好他的道具根本不在这附近啊。尤德却神秘地笑了笑，说那可不见得。他竖起手指，说在维尔金山脉里正好就有一个。科黛莉亚愣了一下，维尔金山脉里能有什么？他仔细回想了一下游戏里的设定，突然反应过来，难道是太阳吊坠？尤德赶紧示意他小声点，提醒他这可是秘密见面。接着他压低声音质问，你疯了吗？太阳吊坠可是要打败中期 BOSS 厉泽刚才能拿到的装备，我们现在可都只有1级啊，怎么可能打得过？尤德却显得胸有成竹，说自己早就考虑过了，而且已经想到了办法。科黛莉亚有些不敢相信，问他真的有办法了？尤德肯定地回答了他，接着他摸了摸下巴，有些尴尬的提议，所以我们得去约个会。科黛莉亚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完全没反应过来。尤德看着他这副表情，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的意思是我们得坐马车去约个会。一辆华丽的马车在林间小路上飞驰，为了掩人耳目，两人还真整了一出约会的戏码。科黛莉亚提着裙摆走下马车，看着晴朗的天空，有些生硬的搭话：今天天气真不错呀。尤德在旁边笑着附和，确实是这样。科黛莉亚接着演戏，说坐马车来看这些漂亮的花，真是太值了。尤德赶紧咳嗽一声，顺着话茬往下接。当然了，这些花再好看，也比不上科黛莉亚小姐你啊。科黛莉亚心里直犯恶心，但脸上还得保持微笑，客套的回了一句：您真是太客气了。尤德尴尬的笑了笑，指着前方的花海一役，那科黛莉亚小姐，我们去那边走走怎么样？两人并排着，一步步朝花海深处走去。科黛莉亚终于忍不住了，低声咒骂着说自己快受够了。尤德在一旁小声提醒说，骂人倒无所谓，但至少别让后面的人听见，而且也别走得那么急，搞得像是在被催着赶路一样。科黛莉亚没好气的回了一句，大清早的就别唠叨了。接着他转过头催促他赶紧把计划说出来，我们到底要怎么在1级的时候干掉厉泽刚，拿到太阳吊坠？太阳吊坠那可是能压制黑暗力量的圣物，只有击败血月厉泽刚才能从他身上掉落。而厉泽刚是游戏后半段的强力 BOSS， 被封印在维尔金山脉半山腰的太阳神殿里。尤德这才慢悠悠的开口，说自己可没说过要杀掉厉泽刚。科黛莉亚愣了一下，有些摸不着头脑，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尤德笑了笑说，总会有办法的。尤德低声问，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科黛莉亚拍了拍裙子，没好气的回答，带是带了，但藏在裙子里可真够费劲的。尤德笑着夸奖，干得漂亮，我就知道你靠得住。科黛莉亚咬牙切齿的回对，等这事完了我第一个解决你。接着他深吸一口气问，那接下来到底怎么做？尤德指着前方说，很简单，看到那个悬崖了吗？我特意带你来这里确认一下，这里的地形和游戏里一模一样，所以等会儿我们走到悬崖边，你抱着我用你的魔法直接跳下去。科黛莉亚整个人都听傻了，可是绕过这片花海，明明就能走到太阳神殿啊，那我们为什么非要跳崖？尤德理直气壮地回答，因为这是近路啊。科黛莉亚顿时无言以对，只能强撑着面子大喊，我当然知道，我刚才只是在考考你而已。看着科黛莉亚这副心虚的模样，尤德也是一阵无语，这姑娘真是一点谎都撒不圆，什么情绪全写在脸上了。尤德咳嗽一声，提议说，如果非要走大路也行，但后面跟着的那2个跟班可就不能再跟着了，毕竟要是走悬崖这条路，那2个不会魔法的普通人是绝对跟不上的。尤德看着科黛莉亚说，既然你还是觉得不踏实，那我就再给你加个保险。科黛莉亚有些疑惑地问，什么保险？尤德在说出计划前，先跟他打了个预防针，要求他听完之后绝对不能动手打人，也不能开口骂街。科黛莉亚没好气地催促他，赶紧说来听听。尤德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说，等我们跳下悬崖之后，就利用我们订婚的这层关系，然后我们……还没等他说完，科黛莉亚整个人就彻底炸了。科黛莉亚整个人都要炸了，大喊着绝对不行。尤德有些无奈，说你要是有更好的办法，那就说出来听听。后面的达利亚和玛雅很快就会察觉到不对劲。科黛莉亚气得直跺脚，在原地纠结了半天，最后他把心一横，咬着牙说，行了，那就赶紧开始吧。尤德笑了笑，一把拉住了科黛莉亚的手。尤德大喊一声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后面的达利亚和玛雅吓了一跳，急忙在后面大喊，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科黛莉亚已经催动魔法，带着尤德直接从悬崖边一跃而下。狂风吹落了帽子，两人在众人的惊呼声中直直地坠向深渊。就在落地的瞬间，科黛莉亚的魔法阵在脚下亮起，稳稳地接住了他们。悬崖上方的达利亚急得大喊，问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下面太危险了，让科黛莉亚
赶紧回去。科黛利亚站在崖底，看着身边的尤德，心里一阵纠结。尤德在旁边催促他，让他赶紧按计划行事。科黛利亚深吸一口气，红着脸冲着上面大喊，说他和尤德需要一点独处的时间。他还特意强调，他们绝对不会做出格的事。尤德是个正经的绅士，让他们在天黑前回去就行。尤德在一旁听得直翻白眼，心想这所谓的保险计划听起来怎么这么不靠谱？悬崖上方的达利亚整个人都傻了，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两个人什么时候发展到这一步了？他刚想继续追问，一只手却突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玛雅突然一脸严肃地按住达利亚，说自己可以用名誉担保，尤德少爷绝对是个真正的绅士。达利亚急得直跺脚，大喊着现在根本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趁着上面的人还在争论，尤德拉起科黛利亚的手，低声说，就是现在，赶紧跑！两人拔腿就往林子深处跑去，只留下后面的人在悬崖上干焦急。等跑到了安全的地方，科黛利亚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她气急败坏地抱怨，为什么所有累活脏活都是他来做，不仅要带着他跳崖，还得红着脸喊那些丢人的借口，简直尴尬死了。尤德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解释，自己这虚弱的身体实在是不容易。他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反问科黛利亚，就凭他现在这副身体，怎么可能抱得动他跳下去？科黛利亚气得直跺脚，大喊着让他赶紧把身体养好。尤德有些心虚地解释，其实自己也做了很丢脸的事，为了能顺利出来，他不得不写了一封信，而写信的时候，玛雅就一直在旁边盯着他，甚至还逼着他写下致我亲爱的科黛利亚小姐。这种肉麻的开头，科黛利亚听完直接无语了。尤德赶紧打哈哈说，不管怎么说，这总比他刚才在悬崖上大喊要好多了。科黛利亚这下彻底炸毛了，做事就要动手。尤德笑了笑，赶紧转移话题，说还是先赶路吧。两人顺着山路一路往上爬，没过多久，尤德就累得气喘吁吁。科黛利亚看着瘫倒在地的尤德，一脸的难以置信，说好的带路党怎么刚走2步就趴下了？尤德趴在地上直哼哼，说自己这虚弱的身体现在是真的一点力气都没了。科黛利亚看着他这副样子，也是一阵无语。尤德有气无力的哀求，让科黛利亚背着他走。科黛利亚整个人都愣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尤德还在地上哼唧，催促着说时间紧迫，得赶紧出发。科黛利亚实在拿他没办法，只能妥协，让他闭嘴别说话了。他一边背起尤德往前走，一边在心里暗暗发誓，要是这家伙敢在背上开什么死人玩笑，他绝对不会放过他。两人就这么一路走到了山洞口，科黛利亚累得直喘粗气，忍不住抱怨这家伙看着瘦，背起来怎么这么沉。他一边往洞里走，一边问尤德这里是不是和游戏里一样，结果背上的人一点动静都没有。科黛利亚心里直犯嘀咕，这感觉简直就像是背着一具尸体在走。他忍不住大喊，警告尤德别装死，赶紧回话。科黛利亚突然停下脚步，因为眼前豁然开朗，穿过幽暗的通道，宏伟的太阳神殿终于出现在眼前。科黛利亚看着这片遗迹，若有所思地念叨着，这里就是当年太阳圣骑士大战之后封印利泽刚的地方吧？尤德有些疑惑地问，你刚才在嘀咕什么呢？科黛利亚解释说，在游戏里每次到达太阳神殿，系统都会弹出一句提示。尤德立刻反应过来，问是不是那句太阳神的神圣力量与我同在。科黛利亚看着周围盛开的白花，笑着说，以前只觉得是游戏台词，现在亲身站在这里，感觉整个人都被净化了。尤德看着他的侧脸，一时间有些失神。尤德突然心跳加速，整个人都有些不自在了。科黛利亚倒是没察觉到异样，一边往前走一边哼着歌，说这里和游戏里一模一样，因为是圣地，所以不会有怪物出现，应该非常安全。他四处张望着，寻找封印利泽刚的具体位置。尤德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科黛利亚在游戏设定里本来就是个美女，自己心跳加速只是正常生理反应，绝对不是因为对她有什么想法。科黛利亚突然大喊一声，指着前方说，封印就在这里。两人走到神殿中央的巨大广场，科黛利亚看着脚下宏伟的法阵，忍不住感叹，这里居然和游戏里分毫不差，整个广场其实就是封印本身。他看着周围的石柱，有些担忧的分析，利泽刚的力量实在太强了，所以才需要这么大的地方来封印它。接着他转过头问尤德，你真的已经有计划了吗？尤德自信地笑了笑，说当然有。接着他伸出手，让科黛利亚把之前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科黛利亚掀起裙摆，伸手去拿藏在大腿内侧的道具。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提醒，东西藏在裙子下面，让他赶紧转过身去。接着他又恶狠狠地警告，要是敢在他说可以之前转过来，就死定了。尤德只能连声答应，说好好好。科黛利亚把藏在裙子里的道具一件件拿了出来，摆在地上。尤德看着地上的药水和工具，整个人都惊呆了，你居然把这么多东西都藏在裙子里。科黛利亚没好气地抱怨，说这可不容易，你至少得谢谢我，而不是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发呆。尤德拿起一瓶红色药水，有些感慨地道谢，说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要弄到这些魔法药水可不容易，多亏了科黛利亚是魔法世家的人。科黛利亚傲娇地哼了一声，说你还可以再多谢我一点。尤德笑着附和，说行行行，我的感激之情比海还深。接着尤德用毛笔蘸了蘸药水，准备开始行动。他半跪在法阵前，笑着说，那么接下来就看我的了。尤德在石台上飞快地画着复杂的红色法阵，科黛利亚在一旁看着，突然认出了这个图案，那是贝拉斯汀封印。这个在游戏后半段才出现的封印，是陷阱魔法师的得意之作，虽然只能维持3分钟，但封印的恶魔越强，封印本身就会越稳固。科黛利亚整个人都看傻了，这家伙居然凭着记忆
就把这么复杂的法阵画了出来。尤德直起身子，伸了个懒腰，转头对科黛莉亚说：“接下来就轮到你上场了。”科黛莉亚指着自己，有些不敢相信。尤德叹了口气，以防万一的问：“你认得这个法阵吧？”科黛莉亚双手叉腰，嘴硬的回答：“我当然知道了。”尤德接着问：“那你知道怎么画吧？”科黛莉亚有些心虚的大喊：“那当然，你以为我是谁啊？”尤德在一旁憋着笑，一眼就看穿了他在撒谎。尤德接着解释：“因为自己这9阴绝脉的身体，待会儿帮不上忙，所以得由科黛莉亚来启动封印。但科黛莉亚现在只有1级，体内的魔力根本撑不过3分钟，所以必须借助太阳神殿的力量，强行把恶魔的实体召唤出来。”科黛莉亚听明白了，问：“是不是只需要1滴血就行？”尤德点了点头，提醒他下手别太重。科黛莉亚哼了一声，有些得意的问：“你现在是在担心我吗？”接着他毫不犹豫地划破手指，大声念出咒语：“启动吧，贝拉斯汀封印！”随着鲜血滴落，红色的法阵瞬间亮起，强大的魔力在广场上蔓延开来。尤德刚想夸他成功了，整片大地突然剧烈晃动起来。尤德站稳身子，急忙大喊：“晃得太厉害了，你没事吧，科黛莉亚？”科黛莉亚看着眼前的异象，喃喃自语道：“索拉里的封印正在破裂。”伴随着剧烈的震动，神殿上方的红色光球开始疯狂拉扯着四周的锁链，神殿深处传来沉重的金属碰撞声，那股被封印的恐怖力量正在被强行拖拽出来。一个巨大的恶魔身影终于在法阵中央缓缓浮现，他浑身被锁链死死缠绕，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尤德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看来封印确实起作用了，恶魔已经被锁链彻底困住。虽然封印成功启动，但恶魔身上散发出来的压迫感还是让尤德感到有些吃不消，不愧是游戏里的中期强力魔物。他转头看向旁边的科黛莉亚，本想确认他有没有受伤，结果一转头，整个人都懵了。只见科黛莉亚不仅没有害怕，反而两眼放光的盯着前方，整个人兴奋的不行。尤德有些摸不着头脑，试探着叫了他一声：“科黛莉亚！”科黛莉亚兴奋的指着前方大喊：“快看啊，尤德，就在那家伙的腰上！”尤德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被锁链困住的恶魔腰间正挂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金色吊坠。科黛莉亚兴奋的大喊：“那是太阳吊坠！”尤德在一旁彻底无语了，这姑娘居然一点都不害怕，满脑子只想着爆装备。科黛莉亚催促着：“快拿我的法杖，把他勾过来！”尤德叹了口气，拿着法杖，小心翼翼地朝恶魔腰间伸过去。科黛莉亚在后面紧张地看着，嘴里还不停念叨着爆装备。尤德盯着吊坠，小声嘀咕着：“马上就要拿到了。”可就在法杖刚碰到吊坠的瞬间，原本闭着眼的恶魔突然睁开了血红色的眼睛。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两人都吓了一跳，谁也没想到恶魔会在这时候睁眼。尤德手疾眼快，一把将吊坠勾了过来，大喊着：“拿到了，快跑！”科黛莉亚兴奋地欢呼：“太好了，真的爆装备了！”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太久，被锁链困住的恶魔突然发出一声愤怒的低吼：“你们这群卑微的蝼蚁！”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瞬间炸开，整个神殿都剧烈晃动起来。尤德被这股气浪直接掀飞，重重地摔在地上。他挣扎着爬起来，满脸的不敢置信。这家伙明明被锁链封印着，怎么还能爆发出这么恐怖的力量？尤德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局势恶化。科黛莉亚彻底被激怒了，冲着前方的恶魔大喊：“你这个被绑起来的老蝙蝠，少在这自以为是！”话音刚落，他脚下瞬间亮起魔法阵，直接使出了魔法导弹，无数道耀眼的蓝色光束呼啸而出，狠狠地轰向被困住的恶魔，在神殿中央炸开耀眼的光芒。这一幕把旁边的尤德都看傻了，他一边咳嗽一边大喊：“你疯了吗？连站都站不稳了，居然还主动攻击！”可科黛莉亚根本不理他，只是死死盯着前方。就在这时，一阵奇异的光芒突然将他笼罩，尤德整个人都傻了，不敢置信地问：“他这是升级了吗？这怎么可能？”要知道对方可是游戏后期的强力魔物，以他们现在的等级，根本不可能伤到对方分毫，强行上去就是送死。但现在有了封印的压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科黛莉亚的攻击虽然只造成了一点伤害，但因为双方等级差距实在太大，这点微弱的伤害居然直接让他疯狂升级。两人对视一眼，脑子飞快转动起来，这下子他们似乎找到了通关的捷径，脸上同时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被轰得晕头转向的恶魔愤怒咆哮，科黛莉亚却越打越兴奋，手里的魔法导弹像不要钱一样疯狂朝恶魔脸上砸去。他一边疯狂输出，一边得意的大笑。旁边的尤德整个人都看傻眼了。科黛莉亚兴奋地欢呼自己又升级了，本来只是想拿个道具，没想到还有这种意外收获。尤德在心里暗自惊叹，这姑娘的控制力简直绝了，砸了这么多下，居然完美避开了所有封印锁链。被当成经验包的恶魔彻底被激怒，咬牙切齿地低吼着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和谁作对。”看着科黛莉亚等级狂飙，尤德也坐不住了，他嘴角微微上扬，说自己也想升级了。看着科黛莉亚升级升得这么爽，尤德直接掏出刚到手的太阳吊坠，高声念起太阳女神的祈祷词。随着咒语声响起，吊坠上爆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直接照亮了整个神殿。尤德心里很清楚，自己这9阴绝脉的身体既不能像科黛莉亚那样使用魔法，体内的气也无法运转，根本没办法正面战斗。但只要有了这个宝贝，他就有了必胜的把握。只见他握着吊坠冲上前去，对着被封印的恶魔就是一下。这不痛不痒的一击，居然也让他身上亮起了升级的光芒。恶魔被这接二连三的挑衅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的怒吼着。旁边的科黛莉亚整个人都看傻了，忍不住吐槽道：“你这家伙居然连太阳女神的祈祷词都背下来了，
既然找到了刷级捷径，那这就是他们痛扁恶魔的第一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桑德斯托姆有些无奈的提醒，虽然有封印法阵在，但现在他们只剩下最后1分钟了，时间紧迫，两人立刻疯狂出手。科黛利亚大喊着魔法导弹，疯狂朝恶魔轰炸。尤德也高呼着太阳女神的恩赐，不断用吊坠痛击恶魔。恶魔被这狂轰滥炸打得惨叫连连，愤怒地咒骂着这群无耻之徒。随着封印时间耗尽，神殿的光芒开始渐渐消退。恶魔在被传送走前，咬牙切齿地留下一句狠话，说自己会记住这2张脸，把他们的灵魂刻进脑海里。等我重获自由的那天，你们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可这狠话还没放完，就被一连串的法术轰炸给打断了。科黛利亚根本不听他废话，趁着最后的时间又狠狠补了几招。恶魔气得破口大骂，问这2个家伙到底有没有在听。随着封印法阵彻底关闭，恶魔的身影开始消散，他咬牙切齿地留下最后一句威胁：我们走着瞧。面对这狠话，尤德却是一脸轻松，甚至还笑着行了个礼。行了行了，那咱们第7幕再见吧。旁边的桑德斯托姆也跟着挥手告别，笑着说合作愉快，下次再见喽。随着红光彻底消散，神殿终于恢复了平静，只留下空荡荡的法阵和满地的狼藉。桑德斯托姆松了一口气，总算是把这难关给挺过来了。不过他转头就忍不住吐槽说，虽然早就知道这家伙不按常理出牌，但这也太疯狂了吧。尤德在一旁斜着眼反驳说，你也没好到哪去，明明是你先动手攻击的。桑德斯托姆突然想到了什么，那这太阳吊坠能治好你的9阴绝脉吗？尤德解释道，自己全身的经脉都被阴气堵死了，需要太阳之力慢慢去冲开，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桑德斯托姆听完点了点头，既然等级也升了，宝贝也拿到手了，那咱们就赶紧撤吧。尤德刚应了一声，结果身子一歪，直接靠在了桑德斯托姆的肩膀上。桑德斯托姆顿时警惕起来，问他这是想干嘛？是不是也想挨一记魔法导弹？尤德一脸无辜的解释，自己只是想借个力扶一下，因为现在双腿已经完全失去知觉了。桑德斯托姆叹了口气，虽然有些无奈，但还是伸手扶住了他，毕竟扶着走总比背着这家伙要轻松得多。就在当天晚上，尤德和科黛利亚被下了禁足令，接下来的10天里谁都不准出门。不过这趟冒险倒也没白费，他们不仅拿到了太阳吊坠，还顺便给科黛利亚找根剑洗法杖。到了第2天早上，尤德一回到房间就直接瘫倒在床上，动弹不得。他嘴里忍不住抱怨，说自己的双腿已经完全没知觉了。回想起在训练场上被逼着跑10圈的惨状，他真是欲哭无泪。这该死的9阴绝脉实在太折磨人了。尤德转过头看着桌上闪闪发光的太阳吊坠，他能明显感觉到这宝贝确实在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但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已经变成了现实，那接下来的路可就没那么好走了。说到底，我们最终的目标只有生存。在《英雄传说2》的结局里，整个世界都会因为大召唤而毁灭，天使和恶魔降临人间，带来彻底的末日。所以想要活下去，就必须阻止大召唤的发生。可就凭我们现在的实力，一个1星魔法师加上一个跑10圈就废了的病秧子，根本就是去送死。尤德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叹了口气，虽然心里焦急，但现在也只能面对现实，当务之急还是得从最基础的开始练起。至于另一位当事人，当然就是科黛利亚了。不知不觉拿到太阳吊坠已经过去了1周，也就是说再过3天禁足令就解除了。尤德趴在床边看着桌上的吊坠叹了口气，接下来得好好计划一下。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件事得先办了，这东西应该能让玛雅高兴一阵子吧。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房间里，科黛利亚突然打了个冷战，她有些摸不着头脑，怎么突然感觉背后凉飕飕的。虽然距离游戏里的家族聚会大事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她脑子里已经开始脑补尤德嘲笑她的画面了。那家伙肯定会用最欠扁的语气嘲笑他连个封印法阵都记不住。一想到这，科黛利亚就气得直咬牙，那家伙是不是又在憋什么坏主意？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科黛利亚应了一声，让人进来。门一开，达利亚一脸兴奋地跑了进来，他手里挥舞着一封信，大喊着科黛利亚的名字，说尤德少爷寄情书过来了。真是说曹操到。科黛利亚有些无语，自己连在脑子里念叨他都不行。达利亚在一旁兴奋的不行，科黛利亚有些纳闷，问他怎么比自己还激动。达利亚一脸认真的解释说，科黛利亚最近肯定是因为担心尤德，连饭都吃不香了，所以这封信一定能让他开心起来。听到这话，科黛利亚整个人都傻了，他看着桌上的甜点，心想自己最近明明胃口大开，甚至还胖了整整1公斤。达利亚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为之前在野餐时大喊大叫的事道歉。他说当时看到科黛利亚拉着未婚夫尤德跳下山谷，自己脑子里全是科黛利亚的安危，毕竟作为护卫，担心主子的安全是他的职责。不过现在他终于想通了。达利亚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觉得科黛利亚已经找到了真爱。他还兴奋地分享说，女仆玛雅那天教了他很多东西，书里写的恋爱桥段和这一模一样。一旁的科黛利亚听得直咬牙，心想那女仆到底都教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达利亚越说越起劲，说尤德少爷甚至在出门那天还寄了信，里面肯定写满了甜言蜜语。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信递了过去，让科黛利亚自己看。科黛利亚看着信封，只能尴尬地应了一声。他叹了口气，决定还是先把这封信给拆了。结果信一打开，开头第一句就是致我亲爱的科黛利亚，这肉麻的称呼差点没把他当场送走。
一旁的达利亚还在那自我感动，觉得自家小姐肯定是感动坏了。可实际上，科黛丽亚正抓着信纸疯狂抓狂，她一边看一边在心里祈祷，这里面可千万别写什么肉麻的酸事。然而看着看着，科黛丽亚突然停了下来，信里的内容似乎有些出乎她的意料。这信纸的边缘居然藏着一句只有他们懂的暗号，上面写着10天后的下午2点，在巴鲁纳神殿的忏悔室见面。科黛丽亚有些纳闷，怎么会选在沉默女神的神殿？难道是尤德纳家伙良心发现，准备去忏悔平时怎么欺负他的？不过既然是他发出的邀请，就绝对不会是无放矢。科黛丽亚深吸了一口气，转头对达利亚吩咐，自己要在2天后去一趟巴鲁纳神殿。达利亚一听，瞬间兴奋起来，直呼小姐居然在禁足解除的第1天就迫不及待要去约会。看着骑士那副自我感动的样子，科黛丽亚在心里疯狂吐槽，那家伙约自己见面，纯粹是为了去越级刷怪啊！达利亚却完全沉浸在幻想中，拍着胸脯保证，这次一定会给他们创造独处机会，绝对不当电灯泡。转眼2天过去，约定的日子终于到了。马车在神殿前缓缓停稳，科黛丽亚提着裙摆走了下来，达利亚站在一旁拼命挥手，大喊着半小时后再来接她，祝小姐玩得开心。科黛丽亚只能尴尬的微笑，在心里不断默念，这只是个双人任务，绝对不是什么约会。她深吸了一口气，终于推开了神殿的大门。科黛丽亚避开旁人，快步走到一扇紧闭的门前，敲了敲，门内传来尤德的声音：“进来吧。”科黛丽亚推门而入，看着坐在椅子上的尤德，没好气地问：“你是怎么弄到这么大一个单间的？该不会是去威胁神父了吧？”尤德有些好笑地反驳：“别把人想得那么坏，我只是用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直接用钱砸。”科黛丽亚有些无语：“要是你父亲知道你用钱开路，不知道会作何感想？”闲聊结束，科黛丽亚切入正题，问他今天把人约到这里来，到底是要干什么？尤德压低声音说：“这里其实藏着一个隐藏事件。”科黛丽亚听得一头雾水，论坛上根本没有关于这里的攻略。尤德一脸得意的解释，那是因为这个秘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自己好不容易摸索出来的线索，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发到网上去？科黛丽亚气得一拍桌子，大声质问他：“难道你平时在论坛上发帖都还要留一手吗？”尤德理直气壮地回答，自己只分享常识，怎么可能把压箱底的秘密全抖出来？科黛丽亚这下彻底崩溃了，难怪自己以前怎么追都追不上他的进度，原来这家伙一直在偷偷藏私。科黛丽亚有些不耐烦地追问，那这个隐藏地点到底在哪？该不会又是只适合战士的装备吧？尤德有些心虚地笑了笑，表示这次对2个人都有好处，因为神殿深处藏着一本副本之书，这种书一旦被打开，就会把人传送进特定的副本空间，只要能顺利通关，奖励可是非常丰厚的。尤德有些得意地眨了眨眼，说通关奖励是一本武技书和一本魔法书，不过他以前只拿过武技书，魔法书会给什么技能他也不清楚。科黛丽亚眨了眨眼，有些不敢置信地问，如果连你都不知道的话，那岂不是意味着……尤德笑着点了点头，没错，第一个通关这个隐藏副本的魔法师就是你了。听到第一这个词，科黛丽亚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急切地问那本副本之书到底在哪？尤德有些好笑地指了指桌子，说书就在你旁边，在你来之前我就已经拿到了。科黛丽亚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桌上果然放着一本厚厚的红色魔法书。既然万事俱备，2人对视一眼，立刻启动了法阵。红色的副本之书自动悬浮在半空中，缓缓翻开，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伴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传送法阵已经彻底启动。伴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2人正式进入了副本空间。传送的后遗症让科黛丽亚难受的直哼哼，她抱怨着为什么传送魔法还会让人晕车。看着旁边一脸轻松的尤德，科黛丽亚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凭什么这家伙一点事都没有？尤德有些无奈，一边帮他拍背顺气，一边随口安慰。缓过劲来的科黛丽亚打量着周围，问这里是不是就是书里的世界？尤德点了点头，确认这里和游戏里一模一样。不过他也提醒科黛丽亚，在这个虚拟副本里，就算死掉，也只是被踢出去，并不会真的丢掉性命。听到这话，科黛丽亚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算哪门子好消息？科黛丽亚有些不服气的抱怨，自己以前在游戏里总是拿第2名，所以这次一定要拿下首通，让他别在旁边泼冷水。而且就算死不了，这副本里的痛觉可是100%真实的。尤德被他掐得直叫唤，连忙求饶。科黛丽亚这才松了手，好奇地问，既然接下来要战斗，那他的极阴之体有没有好转一点？尤德笑了笑回答，好了一点点，而且现在自己身边还有他呢。听到这话，科黛丽亚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尤德淡淡表示，比起单纯的刷怪升级，自己其实更喜欢探索游戏里的隐藏要素，去拿那些稀有的成就。尤德分析着2人的定位，说科黛丽亚是专门负责输出的法师，只管击杀怪物拿积分就行。要是单论刷怪效率，桑德斯托姆的积分估计能比他多出1倍。不过既然是他带路进的隐藏副本，那接下来的战斗可就全得仰仗科黛丽亚了。科黛丽亚听完有些好笑的总结，合着就是你出油钱，我来当司机开车呗。不过他这次也是有备而来，绝对不会拖后腿。科黛丽亚让尤德先转过身去，自己要拿点东西。接着他一脸得意地掏出了几颗魔法石，这可是能免去吟唱时间直接释放魔法的宝贝。科黛丽亚笑着表示，上次在雷泽冈只能用魔法岛的输出，这次可不一样了。他特意把这些魔法石藏在裙子里带进来，就是猜到这家伙肯定有什么计划，这下总算能派上大用场了。科黛丽亚清了清嗓子，得意地介绍起这些魔法石，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他父亲亲手制作的极品，
尤德看着这些魔法师，心里暗自感叹，这大概就是科黛莉亚的底牌。科黛莉亚双手叉腰，一脸骄傲的求夸奖。尤德笑了，顺着他的话夸了几句。不过既然科黛莉亚准备的这么充分，尤德自然也不能落后。他伸手打开随身携带的箱子，从里面掏出了一大叠魔法卷轴。科黛莉亚凑过去一瞧，发现全是一星的雷电系和光系魔法。尤德笑着解释，自己可不想只站在后面看戏，所以特意准备了这些符合等级的卷轴。科黛莉亚看着手里的卷轴，有些不敢置信，这些都是你亲手做的？他突然反应过来，这家伙难道把这些魔法阵全都记在脑子里了？尤德有些好笑的反问，怎么了？你可是全服第2的法师，难道连这些基础魔法都不会画吗？科黛莉亚有些心虚的反驳，自己当然会画。看着科黛莉亚这副嘴硬的模样，尤德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逗他玩真是太有意思了。不过玩笑归玩笑，尤德清了清嗓子，把话题拉了回来，说这些卷轴还得靠科黛莉亚来充能，不然就只是一堆废纸。科黛莉亚刚想动手，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等等，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站在我后面？他有些无语，地质问，你居然让一个法师站在前面当肉盾？尤德一脸无辜的解释，自己因为极阴之体的阴，现在根本没办法使用魔力。科黛莉亚气得大喊，去你的极阴之体，那你之前拿了10天的太阳吊坠都拿去干嘛了？尤德一边在箱子里翻找，一边解释，那东西又不是什么神药，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治好？让他别这么大火气。尤德一边翻着箱子，一边说自己还带了魔力药水和防具。科黛莉亚有些无语的反问，合着你真把我当成魔法司机了？两人一边聊着，一边走进了阴暗潮湿的地下通道。科黛莉亚把药水一瓶接一瓶的灌下去，忍不住抱怨起来，这药水喝得她肚子胀得要命。以前在游戏里明明可以随便灌的。尤德看着已经充能完毕的卷轴，笑着在旁边给他打气，说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看着地上被扔掉的防具，尤德有些担心地问，你确定不需要穿上防具吗？科黛莉亚有些无奈地解释，自己现在的负重已经到极限了，要是再穿上这些重家伙，根本连路都走不动。尤德听完也没再坚持，他转过头看着走在前面的科黛莉亚。科黛莉亚嘴里还在小声嘀咕，自己一定要成为第一个通关这里的魔法师。尤德心里很清楚，这毕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事，嘴上说的轻松，心里肯定紧张的不行。上次在雷泽刚那次根本不算数，当时他们只顾着疯狂刷级了。看着科黛莉亚紧绷的背影，尤德琢磨着要不要再逗逗他，好让他放松下来。通道深处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怪叫声，这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让人心里直发毛。尤德压低声音提醒，他们就在前面，只要一拐过这个弯就会扑过来，做好准备。科黛莉亚神色凝重的应了一声，表示明白。尤德悄悄地量着身旁的科黛莉亚，看得出他现在非常紧张，不过他也做好了准备，要是科黛莉亚待会儿吓得动弹不得，自己随时会出手接应。毕竟这第一波遇上的敌人是暗黑属性低哥布林。尤德没有犹豫，直接撕开了手中的魔法卷轴，大喊一声释放光亮术，唰的一下，耀眼的光芒瞬间在通道里炸开，把原本昏暗的角落照得通亮。几个哥布林一下子被晃得不知所措。尤德在后面大喊着指挥，去把桑德斯托姆，就决定是你了。科黛莉亚气得直咬牙怒吼着反驳，老娘才不是你的宠物。他这才反应过来，这家伙是真的打算把所有脏活累活全都丢给自己来干。科黛莉亚一边往前冲，一边抬手释放出魔法导弹，他大喊一声5连发，唰的一下，数道魔法光束呼啸而出，在通道里炸开一连串巨响，直接把前方的敌人轰了个稀碎。尤德在后面大声提醒，他们听到动静了，下一波援兵正从旁边的通道冲过来，这次是土属性的。伴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几只体型更大的哥布林挥舞着木棒冲了过来。科黛莉亚大声回应收到，他正准备再次动手，尤德却在后面出声阻止，别太焦急，等他们再靠近一点，只有等他们完全暴露在视野里，才是动手的最佳时机。通道深处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怪物的身影已经出现在拐角处。尤德低声数着节拍，就是现在！科黛莉亚怒吼着出手，尝尝这个吧，你们这些绿皮垃圾！伴随着一阵刺耳的惨叫，冲在最前面的怪物直接被轰飞了出去。科黛莉亚一边动手一边大喊着问后续招数，尤德在后面大声回应，后续招数是束缚魔法对吧？他没有废话，唰的一下撕开了手中的卷轴，金色的魔法锁链凭空出现，瞬间把冲过来的怪物死死捆住。尤德在后面笑着夸奖，把他们击倒之后再锁起来，这可是你的拿手好戏。接着他递过去一瓶药水，说先喝瓶魔力药水补补。科黛莉亚有些傲娇的哼了一声，还是伸手接了过来。尤德在旁边提醒，等你喝完药水，咱们就把剩下的怪物清理干净。科黛莉亚仰头咕嘟咕嘟灌了下去。尤德一边看着周围一边解释说，这里和雷泽刚不一样，只有把这些低级怪物全部干掉，咱们才能拿到经验值。科黛莉亚擦了擦嘴角，忍不住在心里抱怨，这种时候要是能有一瓶双倍经验药水，那该有多好。不过抱怨归抱怨，手上的动作可没停。随着最后几只怪物被解决，金色的升级光芒接连亮起，这下子两人的等级直接开始蹭蹭往上涨了。不知不觉间5个小时已经过去了，科黛莉亚累得直喘粗气，忍不住小声抱怨，这该死的地下城，以前在游戏里跑图没觉得累，现在自己这双腿简直要废了，早知道就不穿高跟鞋了。尤德在一旁听着，总觉得这台词似曾相识，难道是自己的错觉吗？他转过头问了一句，你还撑得住吗？科黛莉亚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尤德又重复了一遍，问他还能不能坚持。虽然一路上走走停停，但毕竟这是科黛莉亚的第一场实战，体力消耗肯定很大。
科黛莉亚有些无语的盯着他，这家伙真是太烦人了。打完怪累了不是很正常吗？明知故问什么呢？不过话说回来，以他们现在的等级，能走到这里简直就是个奇迹。这里的怪物等级高，种类又杂，副本难度简直是地狱级别的。但如果连清理怪物都这么轻松，那真正的难关到底在哪？原来这全靠尤德手绘的那张副本之书地图。那张手绘地图上不仅标明了地下城的路线，连怪物属性都写得一清二楚，全都是些换汤不换药、滴个不灵。科黛莉亚看着地图，心里对尤德佩服的不行。这家伙不仅能准确预判怪物类型，甚至连一路上需要什么魔法辅助都提前做好了准备。他总是能拿出最合适的药水，简直就像个移动的补给站。科黛莉亚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这家伙以前玩辅助角色的时候，是不是就天天干这些端茶倒水的事？还是说第一名就是这么让人讨厌的完美？他越想越气，忍不住狠狠瞪了尤德一眼。尤德一回头正好撞上他那要吃人一样的目光，心里顿时乐了。这表情他太熟悉了，明明气得要死，却还要硬憋着不发作。尤德笑着问他要不要在出发前再休息一会儿。科黛莉亚没好气的回答：算了吧，我只是走路走得脚疼，而且喝药水喝得胃里直难受。接着他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大声抱怨：最气人的是你这家伙每次都抢人头，等级升得比我还要高，除了这些我好得很。尤德被他吼得缩了缩脖子，有些尴尬地心想这下可不太妙。他有些无奈地调侃了一：在这个世界里还要一直当第二名，感觉确实挺糟糕的吧？科黛莉亚气得直跺脚，大声吼着说自己讨厌死他了。尤德在一旁忍不住偷笑，问他除了这些之外，身体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科黛莉亚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好得很。尤德笑着拍了拍手，既然没事，那咱们就继续往前走吧，马上就要到领主怪物的地盘了。科黛莉亚一边往前走，一边气呼呼地警告他，要是待会儿拿到的技能书很垃圾，绝对要让他好看。尤德有些无奈地劝他别这样，毕竟自己以前也没用魔法师通过关，到底能拿到什么技能他心里也没底。科黛莉亚听完直接无语了，只能闷着头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科黛莉亚突然想到了什么，咱们在这个副本里待了挺久了，外面现在过去多长时间了？可别外面也过去了5个小时啊。尤德解释说，这个副本的时间流速和外面不一样，里面过去20分钟，外面才过去1分钟，所以算下来，外面其实才过去了20分钟左右。科黛莉亚听完有些担心的嘀咕，那也挺久了。达利亚说30分钟后就会来找他，咱们的时间真的够用吗？听到这话，尤德若有所思的回答，那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尤德突然停下脚步，科黛莉亚有些疑惑的顺着他的视线看，只见前方出现了一扇巨大的拱门，门上闪烁着刺眼的红色光芒，这提示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科黛莉亚忍不住吐槽，这简直就像是在大声喊着领主怪物就在里面一样，这游戏的设计也太有年代感了。尤德问他，那你知道里面的领主怪物是什么吗？科黛莉亚想了想回答，是狂暴之狼吧。他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打了半天哥布林，结果最后突然冒出来一只狼，而且还是雷电属性的，这副本的怪物类型还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尤德笑着夸奖道，答对了，不愧是桑德斯托姆。尤德笑着鼓了鼓掌，雷属性的怪物速度极快，所以待会儿手脚必须得麻利点。接着他伸手扣开手提箱，说还有一件事。科黛莉亚有些疑惑地问，又怎么了？尤德神色认真的交代，在我下达指令之前，你只管专心躲避，千万不要主动攻击。科黛莉亚听完一愣，有些没反应过来，不过他很快就想到了什么，有些气恼的警告，这回你可别想再抢人头了，毕竟之前好几次都是他用束缚魔法控住怪物，结果全被尤德给收割了。尤德有些无奈的反问，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打这种领主怪物可没时间去纠结谁来拿击杀。科黛莉亚气得直咬牙，大喊着说，我就知道你之前是故意的，不过现在也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科黛莉亚理了理头发，问他到底有什么计划？这只狂暴之狼难道和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该不会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吧？尤德一边整理着手里的魔法卷轴，一边不紧不慢地回答，那倒不是，我只是想做好万全的准备。话音刚落，那扇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接着唰的一下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了，这下子退路被彻底封死。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一只散发着绿色幽光的巨大狼已经死死盯上了他们。这只17级的狂暴之狼，一双泛着黄光的眼睛已经死死锁定了尤德。科黛莉亚在旁边小声提醒，他盯上你了。尤德倒是一点不慌，冷静地分析，确实，看来他会先攻击我。话音刚落，那只巨大的狼人迈开步子，重重地踩在石板地面上，两人对视一眼，瞬间进入了战斗状态。狂暴之狼猛地扑了过来，速度快得惊人。尤德大喊一声小心，接着整个人向后退去，险险避开了这致命的一击。紧接着，尤德大声呼喊科黛莉亚的名字，科黛莉亚立刻会意，所有的狼类怪物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只会愚蠢的直线攻击。科黛莉亚大喊着，用双重锁链束缚我的敌人。接着他唰的一下撕开了手中的魔法卷轴，金色的锁链凭空出现，瞬间缠住了狂暴之狼的身体。科黛莉亚紧接着又大喊，再来个油之术，地面上瞬间变得无比光滑，狂暴之狼脚下一滑，直接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科黛莉亚心里很清楚，对付狂暴之狼最危险的就是他的速度，但他那极易被看穿的直线攻击方式就是最大的弱点，只要能锁住他的腿，他就什么都不是了。不过以他现在的等级，就算使用了道具束缚魔法也撑不了太久。狂暴之狼在地上挣扎着，身上的金色锁链已经开始出现裂痕，要是战斗拖得太久，自己绝对会陷入被动。
科黛莉亚大声呼喊尤德，他心想这家伙最好赶紧执行他那愚蠢的计划。尤德嘴角微微上扬，笑着说：“没问题，要开始了。”计划启动，唰的一下，直接撕开了手中的魔法卷轴。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耀眼的金色雷电凭空劈下，结结实实的轰在狂暴之狼身上。狂暴之狼发出痛苦的嚎叫，尤德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大喊着让他再吃一记。这下子旁边的科黛莉亚直接看傻眼了，他有些纳闷的嘀咕：这家伙之前不是说不让我动手攻击吗？科黛莉亚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等等，这家伙居然在用雷电魔法！还没等他想明白，只听咔嚓几声脆响，原本捆在狂暴之狼身上的金色锁链竟然直接崩断了。尤德脸色一变，大喊着科黛莉亚的名字，他朝你那边去了。挣脱束缚的狂暴之狼直接扑向了科黛莉亚，科黛莉亚反应极快，一个侧身翻滚，险险避开了这致命的一击。狂暴之狼重重地撞在石柱上，震得碎石乱飞。尤德看着眼前的局势，眉头紧锁，这不对劲，这家伙的攻击方式完全没变，就像根本没有受伤一样。科黛莉亚也发现了异样，这怪物挨了刚才的雷击，居然一点事都没有。尤德低声嘀咕，看来伤害还是不够。接着他大声呼喊科黛莉亚，尤德大喊着指挥，用火属性魔法。科黛莉亚立刻会意，好嘞，马上就来。科黛莉亚大喊一声，瀑布术，一道水流凭空出现，直接把狂暴之狼淋了个透湿。尤德在旁边看得直乐，大喊着让科黛莉亚继续用雷电攻击，把这两种属性结合起来，效果果然翻倍了，咱们马上就能搞定他。科黛莉亚看着尤德那兴奋的镜头，心里却有些犯嘀咕，这家伙一个人在那高兴个什么劲啊？不过他手上的动作可没停，大喊着再来一记雷电。雷光闪过，狂暴之狼被电得浑身发抖。科黛莉亚看着眼前的场景，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这不仅仅是魔法的配合，更像是一种奇怪的既视感。他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首歌，这旋律一旦出现就怎么也挥之不去了。科黛莉亚有些纳闷，为什么自己会在这时候想起这首歌？这歌词和眼前的雷电魔法到底有什么联系？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心里甚至莫名其妙的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恐惧感。科黛莉亚揉着太阳穴，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这只狂暴之狼是雷电属性的，这可是个全新的怪物类型。雷电属性的怪物速度极快，这家伙是在开玩笑吗？既然知道对方是雷电属性，他居然还一直用雷电魔法去轰他，这不是在给怪物送大补药吗？只听一声狼嚎响彻通道，狂暴之狼再次发威。科黛莉亚吓了一跳，然而下一秒雷光闪过之后，怪物竟然直接倒地不起了。当用雷电魔法去攻击雷电属性的怪物时，半空中的雷电突然拐了个弯，直接劈在了狂暴之狼的脚上。这怪物不仅没有倒下，反而仰天怒吼起来，声音在整个通道里回荡。雷电魔法根本伤不到他，反而会成为他的养分，让他的力量瞬间暴涨。尤德打了个响指，笑着说答对了。科黛莉亚气得直咬牙，大骂你这个笨蛋，难道刚才的计划就是为了让领主怪物变得更强吗？尤德有些无奈的解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想要拿到 B 级技能书，就必须在击杀前给他充能。科黛莉亚气急败坏地质问，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尤德哈哈一笑，要是提前说了，那还有什么乐趣？科黛莉亚死死盯着他，这家伙居然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尤德赶紧打圆场，递过去几张魔法卷轴，拿着这些卷轴，咱们赶紧把它解决掉。科黛莉亚一把夺过卷轴，气呼呼的直接撕开，轰隆一声巨响，狂暴之狼在雷光中发出怒吼。科黛莉亚咬着牙警告，要是这次拿不到好东西，你就死定了。尤德赶紧赔笑脸，保证下次一定提前打招呼。狂暴之狼在旁边发出低吼，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科黛莉亚气呼呼的大喊闭嘴。尤德神色一凛，大喊着提醒他来了。话音刚落，狂暴之狼化作一道绿光，以惊人的速度朝两人冲了过来。这种狼形怪物都拥有极其强健的后腿，狂暴之狼利用后腿力量像子弹一样笔直冲锋，只要能控制住它的移动，不管等级差多少都能轻松应对。但现实终究和游戏有区别，狂暴之狼重重踏在石柱上，借力完成了二次探。尤德大喊着科黛莉亚的名字，怪物化作绿光折向扑了过去。科黛莉亚惊叫一声，险险避开。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怪物居然能踩踏石柱改变方向。一旦狂暴之狼完成充能，他的攻击模式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科黛莉亚咬牙大骂，该死的尤德！还没等他站稳，狂暴之狼在半空中再次调整姿态，下一次冲锋马上就要来了。科黛莉亚死死盯着前方，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下一次会从哪里攻过来？虽然眼睛勉强能跟上速度，但身体根本反应不过来，这下可真没把我躲开了。狂暴之狼浑身缠绕着雷电，随时准备发动致命一击。尤德也察觉到了危险，突然发出一声惊呼，他身体晃了晃，显然已经快到极限了。只听啪嗒一声，尤德手里的魔法卷轴散落一地，整个人也脱力般跌坐在地上。科黛莉亚直接看傻眼了，这又是什么情况？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狂暴之狼重重一脚踏在地上，带着恐怖的威压再次逼近。狂暴之狼化作绿光，在石柱间疯狂折返弹跳，速度快到根本看不清。科黛莉亚心里一惊，偏偏在这个时候，魔法居然被打断了，眼看怪物就要扑过来，科黛莉亚脚下亮起魔法阵，她气得大喊尤德。无数道雷光在空中交错，狂暴之狼的攻势越来越猛，雷电重重轰在石柱上，碎石四处飞溅。科黛莉亚看着眼前的局势，心里彻底凉了半截，魔法竟然完全被抵消了。狂暴之狼带着一身雷电，直接朝尤德扑了过去。科黛莉亚整个人都懵了，这下该怎么办？她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这家伙虽然平时不靠谱，但绝对不能死在这里。科黛莉亚
急得大喊尤德！狂暴之狼发出一声怒吼，速度快到根本停不下来。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科黛莉亚突然愣住了。只听咕噜噜一阵响，狂暴之狼在地上痛苦打滚，嘴里发出难受的呜咽声。科黛莉亚被这变故整懵了，紧接着一股恶臭扑鼻而来，熏得他差点吐出来。他捂着鼻子大喊：“这到底是什么味道？”尤德在一旁坏笑起来，不紧不慢地解释：“狗的嗅觉是人类的10000倍，而这只狼刚才吸收了雷电，身体处于超负荷状态，感官更是被放大了10倍，所以它现在根本承受不住这种气味。”原来尤德手里一直攥着个布袋，里面正源源不断散发出紫色毒气，这是他特制的臭气弹。尤德心里很清楚，光靠刷个不铃声的那点等级，正面硬刚是绝对打不过的。既然这里是现实，那就要用点现实的手段，所以他早就准备好了这个秘密武器。好东西当然要留到关键时刻。科黛莉亚被这股恶臭熏得够呛，她突然想起自己之前还得意洋洋地炫耀过这些魔法师，结果现在全被用来做臭气弹了。尤德在一旁也是被熏得直咳嗽，说这味道确实杀伤力太大，连他自己都快顶不住了。看着眼前这狼狈的一人一狼，科黛莉亚的怒火瞬间消了一半，忍不住吐槽：“你们两个现在看起来真惨。”尤德缓过劲来，嘴角微微上扬，只要能赢，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科黛莉亚看着他那负得意的样子，心里忍不住吐槽：这家伙现在看起来简直像个无赖。不过他转念一想，只要能赢过程确实不重要，难怪这家伙能拿第1名。尤德深吸了一口气，提醒科黛莉亚趁现在赶紧动手。科黛莉亚立刻会意，笑着拿出了魔法石，是时候彻底解决这只狼了。科黛莉亚大喊一声挖掘术，地面上瞬间亮起魔法光芒，狂暴之狼脚下的石板直接塌了下去，整只狼瞬间陷了进去。科黛莉亚根本不停手，连续释放魔法。尤德在旁边看得直乐，还顺口点评了几句。科黛莉亚气得直咬牙，大喊：“不需要你来解说！”尤德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撕开了手中的魔法卷轴，笑着说：“是时候说再见了。”无数的魔法碎片在空中散落，将陷在坑里的狂暴之狼彻底包围。紧接着，一道巨大的雷电光柱轰然落下，直接把怪物给淹没了。科黛莉亚看着眼前的爆炸，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这只是个虚拟副本啊！科黛莉亚叹了口气，真是白担心一场。伴随着清脆的系统提示音，两人的全属性永久提升了1点。科黛莉亚有些不敢置信：“你刚才听到了吗？”尤德点了点头，这声音就像直接在脑子里响起来一样。科黛莉亚顿时兴奋起来，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能拿到成就称号了？这可太棒了！尤德看着她高兴的样子，心里暗自庆幸，这姑娘一兴奋，说不定就会忘了刚才擅自给 BOSS 充能的事。尤德赶紧顺着他的话说：“没错，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该看看技能书了？”科黛莉亚二话不说，直接抬手释放了一个油腻术，只听扑通一声，尤德脚下一滑，整个人结结实实的摔了个大跟头。科黛莉亚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冰冷的警告：“下次要是再敢偷偷给 BOSS 充能，必须提前告诉我。”尤德趴在地上冷汗直冒，只能连声答应：“好，我保证。”看来这姑娘根本就没忘这茬。科黛莉亚气呼呼的抱怨：“你这个混蛋，刚才真是要把我吓死了。”尤德自知理亏，一边起身边道歉，看来以后还是少惹他为妙，但至少我答应你的东西肯定能拿到。话音刚落，2本散发着光芒的技能书缓缓飘落到两人面前，系统提示音也随之响起：“恭喜获得 B 级技能书。”科黛莉亚一把接住技能书，兴奋的直跺脚：“太棒了，我最喜欢开箱环节了。”尤德在一旁看着他，笑着问：“开箱子有这么好玩吗？”科黛莉亚一脸期待的回答：“那当然，每次开箱都让人心跳加速。不过你之前不是说你已经知道自己会拿到什么技能了吗？”尤德点了点头，翻开手中的技能书，没错，是一个叫36D煞步的体术技能。随着一声清脆的系统提示音，尤德成功学会了 B 级技能36的煞步。科黛莉亚有些好奇的问：“36的煞步听起来很像你以前经常用的12天雷步啊？”尤德一边翻看着技能书，一边笑着解释：“这类技能的名字基本上都差不多，不过这个36D煞步以后是可以升级成12天雷步的。这些隐藏信息通常只有在学会技能后才会显示。在 B 级36D煞步之后是 A 级的24狂风步，再往上就是 S 级的12天雷步，而最终的进化形态则是幻神级的9天神步。这招能让你在短短9步之内快到连老天爷都找不到你。”尤德看着手中的技能书，心里暗自琢磨：当初我用 Outboxer009 这个账号时，连这个境界都没能达到。科黛莉亚在一旁看得心痒痒，太酷了！现在轮到我来开箱了，连 Outboxer 都不知道的宝贝，到底会是什么呢？尤德看着他那副兴奋的模样，忍不住笑出了声。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系统提示音清脆的响起：“恭喜获得 B 级技能火焰飞弹。”科黛莉亚看着开出来的技能，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太棒了，我太喜欢了！”尤德在一旁看着他，笑着说：“你喜欢就好，既然该拿的战利品都到手了，接下来就只剩下回去了。”不过刚才那场恶战实在消耗了太多体力，两人直接瘫坐在地上，打算先休息一会儿。科黛莉亚躺在地上，突然想起了什么，说起来多亏了那个太阳吊坠，你的极阴之体症候群好像好多了，要是我们再早点来这里，你现在恐怕早就撑不住晕过去了。尤德笑了笑：“那也多亏了你帮我拿到它。”科黛莉亚傲娇的哼了一声，让他注意点分寸。科黛莉亚笑着说：“现在我们两个都到10级了。”尤德点了点头，既然等级够了，那就意味着该进行下一步了。尤德若有所思地问：“接下来就是那个了吧？”科黛莉亚立刻接话：“魔手事件。”尤德笑着调侃：“不愧是老玩家，对接下来的剧情一清二楚。”科黛莉亚也笑了笑：“彼此了。”
毕竟在这个游戏世界里，每个角色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剧情。在这个游戏里，不管你选择哪个角色开局，世界最终都会走向毁灭。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其中一个角色的剧情线简直惨无人道，让人怀疑策划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疾病。而这个悲惨的主角就是科黛莉亚。他的故事起点是在前往参加北方12名门会议的路上。顺便提一句，尤德的剧情线要比科黛莉亚晚半年才开始。在科黛莉亚的领主府邸里度过了一段像童话般和平的教学关卡后，玩家就可以离开庄园，去探索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了。在这个游戏里，玩家甚至能触发一些隐藏事件。在前往北方12名门会议的路上，真正的危机正在悄悄逼近。当那个被称为魔手的恶魔邪教降临，原本和平的贵族会议瞬间变成了一场血腥的屠杀。参加会议的12个统治家族几乎全军覆没，他们要么被杀，要么被绑架，甚至被洗脑控制。在这场浩劫中，只有科黛莉亚一个人拼死逃了出来，但代价却是失去了所有的家人和一直保护她的贴身侍卫。在原本的游戏剧情里，科黛莉亚不仅失去了家人，连一路上结识的挚友也无一幸免。他只能独自一人逃进森林深处，而那才是他地狱般主线剧情的开始。更让人绝望的是，这段残酷的过场动画根本无法跳过。论坛上全是对这个剧情的吐槽，大家都觉得策划简直没有心，把科黛莉亚的线写得太惨了。不过距离魔手袭击贵族会议现在还有整整2周的时间。由德若有所思的分析，在原版剧情里，科黛莉亚是唯一的幸存者，但他觉得他们根本没必要照着原版剧情走。科黛莉亚也赞同的表示，既然这个世界的结局注定是毁灭，那为什么还要死守着原来的剧本？他们必须亲手改写这一切，创造一个全新的幸福结局。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就是彻底解决掉魔手。尤德点头同意，说北方12名门的力量绝对不能就这么白白损失掉。接着他咬了白指尖，神色复杂地提到了达利亚。他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把达利亚也救下来。他绝对不能容忍那个一直拼命保护自己的贴身侍卫像个无名 NPC 一样毫无意义的死去。尤德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原来科黛莉亚真正想救的是达利亚呀。虽然带着前世的记忆，但在这个世界里度过的时光对科黛莉亚来说同样无比真实。那些关于游戏的记忆和在这个世界成长的点迹早就交织在了一起。达利亚对他来说就像亲姐姐一样。作为游戏里最惨的女主角，她确实有理由比任何人都在意这段残酷的剧情。在尤德眼里，她或许还是那个熟悉的玩家，但对他自己而言，她现在就是真正的科黛莉亚。尤德静静地看着她，心里已经有了计较。科黛莉亚有些局促地绞着头发，试探着问：所以呢？因为你之前有极阴肢体症候群，原本是不用去参加贵族会议的，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吧？尤德笑着打趣道：没错，多亏了我最亲爱的科黛莉亚大小姐帮我拿到了太阳吊坠，我才能恢复的这么快。科黛莉亚被他这肉麻的话激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没好气的让他赶紧闭嘴。尤德笑了笑，说自己可没说错。科黛莉亚有些不好意思的转移话题：既然你身体已经好多了，那……他红着脸支支吾吾的问：你能陪我一起去吗？尤德听到这话，整个人直接愣住了。他有些迟疑的回应：这个嘛，在原本的游戏设定里，尤德根本没有机会去参加这次的家族会议。科黛莉亚有些紧张地看着他，心里直打鼓，但尤德却显得很轻松。既然他们已经改变了剧情，治好了极阴肢体症候群，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尤德笑着调侃：再说了，我怎么能拒绝我最亲爱的科黛莉亚的请求？科黛莉亚一听这话，整个人直接炸毛了，大喊着让他别再恶心人。画面一转时间来到了几天后，在一片晴朗的天空下，传来了阵阵喘息声。清晨的阳光洒在庄园里，尤德正绕着院子拼命狂奔，10圈晨跑终于结束，他累得直接弯下了腰。旁边突然传来赞许的声音，说他跑得非常出色。说话的正是巴耶尔家族的退役骑士维克托。他看着尤德欣慰地表示，他的体力和速度每天都在进步，等领主大人回来，或许就能正式开始骑士训练了。尤德听了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说自己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尤德接过维克托递来的毛巾，擦了擦汗，心里却忍不住吐槽，这毛巾用起来简直跟地球上的运动速干毛巾一模一样。看着尤德那股子拼劲，维克托心里满是欣慰，觉得这孩子学武的劲头把身体的病痛都给压下去了。维克托温和地开导他：少爷别因为起步晚了就气馁，凭您的天赋肯定能追上同龄人的。尤德认真地应了一声，说自己记住了。维克托看着眼前的少年，心里一阵酸楚，这孩子明明一直被极阴肢体中，却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维克托忍不住抹了抹眼角，心里默默祈祷，要是领主大人能看到少爷现在的样子，该有多高兴啊！真希望领主能早点平安回来。尤德在一旁看着，心里却在琢磨另一件事。在游戏设定里，尤德本来就是个练武奇才，起步晚点根本不是问题。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急匆匆地大喊着：尤德少爷！这突如其来的动静让院子里的两人都愣了一下，转头看去，来人跑得气喘吁吁。尤德定睛一看，有些意外地脱口而出：玛雅！尤德看着一路小跑过来的女仆玛雅，有些纳闷地问：出什么事了？怎么慌成这样？玛雅跑到跟前，累得直喘粗气，半天没说出话来。等他终于把气喘匀了，这才急忙汇报说，有一封从切斯庄园送来的信，是给尤德少爷的。旁边的维克托一听，立刻凑了过来，一脸八卦的调侃：难不成是科黛莉亚小姐寄来的情书？尤德听得一头雾水，正想问个明白，
玛雅却神色凝重地摇了摇头，说这封信并不是科黛莉亚小姐写的，这封信是她的父亲寄来的，这封信是亚瑟·切斯伯爵寄来的。听到这个名字，尤德整个人直接僵在了原地，他有些不敢置信地反问：谁？画面一转，来到了宏伟的切斯庄园。此时的尤德已经换上了华丽的礼服，站在庄园里却是一脸懵。他有些迷茫地自言自语：我怎么会在这里？他努力回想着之前发生的事。那封信上说要找他谈谈关于和他女儿私奔的事情，并且要求他必须亲自登门拜访。后面的事情我完全不记得了，因为我看完信之后直接被吓晕过去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尤德彻底乱了阵脚，毕竟在原本的游戏里根本就没有这一出。尤德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在脑子里飞速思索切斯伯爵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隐约记得那家伙好像是个极度溺爱女儿的直升机父母。完了，难不成就是因为这个对方才急着要见他？尤德越想越觉得不妙，难道是要他解释为什么之前邀约人家女儿去野餐，甚至还带着人私奔？又或者是对方察觉到了他们私下里的秘密会面，而且还是在禁足惩罚刚刚解除的时候？尤德越想越觉得头大，这下麻烦可真是不小。就在他想得入神时，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呼唤：尤德少爷！尤德猛地回过神来，有些结巴地应了一声。玛雅在一旁轻声安慰道：少爷，您其实不用这么担心，毕竟您和科黛莉亚小姐的婚约是两家早就正式定下来的，就算您稍微有点出格的举动，应该也不会闹出太大的乱子。话是这么说，可玛雅自己却紧张的浑身直哆嗦。尤德有些无奈地看着他：玛雅，你的声音都在发抖啊。玛雅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小声嘀咕了一句：不管怎么说，科黛莉亚小姐的父亲迟早都会成为您的岳父啊。尤德在心里默默念叨着：岳父大人。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觉得玛雅说的对，这不过是去见未来的岳父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他突然反应过来，等一下，如果对方是未来的岳父，那岂不是意味着科黛莉亚以后就是他的未来的妻子？这下尤德彻底崩溃了，这根本没有让他感觉好一点。他总不能一见面就对人家父亲说：你女儿现在是我的了，这简直是在找死。就在他内心疯狂咆哮的时候，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尤德少爷。他抬头看去，只见达利亚正站在不远处等着。达利亚在前面带路，说现在就带他去会客室。尤德一边跟着走，一边试探着问：科黛莉亚小姐现在在这儿吗？达利亚头也不回的回答：小姐还不知道您被召见过来的消息。这下尤德更紧张了，这感觉简直就像是直接站在了游戏最终 BOSS 的房门前，而且根本没有时间给他做攻略。达利亚停下脚步，轻轻敲了敲门，高声通报说：尤德，巴耶尔少爷到了。尤德紧张的咽了口唾沫，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门内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进来吧，尤德少爷。紧接着厚重的大门被缓缓推开，周围的魔兽确实变多了。盖尔叹了口气，希望城市没有受到波及。坐在石头上的男人缓缓开口：所以我们才来这里清理魔兽。这位正是赛伦王国10大剑术大师，也是尤德的父亲亚历克斯。盖尔恭敬地应了一声：父亲，您在看什么呢？亚历克斯扬了扬手里的信：我收到维克托的消息了。盖尔有些意外：出什么事了吗？亚历克斯看着信说道：是关于尤德的，他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而且想开始战斗训练。盖尔有些不敢相信，他的极阴肢体症候群被治好了。亚历克斯解释道：还没有完全治好，但听说他和科黛莉亚小姐外出时意外得到了太阳吊坠。盖尔有些不敢相信，太阳吊坠，他忍不住感叹，能遇到科黛莉亚小姐绝对是那小子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亚历克斯听了哈哈大笑，要是他父亲听到你这话，估计会高兴坏的。盖尔也跟着笑了笑，随后神色变得有些复杂。父亲，我们的休息是不是该结束了？亚历克斯看着有些按捺不住的儿子打趣道：你这么急躁，手下的队员可不会喜欢你。盖尔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我只是想快点回去，亲眼看看我那身体好转的弟弟。盖尔望着远方，眼神里满是期待，不知道那小子现在到底在做些什么呢？气氛瞬间压抑到了极点，尤德只觉得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压得他根本抬不起头。两人在桌前相对而坐，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尤德只觉得浑身发冷，之前靠着太阳吊坠攒起来的精神头，这下全被吓没了。他紧张得手，心里全是冷汗，这关怕是没那么容易过了。这压迫感简直就像在面对游戏里的最终魔王。尤德偷偷瞄了一眼，坐在对面的男人正慢条斯理地喝着茶，这位就是亚瑟·切斯伯爵，不仅是北方的霸主之一，更是巴耶尔伯爵的多年好友。在战场上，他被称为红色风暴，是赛伦王国最顶尖的战斗法师之一。难怪科黛莉亚会给自己起名叫桑德斯托姆，也就是沙尘暴，这起名风格还真是家学渊源。在原本的游戏剧情里，尤德几乎没有和这位切斯伯爵见过面，因为极阴肢体症候群的折磨，尤德和切斯家族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更糟糕的是，在原本的剧情线中，科黛莉亚在家族会议后就失踪了，婚约取消了。这在原本的游戏剧情里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新状况。尤德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却发现这茶甜得有些离谱，他心里直犯嘀咕：难道是女仆放错了糖？转念一想，伯爵家的女仆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这绝对是故意整他的。切斯伯爵终于开口了：最近有些事情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这语气一沉下来，整个房间的空气都跟着凝固了。尤德紧张的直咽口水，脑子里飞速运转，到底该说点什么？就在他纠结的不行的时候，切斯伯爵突然开口了：听说你最近有了个了不起的发现。尤德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反应了过来，他赶忙伸手摸向怀里，老老实实的回答：是的，我运气好得到了太阳吊坠。尤德把吊坠拿了出来递了过去，
切斯伯爵接过吊坠，拿在手里仔细端详起来。这件神圣的宝物确实是个难得。他看着手里的吊坠，忍不住感叹，哪怕只是握在手里，都能感受到里面源源不断的纯阳之力。尤德暗自松了一口气，看来对方并没有打算追究他带人私奔的事情。难道是因为切斯伯爵也是法师，所以单纯对这件宝物感兴趣？切斯伯爵看着手里的吊坠，低声自言自语：他活了这么久，还从没见过蕴含如此强大力量的宝物。相比之下，其他东西简直成了破铜烂铁。就在尤德暗自琢磨的时候，切斯伯爵突然在身上摸索起来。他掏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盒，推到了尤德面前。既然你大老远跑来一趟，这个就顺便拿去吧。切斯伯爵双手抱胸，一脸傲娇的表示：不用担心，这并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尤德有些迟疑地道了声谢，试探着伸手去拿。就在他缓缓打开盒盖的那刻，里面散发出的光芒让他忍不住惊呼出声。盒子里躺着的居然是一颗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太阳药丸，这可是治疗极阴之体症候群的稀有神药啊！尤德整个人都傻了，这玩意儿在游戏里可是天价宝物，伯爵居然管这叫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这凡尔赛德也太离谱了。尤德刚想开口道谢，切斯伯爵却突然咳嗽了一声，直接打断了他。伯爵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无比犀利，他还听说了一件事，听说你们跳下悬崖的时候，是科戴利亚抱着你跳下去的，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尤德顿时冷汗都下来了，只能硬着头皮承认：是的，领主大人。尤德心里直犯嘀咕，他可不敢说当时其实是科戴利亚背着他跳的。切斯伯爵嫌弃的啧了一声，直接吐槽他太弱了。随后伯爵又在身上摸索着，把另一个精致的盒子推了过去，说这是给他补身体的。他身边那些法师都弱不禁风，但尤德必须把这些药吃下去。尤德有些迟疑地道了声谢，他看着眼前的盒子，试探着伸手去拿。就在他缓缓打开盒盖的那刻，里面散发出的光芒再次让他忍不住惊呼出声。这盒子里装的居然是能永久提升力量的力量之果。尤德整个人都傻了，这玩意儿在游戏前期可是极其罕见的稀有道具啊！伯爵这出手也太大方了吧！切斯伯爵端起茶杯，淡淡的表示：听说这药丸和果子味道都挺苦的，你最好配着这茶一起吃下去。尤德这才恍然大悟，难怪刚才喝的茶甜得发腻，原来伯爵早就替他想好了。画面一转，来到了切斯庄园的另一间卧室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床榻上，一只手无力地搭在床沿。科戴利亚缓缓睁开眼睛，嘴里嘟囔着：这一觉睡得挺沉，感觉体力都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他躺在床上，心里却莫名有些犯嘀咕，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看着手里的太阳药丸和力量之果，尤德心里忍不住直犯咕哝：这切斯伯爵人还怪好的嘞。他偷偷瞄了对面的伯爵一眼，这大叔该不会其实挺中意我的吧？切斯伯爵被看得有些不自在，轻咳了一声，把话题扯到了戒指上。尤德赶紧抬起手展示，说自己每天都戴着呢。这枚戒指代表着他和科戴利亚的婚约，是两家父亲当年指腹为婚定下的。不过这门婚事当年根本没征得他们两个人的同意，所以两人的关系一直非常尴尬。尤德看着手上的戒指，但贵族总得维持表面上的体面，所以他才一直带着这玩意儿表态。切斯伯爵冷哼了一声，语气里满是不屑，接着他轻描淡写的吐出几个字：把它扔了吧。尤德整个人都傻了，这可是两家定亲的信物啊，怎么说扔就扔？尤德小心翼翼地问：为什么突然要他扔掉戒指？切斯伯爵反问他：难道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戴着吗？尤德仔细一想，确实从没见科戴利亚戴过，只能硬着头皮回答：确实如此。他赶紧解释，听说科戴利亚把他的那枚弄丢了，自己本来就打算重新做一对，请伯爵不要责怪他。切斯伯爵冷哼一声，说那丫头肯定是故意扔掉的，不过最后还是松了口，答应不责怪他。尤德松了一口气，刚才他还以为对方是要退婚呢，甚至脑补出伯爵大喊吃完药就离我女儿远点。现在看来，这位伯爵大人只是不习惯表达真实情感，这傲娇性格和科戴利亚简直一模一样。切斯伯爵接着问道：听说你打算和科戴利亚一起去参加贵族会议？尤德顺口应道：是的，父亲。这一声父亲叫出口，切斯伯爵整个人都僵住了，有些尴尬的咳嗽掩饰。接着伯爵又找借口说不确定尤德这虚弱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长途跋涉，说完又把手伸向了怀里。尤德眼睛顿时亮了，看来又有一颗力量之果要到手了。桌上又多了一个精致的木盒，尤德这下彻底乐坏了，连忙大声喊道：谢谢父亲。切斯伯爵淡淡的表示今天就到这里吧，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走了。尤德恭敬的行礼告退，走出房间只觉得肚子撑得不行，不过这药效确实厉害，他现在感觉浑身都是劲，身体状态前所未有的好。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走廊另一头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科戴利亚正急匆匆的朝这边跑来。尤德一脸轻松的打招呼：哟，你现在才来啊？科戴利亚一听这话，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质问他为什么不提前通知。尤德赶紧安抚道：冷静点，科戴利亚，自己也是突然被叫过来的，其实也没发生什么大事。科戴利亚根本不信，急得连连追问父亲是不是要取消婚约。尤德轻咳了一声，突然一本正经的说道：我发现你们家的花园真是太漂亮了。科戴利亚整个人都傻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到底在胡扯些什么？尤德微微一笑：我很荣幸能邀请你一起去花园里散散步。两人并排在花园里散步，科戴利亚有些不敢相信，父亲叫你过去只是为了给你一堆道具。尤德点了点头，对啊，他还让我多吃点，好能抱得动你。科戴利亚一听，整个人都炸毛了，别恶心我了，自己有腿能走。
尤德接着解释，看来他已经知道我们在野餐时发生的事了，所以才说了那些话。科戴利亚这才恍然大悟，害得我白担心一场。尤德无奈地笑了笑，其实私奔那时他没怎么生气，他更介意的是当时居然是你背着我跳崖的，所以才给了我那些补药。尤德摸了摸肚子，不过他给的药实在太多了，我现在肚子撑得连路都快走不动了。科戴利亚眨了眨眼，突然猛地凑上前去盯着尤德的脸直瞧。尤德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往后缩，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科戴利亚一脸惊喜地喊道：“你的黑眼圈居然全没了，看来你的极阴肢体症候群真的在好转。”尤德有些尴尬地别过头去，赶紧转移话题。接下来我父亲最迟会在10天内赶回来，我已经准备好开始训练了。科戴利亚有些兴奋地问：“那你是在为父亲的考验这个任务做准备吗？”尤德点了点头，如果不能完成那个任务，我根本就没办法离开拜伦。科戴利亚若有所思，这么说来，尤德的真正剧情是从那之后才开始的。在游戏《英雄传说2》里，尤德一直是一个冷门角色，不仅发育极其缓慢，身上还带着严重的负面状态。在玩家排出的角色强度榜里，尤德直接被归到了没人玩的垫底行列。虽然还不算是最垃圾的那个，但确实没几个玩家愿意选他。而科戴利亚则是因为操作难度拉满，才沦为没人玩的冷门角色。玩家们不愿意选尤德，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的初始设定太让人抓狂。极阴肢体症只是他身上众多致命弱点之一。虽然在游戏后期可以通过获得太阳鱼来治愈这个病症，但这太阳鱼是切丝伯爵在路上顺手抓来送给他的。问题是玩家在游戏里至少要熬过大半年才能走到那一步，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尤德基本上只能虚弱地躺在床上，哪怕只是下床走动10分钟，他都会因为体力耗尽而直接瘫倒在地上。谁会愿意玩一个动不动就到地不起的虚弱角色？尤德叹了口气，虽然在后期确实能觉醒强大的能力，但前期的设定实在是太劝退了。光是这好极阴肢体症候群就只是个开始，如果不能通过父亲的考验，他连庄园的大门都出不去。而且尤德不受欢迎还有第二个致命原因，想要开启尤德的主线剧情，就必须先向巴耶尔伯爵证明他的极阴肢体已经痊愈，而这第一个强制任务就叫做父亲的考验。想要通过这个考验，就必须达到巴耶尔伯爵的艰苦训练标准。一旦开始，你至少要在庄园里被困上1-2个月，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每天必须完成100个俯卧撑、100个仰卧起坐、100个深蹲，还要跑上10公里。尤德看着那遥不可及的挥剑次数，只觉得再这样练下去，自己迟早要秃顶。不过这只是游戏想让你觉得没有捷径罢了。科戴利亚有些担心地问：“你能在贵族会议开始前搞定吗？”尤德在身上摸索着回答：“多亏了这东西，应该没什么问题。”他拿出了太阳吊坠。科戴利亚有些疑惑：“为什么是太阳吊坠？”尤德解释道：“这玩意儿在游戏里的掉落率只有3%，而且是游戏里最强的道具之一，连切斯伯爵都说这是个难得的发现。而且我这次拿到的奖励比预想的还要多。你之前不是也说我看起来没那么虚弱了吗？”科戴利亚一下子反应了过来：“这么说，你已经达到任务的标准了。”尤德转过身，笑着对科戴利亚说：“而且我还有你啊！”这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科戴利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有些慌乱地质问：“刚才那算什么？你干嘛笑成那样？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而在不远处的台阶旁，达利亚看着两人的背影，忍不住对身旁的玛雅感叹：“他们两个看起来不是很般配吗？”转眼1个星期过去了，这天清晨，科戴利亚刚起床没多久，房门就被敲响了。门外传来女仆的询问：“科戴利亚大小姐，您醒了吗？”科戴利亚随口应道：“醒了，正在看书呢。有什么事吗？”女仆推开门，递上一封信，说是尤德少爷送来的。科戴利亚愣了一下，随手接过信件，打发走了女仆。他把门关上，看着手里的信封，心里直犯咕哝。这眼看着明天就要出发去兰格斯特参加贵族会议了，这家伙这时候送信来到底想干嘛？他拆开信封，刚看清第一行字，整个人就不好了。信的开头写着：“致科戴利亚小姐，我的太阳与星辰。”科戴利亚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家伙真是够了，第一句就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这家伙写了这么一大堆肉麻的话，到底想表达什么？他耐着性子往下看，这才发现信里的重点原来是巴耶尔伯爵要回来了。科戴利亚有些无语，他特意写信来就是为了告诉自己这件事，这有什么好尴尬的？而且在出发去贵族会议之前，他们俩是见不上面了，那自己到底要不要回信呢？就在他纠结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达利亚推门走了进来，说是有切斯伯爵传来的消息。科戴利亚有些好奇，父亲这时候找他能有什么事？达利亚解释道：“因为切斯伯爵和尤德的父亲，也就是亚历克斯·巴耶尔伯爵是老朋友，而巴耶尔伯爵今天就要到家了，所以切斯伯爵特意交代让科戴利亚准备一下，去参加巴耶尔伯爵的欢迎宴会。”科戴利亚一听这话，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2天后的中午，巴耶尔庄园的餐厅里正热闹着，科戴利亚看着眼前的豪华餐桌，整个人都有些发懵，自己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他明明记得今天早上才刚和父亲一起坐上马车，怎么一转眼就坐到了巴耶尔庄园的饭桌上？不过最让他想不通的是，这剧情到底是怎么发展的？游戏里根本就没有这一出啊！主位上的长辈笑着感叹，这整件事听起来简直就像是撞了大运一样。旁边的人也跟着附和，确实如此，在花田里野餐居然能顺手找到太阳吊坠，这种好运简直闻所未闻。盖尔笑着举起酒杯，看向科戴利亚，由衷的表示感谢科戴利亚小姐，你不仅是尤德的绝佳搭档，
科黛莉亚小姐更是巴耶尔家的幸运女神。切斯伯爵在一旁得意地哼了一声。科黛莉亚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应：“您真是过奖了，亲爱的哥哥。”看着盖尔那满脸温柔的笑容，科黛莉亚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这肉麻的称呼简直让她想吐。盖尔却完全没注意到她的异样，看她害羞的样子，我弟弟真是太有福气了。等大家享用完美味的餐点，主位上的亚历克斯突然开口：“科黛莉亚。”科黛莉亚被这突如其来的点名吓了一跳，有些慌乱地应道：“是的，伯爵大人。”亚历克斯微笑着看向尤德，之前跟我提起过，说你有些事情想要问我，现在方便让我听听是什么事吗？科黛莉亚一时间有些语塞，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看着科黛莉亚这副纠结的模样，坐在对面的尤德忍不住暗笑，这姑娘现在心里肯定备受煎熬。科黛莉亚深吸了一口气，那我就直接问了伯爵大人。亚历克斯点了点头，好，你说吧。科黛莉亚认真的问道，请问我能和尤德一起去参加接下来的贵族会议吗？亚历克斯有些意外，哦，是去那个商业都市兰格斯特吗？盖尔在一旁笑着搭话，没错，我前几年也去参加过，那可是北方12大贵族世家都要派人出席的盛会，尤德自然也应该去。亚历克斯晃了晃酒杯，接着说道，确实如此，尤德作为巴耶尔家的一员，去参加也是理所应当的。尤德恭敬地应道，是的，父亲。然而亚历克斯的语气突然一转，他看着尤德，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但是你从来没有在我的面前真正展示过你的剑术，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放心让你离开我们的领地。尤德坏笑着小声说，来吧，科黛莉亚，我已经帮你把戏台搭好了。科黛莉亚心里10000个不情愿，这真的能行吗？尤德倒是一脸轻松，行不行，待会儿就知道了。餐桌上，亚历克斯神色严肃地开口，巴耶尔家是战士世家，但你还没证明自己有能力在外面保护好自己，恐怕我必须说。眼看亚历克斯就要拒绝，科黛莉亚急得大喊了一声，父亲。这突如其来的一声，让餐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科黛莉亚支支吾吾地解释，那个您看，他深吸了一口气，大声说道，如果不能和我亲爱的尤德一起去，我会伤心欲绝的。虽然嘴上说的深情款款，但他心里早就把尤德骂了千百遍。亚历克斯听完若有所思的应了一声。亚历克斯有些犹豫的开口，但是科黛莉亚、尤德直到最近都还卧病在床。切斯伯爵冷哼了一声，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固执啊，亚历克斯。接着切斯伯爵提到了那件神器，太阳吊坠可是太阳神殿的圣物，甚至曾有索拉里的冠军骑士，伟大的加里乌斯所持有。你总不能觉得你儿子能得到这样的宝物仅仅只是运气好吧？虽然我不会说他毫无缺点，但他已经向我充分证明了他自己的能力。切斯伯爵这番话让亚历克斯有些无奈，阿瑟，你这样让我在儿子们面前显得像个顽固的家伙。尤德在心里直呼，干得漂亮，岳父大人。就在这时，科黛莉亚突然凑上前去，巴耶尔大人，那个，他双手合十，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道，能不能请您让他也参加呢？拜托您了。切斯伯爵冷哼一声，你虽然嘴上说了一堆顾虑，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拒绝呀。亚历克斯这番话直接把亚历克斯给问住了，他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话来。看来亚历克斯也只能把目光放长远一些。他转头看向尤德，我听维克托说，你的身体状况已经好转，可以开始学习战斗技巧了。尤德恭敬的回答，是的，父亲。亚历克斯接着宣布，那么你的训练就从今天下午正式开始。听到这个消息，尤德和科黛莉亚都有些吃惊，我可是个相当严格的老师，你可得跟上了。尤德。科黛莉亚却有些懵了，你意思是你父亲要亲自教你？尤德有些无奈的回答，看起来是这样了，这在游戏里可没有这一出啊，难道说这是什么隐藏的额外奖励吗？科黛莉亚忍不住欢呼起来，耶，谁能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尤德倒是一脸平静，确实，这多亏了太阳吊坠，而且你父亲也给了我支持，我真没想到他会站在我这边。不过这确实挺有意思的，不是吗？我本来以为自己只想快点把这个麻烦的任务应付过去，但现在我倒是有点期待了，被自己的父亲亲自教导，到底会是什么感觉呢？科黛莉亚看着眼前的青年，一时间有些失神，他心里很清楚，这家伙虽然嘴上不说，但能得到巴耶尔伯爵的亲自指导，他心里其实高兴的不行。更重要的是，这可是游戏里从未出现过的全新剧情，作为一个资深老玩家，他怎么可能不兴奋？科黛莉亚忍不住调侃道，你平时不是总抱怨极阴之体这不好那不好吗？怎么现在要开始地狱训练了，反而一句怨言都没有了？尤德有些尴尬的反驳，我哪有抱怨那么多，而且我的极阴之体已经治好了。他接着自信满满的说道，再加上我还有36天刚布，这次绝对不会让人失望的，说不定连我父亲都会被吓一跳呢。不过他话锋一转，又开始开玩笑了，不过要是万一我失败了，那你就只能自己去兰格斯特了，祝你的主线剧情一切顺利了。科黛莉亚一听这话，顿时气得直咬牙，你是想在世界末日来临前先被我收拾一顿吗？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算了，你可是 Outboxer 009啊，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定的。总之别让自己受伤，老老实实把任务完成了，听懂了吗？听到他叫出自己原本的名字，尤德愣了一下，你这家伙真是越来越像你父亲了。科黛莉亚有些疑惑地问，我现在也是这样吗？尤德赶紧摆了摆手，不，我不是在说长相，算了，当我没说。科黛莉亚一头雾水，完全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不过他很快又把注意力转开了，而且说起来，你父亲长得也挺帅的，虽然他看起来有点疲惫，但人挺随和的，好像也没什么别的缺点，而且他笑起来的时候，那种冷冰冰的感觉一下子就没了，特别温暖。我真高兴他看起来是个好人。尤德听得一愣一愣的，这姑娘怎么突然夸起他父亲来了？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达利亚的呼喊声：“科黛利亚小姐！”科黛利亚听到声音，转头对尤德说：“看来达利亚在叫我了，我必须先回去了。我会把活动要用的道具带过去的，你不用担心。”尤德挥了挥手：“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看着科黛利亚离去的背影，尤德站在原地，脑子里还在琢磨他刚才说的话。他说父亲没什么缺点，而尤德的长相简直就是他父亲的翻版，那岂不是说……玛雅站在一旁看着尤德，突然停下脚步，整个人陷入了沉默。尤德突然觉得头疼的厉害，他在心里警告自己，别瞎想了，这根本不可能。玛雅有些担心地问：“少爷，您是头疼吗？”尤德强撑着回答：“不，我没事。”转眼4天过去，巴耶尔庄园的清晨格外热闹，马车已经备好，随时准备出发。尤德累得直哼哼，浑身肌肉酸痛的不行。这4天里，他们俩简直是在进行地狱式训练。科黛利亚也累得够呛，连连叹气。尤德问他：“你也是这样吗？”科黛利亚有气无力地回答：“是啊，我也差不多。”不过尤德笑了笑：“但这4天下来，你确实进步了不少吧？”科黛利亚自信地挑了挑眉：“那是当然，等到了峡谷，我再让你好好瞧瞧。”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咳嗽，切斯伯爵突然走了过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尤德一脸兴奋地感叹：“能和科黛利亚小姐一起去兰格斯特，我真是太高兴了。”科黛利亚赶紧礼貌地附和：“啊，是的，我也是，这可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旅行，我心里真是充满了期待。”达利亚站在马车旁，大声提醒道：“马车已经准备好了。”科黛利亚赶紧回应：“好的，我们马上就过去。”随着最后一人踏上马车，亚历克斯笑着嘱咐尤德、科黛利亚：“祝你们一路顺风。”盖尔也在一旁大喊：“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车厢里的尤德和科黛利亚探出头，笑着回应道：“放心吧，我们很快就回来。”车门关上，马车缓缓启动，伴随着车轮的颠簸声，他们终于告别了庄园，朝着目的地出发了。马车在路上颠簸着，达利亚关切地问身旁的玛雅：“你冷不冷？”玛雅摇了摇头：“不，我没事。”此时的车厢里，尤德神色认真地开口：“既然现在只有我们2个，那我们就要确保这次活动顺利进行。东西都带齐了吗？”科黛利亚肯定地回答：“带齐了，都在我的包里和裙子里，不用担心。”尤德松了一口气：“我就知道可以信赖你，科黛利亚。”科黛利亚有些不满地嘟囔：“既然知道，那你至少该跟我道个谢吧。”接着他把准备好的东西拿了出来，总之这是你要的药水和毛巾。尤德接过东西道了声谢。科黛利亚有些好奇地问：“你打算在毛巾上画法阵吗？在马车里画这个，你不会觉得头晕恶心吗？”尤德笑了笑回答：“等马车停下来我再画，你不如别再操心了，先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吧。”科黛利亚叹了口气：“好吧，我昨晚看了一整晚的魔法书，眼睛确实干涩的不行。”尤德体贴地建议道：“那你先好好休息一下吧。”他看着窗外，心里却在盘算着别的事。如果接下来的发展真的和游戏里一模一样，那这次的行程恐怕要比预想的漫长得多了。果不其然，到了第2天清晨，麻烦就找上门了。前方的必经之路上，一座巨大的石桥彻底坍塌，碎石堵死了去路。达利亚看着前方的路况，有些不敢相信地问：“路被堵死了？”骑马在前面探路的俊有些无奈地解释：“是的，我刚才问了几个往回走的人，他们说前面的桥塌了，看来这回咱们是不得不绕个大远路了。”玛雅有些担心地开口：“我知道这次行程本来就很长，但尤德少爷的身体才刚恢复，我真怕这路途折腾得太久了。”达利亚笑着安慰道：“别担心，科黛利亚小姐最近一直很努力，为了能照顾好尤德少爷，她甚至特意去学了治愈魔法，有她在肯定没问题的。”玛雅有些怀疑地问：“真的吗？”达利亚一脸肯定地回答：“那当然了，昨晚出发前她还学到大半夜，我进去的时候她都抱着书睡熟了。”不过达利亚没说的是，科黛利亚当时在看的其实是让人浑身发麻的麻痹魔法。达利亚收回思绪，继续盘算着路线：“我打算走山路，虽然会晚1天到，但那条路比较平坦，既然桥塌了，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就在这时，骑马在前的俊突然转过头来，大声喊道：“玛雅！”他一脸认真的保证：“别担心，我一定会拼尽全力，让少爷和小姐这一路上都平平安安的。”接着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补充道：“当然了，我也会保护好你的。”听到俊这突如其来的表白，玛雅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有些尴尬的回应：“倒也不用拼命到那个份上。”不过他还是小声补充了一句：“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此时在车厢里，科黛利亚正趴在窗边偷听，他一脸兴奋地转过头问尤德：“喂，你刚才听到了吗？”尤德正坐在一旁吃着点心，随口应道：“听到了，剧情确实和游戏里发展的一模一样。既然我们要绕道走山路，那应该也能顺便触发那个隐藏事件。”科黛利亚有些无语地打断他：“我说的不是这个。”尤德有些疑惑地看着他：“啊？”科黛利亚一脸八卦地追问：“我是问你有没有听到你那个护卫刚才对玛雅说的话？”尤德一脸淡定地回答：“听到了呀。”科黛利亚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我本来以为他只是会像游戏里那样提一下绕路的事，谁能想到他居然会对玛雅说出那种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在这儿的关系，这剧情简直太……尤德看着他这副兴奋的样子，冷不丁的在心里吐槽了一句：“这简直就是临死前才会听到的死亡宣告啊！”科黛利亚看着他没再说话，尤德有些疑惑地问：“怎么了？”科黛利亚摇了摇头：“没什么，别在意。”科黛利亚的注意力很快被他手里的袋子吸引了。话说，你一直在吃什么呢？那个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尤德晃了晃手里的钱袋，解释道：“我在吃你父亲给我的太阳药丸。至于这个袋子，是他给我的零花钱，我正打算数数看他到底给了我多少呢。”听到这话，科黛利亚整个人都不淡定了。什么？他什么时候给你的？见着有份分我一半。尤德赶紧把钱袋护在怀里。喂，
这可是他指名道姓给我的，我凭什么要分给你？科戴利亚气呼呼地喊道：“因为他给你这笔钱，就是为了让你花在我身上的，这就是理由。”尤德有些无奈地妥协道：“行吧，行吧，那我先存一部分起来，到时候给你买点好东西。”科戴利亚根本不买账，大声抗议道：“不行，现在就给我平分！”夜幕降临，营地里一片安静，守夜的俊困的直点头，根本没注意到身后的动静。科戴利亚和尤德正蹑手蹑脚地溜出营地，等走远了之后，科戴利亚这才松了一口气。天哪，刚才真是吓死我了，还以为要被发现了呢。尤德倒是一脸轻松，顺利溜出来就好。科戴利亚拍了拍胸口：“我是认真的，刚才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我们赶紧把这事办完吧。那个有隐藏事件的峡谷是往这个方向走吧？”尤德肯定的回答：“没错，绝对是这边。”就在这时，两人穿过一片灌木丛，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停下了脚步。前方传来一阵水流声，一条巨大的瀑布正静静地呈现在他们眼前。科戴利亚在山路绕道时触发的那个隐藏事件，其实是在深夜开始的。那时候他刚从营地里溜出来，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刚出发就遇到了不少麻烦事。作为切斯家族唯一的继承人，他肩膀上扛着的可是整个北方12大贵族的重担，这种压迫感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为了让自己清醒一下，顺便洗把脸，他独自一人走向了峡谷。一路上倒是挺顺利，没惊动任何人。等他走到峡谷边上，抬头望去，今晚的月色格外明亮，连天上的星星都被盖过了风头。在这美丽的月光下，他缓缓闭上了眼睛。科戴利亚开始歌唱，歌声穿过宁静的峡谷，一个神秘的存在被歌声吸引，出现在他面前。因为这神奇的一幕，加上科戴利亚在水中的梦幻氛围，这甚至成了游戏宣传照的经典一幕。虽然看起来像是给玩家送福利，但有趣的是，这成了玩家们选择科戴利亚的重要原因，因为最后的奖励实在太丰厚了。尤德笑着说：“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科戴利亚？这可是指有科戴利亚才能做到的事。”科戴利亚一脸抗拒，整张脸都皱成了一团。他嫌弃地嘟囔着：“我才不要！”尤德劝道：“你必须得做啊！难道你忘了最后的奖励有多丰厚吗？而且我们也不单单是为了奖励啊！”科戴利亚有些不情愿地嘟起嘴：“我知道，我们必须把这个事件的价值榨干。”尤德笑着附和：“没错，所以你才带了泳衣过来，而且我刚才在马车上强忍着恶心把这个魔法阵画好了，我们的一鼓作气。”科戴利亚无奈地捂住脸：“行了，好了，我做就是了，你就看我完美发挥吧。”尤德赞许地应了一声：“好姑娘。”可科戴利亚突然话锋一转：“但是你也必须穿上泳衣。”尤德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什么？夜深人静，营地里的篝火还在噼啪作响。玛雅突然醒了过来，只觉得口渴的厉害。他迷迷糊糊地坐起身，正准备找水喝，可当他下意识地看向旁边时，却发现本该在休息的尤德居然不见了人影。科戴利亚理直气壮地反驳：“既然你人都来了，那咱们就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Outboxer 009听得直翻白眼，这算哪门子逻辑？再说了，我根本就没带泳裤过来啊！可话还没说完，一条泳裤就直接甩到了他脸上。科戴利亚得意地笑了笑：“你让我带齐所有装备，难道就没预料到这一手吗？”他指着那条泳裤显摆道：“好好瞧瞧吧，这可是你以前在游戏里氪金买的同款。” Outboxer 009顿时有些慌了，他一边往后退，一边打着哈哈：“冷静点，桑德斯托姆。”他指了指旁边的灌木丛：“要不我还是去那儿躲着吧，等你叫我的时候我再出来。”科戴利亚气得直跺脚，大声抗议道：“你想得美！为了帮你拿到太阳吊坠，我费了多大劲，你心里没数吗？现在轮到你出力了。” Outboxer 009还在极力辩解：“那任务本来就是2个人合作的，根本没理由让我穿这个啊！”科戴利亚根本不听他的解释，大声反驳道：“没理由，理由多的是好吗？”他有些委屈地咬着嘴唇，小声嘟囔道：“而且一个人穿这个，真的很让人难为情啊。”科戴利亚气呼呼地质问：“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要露肉啊？” Outboxer 009顿时语塞，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科戴利亚双手叉腰，态度非常坚决，这是没得商量。Outboxer 009叹了口气，最后还是妥协了：“行行行，我穿还不行吗？这下你满意了吧？”科戴利亚一听，顿时乐开了花，嘿嘿，太棒了！两人一边往瀑布走，科戴利亚一边打量着他：“咱们身高差不多，这衣服你应该能穿得下。”可走着走着，科戴利亚突然停了下来，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他指了指 Outboxer 009的脸，奇怪地问：“哎，你的嘴唇怎么都发紫了？” Outboxer 009摸了摸嘴唇，这才反应过来：“啊，可能是有点冷吧。”他有些无奈地解释道：“因为极阴之体的影响，我的体温一直都很低，所以刚才根本没察觉到冷。”科戴利亚有些担心地问：“你真的很冷吗？” Outboxer 009搓了搓胳膊，被你这么一说，确实感觉有点凉了。咱们还是快点回去吧。科戴利亚叹了口气：“那我们还是先换。”可话还没说完，他突然把手里的泳裤又抢了回去。Outboxer 009一脸懵：“怎么了？”科戴利亚气呼呼地扭过头去：“算了，你别穿了。” Outboxer 009满头问号：“啊，为什么？”科戴利亚有些别扭的小声嘟囔：“要是让你感冒了，可就麻烦了。”他虽然嘴上不饶人，但心里还是在替对方着想。科戴利亚别过脸去解释道：“虽然我也不想自己一个人丢脸，但我更不想让我这虚弱的搭档生病。”听完这番话， Outboxer 009彻底愣住了。科戴利亚气呼呼的大喊：“真是浪费！”他一把将手里的泳裤甩了过去，把 Outboxer 009吓了一跳。科戴利亚一边往水里走，一边忍不住抱怨：“谁能想到这鬼天气会这么冷啊！真是见鬼了，怎么会在这种天气下水洗澡啊？”他深吸了一口气，自我安慰道：“行吧，至少我不用在泥地里打滚了，赶紧把这事办完吧。”
看着他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Outboxer 009忍不住轻笑出声。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虽然嘴上不饶人，但刚才好歹还知道心疼人。Outboxer 009冲着河里喊道：“你要是不想跟我一起感冒的话，就赶紧动起来吧。”科黛莉亚没好气地应了一声：“知道了。”过了一会儿 ，Outboxer 009站在树下问道：“准备好了吗？”科黛莉亚有些紧张地回应：“等一下。”科黛莉亚在草丛后面换衣服，嘴里还威胁着：“你要是敢转过来，你就死定了。” Outboxer 009嘴上直犯嘀咕：“反正你也是穿在裙子里面，有什么好防备的？”科黛莉亚在里面折腾了半天，这才别扭地喊道：“好了，你可以转过来了。” Outboxer 009听到声音，这才转过身去，随口问了一句：“都弄好了吗？”他一边往前走，一边提醒道：“接下来你只需要……”可话还没说完 ，Outboxer 009突然停下了脚步。科黛莉亚转过身来，月光洒在她的身上，她身上只裹着一条白色的浴巾，就这么俏生生地站在花丛旁。这画面直接把 Outboxer 009给看呆了。他站在原地半天没说出话来。虽然早就知道科黛莉亚长得好看，但亲眼看到这一幕，冲击力还是太大了。Outboxer 009彻底看呆了，心里直犯嘀咕：“我的天呐，科黛莉亚这也太漂亮了吧！”科黛莉亚很快察觉到了他的视线，有些羞恼地质问：“你到底在看什么呢？” Outboxer 009赶紧回过神来，连连摆手否认：“没看什么。”不过他心里还在小声嘀咕：“科黛莉亚这丫头确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看啊！不对，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科黛莉亚有些别扭地催促道：“我要下水了，你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Outboxer 009笑着应道：“收到。”科黛莉亚没好气地喊道：“别学我说话。”说完，他深吸了一口气，试探着把脚伸进水里，可刚一碰水，科黛莉亚就冻得大叫起来：“天哪，这水怎么这么冰啊！”她冻得直打哆嗦，整个人都缩成了一团。科黛莉亚冻得直打哆嗦，心里忍不住抱怨：这大冷天的在河里洗澡，简直是疯了。Outboxer 009躲在岸边的树后，小声催促道：“快开始唱歌吧，不然我们俩都要冻死在这了。”科黛莉亚冻得牙齿打颤，哆哆嗦嗦地应道：“知道了。”她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开口，可就在这时，她突然愣住了。等等，那首歌到底是怎么唱的来着？科黛莉亚努力在记忆里搜寻，明明之前听过很多次，怎么关键时刻想不起来了？好像是关于星星的歌，对，就是星星。可具体歌词是什么呢？这下真的糟糕了。科黛莉亚泡在冰冷的河水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发现自己根本想不起那首歌的歌词了。躲在树后的 Outboxer 009还在等着，结果下一秒，河里就传来了科黛莉亚的歌声，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Outboxer 009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急得赶紧比了个暂停的手势，大喊道：“等等，暂停！你在唱什么呀？根本不是这首歌好不好？”科黛莉亚在水里冻得直扑腾，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我又记不得原版是哪首了，反正只要是关于星星的歌不就行了？而且现实里哪有什么暂停啊？” Outboxer 009听得直翻白眼：“你之前不是还保证过绝对会完美发挥的吗？结果就这！”科黛莉亚羞得直捂脸，这下真是丢人丢到家了。Outboxer 009也是一脸无语，不过他转念一想，虽然这歌词确实是关于星星的，但最关键的其实是他在唱歌这件事。虽然这歌声听起来毫无美感，但说不定靠着科黛莉亚的可爱也能蒙混过关。科黛莉亚一听这话，整个人都愣住了。可爱？这家伙居然说她可爱！就在这时，远处的夜空中突然闪过一道亮光。Outboxer 009警觉地转过身去，他死死盯着那个方向，嘴角却忍不住微微上扬。来了，那个神秘的存在终于现身了。伴随着科黛莉亚断断续续的歌声，水面上开始泛起奇异的光芒。伴随着科黛莉亚断断续续的歌声，夜空中突然划过一道亮光。科黛莉亚正闭着眼睛唱歌，突然听到耳边传来赞叹声：“天哪，你真是太美了！”科黛莉亚吓了一跳，猛地睁开眼睛，转过身去，只见两个长着翅膀的小家伙正围着她飞来飞去。其中一个赶紧解释道：“我们不是故意要吓你的，请继续为我们唱歌吧，我们真的很想再听听。”科黛莉亚整个人都看呆了，可这两个小家伙却开始小声嘀咕起来：“不过他为什么要裹着浴巾洗澡啊？这根本算不上是在洗澡吧？管他呢，反正他长得好看就行了。”这正是只在科黛莉亚隐藏事件中才会出现的妖精。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科黛莉亚在心里兴奋地大喊：“他们真的来了！”耳边突然传来赞叹声：“天哪，你真是太美了！”科黛莉亚吓了一跳，猛地转过头去，他们真的来了。只见两个长着翅膀的小家伙正围着她飞来飞去，其中一个有些疑惑：“不过他为什么要裹着浴巾洗澡啊？”另一个附和道：“这根本算不上是在洗澡吧？不过管他呢，反正他长得好看就行了。”这正是只在科黛莉亚隐藏事件中才会出现的妖精。两个小妖精围着她的头发转圈，不停地赞叹着：“你的头发怎么会是像玫瑰一样的粉红色？漂亮的东西就是最棒的。”科黛莉亚有些不知所措，试探着打断他们：“那个打扰一下。”另一个小妖精也跟着起哄，光是看着他就让人陶醉了。“你为什么停下来不唱了？你可以继续唱呀。”科黛莉亚有些尴尬：“这个嘛。”小妖精继续提议：“要不我们和你一起唱？不过我们得先听你唱，好把歌词记下来。”躲在树后的尤德看着这一幕，心里忍不住直犯咕哝。这些妖精和游戏里一样，全都是无可救药的颜控。看来刚才那首歌的歌词根本不重要，最关键的其实是科黛莉亚这张脸啊！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那个野兽随时都可能现身，只要他还在老地方出现，咱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对付他。不过这家伙平时也来得这么慢吗？小妖精飞在空中，突然一拍脑门：“哎呀，
我们都忘了自我介绍了，我们是妖精。科黛莉亚有些局促。啊，好的。小妖精热情地发出邀请。无名的美人，你要和我们一起玩吗？我们的女王很快就要开始夜间游戏了。另一个小妖精也跟着附和，来和我们一起玩吧。我们的女王也最喜欢漂亮的东西了，她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两个小家伙开始在一旁嘀咕：人类的孩子可以经言会听吗？要不我们邀请她当特邀歌手怎么样？这主意太棒了，谁会拒绝一个拥有金嗓子的美人呢？美丽的人儿，你觉得呢？小妖精一脸期待地看着他，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吗？科黛莉亚看着围在身边的妖精，虽然觉得他们有点残忍，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小家伙确实挺可爱的。他有些局促地应道：那个，我……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平静的水面上突然冒出了一串气泡。躲在暗处的尤德察觉到了异样，他急得大喊：科黛莉亚，快从水里出来！小妖精们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吸引。那是谁啊？虽然算不上帅气，但好像还挺可爱的。他的皮肤白得像雪一样。科黛莉亚一头雾水，什么不对劲？野兽现在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水面开始剧烈的翻滚起来，尤德瞬间反应过来，这怪物的刷新点变了，他根本没有躲在岸边。伴随着一声巨响，那只巨大的野兽直接从水底冲了出来。科黛莉亚站在水里，还没来得及上岸，水面下那个庞然大物就已经露出了真面目。那是一只长着巨大双脚的黑色野兽，正死死盯着他。科黛莉亚转过头，正好和这怪物对上了视线。这下真的麻烦了，他忍不住低声咒骂了一句：该死！还没等他做出反应，那只野兽突然扬起头，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那只野兽的双脚亮起绿光，科黛莉亚瞬间被一团光环笼罩，整个人直接飘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岸边的尤德慌了神，他一边往前冲一边大喊：科黛莉亚，是维科恩！维科恩出现了，那是维科恩的念力。科黛莉亚被困在光环里，根本动弹不得。这该死的念力，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尤德在岸边急得大喊：快挣脱出来！要是被他抓走，他绝对会立刻逃跑。可那只野兽根本不给机会，头上的绿光越来越亮，眼看就要把人带走。科黛莉亚被魔法光环死死束缚，整个人直接瘫倒在野兽的背上。那只名叫维科恩的野兽驮着他，直接从水面跃起，眼看就要逃进深山。岸边的尤德急得大喊：科黛莉亚，他要带你逃跑了！科黛莉亚在野兽背上没好气的回应：我当然知道了，可现在手脚都被魔法光环绑着，根本使不上劲，更别说使用魔法了。这下真的麻烦了，要是挣脱不开，就只能任由这怪物把他带走。科黛莉亚可不是坐以待毙的人，既然手脚动不了，那就用头。他咬紧牙关，狠狠一头锤砸在野兽的后脑勺上，这一击力道可不小，直接把那只野兽砸得发出一声惨叫。岸边的尤德都看傻了，这姑娘也太猛了吧！野兽被砸得晕头转向，头上的绿光瞬间消散。科黛莉亚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但她立刻发现束缚住自己的魔法光环已经解开了。挣脱束缚的科黛莉亚根本没打算在野兽背上多待，直接纵身一跃，整个人从半空中栽了下去。这一下摔得可不轻，直接掉进了冰冷的水里，溅起巨大的水花。旁边的妖精急得大喊：那个漂亮姐姐用头撞了维科恩，然后自己跳下去了，她不会受伤了吧？尤德看着水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科黛莉亚跳进水里后，身上的白色浴巾直接脱落。岸上的尤德看到这一幕，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干得漂亮，桑德斯托姆。可水底下的科黛莉亚就没那么轻松了，他一个没注意，屁股直接重重地砸在了水底的石头上，这一下摔得可不轻，疼得他忍不住闷哼了一声。科黛莉亚一边揉着屁股，一边在心里直骂街：天哪，这一下疼死我了！他顾不上疼痛，赶紧伸手在水底摸索着，终于抓到了掉落的法杖。紧接着他从水底伸出一只手，给岸上的同伴打了个信号。岸边的尤德看到这手势，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就知道这姑娘绝对没问题。还没等那只野兽反应过来，水底突然爆发出一股强烈的魔法波动，科黛莉亚直接在水下发动了反击，魔法飞弹数道耀眼的蓝色光束破水而出，直奔目标而去。紧接着水底下的魔法阵再次亮起，金色的光芒越来越刺眼。岸边的尤德站在那里，看着眼前这冲天的强光，这下连他都有些看呆了。那只野兽发出一声惨叫，在半空中摇摇晃晃，旁边的妖精也跟着大喊：哎呀，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强光不仅晃眼，还带着极强的冲击力。野兽在空中根本站不稳，脚下一滑，直接从半空中栽了下去。他扑通一声重重地摔进水里，溅起巨大的水花。科黛莉亚终于从水里探出头来，趴在岸边的石头上大口喘气。这一通折腾可把他累得够呛，他一边咳嗽一边虚弱地喊着同伴的名字：尤德。听到呼唤，尤德猛地睁开眼睛，死死盯着水面的方向。紧接着他二话不说，唰的一下直接冲了过去，直接使出了36地步。这一步跨出去，速度快得在空中拉出了残影，整个人直接朝着水面俯冲下去。那只刚落水的野兽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突然察觉到了危险，他猛地睁开那只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上方。可还没等他看清，尤德已经逼近了。野兽的视线瞬间被黑影笼罩，紧接着就是重重的一击。那只野兽还没反应过来，突然被一股力量死死压制。尤德嘴里念叨着：愿太阳女神索拉里保佑我，希望延缓黑夜，让荣耀照亮清晨。他一边念着咒语，一边拿出了发光的项链，最后还不忘吐槽一句：后面那一堆废话就省了吧。紧接着他直接发动了雷击，这一拳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狠狠地砸在野兽身上，发出一连串沉闷的巨响。野兽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在水里痛苦的挣扎。尤德顺势稳稳地落在了岸边。
尤德突然察觉到了什么，猛地转过头去，那只受了重伤的野兽竟然在水里挣扎着想要反扑，直接朝着他冲了过来。尤德反应极快，在野兽扑过来的前一秒，直接纵身一跃，避开了攻击。他稳稳地落在一旁的岩石上，看着水里的动静。他本来是故意瞄准那家伙的脸打的，但看来终极小怪确实没那么容易倒下。不过这样也好，要是自己一个人把怪给抢了，桑德斯托姆绝对会气炸的。科黛利亚正握招法杖，低声念咒。如果把火属性加到魔法飞弹里的话，他一边抱怨着水里用火魔法太麻烦，一边开始凝聚魔力，准备给这怪物致命一击。他高举起手中的法杖，脚下的红色魔法阵瞬间展开，魔力开始疯狂汇聚。法杖顶端的花朵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火焰魔力在这一刻彻底被唤醒。紧接着，一团炽热的火球在水底爆裂开来，直接将周围的水流全部排开。科黛利亚兴奋地大喊：“我成功了！”他毫不犹豫地指向前方的目标，大声喝道：“火之飞弹！”狂暴的火焰化作巨大的光柱破水而出。尤德看着这一幕，有些无奈的吐槽：“喂，我觉得你刚才那下把这河里的水都给蒸发了不少。”科黛利亚有些得意的回应：“哼，那不然呢？”尤德叹了口气：“我这可不是在夸你。”科黛利亚有些不服气的抱怨：“要是换作在游戏里，我早就连发80个火之飞弹了。对了，你刚才看到我升级了吗？”尤德看了看情况，低声说道：“不，还没到时候。”那只野兽在水里挣扎着，发出一阵阵低吼，显然还没被彻底解决。科黛利亚接着说道：“那就继续打。本来这次活动我们只需要把维克恩赶走就行了。”但他看着那只野兽头上的角改了住，不过那对角可是好东西，绝对不能放过他。尤德笑着应道：“收到。”科黛利亚有些不满的吐槽：“我不是说过让你别学我说话吗？”两人一边斗着嘴，一边迅速调整站位，再次将那只野兽死死围。那只野兽被连番轰炸，身上冒着黑烟，在水里大口喘着粗气，显然已经快撑不住了。尤德看着他低声说道：“这家伙看起来消耗的差不多了，只要有机会我就直接收了他。”科黛利亚一听这话，有些无语的反问：“真的假的？凭什么最后一下让你来拿？”尤德倒是一脸无所谓，反正大家都在一个队伍里，谁拿人头不都一样吗？科黛利亚可不买账，那又怎么样？我这次绝对不会再输给你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挑衅的朝那只野兽招了招手，示意他有本事就过来。那只野兽被彻底激怒了，发出一声狂暴的怒吼，直接从水里一跃而起，直奔科黛利亚冲了过去。科黛利亚站在岸边，看着冲过来的怪物，大声喊道：“可恶，找准时机啊，尤德！”他一边喊着，一边挥动法杖指向地面，大喝一声：“哇！”尤德听到指令，立刻心领神会，还有绑定。话音刚落，无数道金色的锁链破水而出，瞬间将那只野兽死死镇住。科黛利亚咬紧牙关，虽然用锁链暂时困住了野兽，但他心里很清楚，这招撑不了多久。果不其然，那只野兽开始疯狂挣扎，金色锁链上瞬间布满裂纹。只听见啪的一声脆响，锁链被强行挣断，化作无数碎片散落开来，反噬的冲击力直接袭来。科黛利亚闷哼一声，整个人被震得连连后退。科黛利亚的魔力已经彻底枯竭，连续越阶使用高消耗魔法，副作用排山倒海般袭来，他只觉得天旋地转，连站立都变得无比艰难。对面的野兽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咆哮着迎面扑来。面对这致命的冲击，科黛利亚嘴角却微微上扬，跑得再快又有什么用？你是不是忘了脚下是什么地方？刚才那招看似落空的挖掘魔法，早已在地面布置好了致命陷阱。只听见一声沉闷的巨响，狂奔的野兽根本来不及刹车，庞大的身躯直接栽进深坑，水花疯狂四溅。巨兽在深水里拼命挣扎，却根本找不到借力点，利用地形掌控战场，这可是魔法师的必修课。科黛利亚瘫坐在地上，魔力透支的剧痛直冲脑门，他痛苦地揉着太阳穴，他有些虚弱地喊道：“喂，最后这一击就交给你来收尾了。”听到同伴的呼唤，尤德握紧手中的项链，耀眼的金色光芒瞬间爆发，狂暴的能量在身前疯狂凝聚。他没有丝毫犹豫，沉声回应：“交给我吧。”画面突然一转，来到了城堡的训练场上，沉重的喘息声在空旷的场地回荡，一个威严的声音打断了训练：“今天就练到这里吧。”亚历克斯看着气喘吁吁的尤德，笑着说道：“正如维克托所说，你能适应这种强度的训练，我很欣慰。”尤德擦掉额头的汗水，低声回应：“我也是父亲。”但他心里却在暗自嘀咕：这真的只是普通对练吗？感觉父亲是在把皇家剑术的精髓强行灌输到自己身体里。亚历克斯看着眼前的儿子神色欣慰：“尤德，虽然不用我多说，但你的战斗天赋确实惊人。”然而，亚历克斯的语气突然变得无比严肃：“如果你的身体跟不上反应，再高的天赋也是白搭。但这总比整天拖着重剑要好得多。”亚历克斯接着说道：“在你出发去朗格斯特之前，我会利用这3天时间教你2招保命的绝技。第一招，他把手搭在木人桩上，因为你现在还无法自如控制内力，所以先学雷击，这是一种极具爆发力的基础攻击。”话音刚落，亚历克斯瞬间出手，对着木人桩展开狂暴的连击，出拳速度快到拉出无数残影，伴随着沉闷的撞击声，坚硬的木桩剧烈摇晃。尤德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彻底被这股力量震撼。亚历克斯收回拳头，淡淡的解释：“在雷电落下的瞬间，你必须用拳头连续轰击7次。”此时的木人桩上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木屑不断飘落。亚历克斯神色变得更加严肃。至于这第2招，对现在的你来说会非常艰难。在准备这一招的期间，你将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但只要能争取到足够的蓄力时间，它就是无法被阻挡的绝对杀招。这将会成为你最后的底牌。
画面瞬间切回激烈的战场。尤德闭上双眼，调整好呼吸节奏，他脚下的地面猛然崩裂，整个人借力腾空而起。这一跃力道极大，在地面踩出一个深深的凹坑。紧接着，他整个人如流星般扎进水中，激起滔天的水花。那只野兽猛地睁开血红的双眼，愤怒地看向岸边。可他视线所及之处，原本站在那里的尤德早已失去了踪影。科黛莉亚坐在岸边，有些得意地指了指头顶。野兽猛地抬头看去，只见尤德已经跃到了半空中，浑身散发着耀眼的金色光芒。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下方的巨兽，手中的光芒瞬间大涨，杀意已然将目标死死锁定。尤德在半空中调整好姿态，低声自语：“这就是我目前这具身体所能承受的最强一击了。”话音刚落，他全身的魔力瞬间沸腾，狂暴的雷光在掌心疯狂汇聚。这一击汇聚了他全部的力量，直接化作一道耀眼的雷霆光柱从天而降，狂暴的雷电力量瞬间宣泄，将下方的野兽彻底吞没。这一击雷霆万钧，在水面上掀起滔天巨浪，狂暴的能量瞬间炸裂开来。科黛莉亚被突如其来的浪花浇透，忍不住吐掉嘴里的脏水。漫天大雨倾盆而下，尤德站在水里死死盯着前方的野兽。那只野兽受了重伤，身体开始剧烈摇晃，最终倒下。岸边的科黛莉亚兴奋大喊：“我们干掉他了！”还没等他高兴太久，耳边突然响起密集的系统提示音，这经验值给的也太多了吧！他兴奋地转过头大喊：“尤德，你看到了吗？我直接连升了3级！”然而回应他的只有咕噜咕噜的水泡声。尤德此时正一动不动地飘在水面上，科黛莉亚急得大喊，直接趟水冲了过去。他一把扶起倒在水里的队友，急切地询问情况。尤德此时虚弱到了极点，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把太阳吊坠放到心口。”科黛莉亚瞬间反应过来，这绝对是他的极阴之体又发作了。他正准备把人拉上岸，水面突然有了动静，几个长着翅膀的妖精突然从水里冒了出来，他们兴奋地围了过来，大声欢呼着，居然真的打败了那只可怕的野兽。不过看着昏迷的尤德，妖精们也有些好奇他的身份，他们商量着必须立刻把这件事报告给女王，毕竟夜间集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科黛莉亚看着这群突然出现的妖精，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妖精们在空中飞舞着，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其中一个妖精笑着说：“本来觉得他长得好看，才想邀请他，现在你们2个都必须跟我们走一趟了。”紧接着，那个黄衣服的妖精飞到跟前，热情地发出邀请：“跟我们来吧，人类，去见见我们的女王。”画面一转，在森林的另一边，伴随着一声闷响，尤德支撑不住倒在了草地上。他虚弱地靠在树干旁，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太阳吊坠，沉重的喘息声在林子里回荡。科黛莉亚看着靠在树边的尤德，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双手叉腰说道：“看来那个吊坠起作用了，你的体温正在恢复。”接着他又忍不住吐槽：“既然迟早都要被水淋透，你当初还不如直接穿泳衣呢。”尤德虚弱地笑了笑，没有力气反驳。科黛莉亚突然想到了什么，有些得意地笑了起来：“正好趁这个机会，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特殊魔法。”他直接把法杖指向尤德，随着他念出治疗咒语，法杖顶端的花朵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温和的绿色光芒瞬间将尤德笼罩。他只觉得一股暖流涌入身体，状态明显好了不少。科黛莉亚得意地挑了挑眉：“怎么样，厉害吧？”尤德无奈地笑了笑，感觉自己的肌肉像变成了果冻，骨头也都被重组了一遍。科黛莉亚忍不住笑骂道：“行了，你这个怪人。”尤德试着活动了一下手指，感觉确实好多了，只要再休息3分钟，应该就能重新出发。科黛莉亚耸了耸肩，表示妖精们还在等着呢，所以只给他3分钟时间。尤德靠在树边，轻声向他道谢：“谢谢你，桑德斯托姆。”看着他温和的笑容，科黛莉亚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他有些慌乱地退后一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自己的保护欲会突然被激发出来？尤德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怎么了。科黛莉亚赶紧摆了摆手，有些结巴地掩饰道：“没什么，你赶紧休息吧。”科黛莉亚看着空中的妖精，试探着开口搭话。妖精们在空中飞舞着，叽叽喳喳地围了过来，急切地询问尤德的情况：“他现在好点了吗？休息好了没有？”科黛莉亚有些无奈地解释：“他还需要再休息一会儿。虽然他说自己感觉好多了，但刚才为了对付维科恩，他消耗了太多内力，现在必须得好好暖暖身子。”2个小妖精听完，凑在一起小声嘀咕起来。他们一边看着科黛莉亚，一边小声议论着：“虽然他打败了维科恩，但身体还是太虚弱了。真是个空有长相的病美人啊！”躺在树边的尤德一脸黑线，心想自己其实听得一清二楚，这群小家伙怎么还说起悄悄话了？妖精们突然反应过来，拍了拍脑袋说道：“哎呀，差点把正事忘了，我们还没问你们的名字呢。”2个小妖精飞到科黛莉亚面前，自我介绍道：“我是阿德尔，这是阿梅尔，你们叫什么名字？”科黛莉亚有些紧张，差点把真名说漏嘴，赶紧改口道：“我是科黛莉亚。”躺在地上那个叫尤德。小妖精歪着脑袋，一脸疑惑地重复道：“萨科黛莉亚。”科黛莉亚有些尴尬地纠正：“只是科黛莉亚了。”小妖精们在空中转了个圈，又好奇地凑了过来：“科黛莉亚，能问你个问题吗？”科黛莉亚有些疑惑，不知道他们想问什么。“你为什么穿着衣服洗澡啊？”科黛莉亚笑着解释道：“啊，这不是普通的衣服，这是泳衣啦。”她指了指躺在旁边的尤德，继续说道：“像他身上穿的那种才是真正的衣服。”科黛莉亚突然愣了一下，像是想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真正的衣服？科黛莉亚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她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到底说了什么蠢话。她忍不住在心里破口大骂。尤德在旁边有些无奈的提醒：“现实世界里可没有暂停键。”科黛莉亚气得直咬牙，警告她别在火上浇油。不过
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得先把眼前的麻烦解决掉。科黛利亚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转移话题。在去见女王之前，小妖精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又想折腾什么。科黛利亚有些尴尬地指了指自己，小声说道：“我能不能先换身衣服？”就在这时，平静的水面突然剧烈波动起来，一个传送法阵凭空出现，光芒散去之后，科黛利亚已经换上了一身新衣服，稳稳地落在了草地上。看着眼前这如梦似幻的景象，他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这片森林里到处飘着发光的蝴蝶，美得简直不像话。虽然只是在森林里，但感觉就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尤德在一旁点头赞同，确实是这样。小妖精在前面飞舞着带路，热情地招呼道：“快跟我来，往这边走。”两人跟着小妖精的指引，一步步朝着森林深处走去。科黛利亚跟着指引往前走，每走一步脚下都会亮起金色的光芒。突然，他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阵狂风吹过，周围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绿意盎然的森林瞬间被染成了金红色。尤德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疑惑地问：“树叶是不是变色了？”科黛利亚兴奋地在原地转了个圈，这简直太神奇了，每走一步路都在发生变化。尤德有些无奈地重复他刚才的词：“神奇。”科黛利亚有些尴尬地改口：“我是说，太让人惊讶了。”尤德看着周围不断变换的景色，低声自语：“我实在搞不懂这个地方的运作原理。这个地方明明存在于某个角落，却又让人根本找不到入口。”小妖精在前面飞着，笑着提醒他们跟景点，不然在这林子里可就迷路了。这些存在于时空夹缝中的生灵，普通人一辈子都见不到一次，大家都以为他们只存在于童话里。尤德看着前方，心里暗自琢磨，虽然他和桑德斯托姆在游戏里见过，知道他们确实存在，但亲眼看着他们忽隐忽现，还是觉得有些不真实。更奇妙的是，这些小妖精似乎只在科黛利亚的剧情线里出现，这可是游戏里非常罕见的隐藏要素。既然别人都不知道这个秘密，那自己可得好好利用一下了。想到这，尤德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得意的笑。科黛利亚在前面带路，突然发现前方的通道开始变窄了。穿过这条极短的走廊，一扇精致的大门挡在了两人面前。科黛利亚没有犹豫，直接伸手推开了门。“我先走一步了。”尤德有些无奈地应和着。“好好好。”门后突然亮起耀眼的光芒，一个神秘的声音在空中响起：“原来你们就是阿德尔提到的那两个孩子。”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彻底惊呆了。谁能想到，这扇门后竟然藏着一座星空下的神殿？坐在王座上的精灵女性缓缓开口：“原来你们就是阿德尔提到的那两个孩子。”她微微一笑，招呼两人走近一些：“过来吧，人类的孩子们。”尤德和科黛利亚对视一眼，有些警惕地往前走了几步。精灵女王看着他们，语气温和地说道：“欢迎来到这丰收的秋季，我是罗蕾莱，秋之妖精女王。”夜幕降临，营地里燃起了篝火，铁锅里的汤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达利亚翻身下马，叹了一口气，他一边牵着马，一边向同伴解释：“我本来在林子里巡逻，但是听到营地另一边传来爆炸声，就立刻赶了回来。当时那动静可不小，火光冲天，把大家都吓了一跳。”达利亚快步朝营地中心走去，远远就听到一阵嘈杂的议论声，前方围着不少人，看来是出大事了。达利亚看着空无一人的床铺，无奈地叹了口气。既然这两个人的床是空的，那今晚注定是没法太平了。他揉了揉太阳穴，只觉得一阵头疼。旁边一个守卫也是一脸懊恼，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他说自己本来根本没有睡意，今晚压根就没打算睡觉，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喝了尤德给的茶之后就直接晕过去了。达利亚端起杯子闻了闻，这个味道，他立刻想起来，以前科黛利亚失眠的时候，伯爵就会用类似味道的草药泡茶。如果真是尤德把茶给守卫喝的，那事情就说得通了。达利亚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干等着，必须分头去找他们。”玛雅在一旁听着也觉得有道理。达利亚看着远处的夜空，如果直觉没错的话，那两个家伙现在肯定已经走远了。达利亚叹了口气，他知道科黛利亚想和那家伙单独相处，甚至计划着再次一起逃跑，但这次确实有点过分了。科黛利亚小姐。画面一转，在神秘的神殿中，尤德微微躬身行礼，向眼前的存在致敬：“向您问好，妖精女王。”这突如其来的正式场面让一旁的科黛利亚有些措手不及，她有些紧张地跟着行礼，说话都开始结巴了：“向您问好，妖精女王。”罗蕾莱微微一笑，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好久没见到人类的孩子了，你们倒是挺有礼貌。阿德尔的眼光确实不错，你们就是尤德和科黛利亚吧？”科黛利亚有些紧张地应和着：“啊，是的，没错。”尤德在一旁听着，却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他环顾四周，心里直犯嘀咕：说起来，刚才带路的那两个小家伙，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罗蕾莱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笑着解释道：“阿德尔和阿梅尔已经去宴会了，在你们踏入我们领地的那一刻，他们就特意跑来向我汇报，然后就直接离开了。我们妖精能自由穿梭空间，因为我们不受时间的束缚。”听到这番话，科黛利亚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台词怎么跟游戏里一模一样？罗蕾莱轻轻扇动翅膀，接着说道：“维科恩一直是我们最大的麻烦，既然你们打败了他，我自然不能让你们空手回去。”科黛利亚一听有奖励，兴奋的直接叫出声来：“太棒了！”一旁的尤德看着他高兴的样子，嘴角也忍不住微微上扬。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原本在游戏设定里，这只是个不需要玩家操作的过场动画。科黛利亚赶走了妖精的宿敌维科恩，然后顺理成章的被邀请参加妖精女王的夜间集会。但现在的情况和原本的剧情出现了两个巨大的偏差。第一，科黛利亚这次不是一个人来的；第二，那个叫维科恩的怪物根本不是被赶走，而是直接被他们彻底消灭了。
既然这次的战斗结果不同，尤德觉得这次事件的额外奖励应该也会有所变化。既然罗磊来提到了你们两个，那奖励肯定也是双份的。尤德忍不住开始盘算，妖精们到底会给什么好东西？是妖精宝石还是妖精的低语？作为一个资深老玩家，送上门的奖励哪有不要的道理？不过目前最需要的还是月光法杖，这也是游戏里原本就能拿到的东西。只要能拿到这个，其他的奖励是什么都无所谓了。罗磊来打量着眼前的两人，低声自语道：“一个法师和一个武术家。”他若有所思地打了个响指。既然这样，那这两样东西应该很合适。话音刚落，大殿里突然亮起两道耀眼的光芒，伴随着两道耀眼的光芒，两件散发着魔力波动的装备缓缓浮现在半空中。罗磊来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这柄月光法杖已经在这里吸取了100年的月光。”罗磊来接着介绍另一件装备，而这一件原本是给完全不同的种族准备的，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主人。它的名字叫妖精的足迹。罗磊来微笑着说道：“这两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贝，但放在这里也只是落灰，不如送给心怀善意的人，才能发挥他们真正的价值。”看着眼前的两件神装，科黛莉亚和尤德一时间都没说话。谁能想到这件装备的来头居然这么大？尤德整个人都愣住了。妖精的足迹，这可是个货真价实的 A 级道具，能让使用者每天进行1到3次空间跃迁。在玩家手里，这东西被开发出了最强悍的用法，那就是用来躲避致命攻击的幽灵闪避。使用的时候连闪避动作都没有，完全就是原地凭空消失，绝对是保命的神技。尤德看着手心里的戒指，有些不敢置信，这宝贝居然真的给他了。他立刻改了口，大声向女王道谢：“谢谢你，女王陛下。”尤德转过头，笑着招呼旁边的同伴：“快点，科黛莉亚，你也快谢谢女王。”结果科黛莉亚在一旁撅着嘴，整个人写满了不高兴。尤德凑过去小声嘀咕：“你这什么表情啊？我们最需要的月光法杖不是已经拿到了吗？”科黛莉亚有些不服气的嘟囔：“我表情怎么了？”尤德一针见血的戳穿他：“你该不会是因为我拿到了 A 级道具，而你只拿到 B 级，在这吃醋吧？”罗磊来看着眼前的两人，忍不住笑出了声。他说自己分发这些奖励，其实还有别的考量。科黛莉亚在一旁小声嘀咕：“难道是因为我是法师，而他是武术家吗？”尤德有些无奈的看了他一眼，吐槽他到现在还在纠结这件事。罗磊来若有所思的摸了摸下巴，这么说倒也不算完全错。尤德和科黛莉亚对视一眼，都有点摸不着头脑。接着罗磊来嘴角微微上扬，直接说出了大实话：“其实我只是单纯更喜欢帅哥，而不是美女罢了。”伴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两人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峡谷。科黛莉亚叹了口气：“我们总算回来了，这一趟折腾下来，可把她累得够呛。”科黛莉亚忍不住抱怨道：“刚才真是太可怕了，那些小妖精一直围着她转，非要缠着她唱歌，根本不让她休息，简直就是一场折磨。”在妖精的宴会上，时间流逝的速度和外面完全不同。尤德有些疲惫的揉了揉太阳穴，无奈的叹了口气。他们竟然在里面被折腾了整整12个小时，虽然外面可能只过去了几秒钟，但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折磨。科黛莉亚在一旁也是一脸崩溃，她说自己光是小星星这首歌就反复复唱了差不多40遍。不过好在这折磨人的任务总算是彻底结束了。科黛莉亚兴奋地一把抱住尤德，大声欢呼着他们终于回来了。尤德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弄得有些措手不及，但心里也总算松了一口气。科黛莉亚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看向不远处的河面，只见维克恩的尸体还静静地飘在水里。科黛莉亚有些好奇地问尤德：“关于那家火头上的角，难道不需要我们自己动手去割下来吗？”尤德点了点头，这东西确实很有用，可不能就这么丢下。既然维克恩被彻底消灭，他们可以直接把2只脚都带走。科黛莉亚笑着说：“那我要其中1只。”尤德也爽快地答应了，那剩下的1只就归我了。这次的收获确实超出了预期，月光法杖、维克恩的双脚，再加上妖精的足迹，这波简直是赚翻了。看着满载而归的战利品，科黛莉亚的心情瞬间好了起来。尤德在一旁看着他兴奋的样子，却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他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虽然很不想扫兴，但有个问题不得不提，关于带走那2只脚的事情，光靠他们2个根本办不到，他们必须得回去找守卫帮忙才行。尤德一边收拾地上的外套，一边冷静地分析着局势。他说刚才毛巾上的魔法光芒太亮，加上后来的爆炸动静，守卫们这会儿肯定已经醒了。科黛莉亚低着头，声音有些颤抖地叫了一声：“尤德。”尤德有些不解地应了一声：“嗯。”科黛莉亚有些紧张地咽了口唾沫：“我们这回是不是要惹上大麻烦了？”与此同时，在妖精的领地里，一个小妖精在夜空中问道：“女王陛下，把月光法杖和妖精的足迹都送出去，真的没问题吗？”真没想到，居然能看到配得上妖精之族的人类出现。旁边的小妖精阿德尔笑着搭话：“尤德确实很配得上那件装备，而且长得还挺帅的。”但另一只小妖精却有些担忧，人类一旦得到了强大的力量，往往就会发生改变。阿德尔有些不服气的反驳：“你这家伙明明之前和他们玩得最开心，现在倒开始担心起来了。”他转头看向女王：“女王陛下最喜欢看月光法杖吸取月光石的样子了，对吧？”然而女王却没有回应。女王缓缓睁开眼，神色变得有些凝重。就在刚才，当她和那2个孩子面对面的时候，她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幅画面，那是一段被隐藏在时间裂缝中的景象，即便是以她的力量也无法轻易看透。这突如其来的预兆到底预示着怎样的未来？但有一件事女王心里非常肯定，她看着有些不安的妖精们，轻声安慰道：“不用害怕，其实从第一眼看到那2个孩子开始，他们的命运
可不仅仅是纠缠在一起那么简单，而是与整个世界的命运都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达利亚冷着脸开口：“大小姐，你应该很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拿着刷子给科黛莉亚梳头，手上的力道可一点没留情。科黛莉亚只能乖乖坐着，连大气都不敢喘。达利亚越说越气：“我们本来就已经偏离了原定路线，前面有什么危险都还没探明，结果你们两个倒好，连个守卫都不带，就这么直接闯进峡谷里去了。要是真出了什么意外后果，谁来承担？”科黛莉亚自知理亏，小声的想要道歉：“达利亚，对不起。”但达利亚根本不打算就这么算了，他沉着脸继续说道：“还有3天我们就要到兰格斯特了，作为切斯伯爵独女的护卫，我绝对不能再让你冒任何险，所以从现在开始，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你们两个一步都不准离开马车。”科黛莉亚一听急了，连忙想要解释：“达利亚，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达利亚微微一笑，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虽然这样是闷了点，但你应该能理解我的苦心吧？接下来的路程里，你们两个有的是时间在马车里好好独处了。”马车门被轻轻推开，尤德靠在座位上休息，神色显得有些疲惫。科黛莉亚端着水盆走进来，轻声询问他的感冒情况。尤德叹了口气，虽然脑子还有些发昏，但已经没有大碍了。达利亚那边怎么说？科黛莉亚有些无奈，说他们暂时被禁足了，一步都不准离开马车。尤德倒是一脸无所谓，反正去兰格斯特的路上也没别的事，正好在车里老实待着。科黛莉亚显得有些无精打采，连头上的呆毛都耷拉了下来。尤德主动开口安慰达利亚，也是因为担心才会这么严厉。科黛莉亚低着头，担心达利亚以后会讨厌自己。尤德笑了笑，劝他只要用实际行动去道歉，对方肯定会原谅他，毕竟达利亚对他就像亲姐姐一样。听到这番话，科黛莉亚有些意外的抬起头。科黛莉亚轻轻点头，小声应了一句。尤德笑着调侃：“不过一顿臭骂肯定是免不了的。”科黛莉亚有些不服气，反击说他也逃不掉，到时候得一起挨骂。尤德一脸无所谓，答应到时候陪他一起去道歉。科黛莉亚白了他一眼，让他先管好自己这个弱鸡，随后直接坐在了地板上，催促他赶紧躺好擦汗。尤德有些无奈，吐槽哪有贵族大小姐直接坐地板的。科黛莉亚却理直气壮，催促他赶紧躺下休息。尤德有气无力的躺着，已经没有力气反驳。科黛莉亚将温热的毛巾敷在他脸上，细心的帮他擦拭。他随口询问水温是否合适，尤德迷迷糊糊的回应，感觉非常舒服。科黛莉亚看着他疲惫的样子，语气也软了下来。他收好毛巾，让他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马车在路上不断颠簸，科黛莉亚在一旁念叨着，去兰格斯特还要3天路程，等他身体好些再商量对付恶魔之手。尤德突然轻声唤了他一句：“科黛莉亚。”看着转过头的科黛莉亚，他笑着说了声谢谢。这突如其来的温柔让科黛莉亚瞬间愣在原地，她有些不好意思地避开视线，真想谢他就赶紧把身体扬。车队穿过木桥，一路向前。3天时间转眼即逝。车厢里，科黛莉亚翻看着手里的资料，忍不住惊呼出声。她怀疑地看着对面的尤德，质问他在现实里是不是个职业骗子。尤德有些无奈，随即把话题拉回正轨，询问计划是否还有纰漏。科黛莉亚看着手中的信件，震惊于他竟然能完美模仿父亲的笔记。尤德笑了笑，直接收下了这个夸奖。这时车窗被敲响，俊骑马靠了过来，示意他们往前方看。马车穿过山谷，前方的视野瞬间开阔，商业都市兰格斯特终于到了。马车缓缓驶入城门，科黛莉亚兴奋地趴在车窗边，指着外面大喊：“能直接看到兰格斯特的标志性雕像。”尤德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承认这比游戏里的画面还要宏伟。科黛莉亚看着巨大的雕像，甚至忍不住跟着脑海中的旋律哼唱起来。车厢里原本沉闷的气氛瞬间变得轻松活跃。科黛莉亚笑着表示，像他们这种老手自然会选择相同的路线。尤德在一旁点头附和。这里是商业都市兰格斯特，名义上由伯爵管辖，实际掌控在北方12家族手中。这里不属于赛伦王国的任何贵族，因为这里正是尤德和科黛莉亚主线剧情的起点城市。马车停在了一座宏伟的庄园前，尤德走下马车，看着眼前的奢华建筑有些发懵。游戏里科黛莉亚明明只是住在普通旅馆，这栋豪宅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玛雅放下沉重的行李箱，解释这是切斯伯爵特意租下的别墅。鉴于2位已经订婚，伯爵特别交代2人的房间必须隔开一个楼层。尤德只能尴尬地笑了笑，这防范措施还真是严密。另一边，达利亚和科黛莉亚互相质疑。达利亚突然张开双臂抱住了他，看来2人已经和好如初。尤德转头吩咐玛雅帮他拿行李，他需要先去一个地方。不远处的守卫正想上前帮忙，尤德却突然沉声下达命令，所有骑士立刻向他集合。守卫赶紧收起笑脸，恭敬地领命。尤德转过身，对旁边的骑士们下达指令，除了达利亚之外，切斯家族的所有骑士都跟他走一趟。达利亚有些疑惑地询问是否全员前往。尤德拿出盖有火漆印的信件，声称是父亲巴耶尔伯爵的交代，在贵族会议开始前需要骑士们的协助。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尤德心里清楚这只是个借口，眼下只能先这样行动了。繁华的商业街上人来人往，科黛莉亚看着眼前的热闹景象，忍不住感叹这里不愧是商业都市。一旁的达利亚四处张望，寻找着魔法商店的方向，指着前方说要从那个巷子拐过去。没走多远，2人就停在了一家店门口。达利亚有些惊讶，大小姐是怎么知道这个位置的？科黛莉亚有些心虚的解释，说自己之前一直在研究地图。其实她心里在疯狂吐槽，在游戏里为了找这破地方，她可是
把整座城都跑遍了。为了转移话题，他赶紧让达利亚去休息，不用一直跟着自己。达利亚却一脸轻松，表示自己精神好得很，背着大小姐绕城跑1圈都没问题。达利亚有些好奇，大小姐来这家店是要买什么吗？科黛利亚有些尴尬，解释说自己不是来买东西，而是要见一个人，因为那个人晚上不开门，所以只能白天过来碰碰运气。他心里暗自祈祷，但愿那家伙今天真的在店里。画面一转，时间回到15分钟前，马车里，尤德正一脸严肃地分析局势，接下来在兰格斯特要面对的麻烦，可比在峡谷里对付维克恩时棘手的多。科黛利亚叹了口气，光靠硬实力确实不够看。尤德在一旁吐槽，这关本来就不是让你硬推的。接着他拿出一封信，笑着表示得把父亲的名号抬出来。科黛利亚整个人都傻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操作。尤德示意他小声点，让他先打开看看再说。在科黛利亚迟疑的目光中，尤德得意地解释，这是他模仿对方父亲笔记伪造的公文，有了他就能直接调动法师团来帮忙。信上以红之黎明塔主亚瑟的名义，命令法师团立刻集结。科黛利亚看着手里的信，感叹连语气和签名都一模一样，这计划简直太周密了。他一边收起信一边嘀咕，还以为对方疯了，居然敢用他父亲的名义，原来只是想借用名号，让红之黎明的法师们来当帮手。尤德笑着承认，随即拿出一袋沉甸甸的金币。他解释法师们都是精英，就算塔主女儿亲自去请，也得给点实际的甜头。科黛利亚看着金币，若有所思，决定这就去把城里的法师都叫上。科黛利亚有些好奇，问尤德打算怎么做。尤德开始解释自己的计划。巴耶尔伯爵在远征途中遭遇了一伙恶魔信徒，并搜出了一封加密信件。信件破译后，指向了兰格斯特的某个特定地点，那里其实是恶魔信徒的据点。这就是他准备交给骑士团的那封伪造信件的大致内容。他会利用父亲的名望和自己的身份，去说服骑士团相信这件事，因为在游戏里就知道据点位置，所以他能100%确定。科黛利亚分析道，所以这是在利用游戏里的 NPC 拉拢盟友，顺便提前削减敌人的数量。尤德笑着打了个响指，表示这是2大家族的联手，既然现在一切都是真实的，那就绝对行得通。科黛利亚笑了笑，觉得这个计划听起来确实不赖。尤德靠在椅背上，决定把这些局外人全都拉进计划里。画面一转，来到了蓝狮骑士团的总部大楼。办公室里有人把眼镜随手搁在桌上，男人有些疑惑，不知道是什么紧急消息，非要直接呈报给团长不可。蓝狮骑士团团长巴鲁亚看着信件，眉头紧锁地表示，没想到城里居然潜伏着恶魔信徒，这件事情必须优先处理。底下的骑士们顿时一阵骚动，低声议论着这个秘密任务。尤德站在一旁平静地解释，鉴于情报重要，他必须亲自呈报，而且父亲交代看完必须立刻销毁。其实他心里想的是，绝对不能留下任何伪造的证据。巴鲁亚一巴掌拍在信纸上，表示完全明白了伯爵的意思。随即他转身对部下大声下令，所有骑士立刻出发，前往恶魔信徒的藏身处。就在这时，旁边突然有人弱弱地举起手打断，尤德有些不好意思地举手，笑着询问自己能否加入护卫骑士团。巴鲁亚有些顾虑，担心尤德最近身体不太好。尤德叹了口气解释，之前因为阴气症一直被关在家里，但这毕竟是父亲交给的第一个任务，他无论如何都想亲眼见证，而且能亲眼看到团长战斗是件让人兴奋的事。父亲平时也没少夸奖团长。巴鲁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不敢置信伯爵居然会夸奖自己。旁边的骑士们也露出惊讶的表情。尤德见状赶紧继续拍马屁，说父亲和切斯伯爵都认为团长是年轻骑士们最好的榜样。巴鲁亚笑了笑，同意让尤德跟着一起来。尤德兴奋地致谢。半个小时后，蓝狮骑士团摸到了恶魔之手的第一处据点，骑士们在里面仔细搜寻，突然有人大声汇报发现了线索。巴鲁亚立刻带人赶过去，手下指着角落的箱子，说找到了非常重要的东西。巴鲁亚接过信件，低声念读，越看越觉得心惊，上面不仅记录了其他据点，甚至连核心成员的详细名单都有。巴鲁亚当即大声下令，全体返回基地制定作战计划。他神色严峻地表示，潜伏的恶魔信徒自称恶魔之手，他们还有6个据点需要清剿。到了下午2点40，骑士团分成6个小组行动，是要让敌人见识他们的厉害。时间到了傍晚6点25分，搜捕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巴鲁亚再次下达指令，必须找到逃跑的头目艾德男爵，搜遍城里的每一个角落。随着夜幕降临，直到深夜11点45分，整座城市才稍微安静下来。科黛利亚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抱怨自己的腿都快断了，要把城里的法师找齐实在太累。他忍不住嘀咕，要是能像以前在游戏里那样，直接在公屏发个全服通知就好了，就像使用大喇叭道具一样，直接在整个频道里喊话。科黛利亚看着瘫在椅子上的男人，忍不住吐槽，你看起来简直像个死人。尤德有气无力地回答，我还活着呢。计划进展得怎么样了？科黛利亚自信地回答，我成功说服了4名法师加入。既然恶魔之手的头目使用冰系魔法，我最先招募了最强火系法师浪人。科黛利亚接着问道，你让骑士团去扫荡那7个据点，真的全解决了吗？尤德叹了口气，游戏里那7个据点都搞定了，蓝狮骑士团清理得非常快。科黛利亚有些疑惑，我记得城里一共有12个据点。尤德解释道，没错，但我们已经解决了1半以上。既然骑士团已经进入高度戒备，前期的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尤德点了点头，接下来该开始下一步了。尤德接着分析，我们得提前在议会现场做点手脚，至于最关键的事，等到了当天再解决也不迟。科黛利亚有些好奇，最关键的事
是指什么？尤德神色严肃，保护他们的目标，在这个剧情线里，对方最主要的2个目标，其中一个就是尼克戴利亚，还有卢卡斯。夜色渐深，一辆马车在林间小路上行驶，卢卡斯坐在车厢里看着窗外。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边，有人正看着情报发懵。男人有些不敢置信的大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7个据点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全被端了？”这个大发雷霆的男人正是幕后金主埃德加。他愤怒地质问手下：“你们知道我花了多少心血吗？”手下战战兢兢地回答：“非常抱歉，我们正在调查。”埃德加一拳砸在桌上，歇斯底里的大喊：“现在已经太迟了！蓝石骑士团随时会找到剩下的据点，议会明明马上就要落入我们手中了。”就在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冷淡的声音：“这不重要。”埃德加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缓缓看向阴影里的男人，结结巴巴地开口：“米诺斯大人。”这个被称为米诺斯的男人早已将恶魔引入体内。埃德加慌张地解释：“可是我们的战力被削减了一半啊！”米诺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吓得埃德加不敢再多嘴。米诺斯冷冷地问：“科戴利亚来到兰格斯特的消息确认了吧？”手下战战兢兢地回答：“是的，另一个目标卢卡斯明天早上就会抵达。”米诺斯语气平静：“既然这样，计划不需要改变，2天后只要抓住他们其中一个，就能把恶魔召唤到这个王国来。”在阴暗的角落里，寒气正悄无声息地蔓延，地面瞬间结起了冰霜。米诺斯冷冷地说道：“一切都会按照计划进行。”转眼到了第2天早上，贵族议会召开的日子终于到了。大功告成，你看起来真是太棒了。此时的尤德和科戴利亚已经换上了华丽的礼服，准备正式出席这场重要的宴会。达利亚低头看了看怀表，有些惊讶地喊道：“看这时间，我们先去准备出发了。你们准备好了就下来吧。”尤德应了一声：“好的，我们知道了。”等房门关上后，科戴利亚走到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忍不住感叹：“真是太漂亮了。”尤德在一旁打趣：“行了，自恋狂小姐，在别人面前可别这样。”科戴利亚有些不服气：“难怪他是我最喜欢的角色，科戴利亚就是最棒的。”尤德无奈地笑了笑：“不过在别人面前，你可千万别用第3人称称呼自己。”尤德伸出手笑着说道：“今天可是个大日子，我们可不能磨蹭了。”科戴利亚有些嫌弃：“你伸手干嘛？我可没什么东西要给你。”尤德解释道：“我只是在履行护卫的职责而已，在达利亚和玛雅面前，我们总得把样子做足才行。”说话间，2人已经来到了贵族议会的举办地。这是一场盛大的宴会，北方12大家族的继承人们都会在这里齐聚一堂。正因为这场宴会的规模极大，有没有收到邀请函，直接决定了社会地位。这里就是最顶级的社交舞台。尤德压低声音问：“还记得我们的计划吧？”科戴利亚没好气地回答：“不就是别让卢卡斯落入恶魔之手吗？既然已经削弱了他们一半战力，就没什么好怕的了。”2人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周围贵族们的注意，有人小声议论：“站在科戴利亚小姐身边的，不就是巴耶尔伯爵家的小儿子吗？”旁边的人有些疑惑：“听说他之前把家里折腾得够呛，难道他的病已经治好了？”这2个人站在一起，真是太般配了。科戴利亚有些烦躁：“我们太引人注目了，这样根本没办法集中精力执行计划。”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科戴利亚。”那人接着问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来人正是克罗斯贝尔伯爵家的千金希尔维亚，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有些局促的女孩。这个有些怕生的小姑娘是朗格子爵家的小女儿维奥拉。科戴利亚一看到他们，立刻高兴地迎了上去：“希尔维亚，维奥拉，我过得很好，能再次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他接着对躲在后面的女孩招了招手：“维奥拉，别躲在后面了，快过来啊！”维奥拉有些紧张的小声回应：“你好，科戴利亚。”希尔维亚看着科戴利亚欣慰地说道：“看到你身体这么健康，我就放心了。”他接着把目光投向一旁的男人：“不过站在你身边的这位是……”尤德微微欠身，礼貌地自我介绍：“我是尤德，巴耶尔伯爵之子，很高兴见到您，希尔维亚小姐。”希尔维亚微微一笑：“我也是很高兴认识你，我一直很好奇科戴利亚的未婚夫，今天终于见到了，真是太幸运了。”尤德微笑着回礼：“在游戏设定里，希尔维亚可是和科戴利亚一样美貌的角色，所以来之前他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免得一见面就失态。可真见到希尔维亚本人时，他却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惊艳，反而有种见到大明星的感觉。”就在这时，尤德突然注意到了什么，旁边的维奥拉正凑在科戴利亚耳边，小声地说着悄悄话。科戴利亚听完，忍不住开心地笑了起来。看着科戴利亚那灿烂的笑容，尤德突然明白了，原来自己没有被希尔维亚惊艳到，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看着的都是科戴利亚的脸。就在几人交谈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大家纷纷停下动作，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穿白色礼服的青年正朝他们走来。青年主动伸出手礼貌地自我介绍：“我是这次的东道主卢卡斯·赫拉斯维尔格，非常高兴你们能来参加今年的贵族议会。”虽然卢卡斯主动过来打招呼，但他那冷淡的眼神显然对这场社交应酬毫无兴趣。尤德微微欠身，礼貌地自我介绍：“我是尤德·巴耶尔伯爵之子。”2人伸手握在一起。要知道，赫拉斯维尔格家族可是北方12大家族之首，向来以强悍的剑术闻名。而这位继承人卢卡斯更是个不折不扣的武学奇才，他这辈子唯一的追求就是变强，所以他看人的标准也非常简单粗暴，那就是对方到底强不强。可当他握住尤德的手时，只感觉到对方身板单薄，根本不像个练家子。
这下好了，卢卡斯连装都懒得装了，脸上的失望直接写在了明面上。尤德很清楚这家伙的坏习惯，如果卢卡斯的性格和游戏里一样，他肯定会觉得尤德是个没练过武的病秧子，顶多出于礼貌应付一下。但尤德可不打算就这么被看扁，他手上突然猛地一使劲，这一下直接把卢卡斯给捏懵了。当然，这得建立在卢卡斯和游戏里一样的前提下。但有一件事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他们这些人全都是游戏英雄传说2里的可玩角色。至于尤德和科黛莉亚，他们的真实身份可就没那么简单了。既然他们2个都是带着前世记忆被吸入这个游戏世界的玩家，那卢卡斯呢？比如游戏排行榜上的第3名，会不会也和他们一样穿越到了这个？在恶魔之手袭击贵族议会之前，必须把这件事弄清楚。卢卡斯有些疑惑地问尤德少爷，其实想要确认他的身份，有一个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尤德突然手上发力，嘿，你也是吗？卢卡斯整个人愣在原地，完全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尤德赶紧松开手，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解释说自己是因为救急复发，这才一时失礼。卢卡斯虽然觉得奇怪，但也没多想，客套了几句就放他离开了。科黛莉亚一把拽住尤德，小声叫道：“尤德，刚才真是尴尬死了。”尤德没好气地回答：“闭嘴。”科黛莉亚却了的不行，虽然尴尬，但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了，卢卡斯不是我们那个世界的人，对吧？尤德有些无奈，我都说了闭嘴。虽然科黛莉亚说的没错，这次试探确实起到了作用，但尤德并不确定这结果对他们来说是好是坏。这感觉和当初在游戏里第一次遇到桑德斯托姆时完全不一样，当时他可没有这种特别的预感。而且看刚才卢卡斯那副猛圈的样子，显然也是完全不知情。卢卡斯显然没有游戏排行榜第3名玩家的记忆，但以卢卡斯的性格，如果他真是从我们那个世界来的，他肯定会知道恶魔之手的剧情马上就要开始了。要是能多一个帮手，那可就省事多了，真是太可惜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真的找到了其他高排位玩家，也没法保证人家就一定会跟我们联手。而且我们之前已经改变了太多原有的剧情走向，接下来还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变数。就在尤德思索的时候，科黛莉亚突然一拍脑门，小声说道：“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卢卡斯其实也是个可玩角色吧？”他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要是他真的是那个第3名就好了。”尤德有些不解地问：“为什么？”科黛莉亚理直气壮地回答：“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他啊！”尤德听完直接愣住了：“你不喜欢他？”科黛莉亚理直气壮地解释：“我都说了，科黛莉亚可是我的最爱。虽然我用所有角色都通关了游戏，当然也包括卢卡斯，但我真的很讨厌他的剧情和手感。至于原因，那可太明显了。在卢卡斯的那条故事线里，科黛莉亚被恶魔之手抓走后，直接被改造成了半人半魔。听到这，尤德忍不住吐槽了一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那是人家的主场故事。再说了，要是换到科黛莉亚的路线，被抓走改造成半魔人的，可就变成卢卡斯自己了。这俩人也算是互为工具人。科黛莉亚越说越气，在卢卡斯的故事线里，他不仅被洗脑牺牲，最后2人还成了宿敌。你知道有多少玩家因为打不过半魔人化的卢卡斯而直接游戏结束吗？正因如此，很多喜欢科黛莉亚的玩家都特别讨厌卢卡斯。科黛莉亚气鼓鼓地表示自己就是单纯记仇而已。尤德有些无奈地附和：“行行行，我知道了。”科黛莉亚接着说道：“而且我还有一个私人原因。”尤德有些好奇：“又怎么了？”科黛莉亚一脸嫌弃地解释：“罗曼蒂猫在玩卢卡斯线时，总是给他穿上奇怪的可爱衣服，那画面简直挥之不去。比如第1部就是把所有角色都打扮成戴眼镜的女仆，至于第2部就是完全无视氪金事实，直接强行买爆。”尤德有些庆幸地说道：“幸好罗曼蒂猫不在这里，不然真不敢想象卢卡斯会被折腾成什么样子。”科黛莉亚有些无奈地附和：“确实。”就在这时，科黛莉亚突然注意到了什么，她立刻挥手大喊：“看那边，是罗宁，就是我之前提过的红黎明之塔的火系魔法师。”不过她有些疑惑，不知道他身边带的都是些什么人。罗宁正带着几个人朝这边行礼，科黛莉亚猜测他们应该是留在朗格斯特的其他魔法师。罗宁之前说过会联系一些人，估计就是他们了。我又在街上额外雇了3个人，这样一来，红黎明之塔的火系魔法师就有6个了，而且巴鲁亚爵士派来的骑士也到了，12大家族的守卫加起来有20多人。科黛莉亚有些得意地说道：“现在的防卫力量可比原版故事里强太多了，现在万事俱备，就等着恶魔之手送上门了。只是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动手。”尤德小声分析道：“虽然不能100%确定，但根据之前维科恩那一战的经验，恶魔之手不一定会按游戏路线潜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尽量在卢卡斯附近活动。”科黛莉亚点头答应：“明白。”科黛莉亚看着远处，接着说道：“我必须过去西尔维亚那边一趟，他现在看起来很需要一个借口，好摆脱旁边那个讨厌鬼。”尤德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难怪西尔维亚看起来那么无奈。缠着他的那个人是侯爵家的长子菲利克斯，你可别乱来。菲利克斯可是代表里年纪最大的。科黛莉亚却一脸不屑：“我能把那家伙揍扁。”尤德有些哭笑不得，现在可不是打架的时候。科黛莉亚挑衅的反问：“你怕了？”尤德彻底拿他没办法，叹了口气说道：“行吧，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科黛莉亚直接迈步朝西尔维亚走了过去。尤德叹了口气，其实在原本的游戏剧情里，除了菲利克斯、卢卡斯和科黛莉亚，12大家族的其他宾客根本不重要。就算恶魔之手发动袭击时，这些人是死是活，对整体剧情走向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他还是小声嘀咕了一句：“不过要是能不让他们死，
我心里也会好受点。尤德看着不远处，科黛利亚已经走到了西尔维亚身边，正笑着和菲利克斯搭话。看着科黛利亚那副热情的模样，尤德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家伙的心思简直全都写在脸上了，真是一点都藏不住啊。尤德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不过话说回来，把情绪全写在脸上倒也未必是件坏事，至少比游戏里科黛利亚被改造成半人半魔后那副痛苦哀伤的模样要好得太多了。尤德小声嘀咕了一句，那种悲惨的表情真是一点都不适合他。就在这时，宴会厅里的音乐突然变了，原本舒缓的迎宾曲换成了欢快的舞曲。音乐变了，这是要开始跳舞了吗？他一边说着，一边警惕地环顾四周，可看了一圈周围依然风平浪静，根本没有恶魔之手要动手的迹象。尤德在人群中扫视着，试图找出潜在的危险。突然有人在背后拽了他一下，尤德转过头，发现是玛雅，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科黛利亚有些纳闷地问：“你的监护人这么急着去哪儿？”尤德没好气地回答：“别叫他我的监护人，他怎么突然把达利亚大人给拉过来了？谁能想到？”这两个人一碰面，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看着眼前这一幕，科黛利亚整个人都傻眼了，她有些不敢置信地嘟囔着：“这怎么可能？”这下连尤德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周围的年轻贵族们正一脸兴奋地窃窃私语。科黛利亚有些紧张地问：“是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大家都在往我们这边看？”尤德有些无奈地回答：“开什么玩笑？其实仔细想想也对，来参加议会的年轻人大多都对浪漫的爱情抱有幻想，就算其他人是来社交的，但我们两个可是作为未婚夫妻，必须在开场舞中一起跳舞啊。”尤德叹了口气，看来现在是没得退了。他一边整理着手套，一边做好了准备。科黛利亚小姐，科黛利亚有些惊讶地转过头，尤德微微欠身发出了邀请：“能赏脸和我跳这支舞吗？”面对尤德的邀请，科黛利亚表面上笑得温柔，心里其实早就抓狂了。他差点脱口而出对方的玩家名字，还好及时改口答应了下来。既然已经无路可退，两人只能硬着头皮走上舞池。刚一搭上手，科黛利亚就忍不住小声吐槽，觉得这气氛肉麻的让人受不了。他甚至怀疑尤德到底会不会跳舞。尤德听了直接一脸无语。尤德虽然有身体虚弱的毛病，但他的真正实力自己可是比谁都了解。没想到尤德跳起舞来，动作居然这么熟练。科黛利亚被他带着旋转，一时间有些跟不上节奏。他看着眼前的尤德，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这家伙的肩膀有这么宽吗？感觉他好像长高了不少。尤德察觉到了他的异样，开口问道：“科黛利亚。”科黛利亚赶紧掩饰说没什么。可还没等他们跳完这支舞，大厅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火光唰的一下冲天而起，整栋建筑都跟着剧烈晃动。尤德反应极快，一把将科黛利亚护在怀里，周围的尖叫声此起彼伏，现场彻底失控了。尤德警惕地看向四周，试图在混乱中理清状况。就在这时，大厅上方突然传来动静，几个黑影从破碎的屋顶一跃而下，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在一片混乱的废墟中，沉重的脚步声一步步逼近。科黛利亚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尤德快看那边！来人的目标非常明确，直接穿过滚滚浓烟走了过来。卢卡斯见状，立刻把西尔维亚护在身后，死死盯着这个不速之客。米诺斯死死盯着前方，冷冷地开口：“终于找到你了，卢卡斯·赫拉斯维尔格。”退路瞬间被完全封死。卢卡斯按住剑柄，猛然拔剑，将西尔维亚死死护在身后，警惕地盯着这个不速之客。卢卡斯压低声音嘱咐：“我的武器不适合应对这种怪物，无法保证能彻底解决它。等一下，我会想办法拖住对手，你必须找机会立刻逃走。”西尔维亚神色慌乱：“卢卡斯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等他问完，沉重的脚步声伴随着雷电轰鸣，一步步逼近，恐怖的压迫感瞬间笼罩全场。米诺斯抬手凝聚狂暴雷电，西尔维亚和身旁的卢卡斯脸色大变。千钧一发之际，旁边的火系魔法师大喊：“罗多斯之火！”巨大火球呼啸而去，瞬间将米诺斯吞没。狂暴的冲击波席卷四周，卢卡斯手里的长剑被瞬间震飞，重重摔落在地。失去武器的卢卡斯只能用身体硬生生替西尔维亚扛下余波。危急时刻，一只手突然伸过来拽住西尔维亚，科黛利亚一边拉着他往外跑，一边大喊：“趁现在快走！卢卡斯，快跟上！”卢卡斯却停下脚步，不甘大喊：“我绝不在敌人面前逃跑，我是发过誓的骑士！”科黛利亚气得破口大骂：“你连武器都没了，拿什么打？用脸去接招吗？”热浪一波接一波袭来，科黛利亚根本不给他反驳的机会。你难道想直接跳进火坑送死吗？动动你的脑子！那个怪物冲进来的时候，嘴里喊的到底是谁的名字？卢卡斯瞬间愣在原地，他这才反应过来，对方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他自己。想明白这一点的卢卡斯不再犹豫，立刻跟上队伍。就在尤德准备撤离时，突然听到呼喊声，他猛地回头，发现远处的玛雅正处于危险之中。黑暗中一名手持利刃的黑衣刺客已经带着杀气袭向玛雅。尤德在远处急得大喊他的名字，却根本来不及救援。千钧一发之际，达利亚飞身扑了过来，伴随着清脆的金属碰撞声，达利亚一记重击将刺客逼退，刺客重重摔在地上失去威胁。达利亚头也不回的大喊：“尤德大人，这里交给我们，您快带科黛利亚小姐离开！”尤德立刻带头撤退，几人拼命往出口奔去。尤德在撤退中冷静观察局势，发现恶魔之手的人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按照原本的剧情，米诺斯应该作为最后的底牌登场，这次提前露面，意味着主动权已经落入他们手中。几人终于退到安全地带，但那个米诺斯显然没打算放过他们。
尤德回头看去，米诺斯气得眼睛通红，显然已被彻底激怒。好在卢卡斯和科戴利亚都已安全撤离，只要拖延时间调整状态，他们就有一战的资本。科戴利亚在走廊前方带路，突然在一处雕像前停下，熟练地按下机关，伴随着沉闷的轰鸣声，墙壁缓缓移动，露出一道隐秘的暗门。跟在后面的希尔维亚满脸不可置信，为什么墙里会有一扇门？科戴利亚急忙解释，这是尤德大人发现的密室，先进去再说。他施展魔法开启大门，几人立刻鱼贯而入。密室里整齐陈列着各种武器，显然是个秘密军火库。希尔维亚看着中央的一柄奇特法杖，忍不住开口询问科戴利亚：“那是什么？”科戴利亚头也不回的催促：“晚点再解释，现在逃命要紧。”伴随着一声闷响，地上的暗门被一把拉开，赶紧进到地道里躲避。对方的目标根本不是希尔维亚，只要躲在里面就是安全的。可看着眼前黑漆漆的洞口，希尔维亚心里直犯嘀咕，这意思是要把他一个人丢在这。科戴利亚根本不给他犹豫的机会，直接把人往里推，保证等安全了就放他出来。随着暗门重重关上，希尔维亚被彻底隔绝在黑暗中。安顿好希尔维亚之后，科戴利亚总算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就该解决外面的麻烦了。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旁边突然传来一声脆响，有人直接拔出了架子上的长剑。科戴利亚转头一看，只见卢卡斯握紧了剑柄，一脸严肃地说道：“我要回大厅去。”科戴利亚顿时有些无语，这人怎么又开始犯轴了？卢卡斯态度非常坚决，他觉得既然已经找到了趁手的武器，作为一名骑士，就绝对不能躲在密室里当缩头乌龟。而且既然敌人的目标是他，那他留在这里反而会连累大家。尤德在一旁听得直叹气，这人真是劝都劝不住。卢卡斯还在自顾自地念叨，说自己必须去和同伴们并肩作战。科戴利亚这下彻底忍不了了，直接冷冷地吐出2个字：“闭嘴！”卢卡斯只觉得喉咙一紧，整个人直接愣住了。原来科戴利亚直接用了禁言术，强行让他闭嘴。卢卡斯被禁言后，整个人都懵了，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怪声。科戴利亚双手抱胸，没好气地说道：“要是你满脑子只想着什么骑士职责，那还不如直接让你闭嘴。”他指着卢卡斯的鼻子，继续警告道：“这已经是我最温柔的手段了，你最好庆幸这只是个禁言术，而不是让你动弹不得的定身咒。”科戴利亚越说越气，直接数落起来：“我们拼了命跑到这里，可不是为了坐以待毙的，现在可是生死关头。”他越说越兴奋，甚至开始盘算起通关后的奖励，说不定还能拿到全服手通的称号，到时候在论坛上绝对能大火一把。一旁的尤德听得直扶额，赶紧出声劝阻：“喂喂，你是不是也该冷静一下？玩笑归玩笑，正事可不能耽误。”尤德神色严肃地看向卢卡斯，卢卡斯，他缓缓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那个白发男人身体里已经融入了恶魔。他这次来就是为了活捉你或者科戴利亚小姐，要是那个怪物突破了外面的防线，随时都会追杀过来，我们必须做好迎战的准备。话音未落，外面就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负责殿后的法师直接被恐怖的冲击波震飞了出去。米诺斯根本没有停下脚步，抬手就是一记重击。米诺斯踩着废墟一步步往里走，大厅里已经躺了一地的人，根本没人能拦得住他。他停在紧闭的门前，冷笑着说：“躲起来是没用的，不过你们逃跑的速度倒是挺快。”伴随着一声脆响，周围的空气开始迅速结冰，寒气顺着门缝疯狂蔓延，整扇大门瞬间被冻得结结实实。尤德和科戴利亚都感觉到了这股刺骨的冷意，这股寒气压迫感太强了，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看来尤德大人说的没错，米诺斯确实已经不是人类了。尤德神色凝重地喊道：“卢卡斯大人，我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只要不把那个怪物逼出这个房间，我们就有机会彻底击败他。”伴随着一声刺耳的脆响，被冻结的厚重大门被推开，米诺斯踩着碎冰大步走了进来。可还没等他看清屋里的情况，他突然停下了脚步，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就在这时，无数道金色的光芒像落叶一样在半空中飘落下来，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狂暴的火焰直接把大厅吞没。尤德在心里直犯嘀咕，就算这家伙再怎么厉害，刚才那几下可是砸了好几张高级卷轴，这下总该有点效果了吧？可谁能想到烟雾还没散去，刺骨的寒气就再次席卷而来，米诺斯居然毫发无损。迎面扑来的冷风冻得人直打哆嗦，尤德忍不住抱怨：这冷风真是邪乎的要命，看来普通的攻击根本伤不到他分毫。他心里很清楚，普通的低阶魔法根本伤不到那个怪物，但是只要能把对方引诱进来，计划就成功了一半。就在这时，米诺斯踩着冰霜一步步逼近，面对步步逼近的强敌，科戴利亚神色凝重，他一把扯下自己的手套，随手扔在地上。他冷笑着说道：“把卢卡斯和科戴利亚一网打尽，真是省了他不少麻烦。有了这2个极品祭品，他就能召唤出更强大的恶魔。”尤德嘴角微微上扬，这家伙总算进来了。科戴利亚也露出了得逞的笑容，这下看他怎么逃。尤德大喊一声：“科戴利亚！”话音刚落，耀眼的光芒唰的一下亮起。科戴利亚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大喝一声：“启动！”接着他毫不犹豫地划破手掌，鲜血滴落的瞬间，直接激活了地上的魔法阵。科戴利亚大声念出咒语，贝拉斯汀的封印阵被激活之后，红色的光芒唰的一下蔓延开来，无数道锁链拔地而起。这下轮到那米诺斯傻眼了，他咬牙切齿地质问：“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科戴利亚手握法杖，得意的大声宣告：“这可是连最强恶魔都挣脱不开的终极陷阱！挣扎吧，越挣扎这锁链只会捆得越紧。”
这可是贝拉斯汀的封印。米诺斯咬牙切齿的怒吼，这种雕虫小技也想困住他。可还没等他挣脱，封印的雷电力量唰的一下炸开，直接将他死死压制。虽然封印暂时起效了，但科黛莉亚的身体却开始摇晃。她咬着牙硬撑，毕竟要维持这个封印，全靠她一个人的魔力在死撑。这身体的负荷已经到了极限，没办法靠药水来恢复魔力，她最多只能再撑不到1分钟。不过这1分钟已经足够了。科黛莉亚嘴角微微上扬，直接喊了同伴的名字尤德。听到呼唤的尤德唰的一下冲了出去，直接使出了36地煞步。这下子被锁链死死困住的米诺斯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逼近。米诺斯根本不打算坐以待毙，他开始强行凝聚魔力，这下封印随时都有可能被冲破。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尤德已经冲到了跟前，这四周散发出来的刺骨寒气正在疯狂侵蚀他的身体。本来他就患有严重的阴气症，这下更是雪上加霜，要是再这么冻下去，他整个人怕是都要被冻成冰雕了。不过好在事情还有转机，尤德喘着粗气说道：“我已经习惯了这股阴气。”米诺斯大惊失色，这怎么可能？尤德冷笑着补充道：“但你能不能适应阳气，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话音刚落，尤德直接握紧了手中的道具，耀眼的光芒唰的一下亮起。米诺斯这下彻底慌了，紧接着一道狂暴的雷电力量轰然炸裂，旁边的卢卡斯直接看傻了。他本来以为尤德因为怪病根本没法动手，没想到打起来居然这么拼命。尤德大人的实力简直强得离谱。趁着这个机会，尤德再次逼近了被锁链困住的米诺斯。明明有贝拉斯汀的封印在压制，可对方的力量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按理说米诺斯在和浪人交手后应该受了不轻的伤，可他为什么还能站着？看来恶魔的力量不仅给了他蛮力，还让他的身体拥有了超乎常人的恢复力。但尤德很清楚，现在根本没有退缩的余地。伴随着一声巨响，狂暴的攻势直接轰了过去。尤德强行催动力量，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但他还是死死拖住米诺斯，根本不打算放手。可对方的力量实在太强，眼看就要挣脱束缚。科黛莉亚急得大喊：“卢卡斯，快帮他！”听到呼唤，卢卡斯终于反应过来，直接拔剑冲了上去。卢卡斯这一剑来得极快，狂暴的剑气唰的一下横扫过去。米诺斯根本来不及躲闪，直接被这一剑正面劈中。这一击威力极大，直接在对方身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尤德在一旁看得真切，他发现卢卡斯的剑刃上正散发着炽热的白光，这股力量绝对不寻常，这应该就是赫拉斯维尔格家族世代相传的古老剑技。传说当年圣王格雷奥姆就是用这一招斩杀了5位魔王，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神圣王国。这股力量正是驱散邪恶的之光。卢卡斯高高举起长剑，大喝一声：“圣王剑技圣光之刃！”米诺斯彻底被激怒了，他咬牙切齿地咆哮着：“你这个卑微的爬虫！”狂暴的寒冰力量唰的一下炸开，试图强行冲破封印。可还没等他挣脱，卢卡斯已经再次冲了上去。虽然嘴里发不出声音，但他手里的剑可没有半点犹豫。封印阵里打得不可开交，卢卡斯正拼尽全力拖住对手，可外面的科黛莉亚已经快到极限了。他强撑着身体，心里还在担心里面的战况。这回魔力消耗的实在太严重，他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人根本站不稳。就在他要倒下的那一刻，尤德急忙冲了过来，一把将他抱住，焦急地大喊着科黛莉亚的名。尤德在旁边急切地问：“你还能坚持吗？”科黛莉亚没好气地骂道：“撑个屁，老娘早就到极限了。可眼下的局势根本没有退路，如果不动用最后的底牌，大家今天都得交代在这。”尤德扶着他的肩膀，担忧地问：“你真的能行吗？”科黛莉亚调整了一下状态，重新握紧了手中的法杖，她嘴角微微上扬，笑着回答：“我当然可以。”卢卡斯挥舞长剑，狂暴的剑气瞬间震碎周围冰晶。这一击在战场中央轰然炸裂，直接压制住了被锁链困住的米诺斯。米诺斯彻底被激怒，咬牙切齿地怒吼着，狂暴的冰晶力量瞬间炸开，铺天盖地的冰刃砸落下来。卢卡斯只能挥剑死死抵挡，根本没有退路。谁能想到在封印结界里，这怪物竟然还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魔力？现在根本没有退路，绝对不能让这怪物冲出封印。卢卡斯挥舞长剑，死死顶在最前面。与此同时，尤德迅速激活了金色挂饰，耀眼的光芒瞬间亮起。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必须等尤德用雷霆之拳重创怪物，我再趁机出手，哪怕毁掉这个专属道具也在所不惜。虽然现在眼前一片模糊，但已经没得选了，只能凭声音定位，直接命中那个家伙。米诺斯疯狂凝聚魔力，试图挣脱锁链。卢卡斯根本不给对方机会，挥舞长剑正面迎击，冰刃与剑气在空中激烈碰撞，将米诺斯死死压制在原地。就在这时，科黛莉亚高举法杖，全力运转封印。卢卡斯看准时机，双手握剑，狠狠刺向怪物的胸口。这一剑直接把米诺斯逼得连连后退。科黛莉亚看准时机，猛地挥动法杖，耀眼的光芒瞬间亮起，缠绕在米诺斯身上的红色锁链竟然在这一刻全部消失。科黛莉亚大声吟唱起古老咒语，法杖顶端爆发出耀眼的光芒，瞬间驱散了周围的黑暗。这股强大的力量让局势迎来了彻底的逆转。耀眼的光芒逼得米诺斯痛苦无言，嘴里发出愤怒的质问。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无数星光在空中凝聚成一条光带，尤德高举挂饰，散发出神圣的光芒。这股力量与地上的魔法阵产生共鸣，让米诺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神圣的月光力量直接照在他身上，他痛苦的惨叫起来，手臂在月光的净化下不断冒出黑烟。尤德一步步走上前，冷冷警告：“这可是积攒了100年的神圣月光魔法，你根本挡不住的。”看着
这耀眼的光芒，尤德忍不住吐槽，这简直就是一把光剑。瘫坐在地上的科黛莉亚无奈叹气，吐槽他真是个死宅。米诺斯气得咬牙切齿，怒吼他们死到临头还在胡说八道。他察觉到致命威胁，转身就想逃离密室。尤德冷哼一声，手背上的魔法阵瞬间亮起，直接使出了油之术。米诺斯猝不及防，脚下一滑，狼狈地摔倒在地上，彻底失去了逃跑的机会。尤德脚下一蹬，化作残影冲出，速度快得惊人，瞬间挡住了米诺斯的退路。看着眼前突然逼近的对手，米诺斯彻底慌了神。科黛莉亚瘫坐在地上，无力地比出大拇指朝下的手势，他已经彻底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紧接着狂暴的雷电轰然砸下，将米诺斯狠狠按在地上，地面随之剧烈颤抖，雷光与烟尘瞬间吞噬了魔法阵，狂暴的能量肆虐，谁也看不清里面的状况。卢卡斯被强风吹得连连后退，勉强稳住身形后，看着眼前的一幕，彻底愣住了。狂暴的雷击渐渐平息，米诺斯终于倒在废墟之中。尤德看着眼前的景象，低声询问是否已经成功。科黛莉亚瘫坐在地，连法杖都无法握紧，这一战几乎榨干了他所有魔力。然而还没等众人松口气，废墟底下竟再次传来异动。科黛莉亚心中警铃大作，那股不祥的预感绝对不会错。科黛莉亚猛地转头，大声呼喊着尤德的名字。话音未落，一只散发着红光的利爪骤然伸出，以极快的速度死死抓住了尤德。米诺斯竟然还没死，浑身缠绕着黑色雷电，再次站起。尤德看着眼前的怪物，眼中满是不敢置信。难道这场战斗注定无法战胜吗？这个半魔人米诺斯的实力竟然恐怖到了这种地步。这个怪物在设定上本就是为了让玩家体验失败而存在的，此前从未有人能击败他。尤德用尽全力轰出一拳，那只恐怖的红色利爪被当场击落。这一幕让旁边的卢卡斯彻底看傻，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米诺斯的身体竟开始碎裂，发出刺耳的声响。他满脸惊恐地看着尤德，质问对方到底做了什么。狂暴的力量在体内肆虐，米诺斯歇斯底里的怒吼，他绝不承认自己会输，可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分崩离析，彻底无力回天。尤德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冷笑。米诺斯慌乱地自言自语，只要能恢复魔力，身上的裂痕就能全部修复。可他一抬头，却发现眼前的对手根本不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米诺斯吓得连连后退，惊恐地大喊着让对方不要靠近。尤德高举起手中的挂饰，神圣的光芒瞬间将对方死死锁定。尤德冷冷地反问：难道还要留你活命吗？狂暴的雷电力量轰然炸裂，化作耀眼的强光，将米诺斯彻底吞噬。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整片空间剧烈颤抖，半空中传来一声清脆的声响，消耗尽魔力的金色挂饰无力地掉落在冰冷的地板上。那个不可一世的怪物，如今彻底化为飞灰消散。尤德累得直喘粗气，转头看向身后的战场，他低声自言自语：一切终于结束了。可还没等他彻底放松，科黛莉亚便因魔力耗尽，直接瘫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尤德整个人僵在原地，死死盯着前方，周围安静的可怕，只剩下他自己狂乱的心跳声。不远处的地面上，科黛莉亚一动不动地躺着，法杖滑落在一旁。尤德只觉得天旋地转，身体摇晃着，险些倒下。卢卡斯急忙冲上前扶住他，尤德虚弱地靠在卢卡斯肩上，断断续续地念叨着科黛莉亚的名字，随即彻底失去了意识。就在这时，半空中突然弹出了系统提示：恭喜获得称号挑战不可能之人，全属性随之提升 5%。不知过了多久，尤德猛地从床上惊醒，大喊着科黛莉亚的名字。他冷静下来，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躺在舒适的房间里，窗外传来清脆的鸟鸣。他喃喃自语，看来自己还在兰格斯特。守在床边的女仆玛雅听到动静，忍不住惊呼出声。尤德转过头，正好对上玛雅满是泪水的双眼。玛雅捂着嘴抽泣起来。尤德轻声唤着她的名字，玛雅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道：谢天谢地，少爷，您终于醒了。尤德揉了揉太阳穴，虽然脑子里一片空白，但好在身体并无大碍。他关切地询问玛雅是否受伤，玛雅摇头表示多亏了达利亚的保护，自己才安然无恙。听到这里，尤德松了口气，心中暗自决定回头要好好感谢达利亚。看着满脸疲惫的玛雅，他有些心疼地问他是不是一直守在这里。玛雅却执意认为这是自己的本分，只要少爷平安比什么都重要。尤德轻声向他道谢，随后问起其他人的情况。玛雅耐心地解释，卢卡斯大人已经去了医院，而少爷和科黛莉亚则被送回这里治疗。当时情况紧急，达利亚抱着昏迷的科黛莉亚一路赶回，好在医生诊断后表示，他们只是消耗过度脱力，并无生命危险。虽然这次袭击伤亡不少，但大部分刺客已被当场拿下，剩下的善后工作，骑士和法师们正在全力处理，危机总算是暂时过去了。得知大家都平安无事，尤德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就在这时，玛雅轻轻拉了拉他，低声告诉他一个消息：科黛莉亚小姐虽然还在休养，但其实刚刚也已经醒了。如果少爷身体没有大碍，要不要现在过去看看他？听到这个消息，尤德无奈地笑了笑，这下自己根本没有选择，要是不过去，那位大小姐怕是要发脾气了。尤德叹了口气，要是真这么过去，估计又得让玛雅脑补出不少画面。不过话说回来，他确实应该去看看科黛莉亚的情况。他翻身下床，吩咐玛雅带路。然而
就在他准备出门的瞬间，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他总觉得自己似乎遗忘了什么极其重要的事情，可到底是什么呢？达利亚和玛雅识趣的退了出去，把空间留给屋里的两个人。尤德看着躺在床上的科黛莉亚，轻声唤了她一句，可床上的少女一动不动，根本没有任何回应。尤德试探着问她怎么样了，结果科黛莉亚整个人死气沉沉的，看起来就像个空壳一样。不过看她还有心思开玩笑，尤德这才稍微松了口气，只要人没事就好。科黛莉亚有气无力的抱怨，说自己刚才想起床，结果头晕的直接栽倒了。尤德问她有那么严重吗？科黛莉亚叹了口气，说自己这次魔力消耗的实在太厉害，现在感觉脑袋沉得像个保龄球，稍微动一下就天旋地转的。尤德听完若有所思，这感觉怎么听着那么像宿醉啊？科黛莉亚愣了一下，显然没听懂他在说什么。尤德又重复了一遍，问他是不是宿醉了。科黛莉亚有些迟疑，支支吾吾的应了一声。看他这反应慢半拍的样子，尤德劝他还是老实躺着休息。科黛莉亚虽然嘴上说着没事，但心里还是直犯嘀咕。就在这时，尤德顺口问了一句，问他昏迷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科黛莉亚有些纳闷，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尤德提醒他，是系统提示获得称号的音效。一听到称号这两个字，科黛莉亚整个人直接精神了，这下连头晕都顾不上了。原来他之前听到的声音不是幻觉，他们真的拿到了那个传说中的称号。科黛莉亚兴奋地向他确认，是不是那个挑战不可能之人。这下可把他给激动坏了。尤德笑着点头说，没错，就是那个。科黛莉亚这下彻底乐坏了，这要是放在以前的游戏里，论坛和聊天频道绝对得炸开锅，搞不好连游戏开发商都得主动联系他们。光是想想那个画面，他就美得不行。看着科黛莉亚这副兴奋的模样，尤德忍不住笑了起来，心里又开始琢磨起坏主意。他突然挑眉调侃道，说起来，你这次居然没因为我抢了人头跟我抱怨。科黛莉亚一听这话，顿时有些无语，反问他现在脑子里就只剩这点事了吗？尤德笑了笑，说拿到称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科黛莉亚接着他的话说道，达利亚活下来了。听到这个消息，尤德整个人愣了一下。科黛莉亚继续说道，而且达利亚告诉他，维奥拉和菲利克斯也都被救了出来，还有当时在场协助他们的法师和骑士们，算下来，这次活下来的人差不多有20多个。科黛莉亚继续数着伤亡情况，说罗宁虽然受了点伤，但好在没有大碍，其他骑士也都没受什么重伤。最重要的是，原本那些注定要死要被抓的人，这次全都被他们救了下来。科黛莉亚越说越开心，感觉他们离那个完美的结局又近了一大步。看着他这副开心的样子，尤德却没说话。结果下一秒，他直接伸手把科黛莉亚的头发揉成了鸡窝。这下科黛莉亚彻底炸毛了，张嘴就咬了上去。这两人一见面，真是一天不闹都不行。科黛莉亚气得大喊，你对我的头发做了什么？尤德一脸无辜的解释，我的错，我只是觉得你这次表现得很好，应该得到表扬。科黛莉亚咬牙切齿的警告他，你死定了。尤德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我们说正事吧。尤德坐在椅子上感叹，真高兴我们已经度过了游戏里最艰难的关卡。科黛莉亚一边整理头发一边附和道，我也是，不过这是否意味着你已经准备好下一个计划了？尤德若有所思的回答，其实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直接按照现有的剧情走下去，而且我指的是科黛莉亚你的剧情，毕竟我的剧情路线现在还受到极阴之体症候群的限制。科黛莉亚想了想说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得去那个森林，就是我为了躲避魔手而逃进去的地方，那是在这北边对吧？尤德点头应道，没错，然后从那里开始，我想我们得前往北方前线，穿过那里我才能拿到治疗极阴之体症候群的道具。科黛莉亚补充道，前线就在赫拉斯瓦尔格伯爵的领地。尤德应了一声，没错，所以我们得让卢卡斯稍微帮我们一下了。科黛莉亚也猛地反应过来，卢卡斯。紧接着两人同时发出一声惨叫，这下彻底完了，他们竟然把西尔维亚给忘了。此时在阴暗的地下室里，角落里传来一阵委屈的哭声，西尔维亚一个人被关在里面，哭得稀里哗啦。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委屈的大喊，你们怎么能把我给忘了呀？科黛莉亚正抱着西尔维亚，一个劲的赔礼道歉，说自己真不是故意把他落下的。尤德和卢卡斯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也是一脸尴尬。尤德忍不住直挠头，自己当时明明那么冷静的在分析局势，怎么偏偏就把西尔维亚给漏了呢？按理说当时也没发生什么能让他分心的大事，结果他仔细一回想，还真有。当时科黛莉亚直接在战场上倒了下去，那场面确实把大家都吓得够呛。想到这，尤德也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西尔维亚委屈的哭诉，说地下室里又黑又冷，他在里面快要吓死了，自己在里面喊破了喉咙也没人理他。结果尤德尴尬地解释，为了以防万一，他之前在洞穴里设了静音结界。达利亚这时过来提醒大家，领主的骑士已经到了，得赶紧出发。科黛莉亚只能追在后面，一个劲地跟西尔维亚道歉。可一转头，科黛莉亚的火气就上来了，直接开始质问卢卡斯当时到底在干什么，怎么没把人带出来。卢卡斯在一旁尴尬的不行，其实这事还真不能全怪他，当时他身上也中了静音咒，根本没法跟守卫解释，结果一出来就被急着救人的守卫直接架走了，这阴差阳错的直接把西尔维亚给落下了。达利亚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主动向大家道歉，自己其实故意隐瞒了西尔维亚失踪的消息，本想等他们两个身体彻底恢复了再说。科黛莉亚一听，连忙摆手安慰，说这根本不是达利亚的错。接着他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旁边的卢卡斯，大声嚷嚷着这全都是卢卡斯的错。卢卡斯在一旁被说的直缩脖子，尴尬的不行。
尤德在一旁看着，觉得这事确实不能再深究了，毕竟接下来去北方还得指望这家伙帮忙呢。要是真把关系闹僵了，那以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尤德主动走上前去，关切地询问卢卡斯的伤势。毕竟当时半魔人的攻击可是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身上，怎么看都不像只受了点轻伤的样子。卢卡斯倒是显得很平静，说自己已经接受了魔法治疗，现在已经没事了。西尔维亚现在有人照顾，你最好也多休息一下。卢卡斯沉默着没有立刻接话。过了一会儿，卢卡斯主动开口：“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尤德少爷。”尤德有些意外，问我是什么问题？卢卡斯神色认真地问：“传闻是真的吗？你的9阴脉绝症其实还没治好。”尤德没有隐瞒，直接承认了。卢卡斯听完，整个人都有些震撼。原来你真的是拖着这样的身体，在和那种级别的对手战斗。卢卡斯深吸了一口气，接着问道：“等你彻底痊愈之后，你到底会变得有多强？”尤德看着他，一时间没有回答。卢卡斯接着说道：“在我们家族领地的最北边，也就是越过那道防线的地方，在领地最北边的边界上，有一个冷入骨髓的极寒之地，而在那个地方，说不定就能找到彻底根治9阴脉绝症的办法。”尤德收下情报，心中却有些纳闷，忍不住追问卢卡斯为什么要特意将此事相告。卢卡斯的回答极其直接，他说因为觉得尤德很适合当他的对手，甚至自信地表示同龄人中至今还没有一个能打的。这话让尤德瞬间无语，没想到这家伙能把自恋的话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卢卡斯神色平静地继续说道：“虽然听惯了无人能敌的赞美，但我总觉得自己与旁人格格不入，所以我们必须站在同等高度，我才能真正把你当成对手，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尤德有些不敢置信，赫拉斯为尔格家族的顶级天才，居然真把他当成了宿敌。卢卡斯给出肯定答复，尤德表面客气回应，心里却尴尬的不行，这台词实在太肉麻了。卢卡斯让他好好考虑，并约好明晚在会议大厅听取答复。看着一脸疑惑的尤德，达利亚抱歉的解释，因为两人刚醒，还没来得及通知会议的事，为了防范下一次袭击，12大家族的参会人员决定暂留兰格斯特，直到各自家族的增援赶到。而卢卡斯提到的会议，正是为了讨论这次袭击事件，所有受伤的人都会出席。考虑到大家年岁尚轻，承受这种打击确实不易。达利亚神色凝重，领主决定等大家休整好再开会。蓝石骑士团也认为明晚是最好时机。尤德若有所思，看来明晚所有人都会到场。卢卡斯点头示意，毕竟大家都需要了解与半魔人战斗的经过，你们的出席必不可少。尤德答应下来，表示等会议结束再给出关于对手的答复。卢卡斯微微躬身告退，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尤德确信这家伙不是在开玩笑，不过这对自己而言反倒是一件大好事。不久后，两人坐在阳台上商量下一步计划。科黛利亚有些不解，既然我们本来就要去北方，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尤德微微一笑，得让他觉得我是深思熟虑过的，毕竟那家伙极度渴望对手，我敢打赌他现在肯定在房间里焦急踱步，担心被我拒绝。科黛利亚将信将疑，尤德语气肯定，不过提到明晚的会议，我们得先把口供对一下。科黛利亚叹了口气，是因为和米诺斯战斗的是吧？尤德点头承认，虽然有卢卡斯帮忙，但米诺斯对我们来说还是太强了。既然米诺斯之前和罗宁交过手，而罗宁还在养伤，我们就可以声称米诺斯在交手前就已经被削弱了。科黛利亚觉得可行，但尤德又提到了另一个麻烦，那就是伪造文件的事。既然伪造的文件已无用处，留着反而是祸害。科黛利亚趁着达利亚不在，一把火将其全部烧毁。尤德见状松了口气，觉得烧了确实最保险，但他觉得还不够，毕竟之前为了说服骑士团，他假借了父亲的名义，这事若被追问，必须有合理合法的解释。科黛利亚好奇他打算怎么圆谎，尤德凑过去低声说出计划。听完主意，科黛利亚顿时乐了，只夸这招实在是高。尤德叮嘱他，到时候由自己来应付，他只需在旁边配合即可。科黛利亚笑着打包票，绝不会穿帮。有了万全准备，接下来的难关看来稳操胜券。尤德看着科黛利亚，关切地问他身体是否还有大碍。科黛利亚摆手表示无妨，可还没缓过劲，他突然凑上前质问，为什么把之前的法术给用砸了？尤德听得一头雾水，不知自己哪里出了问题。科黛利亚越说越起劲，甚至当场模仿起游戏里的名场面，一边打响指，一边数落他没能还原经典动作。科黛利亚觉得这事至关重要，可话没说完，他自己倒先卡壳，半天想不起接下来的词。看着反常的科黛利亚，尤德察觉到了不对劲，他今天明显心不在焉，更像是急于证明自己。想到这，尤德轻轻唤了他一声。科黛利亚疑惑地应了一声。尤德看着他轻声问道：“你很紧张吗？”科黛利亚愣了一下，随即微微苦笑，倒也不是紧张，只是想到要回到那个密室，就忍不住后怕。一想到米诺斯差点就赢了，而自己现在虽然疲惫，却怎么也睡不着。尤德看着他淡淡回应：“我懂你的意思。”一旦大功告成的兴奋进过去，新的担忧就会立刻涌上心头。虽然合力击败了米诺斯，但那不过是第一个小头目，接下来的难关谁也无法保证能全身而退。光是这样还远远不够，若想阻止毁灭的结局，就必须制定更周密的计划。我们得变得超级强才行。既然想法一致，那就开始行动吧。尤德笑着应和，两人想的显然不是同一回事。科黛利亚笑着说道：“今天的烦恼到此为止，我们两个最强玩家联手，什么事办不成？”尤德无奈附和：“行吧，那就往好处想。”科黛利亚接着追问：“那你觉得你们家这次会派谁过来？”
尤德摇头表示不确定，估计会派些更厉害的骑士。就在这时，远处的森林里突兀地传来一声惨叫，一个男人在林中拼命逃窜，嘴里不停抱怨：明明就差一点，为什么恶魔的力量可还没跑出多远，前方的退路就被死死堵住。看着眼前出现的人影，男人彻底慌了神。你们这种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来人冷笑一声，大半夜在林子里瞎转悠的，确实不多见。切斯伯爵直接封锁了所有退路，他居高临下盯着地上的逃犯，你这家伙绝对是恶魔信徒吧？第二天晚上8点，会议大厅里气氛严肃。尤德站在长桌前，突然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声称他们见到了妖精女王。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坐在对面的巴鲁亚眉头紧锁，难以置信地质问：尤德大人，你这到底是在胡扯些什么？我是让你解释，你们是怎么打败半魔人的？尤德叹了口气，解释说自己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但请先听他把话说完。接着他开始讲述那天的经历。在去往兰格斯特的路上，他和科黛利亚在森林峡谷旁单独待了一会儿。那是一个奇妙的夜晚，月光格外迷人，当然最吸引他的还是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的科黛利亚那纯洁的美貌。听到这里，坐在旁边的科黛利亚整个人都傻了，心想这家伙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尤德却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继续编着故事，而且被她的美貌所吸引的可不止他一个人。说就在他离开的那一小会儿，两个妖精突然出现在科黛利亚面前，非要邀请他参加深夜的游戏。心地善良的科黛利亚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拒绝，结果就在这个时候，维科恩突然冲出来袭击了妖精，底下的法师们坐不住了，纷纷惊呼出声：维科恩！尤德煞有介事地叹了口气，说那家伙一直都在找妖精的麻烦，所以他们当时不得不出手。看着他这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模样，旁边的科黛利亚整个人都听傻了，这瞎话编得连他自己都快信了。尤德继续在会上瞎编，说多亏了妖精女王帮忙，他们才打退了半魔人。主座上的巴鲁亚直接打断他，说尤德大人，妖精那都是童话里的东西。但尤德早就留了后手，直接把带回来的战利品摆了出来，这可是极其罕见的魔物之角，还有散发着月光魔法的法杖，这下铁证如山，由不得他们不信。巴鲁亚看着这些宝贝，一时间也无话可说。尤德心里其实稳得很，在游戏里确实只有科黛利亚见过妖，反正这地方根本没人能核实真假，这瞎话他是编定了。为了说服巴鲁亚爵士，自己唯一的凭据就是父亲的名声，毕竟要是直接说是妖精女王告诉他的，人家根本不可能相信，所以他只能假借父亲的名义，相信父亲知道是为了正事，也一定会帮他把这个谎圆过去。这确实是目前最稳妥的办法了。听完这番解释，台下议论纷纷，觉得既然是这样，那他们击败米诺斯的过程就说得通了，甚至连妖精出现的事情，大家也觉得合情合理。毕竟科黛利亚确实美得动人，能把妖精吸引来也不奇怪。听到大家这么夸自己，坐在位置上的科黛利亚整个人尴尬的直抓狂。主座上的巴鲁亚沉默了片刻，最后也只能无奈的表示，既然证据确凿，那他也只能接受这个说法了。看到对方终于信了，尤德心里暗自得意，这下鱼儿可算是彻底咬钩了。主座上的巴鲁亚发了话，既然半魔人的目标已经明确，那就请各位先回房休息，等待各自家族的援军赶到。说完这些，巴鲁亚便宣布散会，大厅里顿时嘈杂起来，大家陆陆续续往外走。就在这时，西尔维亚主动朝这边走了过来，他叫住了科黛利亚和尤德，他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之前因为太慌乱，没能好好向你们道歉，虽然有点迟了，但真的很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命。科黛利亚连忙摆手说，西尔维亚你太客气了，当时你一定吓坏了吧？西尔维亚笑了笑，说自己现在已经没事了，不过他接着又有些害羞的补充道，虽然听你们和米诺斯战斗的过程很惊险，但我其实更想听听关于妖精的事情，不知道方不方便？科黛利亚一听，立刻热情地答应下来，表示当然没问题，自己一定会把知道的都告诉他。这可把西尔维亚高兴坏了。科黛利亚这边聊得正起劲，顺手把旁边的维奥拉也拉了过来，这下女孩子们算是彻底打成一片了。尤德在旁边看着，心里总算松了口气，有科黛利亚在前面顶着，他正好可以抽身去找卢卡斯。结果还没走2步，迎面就撞上了卢卡斯，对方一上来就直奔主题，问他之前提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这送上门的机会，尤德自然不会放过。他故意顺着对方的话说，比起治病，自己更在乎能被当成对手。这话一出，直接把卢卡斯给整不会了。他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尤德，难不成这家伙是认真的？尤德看着眼前的青年，其实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原来对方在游戏里有个隐藏属性，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小说狂热粉。尤德刚才说的那番话，正好是那本小说里的经典台词，这招投其所好，简直是精准打击。对尤德来说，这不过是套近乎，但对一个中二少年来说，这杀伤力可太大了。对方直接被这句台词给击中，甚至开始幻想自己就是小说里的主角。这下根本不用多劝，对方主动表态，一定会努力变强，不辜负这份期待。尤德顺水推舟，直接邀请他一起前往北方。卢卡斯激动地握住尤德的手，大声说道：“好，那我就拭目以待了。”科黛利亚突然慌慌张张地大喊着冲了进来，出大事了，出大问题了！尤德被他这一下弄得莫名其妙，问他怎么了。科黛利亚急得直跺脚，说：“你倒好能跟着卢卡斯一起去北方，你是有借口脱身了，那我怎么办？”尤德听得一头雾水。科黛利亚接着抱怨道：“我们家已经派人来接我了，我到底要怎么甩掉他们，跟你一起走啊？而且你知不知道达利亚刚才说了什么？”达利亚看着窗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看卢卡斯大人那高兴的样子，尤德少爷
这次肯定会跟着一起去北方了。接着他转过头，有些同情地看着科黛莉亚，叹了口气说：“哎呀，科黛莉亚小姐，这下你可要孤零零一个人了。”科黛莉亚整个人都懵了，指着自己问：“啊，我吗？”达利亚笑着点了点头：“是啊，毕竟你接下来必须得回家了嘛。”科黛莉亚这下彻底慌了，她居然以为只有你要走，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啊？尤德也是一脸无奈反问他：“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说我是被邀请一起去的对吧？”科黛莉亚点了点头：“对啊。”尤德一拍手：“那不就结了？”科黛莉亚有些疑惑，尤德接着说道：“反正就像上次那样办就好了，你们家的人肯定能理解的。”科黛莉亚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赶紧打断他，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尤德倒是一脸轻松，说只要等他治好了极阴之体，就能对他搂搂抱抱，甚至带他翻墙逃跑，反正怎么亲密怎么来，只要把两人的关系变得足够劲爆，家里派来接他的人自然就会知难而退了。他还特意叮嘱科黛莉亚，演戏的时候一定要自然点。这馊主意一出，科黛莉亚整个人都不好了。为了让计划更逼真，尤德甚至当场开始对台词，直接来了一句深情告白，结果可想而知，整个宅子都回荡着科黛莉亚暴怒的咆哮声。魔手袭击事件已经过去了4天，克罗斯贝尔和朗格家的骑士团一大早就赶到这里，接走了西尔维亚和维奥拉。科黛莉亚挥手与他们告别，虽然心中不舍，但只要能阻止七星门毁灭，未来总有重逢的机会。到了中午，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离开，最后只剩下尤德、卢卡斯和科黛莉亚3人。明天一早，巴耶尔家和切斯家的人就会赶到，届时科黛莉亚必须面对家族的审判。一想到这，他就忍不住趴在桌上直犯愁，嘴里嘟囔着不想回去。还没等两人商量出对策，门外就传来了动静。科黛莉亚和尤德转头一看，顿时愣在原地。门口站着的正是科黛莉亚的父亲切斯伯爵，而站在他身旁的则是盖尔。科黛莉亚一头雾水，不明白父亲为何亲自过来。盖尔笑着上前拍了拍尤德的肩膀，听说你变强了不少，我的好弟弟，身体都恢复了吗？尤德点头表示已经没事，但仍疑惑他们为何同行。盖尔凑到他耳边低声解释，听说切斯伯爵要亲自过来，为了不输面子，家里只能派我这个长子来撑场面，毕竟那位伯爵是出了名的女儿奴。就在两兄弟低声嘀咕时，切斯伯爵突然沉声质问：“就是你和科黛莉亚一起面对了半魔人吗？”尤德老老实实的汇报情况，表示能赢多亏了卢卡斯和法师们的协助。切斯伯爵听完冷哼一声，嫌弃尤德实力太弱，却还是傲娇的递过去一个袋子，说是顺手带的礼物。尤德赶紧恭敬道谢，可以转头面对自己的宝贝女儿。切斯伯爵的态度瞬间大转弯，嘘寒问暖，心疼不已。科黛莉亚开心的直呼最爱爸爸，这让伯爵十分受用。温馨的画面没维持多久，科黛莉亚就在背后偷偷戳尤德，催促他按计划行事。尤德只能硬着头皮叫住切斯伯爵和盖尔，准备抛出那个编好的谎言。切斯伯爵若有所思地念叨着赫拉斯瓦尔格家族的名字。尤德在一旁解释，对方驻扎在王国边境，虽然路途遥远，但既然是卢卡斯大人亲自邀请，他觉得应该去一趟。盖尔立刻表态支持，既然如此，他们必须召集骑士团护送。眼看尤德顺利拿到通行许可，一旁的科黛莉亚坐不住了，她深吸一口气，直接豁了出去。科黛莉亚突然大喊一声：“我也要去！”接着死死拽住尤德的胳膊，带着哭腔大喊：“这么遥远的路程，她必须陪着爱人一起去，绝对不要和尤德分开！”科黛莉亚这出苦肉计，直接把在场所有人看愣了。盖尔在一旁忍不住发笑，以为科黛莉亚是因为害羞才躲在尤德身后，可实际上尤德的手臂都快被科黛莉亚掐断了。这丫头下手极其狠辣。切斯伯爵冷哼一声，虽然心里100个不乐意，觉得尤德根本保护不好自己的女儿，但架不住宝贝女儿的软磨硬泡，最终还是妥协答应，准备行礼。科黛莉亚瞬间乐开了花，尤德也赶紧跟着道谢，这关总算是硬闯了过去。玛雅有些失落地站在马车前，手里提着行李箱。盖尔在旁安慰，这次行动危险，他们只能带骑士同行。尤德也跟着劝说，留在领地里会更安全。玛雅只能乖乖点头，表示会在领地一直等着少爷回来。临走前，玛雅突然想起一事，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说是切斯伯爵亲手转交的全新订婚戒指。尤德愣了一下，接过来，表示会亲自交给科黛莉亚小。交代完毕，众人开始道别。达利亚凑了过来，笑着对玛雅说：“等他回来之后，能不能把那套小说的下一册借给他看？”达利亚笑着安慰玛雅，保证会让尤德少爷给他写信。玛雅这才放下心来，轻声致谢。随着马车缓缓启动，众人目送着马车渐渐远去。达利亚正准备招呼大家收拾行李，尤德却突然打断了他，询问能否先去见一下卢卡斯大人，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立刻商量。画面一转，卢卡斯有些惊讶地看着他们，确认他们所说的地方是否就是魔女之灵。尤德肯定地回答，这正是妖精女王亲口告诉他们的。尤德提出想改变路线，顺道去一趟魔女之灵，因为那里有对科黛莉亚有用的线索。但这个提议立刻遭到卢卡斯的反对，他认为那里魔物横行实在太冒险了。尤德并未放弃，解释说那里囚禁着一个魔女的灵魂，且妖精女王亲口说过只有科黛莉亚能救她。科黛莉亚在旁赶紧点头附和，虽然她心里清楚这全是尤德瞎编的，但尤德戏演得很足，一脸真诚地表示这是一次难得的神秘体验，算是一场难得的冒险。听到冒险2字，卢卡斯整个人都兴奋起来。科黛莉亚赶紧趁热打铁，说虽然听起来吓人，但简直就像英雄故事一样，让人心跳加速，而且这里还有英勇的骑士在场，
这番夸奖直接击中了卢卡斯的软肋，英雄与骑士的字眼让他彻底沦陷。尤德和科黛利亚暗自得意，这家伙已经彻底上钩。卢卡斯叹了口气，最终妥协，答应为了科黛利亚小姐穿过魔女之灵，并拍着胸脯保证会尽到骑士的职责。看着卢卡斯心冲冲去通知骑士的背影，尤德和科黛利亚对视一眼，计划总算是成功了第一步。科黛利亚有些良心不安的开口：“我突然开始感到内疚了。”尤德倒是一脸无所谓，只要能过关就行。虽然这个计划听起来有些损，魔女之灵位于深山之中，因为魔物横行，这里根本没人敢居住，马车也完全无法通行。到了森林边缘，骑士只能安排大家下车步行，把马车暂时留在子爵领地。卢卡斯这会儿还沉浸在英雄冒险的幻想里，科黛利亚在旁边听得直翻白眼，他忍不住在心里吐槽尤德，这家伙忽悠人的本事真是越来越厉害了，把卢卡斯骗得团团转，对方居然一点都没起疑心。不过仔细想想，科黛利亚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尤德在会议上的表现实在是太反常了，他到底在盘算些什么？虽说伪造文件这事打一开始听着就不太靠谱，但不得不承认，这伪造出来的手艺确实没得挑。科黛利亚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嘴皮子这么溜，难道在现实世界里其实是个骗子？这念头一冒出来，科黛利亚整个人都不好了。尤德在旁边一眼就看穿了他，无奈的叹了口气。尤德赶紧自证清白，说自己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按时内税，绝对不是什么骗子。科黛利亚听完更纳闷了，这家伙居然还交税。尤德没好气的反问，不交税难道去逃税吗？眼看话题越扯越远，尤德摆了摆手，示意赶紧赶路。科黛利亚默默跟在后面，心里还在盘算着，又是宿醉又是交税的，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这家伙在现实里绝对是个成年人。科黛利亚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么说来他岂不是比自己还要大？林子里鸦雀声不断，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紧张。达利亚和旁边的女骑士已经按住了剑柄，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卢卡斯看着这阵仗，小声嘀咕着：“这跟我想象中的冒险不太一样啊。”尤德在旁边笑着安慰他：“毕竟有护卫跟着，安全第一嘛。”就在这时，走在前面的科黛利亚突然停下了脚步。尤德有些疑惑地问：“怎么了？是身体不舒服吗？”科黛利亚盯着前方，嘴里只蹦出了3个字：“经验值。”科黛利亚因为没拿到经验值，气得直跺脚。尤德在一旁听得直摇头，忍不住吐槽他是不是疯了。随着大家继续深入，周围的雾气越来越浓。骑士提醒大家，虽然魔物清理干净了，但还是要提高警惕。尤德盯着眼前的浓雾若有所思，接着他突然掏出了一根绳子。科黛利亚一脸纳闷，问他拿绳子干嘛？尤德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说这是防咬人牵引绳，省得他乱咬人。科黛利亚气得直咬牙，嚷嚷着要先咬他一口。尤德这才笑着解释，这只是个玩笑，用绳子是为了防止大家在雾里走散。科黛利亚没好气的嚷嚷，那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干嘛非要惹我生气？尤德在一旁看着，忍不住小声嘀咕，不过他的腰确实挺细的。卢卡斯有些好奇的凑过来问，怎么了？他腰上缠着的是什么呀？尤德随口解释道，因为雾气越来越浓了，为了防止走散才绑上的。卢卡斯恍然大悟，接着主动提议，那也把我绑在一起吧，免得大家走散了。这下可好，3个人直接被一根绳子拴在了一起。卢卡斯还兴致勃勃地喊着出发，完全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旁边的骑士们看到这滑稽的一幕，都忍不住偷笑起来。科黛利亚气的直咬牙，小声对尤德抱怨，他们都在笑话我们呢。尤德倒是一脸淡定，劝他直接无视就好了。随着大家继续往森林深处走去，周围的雾气确实越来越重了。科黛利亚看着四周的浓雾，神色也变得有些凝重。这林子里的雾气越来越重，科黛利亚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暗中盯着他们。结果走着走着，前面的尤德突然停下了脚步，科黛利亚一个没注意，直接撞了上去。科黛利亚揉着额头抱怨，怎么突然停下来了？尤德神色严肃地回答，周围的情况不对劲。卢卡斯有些摸不着头脑，连忙追问是什么意思。尤德半跪在地上摸了摸泥土，这里的土质和植物跟之前的森林完全不一样，而且最诡异的是，周围实在是太安静了。科黛利亚立刻反应过来，他扯着嗓子大喊，试图联系走在后面的骑士，可四周除了死一般的寂静，什么回应都没有。这根本不是因为雾大看不见人，而是他们已经掉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尤德叹了口气，对旁边的卢卡斯说，看来真正的冒险现在才开始。卢卡斯神色也严肃起来，点头表示同意。就在这时，周围的浓雾开始慢慢散去，科黛利亚突然发现了什么，指着前方喊道，那边有东西。大家顺着方向走过去一看，地上竟然躺着一具白骨，旁边还散落着锈迹斑斑的铁锭。尤德蹲下身子，仔细擦拭着白骨身上的配饰。卢卡斯在一旁辨认着说，这东西有些年头了，不过看样式应该是圣十字骑士团的徽章。尤德若有所思地重复着，圣十字骑士团吗？卢卡斯接着解释，没错，就是那个在暗中守护这片土地的组织。尤德看着地上的遗骸说，看来他们当年有一支队伍被困在了这里，最后全军覆没。卢卡斯叹了口气，看来想从这里出去确实不容易。尤德倒是一脸冷静，觉得只要能把被囚禁的魔女放出来，应该就能找到出路。科黛利亚在一旁听着没有说话。就在这时，周围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卢卡斯有些警觉地看向四周，轻声唤道，科黛利亚小姐。科黛利亚看着地上的遗骸，提议把他们入土为安。他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而且用魔法挖个坑，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难事。卢卡斯在一旁点头赞同，觉得这些为了守护领地而牺牲的人，不应该就这样暴尸荒野。
尤德也同意了决定，立刻动手。科黛利亚正准备施展魔法，却突然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动静，他有些疑惑地停下动作。尤德和卢卡斯也察觉到了异样，立刻警惕地走上前去查看。结果在泥土下面竟然挖出了一个精致的木箱。尤德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放着一本古旧的书籍，还有一卷被封印的卷轴。卢卡斯凑过去仔细辨认，发现卷轴上刻着驱魔咒语，而那本书竟然是失传已久的神圣禁书。这下可真是意外的收获了。卢卡斯看着箱子上的徽章，推测这帮骑士当年是为了解救魔女才来，结果反倒被恶魔困死在了这。他转头问科黛利亚：“既然这里面是驱魔咒语，那你能用吗？”科黛利亚有些含糊地答应着，毕竟这力量可不是随便就能用的。卢卡斯又提议，至于那本神圣技能书，自己是个剑士用不上，不如就让尤德收下。尤德也没推辞，直接把书收了起来。几个人动手把遗骸妥善安葬，还用铁剑立了个简易的墓碑，这也算给这些逝去的骑士一个交代了。尤德看着手里的战利品，笑着对科黛利亚说：“要不是因为你的善良，咱们也拿不到这么好的谢礼。”科黛利亚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科黛利亚有些无奈的提议：“咱们还是先专注于眼前的任务吧。”卢卡斯立刻笑着应和：“说得对。”可就在这时，科黛利亚突然停下了脚步，他隐约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呼唤着什么。卢卡斯没察觉到异样，指着前方说：“那我们继续往森林深处走吧。”科黛利亚却突然喊住大家：“等一下！”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晰，仿佛在指引着方向。科黛利亚这下确定了，这绝对不是自己的幻觉。尤德有些疑惑地看着他，轻声询问：“怎么了？”科黛利亚神色严肃地回答：“我听到有声音在说话。”他伸手指着一个方向，那个声音正在指引他们去往大树根部呼吸空气的地方。就在这时，迷雾中缓缓浮现出一个黑影，那是一个戴着宽大巫师帽的黑衣魔女。那个空灵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孩子们，你们不想来见我吗？”科黛利亚走在最前面带路，大家只能深一脚前一脚地跟着。卢卡斯心里直犯嘀咕，忍不住开口询问：“难道只有科黛利亚能听到魔女的声音吗？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听到？”尤德笑了笑安慰他：“咱们现在也只能相信他了，先跟着往前走吧。”可实际上尤德心里却藏着个秘密，老实说他也听到了那个声音，只是他根本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个空灵的声音还在不断回荡，催促着大家再靠近一点。尤德一路上都在琢磨，虽然眼前什么人都没看到，但脑子里这股闷闷的声音绝对是魔女没错了。可问题是，如果真是魔女在呼唤，为什么大家听到的情况不一样呢？卢卡斯刚才明明说过，他什么声音都没听到。科黛利亚和尤德身上到底有什么是卢卡斯没有的？一个声音突然开玩笑说：“那当然是因为长得好看了。”尤德一脸无奈，觉得这根本不可能是答案。就在他还在苦思冥想的时候，科黛利亚在前面大声招呼起来，指着一个方向喊道：“这边！”他兴奋地告诉大家，魔女就被封印在前面的那个洞穴里。卢卡斯在后面紧跟着，提醒科黛利亚小心脚下。可科黛利亚这会儿兴奋的不行，根本听不进去，只催着大家赶紧跟上。尤德在后面看着，心里暗自好笑。既然他这么高兴当这个主角，自己能听到声音的秘密，还是先别说破了，就让他多开心一会儿吧。顺着声音的指引，几个人终于走进了漆黑的洞穴。那个诡异的声音还在不断引导着他们继续深入。可就在这时，科黛利亚突然停下了脚步，穿过幽暗的通道，一块巨大的寒冰赫然出现在眼前，里面竟然真的封印着一个女人。那个空灵的声音再次响起：“孩子们，快过来解开我的封印！”卢卡斯整个人都看呆了，冰里居然真的有人。科黛利亚倒是一点不害怕，反而兴奋地大喊：“没问题，魔女小姐！”冰里的女人正准备交代解封的方法，可话还没说完，科黛利亚就已经开始指挥了。他指着冰块大声说道：“要救他出来，得先用圣水削弱角落的陷阱石，然后在中间的石头周围画个破魔阵。”这一套熟练的操作，直接把冰里的魔女给整不会了。心想这丫头怎么比我还懂？科黛利亚可不管那么多，转头对旁边的黑发青年吩咐道：“那圣水就交给我，画阵的事就拜托你了，尤德。”尤德无奈地叹了口气，只能老老实实地答应下来。站在一旁的卢卡斯彻底懵了，心里直犯嘀咕：他到底是怎么从冰里那个人身上听到这么详细的步骤的？这根本不合理啊！冰里的魔女这下彻底懵了，忍不住小声嘀咕：“你怎么连画阵都会？难道封印魔法是你的强项吗？”尤德根本不搭理他，只顾着低头干活。没一会儿，科黛利亚就搞定了自己那部分，大声问尤德进度怎么样了。尤德头也不抬地回答：“自己这边也马上就好。”魔女在冰里看得一愣一愣的，心想这俩人怎么连下一步干什么都清清楚楚的。科黛利亚拍了拍手，示意尤德和卢卡斯往后退，他准备正式解除封印了。卢卡斯有些紧张地往后挪了挪，问这个距离够不够安全。科黛利亚点了点头，示意没问题。接着他深吸了一口气，拿出了小刀，鲜血顺着指尖滴落到法阵上，法阵瞬间亮起了蓝色的光芒，封印终于要解开了。法阵的光芒唰的一下亮起，将整块寒冰彻底笼罩。卢卡斯在一旁看着，这光芒跟之前对付半魔人时完全不同，根本不是为了压制，而是为了彻底释放里面的力量。伴随着一声巨响，封印的力量开始剧烈波动。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一阵沉闷的巨响突然从深处传来，这声音正朝着他们飞速逼近。尤德摸了摸手上的戒指，看来妖精女王提到的那个邪恶存在已经察觉到封印被解开了。
就在这时，冰块上突然传来了清脆的碎裂声。卢卡斯急忙大喊，提醒科黛莉亚小心。科黛莉亚正忙着呢，没好气的回了一句：“我知道了，别催我。”就在这时，周围震动得越来越厉害，冰块上的裂缝也开始迅速蔓延。科黛莉亚突然想起了一段往事，切斯伯爵一边帮他疗伤，一边说：“听好了，科黛莉亚，魔法师的血就是灵魂的货币，每一滴都无比珍贵，以后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怎么会突然想起这番话？既然血是灵魂的货币，那今天就索性大方一回。卢卡斯拔出佩剑，准备和旁边的尤德一起应对。周围的震动越来越剧烈，冰块上的裂缝也开始疯狂蔓延。科黛莉亚咬了咬牙，大喊着让这该死的封印赶紧破开。他猛地挥下手里的短刃，将更多的鲜血洒向法阵。只听见一声清脆的巨响，封印的冰层终于彻底碎裂了。尤德和卢卡斯立刻被这股强大的冲击力震得连连后退，冰屑在空中四散飞溅，一个低沉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啊，我等了太久了。”科黛莉亚看着眼前的一幕，整个人都愣住了。那个声音继续悠悠的叹息：“在这暗无天日的封印里，我已经度过了无数个凄惨的世纪。”迷雾中，那个戴着宽大巫师帽的黑衣魔女终于缓缓现身。她看着眼前的几个人，嘴角微微上扬：“谢谢你们孩子们，谢谢你们放我出来。”科黛莉亚刚想跟魔女搭话，突然一声巨响传来，黑暗中竟然传来了野兽般的低吼，还亮起了诡异的红光。科黛莉亚急得大喊，说怪物已经追过来了。魔女倒是一脸淡定，说自己好像给大家惹了麻烦。科黛莉亚急坏了，催促魔女赶紧想想办法。魔女笑了笑，说当然不能看着大家送命。她凑到科黛莉亚耳边，说要教她怎么逃离这个困境，接受我的灵魂吧。魔女的话音刚落，一团黑色的灵魂力量就直接冲进了科黛莉亚的体。科黛莉亚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能任由这股力量融入身体。与此同时，在森林的另一边，原本笼罩着的浓雾竟然开始渐渐散去，露出了晴朗的天空。达利亚警惕地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景象已经变了。尤德大人、卢卡斯大人，你们在附近吗？可四周除了风声，根本没有任何回应。达利亚叹了口气，心里越发觉得不妙，这几个人到底被传送到了什么地方？旁边的尤德看到这一幕，立刻反应了过来，这剧情跟游戏里简直一模一样。按照游戏里的设定，魔女被释放后其实没有实体，所以她必须附身在科黛莉亚身上，借她的手击退怪物并解除结界。等这一切结束，魔女的灵魂就会升天，但她会把一部分力量留在科黛莉亚体内。这下科黛莉亚可要实力大涨了，这正是让科黛莉亚学会魔女化身的关键剧情。随着魔女的灵魂融入，科黛莉亚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的粉色长发唰的一下变成了黑发。当她再次睁开双眼，眼神中已经多了一股强大的魔力。科黛莉亚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双手，喃喃自语道：“这就是魔女的魔力吗？”尤德在一旁看着，心里暗自盘算，如果剧情继续按照游戏发展，他接下来就该用这股力量去击败怪物了。但是事情真的会这么顺利吗？科黛莉亚一看不对劲，直呼这下麻烦大了。她虽然融合了魔力，身上绿光大盛，可她却尴尬地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这魔法该怎么用。旁边的魔女直接听傻了，科黛莉亚急得大喊：“就不能给个快捷键什么的吗？”尤德也是一阵无语，这关键时刻怎么还掉链子？眼看怪物已经逼近，他一把拉住旁边的卢卡斯，决定主动冲上去吸引火力，给科黛莉亚争取时间。怪物发出一声怒吼，巨大的脚掌直接踩了下来，这体型差的也太悬殊了。尤德和卢卡斯根本没退路，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尤德眼神一沉，直接使出了36地煞步，整个人化做一道残影，迎着怪物就冲了上去。可怪物的反应同样不慢，红色的眼睛死死锁定了目标，唰的一下就扑了过来。尤德心里一惊，这家伙的速度比想象中还要快。眼看怪物就要扑到跟前，旁边突然传来一声怒吼，卢卡斯看准时机，直接挥剑冲了上去。这一剑带着凌厉的剑气，直接劈向怪物的侧翼，硬生生帮尤德化解了危机。尤德低声向卢卡斯道谢，卢卡斯摆了摆手，说这没什么，他得想办法把剑拿回来才能继续战斗，可眼下根本找不到出手的空当。尤德一边观察局势一边琢磨，虽然之前打败半魔人升了级，但这次根本没办法使用封印术，而且在毫无准备的场地战斗，对他们来说实在太不利了。算来算去，现在唯一的指望就只有科黛莉亚了。此时的科黛莉亚正憋足了劲，嘴里不停念叨着引导魔力，使用魔力，快捷键到底是哪个呀？他大吼一声，摆出架势，准备释放大招。结果旁边的魔女直接笑出了声，系统提示更是无情，什么都没有发生。科黛莉亚这下彻底急了，大喊着根本不管用啊，到底该怎么弄？他气急败坏地冲着魔女喊道：“别笑了，快来帮帮我呀！”黑暗中传来一阵轻笑，说她真是太可爱了。紧接着一只手从黑暗中伸了出来，指尖上正闪烁着诡异的电光。魔女突然在科黛莉亚身后出手，绿色的法阵唰的一下展开，强大的魔力开始往她体内灌注。这股力量虽然来自另一个人，但现在已经彻底融入了她的身体，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尤德在战场上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这股魔力波动非同寻常。科黛莉亚站在法阵前，看着前方正在与怪物苦战的尤德，这下终于轮到他出手了。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尤德整个人直接被震飞了出去，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只能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旁边的卢卡斯见状急坏了，连忙大喊着尤德的名字跑了过去。
科黛莉亚深吸了一口气，总算是松了口气。她看着自己身上涌动的魔力，得意的大笑起来，说：“只要知道该怎么做，这魔法用起来也太简单了吧！”她挥舞着拳头，兴奋地喊道：“太棒了！现在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完，旁边的卢卡斯整个人都傻眼了。科黛莉亚转头一看，顿时也懵了，怎么尤德直接就倒地不醒了？科黛莉亚急得直跳脚，指着旁边的魔女大喊：“你这家伙居然敢把尤德打晕，这简直不可原谅！”魔女在一旁满脸无辜，小声嘀咕着：“明明是你自己动的手啊！”怪物突然死死盯着前方，嘴里开始凝聚起恐怖的火光。旁边的卢卡斯整个人都傻了，这难道是吐息攻击？眼看这口火就要喷出来，科黛莉亚直接一抬手，一道绿光刷的一下飞了过去，竟然硬生生把怪物的嘴给合上了。这下可好，凝聚的能量直接在怪物嘴里炸开，狂暴的火焰直接失控。科黛莉亚一抬手，原本飞散的碎石唰的一下在半空中被强行定住。她咬紧牙关，再次调动其体内的魔力，狂暴的绿色风暴呼啸而出，直接将眼前的怪物死死困在其中。怪物发出痛苦的怒吼，可这股力量实在太强了，科黛莉亚根本承受不住，直接吐出一口鲜血。魔女在一旁看着，说：“我的力量对你来说还是太勉强了，你不能直接使用这股力量，必须引导体内的魔法。”科黛莉亚只觉得一阵眩晕，整个人都快站不稳了。那你倒是告诉我该用什么法术啊？魔女叹了口气，说自己倒是想教，但现在根本不是时候。话音未落，狂风伴随着怪物的怒吼呼啸而至。就在这关键时刻，原本昏迷的尤德突然醒了过来，他脚下一蹬，整个人飞身扑了过去，在科黛莉亚倒地前一把将他接住。紧接着，他身上亮起了一道绿色的光芒，强大的魔力瞬间爆发，伴随着一声闷哼，尤德死死护着怀里的人，两人重重地摔在地上。尤德在旁边急得大喊：“科黛莉亚，你没事吧？”尤德强撑着抬起头，痛苦地咳嗽着，整个人虚弱到了极点。魔女在一旁看着，语气严肃地警告：“强行使用不属于你的力量，身体根本承受不住，再这样下去就真的危险了。”科黛莉亚虚弱地喘着粗气，小声说道：“我知道，但现在只有我能听到你的声音。”尤德死死抱紧怀里的人，科黛莉亚。科黛莉亚突然自嘲地笑了一下，低声骂了一句，紧接着她身上再次亮起耀眼的魔力光芒。科黛莉亚看着尤德轻声说道：“尤德，这一次还是得由你来给出最后一击了。”科黛莉亚的魔力开始失控，黑色羽毛漫天飞舞。就在这紧要关头，尤德一把将她抱住，强行催动其体内的力量。看到这一幕，魔女急忙出声警告，说这可是圣十字骑士团的招式，两股相反的力量一旦撞上，后果不堪设想。尤德当然知道这有多危险，但他看着怀里虚弱的科黛莉亚，根本没有别的选择，现在根本没时间念咒语了。尤德一把将她抱紧，直接强行催动魔法阵，前方的怪物发出一声怒吼，紧接着耀眼的金色光芒轰然爆发，直接朝怪物席卷而去。但这股力量的反噬实在太强，尤德闷哼一声，嘴角直接渗出血来，他咬着牙低声咒骂，这股狂暴的魔力正在疯狂抽干他的力量。魔女叹了口气说：“再这样下去，你迟早会落得和他一样的下场。”科黛莉亚咬着牙强撑着抬起手，指尖再次凝聚起微弱的光芒，她无奈地抱怨道：“怎么每次在你身边就不能让人省点心呢？”话音未落，她直接大喊一声：“魔法飞弹！”一道耀眼的蓝色光束呼啸而出，直奔前方的怪物而去。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光束精准地击中目标，怪物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机会这不就来了？眼看怪物脚下一滑，失去平衡，尤德大喊一声，直接使出了全力。耀眼的金色光芒轰然爆发，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狂暴的能量在场中炸开。尤德死死护住怀里的科黛莉亚，硬生生扛下了这股冲击。旁边的卢卡斯被强光晃得直闭眼，根本看不清场内的情况。这一下重击显然起了作用，怪物痛苦地嘶吼着，庞大的身躯开始剧烈晃动，伴随着一阵碎裂声，眼前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直接化作了漫天的飞灰。卢卡斯站在废墟前，整个人都看呆了，喃喃自语道：“居然和之前的半魔人一样，直接灰飞烟灭了。”他突然反应过来，急忙转过身，大喊着：“科黛莉亚小姐，尤德大人！”此时的尤德和科黛莉亚正虚弱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紧接着，系统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恭喜获得称号魔王讨伐者，全属性提升，对魔王伤害增加。”科黛莉亚缓缓睁开眼，看着眼前的提示：“我们升级了，而且这个称号还挺不错的。既然怪物已经被消灭，结界音该也随之解开了。最重要的是，卢卡斯看起来安然无恙，这一战总算是撑过去了。”卢卡斯焦急地大喊：“科黛莉亚小姐，尤德大人，你们没事吧？”科黛莉亚虚弱地躺在地上，嘴里喃喃自语着：“还有。”她只觉得脑子里一片混乱，根本没办法思考了。科黛莉亚无力地抬起手，断断续续地说道：“我要先睡一会儿了，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收拾了。”卢卡斯整个人都懵了，大喊着：“科黛莉亚小姐！”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科黛莉亚的手就无力地垂了下去，彻底失去了意识。就在这时，黑暗中突然传来一个神秘的声音：“如果能听到我的声音，就快点睁开眼睛吧，醒过来看着我。”尤德缓缓睁开眼，发现自己和科黛莉亚正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两人面面相觑，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魔女凭空出现，笑着调侃两人感情真好，并解释说这里是她的意识世界，两人的身体还在沉睡，是她把他们的灵魂拉了进来。科黛莉亚这才反应过来，难怪他们会在这里碰头。魔女正准备长篇大论讲自己的过去，结果科黛莉亚直接打断了她，表示这些剧情自己早就知道了。
魔女有些意外，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那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封印在冰里？科黛利亚想都没想，直接点头说自己当然知道。魔女一脸委屈，原本准备好的台词全给憋回去了。科黛利亚和尤德对视一眼，发现气氛有点尴尬，赶紧改口说：“其实细节我也不太清楚，还是想听你亲口讲讲完整的故事。”看他这么捧场，魔女的心情总算转晴了，笑着说：“那我就从头讲起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孩子被当成祭品，仅仅换了9枚铜币就被卖给了恶魔。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恶魔手中的玩物。那个可怜的孩子注定在死后要承受永恒的痛苦。他被父母卖掉，又被恶魔奴役，这一生没有一件事是他自己能选的，但他偏偏不肯向命运低头。他开始反抗，甚至以奴隶的身份降服了无数恶魔。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人们开始叫她魔女。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甚至惊动了地狱的5位魔王。其中一位魔王阿斯蒙蒂斯动了歪心思，想利用魔女的灵魂去消灭其他魔王。于是他悄悄把魔女的灵魂封印在森林里，等待着时机成熟，再彻底把这股力量据为己有。魔女端起茶杯笑了笑，说自己是不是说的太多了，毕竟这都是她以前的陈年旧事。尤德在一旁听得直打瞌睡，这背景故事在游戏里明明只有几句话，结果他硬是讲成了长篇大论，听得人直犯困。不过魔女倒是一脸轻松，伸了个腰说过去的事就不提了。还没等科黛利亚反应过来，魔女突然凑上前去一把捧住了她的脸，说接下来要聊聊以后的事了。魔女死死盯着科黛利亚，说你身上有我灵魂的碎片，我已经看清了你的潜力，你完全有能力继承我的力量。谁能想到魔女突然凑上去亲了科黛利亚一下，这一下把旁边的尤德都给看傻了。科黛利亚整个人都懵了，魔女看着他轻声叮嘱，你已经在我的灵魂上留下了印记，记住这股力量，以后要靠它变得更强。接着魔女转头看向尤德，有些遗憾地表示，咱们俩的属性实在是不搭，没办法给你什么传承了。尤德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其实这结果他早就料到了，但魔女话锋一转，说他身上其实承载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潜力。这话让尤德心里一震，完全不同的潜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没等他想明白，魔女放下茶杯，轻声说道：“留你们在这里的时间够长了，是时候该离开了。”他微微一笑，留下了最后一句叮嘱：“孩子们，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话音刚落，周围的场景开始像沙子一样消散，魔女的灵魂彻底化作花瓣飘散。被囚禁了数百年的灵魂，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解脱。按理说，她本该彻底消失在世间，可她最后留下的那句话，却根本不像是永别，反而更像是一个约定。这一下，整个故事的走向恐怕又要发生改变了。黑暗中传来一阵急切的呼唤，达利亚正焦急地询问科黛利亚是否醒来。科黛利亚缓缓睁开双眼，看着眼前的达利亚，有些虚弱地回应着。他刚想坐起身表示自己没事，却突然发现双手缠满了绷带。一旁的尤德见他醒来，终于松了一口气，笑着上前打招呼。科黛利亚挣扎着坐起来，急忙询问其他人的情况。达利亚安慰他说大家都没受重伤，至于卢卡斯大人，当时尤德为了保护科黛利亚，直接用身体挡住了怪物的致命一击，那奋不顾身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呆了。卢卡斯在一旁自我陶醉，调侃尤德舍命救人全靠真爱支撑，这脑补能力不去写小说真是可惜了。达利亚还在旁边煽风点火，问科黛利亚要不要去解释一下。科黛利亚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心里把卢卡斯骂了10000遍。卢卡斯根本停不下来，还在回味魔女的声音。科黛利亚心想，这家伙以前听不见，现在好不容易能听到声音，简直兴奋过头了。达利亚赶紧把话题扯了回来，说魔女已经交代过了，你只是脱力累坏了，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科黛利亚总算松了口气。达利亚提议在原地扎营，等明天天亮再穿过森林。卢卡斯赶紧跟着附和，说尤德和科黛利亚确实需要休息。尤德也点头同意，不过他心里其实另有算盘，打算趁机在附近搜刮一下，看看能不能捞到什么隐藏宝贝。科黛利亚表面上客气道谢，心里却忍不住疯狂吐槽，这家伙笑得这么鸡贼，绝对又在惦记着什么隐藏道具。还没等两人松口气，卢卡斯又开始整幺蛾子了。他拍着胸脯保证，趁着两人休息的空档，要把刚才英雄救美的事迹宣传给所有人。听到这话，科黛利亚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下尴尬的误会怕是彻底洗不清了。他红着脸抗议，说多余的细节根本不用到处宣传。一夜过去，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卢卡斯一边走一边安排行程，大家按计划先去诺顿子爵的领地休整，而且他这次过去还打算顺便见一个家族里的人。尤德有些好奇地问，难道是赫拉斯瓦尔格家族的守卫？卢卡斯笑着摇了摇头，说那是一位自己非常崇拜的人。科黛利亚在旁边听着，忍不住插嘴问，那到底会是谁？卢卡斯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虽然有点尴尬，但那个人确实非常了不起。卢卡斯一脸期待地笑着，说大家已经很久没见了，真的很期待这次见面。马车在路上微微颠簸，科黛利亚有些好奇地问尤德，觉得卢卡斯这次会去见谁？尤德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谁知道呢？科黛利亚有些不满地抱怨，难道你一点都不好奇吗？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尤德手里正摆弄着什么，忍不住好奇地询问，那是什么东西？尤德平静地回答，是你父亲给我的东西。科黛利亚有些惊讶，追问是什么时候给的。尤德看着精致的小盒子，说是对方让玛雅转交的。科黛利亚顿时有些吃醋，气鼓鼓地质问，凭什么只有你拿到礼物？尤德见状赶紧解释，其实也有给你的份。
科黛莉亚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有些期待地问：“是不是真的？”尤德看着手里的盒子说：“毕竟订婚戒指都是成对的。”一听到订婚戒指这几个字，科黛莉亚顿时有些不乐意。就在这时，盒子里突然传出了声音，说尤德已经打开了礼物。科黛莉亚一下子愣住了，这声音她再熟悉不过。声音继续说道：“听说你学的是拳法，为了防止把宝石打碎，还是戴上这枚戒指吧。”尤德忍不住吐槽：“这分明是怕他伤到手，才故意没镶宝石。”紧接着，盒子里传来最后的叮嘱：“一定要保护好科黛莉亚。”听到岳父发话，尤德这下没话说了。科黛莉亚心里暗骂父亲是个笨蛋，嘴上却得意的威胁尤德：“以后得对我好点，不然我就去告状。”尤德有些哭笑不得，说：“大不了他也去找自己的父亲告状。”科黛莉亚忍不住吐槽，说尤德简直像个小屁孩。尤德也懒得跟他斗嘴，直接拿出了盒子里的说明书。这不看不知道，原来这2枚戒指大有来头，不仅能增强尤德的治疗法术，还能提升科黛莉亚的防御效果。这明摆着是让他们在战斗中互相配合，互相保护。科黛莉亚看着戒指，感叹这设计挺有他父亲的风格。尤德拿着戒指琢磨了一下，突然抬起头，让科黛莉亚把手伸过来。科黛莉亚有些莫名其妙，问他到底要干嘛。尤德也没多解释，只说让他照做就是了。科黛莉亚惊呼一声，还没反应过来，手就被尤德一把拉了过去。她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对方。尤德拉着她的手，轻轻把戒指戴在了她的手指上。尤德轻声解释，之前给你包扎伤口的时候，还担心会留下疤痕，不过用过治疗魔法之后，现在看起来已经完全好了。听到这话，科黛莉亚顿时有些不好意思。尤德有些奇怪地问她怎么了。科黛莉亚慌忙掩饰，说没什么，只是觉得这戒指戴着挺合适，也挺好看。尤德微微一笑，说戴在你漂亮的手上确实很合适。科黛莉亚有些不好意思，她刚想问尤德还要牵多久，结果马车突然猛地一晃，她整个人直接扑进了尤德怀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骑士一把推开了车门，说是因为路上有倒下的树才紧急停车。可一看到车里这暧昧的架势，他立马识趣的退了出去，还顺手把门给带上了。车厢里只剩下他们2个人，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微妙。尤德忍不住笑着调侃，这种桥段是不是经常在书里看到？科黛莉亚也只能无奈的附和。夜幕降临，马车在一座气派的庄园前停下，这里正是诺顿子爵的府邸。子爵亲自迎了出来，笑着向大家打招呼，欢迎卢卡斯大人，还有尤德少爷和科黛莉亚小姐。子爵关切地表示，听说了之前发生的事，看到大家平安无事就放心了。卢卡斯也客气地表达了谢意。子爵哈哈一笑，体贴地让女仆带大家去房间休息。折腾了这么久，有什么话等明天早上再说。科黛莉亚凑近闻了闻，2人身上这味道确实有点一言难尽。科黛莉亚凑到尤德耳边小声嘀咕，游戏里对这位诺顿子爵没什么描写，不过现在看来倒是个挺和善的人。尤德也赞同的低声回应，确实看起来不像是坏人。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呼唤：“大小姐！”科黛莉亚转过头去，原来是达利亚正站在楼梯口。达利亚开口问道：“您现在是要回房间休息了吗？”科黛莉亚点了点头，顺口问了一句：“那你们呢？骑士们有专门休息的地方吗？”达利亚回答：“有的，不过大家现在都打算在1楼喝一杯。”一听到有酒局，科黛莉亚顿时来了精神：“那太棒了！要是你不累的话，也去喝一杯吧，反正之后有的是时间休息。”达利亚有些意外，他本以为作为护卫，科黛莉亚会让他坚守岗位。科黛莉亚笑着摆了摆手，表示自己绝对不会那么扫兴，他希望大家都能好好放松一下。尤德也跟着附和：“我也赞同大小姐的提议，达利亚小姐你就去吧。”卢卡斯也跟着劝了一句，说：“大家辛苦了，都该好好放松。”达利亚无奈地叹了口气，答应下来，并跟几人道了晚安。科黛莉亚笑着挥了挥手，说明天早上见。折腾了一整天，大家确实都累坏了，互道晚安后，便各自准备回房休息。可尤德刚转过身，就被人在身后给叫住了。科黛莉亚凑了过来，笑嘻嘻地问他：“还记不记得之前说好的那个特别的晚安问候？”尤德想了想，笑着回应道：“好啊，那祝你梦里全是我。”这话一出，科黛莉亚直接炸毛了，没好气地吐槽：“尤德脑子没病吧？”深夜的庄园里突然传来细微的脚步声，有人正悄悄踩着石阶一步步逼近。此时的房间里，尤德正躺在床上熟睡，似乎对危险毫无防备。窗外突然闪过一个黑影，动作清洁地翻过窗台，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整栋洋房的2楼瞬间火光冲天，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刚刚那场大爆炸直接把偷袭的刺客给炸懵了，他趴在地上剧烈咳嗽，脑子一片混乱。这家伙好不容易缓过神，抬头一看，却彻底傻眼。本该躺着人的床上，现在居然空空如也。还没等他想明白，头顶上突然刮起一阵狂风，尤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绕到了他的身后，直接一脚将他踹飞了出去。被一脚踹飞的刺客重重摔在地上，尤德一眼认出对方身上的制服，这帮家伙在兰格斯特失手后，居然这么快又卷土重来，得赶紧去找科黛莉亚才行。还没等他迈开步子，房门被猛地推开，科黛莉亚急匆匆地冲了进来。科黛莉亚反应极快，抬手撑起一道防御法阵，科黛莉亚在前面带路，提醒着撑不了多久，得在失效前赶紧下楼。他接着分析道：“骑士们都在1楼喝酒，卢卡斯也在那儿，所以所有的门现在都是开着的。”科黛莉亚有些紧张地问：“刚才
那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像爆炸一样。尤德平静地回答：“那是我干的，为了防备有人潜入，我在窗户那儿设了陷阱。”科黛莉亚这下急了，大声质问他居然装了炸弹。尤德淡定地承认了，他一边跑一边冷静地分析：“我们被故意安排在2楼的房间，而骑士们在1楼喝酒，这显然是为了分散我们的防守力量。这证明有人摸清了我们的防守策略，故意在寻找下手的机会。”所有的线索串联在一起，只指向一个结论：诺顿子爵的庄园根本就是个陷阱。楼梯口已经被碎石木板彻底堵死，几个黑衣刺客正把卢卡斯死死围在中间，情况万分紧急。就在刺客准备从背后偷袭的瞬间，科黛莉亚及时赶到，抬手就是一记油腻术魔法，地面瞬间变得无比光滑，几个刺客脚下一滑，顿时失去了平衡。卢卡斯反应极快，抓住这难得的空档，拔出长剑，直接迎了上去。寒光闪过，他以极快的速度挥剑横扫，瞬间将眼前的威胁一扫空。刺客气得破口大骂，可话还没说完，尤德根本不给他机会，一记扫堂腿接上重击，动作干净利落。这一下力道极重，刺客惨叫着倒在血泊中，彻底动弹不得。就在这时，卢卡斯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尤德关切地问：“你受伤了吗？”卢卡斯摇了摇头，带来了一个更糟糕的消息：骑士们刚一出去，唯一的入口就被人彻底堵死了。科黛莉亚大惊失色，那些骑士们呢？他当机立断提议从后门绕过去，尤德在后面喊着让他等等。科黛莉亚直接冲出了大门，尤德在后面紧追不舍，大喊着他的名字。科黛莉亚越跑越觉得不对劲，心里那股不祥的预感变得越来越强烈。就在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打斗的动静，尤德终于追了上来，劝他先慢下来，前面还不知道有什么危险。科黛莉亚却突然停下了脚步。达利亚在混乱中被暗箭射中，科黛莉亚彻底被激怒了，抬手就是一记狂暴的火焰魔法，大喊着让敌人滚开。可谁能想到，暗处的幕后黑手却露出了得逞的冷笑。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一道诡异的紫色结界冲天而起，把整个庄园死死封锁在里面。这下所有人彻底成了瓮中之鳖。结界里突然爆发出一股重压，达利亚惨叫一声，直接单膝跪倒在地上。这股无形的力量太强了，尤德也被压得根本站不起来。这显然是个重力陷阱。伴随着一阵狂妄的笑声，幕后黑手终于现身了。谁能想到走出来的竟然是诺顿子爵。子爵冷笑着说：“从你们干掉米诺斯开始，他就已经起疑心了。不过多亏了那个天真的赫拉斯·瓦尔格家小子，事情办得比想象中还要顺利。”卢卡斯咬着牙死死盯着他，这下真是引狼入室了。子爵冷酷地下达了死刑宣判，说只要留下名门后代，至于骑士们通通杀光。重力结界死死压着所有人，达利亚根本无法反抗，眼看大家就要没命了，科黛莉亚可不打算坐以待毙。尤德似乎猜到了什么，急得大喊起来：“科黛莉亚打算拼一把，用魔女的力量强行超载这个结界。虽然这招用完，她自己也会半死不活，但只要能保住大家，就还有翻盘的希望。”他转过头，把最后的赌注全压在了尤德身上。这确实是唯一的出路，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办法。而且强行超载结界，科黛莉亚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还没等他阻止，整片大地突然剧烈颤抖起来。尤德急得大喊科黛莉亚的名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诺顿子爵和女仆也吓得够呛，他们惊恐地抬头看向天空。只见原本牢不可破的结界，竟然被硬生生撕开了一个大洞，紧接着一道耀眼的光柱冲天而起，整个结界彻底被强行轰穿了。那一刻，科黛莉亚甚至觉得是太阳从天上砸了下来。虽然这念头听着挺离谱，但看着眼前这一幕，旁边的卢卡斯也彻底看傻了，连尤德都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因为这个突然闯入的红发男人实在是太耀眼了。伴随着一声巨响，原本笼罩在头顶的紫色结界被狂暴的力量硬生生砸碎，压在身上的重力瞬间消失。尤德终于站起身来，忍不住低声嘀咕：“这结界居然是被暴力砸烂的。”他转头看向旁边的卢卡斯：“卢卡斯大人，这就是你之前提到的帮手吗？”卢卡斯握紧长剑，点头回答：“没错，他就是答应来帮我们的红发天使兰迪乌斯。”话音刚落，那个红发男人已经稳稳落在战场中央。兰迪乌斯刚一落地，根本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直接一拳轰出，狂暴的冲击波瞬间把周围的刺客全部掀飞。这恐怖的怪力把诺顿子爵吓得连连后退，急忙大喊着让手下退后，千万别和这家伙近身纠缠。既然近战打不过，敌人立刻改变战术，无数火箭和魔法铺天盖地砸了过来。可兰迪乌斯连躲都懒得躲，他只是深吸了一口气，紧接着一股更加狂暴的烈焰直接将所有的攻击全部吞没。狂暴的火焰伴随着冲击波，把周围的敌人全给掀飞了。连旁边的建筑都开始崩塌，碎石稀里哗啦往下掉。科黛莉亚本想过去查看达利亚的伤势，结果被强烈的余波一冲，整个人直接失去了平衡，眼看他就要摔在地上。幸好旁边的尤德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稳稳地把他接在了怀里。尤德彻底看傻了，这家伙连正经招式都没出，光凭这一声怒吼，子爵那些手下就全交代了。这位可是初代游戏里的真英雄，那个本该领了便当的兰迪乌斯，现在居然活生生地站在眼前。兰迪乌斯冷哼一声，对付这帮杂鱼，连剑都不用吧？他转过身问大家有没有事。兰迪乌斯突然停下脚步，转头看向了旁边的两人。尤德下意识护住科黛莉亚，警惕地往后退了一步。谁能想到这红发壮汉直接伸出大手，一把按住了尤德的肩膀，大笑着说他骨骼惊奇，非要收他当徒弟。这下
把两人都整不会了。刚刚还威风八面的大英雄，怎么突然就开始强行收徒了？兰迪乌斯甚至开始推销自己的绝活，非要拉他入伙。兰迪乌斯站在废墟中，浑身散发着让人无法直视的压迫感。他低头看着地上的少年，大笑着说：“小子，你可是百年难遇的练武奇才啊！”这突如其来的评价让尤德和科黛利亚都愣住了。要知道，在游戏设定里，这种体质可是上天的恩赐。虽然尤德天生患有9阴脉绝症，但他同时也拥有着极其罕见的特殊天赋。在游戏系统设定中，拥有这种体质的角色，不仅能学会所有的武功，甚至还能将它们全部融会贯通。至于能成长到什么高度，就全看玩家怎么操作了。虽然尤德的体质能学会所有近战技能，但他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兰迪乌斯口中的9天9门这招，在初代游戏里根本不存在。尤德一时间也想不起来到底在什么地方听过这个名字。就在这时，科黛利亚突然伸手在尤德的背上写了个数字3。这一下，尤德彻底反应过来了，这根本不是现在的技能，而是下一代游戏里才会出现的终极绝招。兰迪乌斯看着眼前的少年说：“你既然拥有万中无一的武学体质，就绝对不能错过这门绝学。”兰迪乌斯再次发出邀请，问他愿不愿意做自己的徒弟。这可是游戏里都没出现过的神技，多少老玩家做梦都想学。现在初代主角居然主动送上门，这便宜不占白不占。尤德当场就答应了，直接认了这位师傅。可谁能想到，一转眼到了第2天，尤德整个人瘫在沙发上，看起来像是被掏空了。他现在后悔的要死，早知道练这功这么折磨人，当初打死也不该答应。科黛利亚在一旁看着，都有些同情他了。尤德虚弱的嘟囔着自己快要累死了，旁边的人有些不知所措，问他要不要躺下休息。尤德有气无力的回答：“要是现在躺下，估计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还是就这么坐着吧。”因为随时可能再次遭到袭击，大家决定立刻动身，赶回赫拉斯瓦尔格伯爵的领地。这意味着留给尤德训练的时间只剩下短短几个小时了。到了第2天清晨，林子里的雾气还没散去。兰迪乌斯看着眼前的少年，笑着问他昨晚睡得怎么样。接着他神色认真起来，说一旦抵达目的地，自己就要立刻离开去办别的事，所以在这之前必须把最基础的底子打好。尤德恭敬地答应了。兰迪乌斯一边活动着手腕，一边盘算着，既然是第1天训练，那就先从胸肌和3头肌开始吧。尤德忍不住抱怨，这训练比被电击还难受。科黛利亚坐在一旁，听得一脸莫名其妙。尤德有气无力地招了招手，说自己现在连动一下都费劲，让科黛利亚坐近一点。科黛利亚虽然疑惑，但还是乖乖坐到了他身边，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谁能想到，尤德费了半天劲凑过来，居然伸手捏住了他的脸。科黛利亚这下直接炸毛了，抬腿就是一脚警告他是不是想挨揍。尤德疼得直叫唤，赶紧让他先消气，说自己接下来要解释的事情非常重要。尤德突然提起了旧账，说自己之前对付米诺斯的计划都提前跟他商量过。科黛利亚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提这个。尤德有些无奈的解释，因为上次自己擅自唤醒首领，结果惹得他大发脾气。科黛利亚这下想起来了，当初在地下城书里的时候，自己确实因为这事生过气。尤德向他保证，以后再有这种计划，绝对会提前商量。不过他话锋一转，说这也意味着下一次科黛利亚绝对不能再一个人去冒险。他神色变得无比认真，警告他以后别再乱用超载力量，那根本就是自寻死路，让他以后别再让人担心了。科黛利亚这回老老实实的认错，为自己之前的鲁莽道歉。尤德这才松了口。不过他马上又开始唠叨起来，不许挑食圣西兰花，还要按时睡觉。科黛利亚听得直翻白眼，忍不住吐槽他像个老妈。马车在路上摇摇晃晃的前进，尤德嘴欠想占个便宜，结果又被狠狠收拾了一顿。科黛利亚赶紧用治疗术帮他疗伤，尤德只能弱弱的表示感谢。距离到达目的地只剩下最后6天了，伴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科黛利亚急匆匆的推开门，嘴里还喊着达利亚的名字，结果一抬头，整个人直接愣住了。站在门前的根本不是达利亚，而是一个穿着制服的陌生骑士。科黛利亚有些迟疑，认出对方是卢卡斯身边的西利翁爵士。西利翁微微欠身致歉，说明了来意。卢卡斯大人想要见他一面，问他现在是否方便过去。科黛利亚有些意外，指了指自己确认。西利翁点了点头，说领主大人其实也想见尤德，但考虑到他正在和兰迪乌斯训练，就不去打扰他了。等到了地方，卢卡斯一开口就抛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你听说过太阳花吗？科黛利亚有些迟疑的回答：那不是20年才开一次的花吗？卢卡斯有些意外，看来你确实知道它。科黛利亚嘴上打着哈哈，说这毕竟是个著名的传说，其实他心里早就乐开了花，这可是能大幅提升属性的极品道具，绝对不能放过。卢卡斯却摇了摇头，说这可不仅仅是个传说，他们家族里确实有关于这朵花的记录。在极寒之地双针，曾经有人发现过一朵散发着纯阳之气的花，而今年刚好是距离上次记录的第20个。科黛利亚有些期待地问：你觉得那朵花能治好尤德大人吗？卢卡斯肯定地回答：我觉得可以，而且冬天马上就要到了，时间刚刚好。科黛利亚心里直犯咕哝，这家伙也太聪明了，该不会是游戏里排名第3的玩家，直接魂穿成卢卡斯了吧？卢卡斯接着分析，但双针是北方最冷的地方，我和尤德大人必须去那里找花，但是你，科黛利亚小姐。科黛利亚赶紧打断他，说自己到了那里，只要找个防寒的道具就行。卢卡斯突然停了下来，有些担忧的提醒，那里不仅有冬熊，还有各种怪物出没，
科黛莉亚有些尴尬的咳嗽了一声，解释说自己其实也只是听说过那个地方，并不太确定具体情况。她赶紧转移话题，说自己得多准备点药水，顺便想想还需要带些什么。科黛莉亚站起身来说，尤德现在正忙着训练，自己会提前去通知骑士们做好准备。卢卡斯也跟着起身告辞，感谢他特意抽空来见自己。科黛莉亚告辞离开，临走前还不忘叮嘱卢卡斯和旁边的西利翁好好休息。刚走到走廊上，就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阵惨叫。兰迪乌斯还在大声数着数，给尤德做着最后的魔鬼训练。科黛莉亚看着窗外这惨烈的一幕，忍不住感叹：这家伙居然还在坚持。屋里的卢卡斯独自坐着，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在他眼里，科黛莉亚不仅长得漂亮，和尤德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尤德自己就像是小说里走出来的男主角，不仅拥有万中无一的体质，还成了兰迪乌斯梦寐以求的弟子。卢卡斯忍不住低声嘟囔，说自己都有点嫉妒尤德了。一旁的西利翁走了过来，轻声安慰他。毕竟兰迪乌斯传授的那些绝学，只有像尤德那样拥有特殊体质的人才有可能学会。他并不是觉得卢卡斯有什么地方比不上别人，连兰迪乌斯大人都亲口说过，在剑术方面，您的造诣已经不输给那位鬼刃了。卢卡斯听完笑了笑，虽然听到这话挺高兴的，但心里还是免不了有些羡慕。西利翁有些好奇地问：“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做？还要继续在旁边看着吗？”卢卡斯站起身来：“怎么可能只看着？他好不容易才遇到了梦寐以求的对手，怎么可能甘心只当个旁观者？”而另一边，尤德直接累得瘫倒在地上，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虚弱地向师傅求饶，说自己的腿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兰迪乌斯双手抱胸，听完不仅没有心疼，反而哈哈大笑起来。既然腿动不了了，那刚好是锻炼上半身的完美状态。他催促着尤德赶紧动起来，甚至还警告他不许哭，不然身体会脱水的。科黛莉亚坐在一旁，看着眼前的训练直叹气。兰迪乌斯突然停了下来，若有所思地看着尤德，尤德心里咯噔一下，有些紧张地应了一声。兰迪乌斯盘算着，明天就要抵达伯爵领地了。算起来，尤德已经当了他6天的徒弟，也就是说，只剩下最后1天的时间了。兰迪乌斯摸着下巴决定，体能训练就到此为止吧。尤德累得趴在地上直喘粗气，听到这话，总算松了口气。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兰迪乌斯接着宣布，接下来要开始学习真正的绝学——9天9门。尤德整个人都傻了，合着这6天要命的折磨，居然只是热身。兰迪乌斯理直气壮地回答：“那当然只是体能训练。”他看着尤德这小身板，嫌弃的直摇头，说他实在是太瘦弱了，为了变得更强壮，接下来的训练绝对不能停。尤德瘫坐在地上，心里早就把这魔鬼训练骂了千百遍。科黛莉亚在一旁看着，总觉得这画面太不真实了。在原本的游戏剧情里，尤德怎么可能接受这种体能训练？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猛地举起手打断了训练。兰迪乌斯有些疑惑地转过头，科黛莉亚有些紧张地问：“如果尤德真的学会了9天9门，那他以后会不会也变得像兰迪乌斯大人一样，满身肌肉，甚至还长出大胡子？”一想到尤德以后可能变成2米多的肌肉壮汉，科黛莉亚整个人都不好了。兰迪乌斯听完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调侃说他不愧是未婚妻，居然这么关心尤德以后的长相。兰迪乌斯解释道，自己长得这么高壮，可不是因为练了9天9门。科黛莉亚有些意外，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兰迪乌斯笑着说，自己之所以这么高大，是因为体内流淌着巨人的血脉，这是他们家族的秘术唤醒了体内的力量，才让他长成了这个体型。尤德坐在一旁觉得这倒也说得通，在游戏设定里，这家伙就一直在吹嘘自己的体格，只是没想到他居然有巨人血脉。既然解开了科黛莉亚的顾虑，兰迪乌斯便准备切入正题。他开始讲解9天9门的奥秘。这门绝学一共分为9个阶段，每冲破一重境界，身体和精神都会脱胎换骨。兰迪乌斯竖起一根手指，解释道：“这门绝学是从古代遗迹中复原出来的，只要掌握了心法，就能开启第1道门。”尤德听完有些诧异，所以自己只需要记住这些内容就行了吗？兰迪乌斯摇了摇头，说：“这门功夫因人而异，每个人开启的门都不同，自己能做的也只是引导他走到门前而已。”接着，兰迪乌斯开始纠正他的坐姿，让他别再驼背，赶紧坐直并把鞋脱掉。尤德不敢怠慢，连忙老老实实的照做。两人在院子里盘腿对坐，兰迪乌斯神色严肃地告诉他，自己目前也只开启到了第7道门。根据他这么多年的修行经验，想要真正掌握这门神技，必须得拥有某种特殊的天赋才行。尤德有些疑惑，不知道师父口中说的天赋到底是什么。兰迪乌斯看着眼前的弟子，沉声说道：“那是一种连他自己都不曾拥有的特殊才能。凭你这万中无一的武学体质，要是能把这门神技练成，以后说不定能达到超凡的境界。”尤德心里一惊，超凡境界，这可是连游戏里都极少有人能触碰的领域。兰迪乌斯神色严肃地叮嘱：“现在什么都别想，仔细记住接下来的每一句话。”尤德立刻照做，开始集中全部注意力。这门绝学不讲究攻防招式，也不靠运转内力来伤人，它真正的可怕之处是在身体和灵魂中强行开启9道大门。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武功，而是直接在改造人的生命本质。只要能开启这些大门，就能让灵魂发生蜕变，甚至把武技和魔法完美融合。
谁能想到尤德在修行中居然直接领悟了新技能？系统提示音刷的一下响了，他成功拿下了 A 级身法24风步，这下他的保命手段又多了一个。西利翁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正在训练的几个人，他忍不住叹了口气。这里的气候非常寒冷，光靠治疗魔法根本不够。尤德身上还有恶魔留下的伤，要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保护好大小姐，接下来的路怕是更难走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还是在感染恶化前先回拜伦去吧。达利亚低头看着伤口，根本没办法反驳。大腿上的紫色魔气已经开始蔓延，这伤势显然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尤德在半梦半醒中睁开眼，视线里一片模糊，隐约看到师傅兰迪乌斯的脸，对方正念叨着他还没清醒。等他再次眨眼，画面终于清晰，科黛利亚正一脸担忧地凑在床前，轻声唤着他的名字。尤德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躺在床上了。科黛利亚伸出2根手指，问他能不能看清这是几。尤德一开口，直接调侃这是他的游戏排名，气得科黛利亚当场炸毛。旁边围观的兰迪乌斯忍不住吐槽：“真搞不懂你们小两口平时是怎么交流的。”兰迪乌斯哈哈大笑，调侃他们2个真是心有灵犀，一听到科黛利亚的声音就醒了。尤德还有点懵，他只记得自己当时正在记心法，怎么一睁眼天都黑了。科黛利亚无奈的解释，他这一睡就是整整1天1夜。他们现在已经到了边境的贸易城市，原来是兰迪乌斯看他一直没醒，索性直接用马车把他拉了过来。就在这时，兰迪乌斯的话让他彻底惊呆。尤德在昏迷的这1天里，竟然已经成功开启了第1道门。兰迪乌斯忍不住感叹，自己当年花了1个多月才做到，尤德居然1天就搞定了。他甚至开始嘀咕，这家伙是不是拥有传说中的特殊体质？尤德听得一愣，这已经不是师傅第一次提到天界人了。不过眼下有更重要的事，尤德决定不再隐瞒。他神色认真地解释，自己之前在地下城秘籍里学过一门武技，刚才修行时，这门武技居然和9天9门产生了共鸣。那门武技叫36地煞步，现在却莫名进化成了新的身法，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兰迪乌斯有些急不可耐，催促他赶紧往下说。接着他一拍脑门，兴奋地推测，那36的煞步说不定也是天界人的绝学，既然是闪避身法，用来提升速度肯定没问题。尤德有些无奈地附和着，心里却一直有个疑问，忍不住开口打听：“师傅，你一直提到的天界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听到这个问题，兰迪乌斯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神色变得有些凝重。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确实也该让尤德知道了。兰迪乌斯看着眼前的2人，突然抛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世上有多少位魔王吗？”尤德不假思索地回答：“5个。”兰迪乌斯接着追问：“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偏偏是5个吗？”这问题直接把2人给问住了。兰迪乌斯叹了口气，缓缓道出了一段不为人知的秘辛。其实原本是有7位的，但其中2位跨越了界限，降临到了人间。为了不让世界彻底毁灭，当年的所有生灵只能联手反抗，在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后，他们终于消灭了其中2位魔王，所以现在才只剩下5个。兰迪乌斯神色凝重地继续说，自己其实一直都在琢磨一件事，在当年那场大战中，到底是谁拥有这种超凡的力量，能把魔王给干掉，又是用什么办法做到的？毕竟搞清楚这些秘密，对他们以后的战斗至关重要。兰迪乌斯接着透露，经过他这些年的四处调查，终于在某处古老的遗迹里找到了一份关于圣十字骑士团起源的绝密记录，那是连他都没在别处见过的古老历史。而那份记录里正详细记载着当年击败魔王的英雄们。卢卡斯一脸难以置信，追问眼前的女骑士：“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西利翁态度却很坚决，直言自己做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领主大人着想。卢卡斯刚想开口反驳，西利翁恭敬地喊了一声：“兰迪乌斯要在雷霆要塞见完伯爵后离开。”西利翁决定去送行，顺便把计划变动告诉尤德和科黛利亚。卢卡斯独自站了一会儿，才说自己随后就到。画面一转，城堡的清晨有些冷清，科黛利亚正哈欠连天，显然昨晚没怎么睡。兰迪乌斯在一旁打趣道：“昨晚跟尤德聊了那么久，那小子没睡好，怎么你这个当未婚妻的也跟着失眠？”他劝科黛利亚今天干脆好好休息1天。科黛利亚有些无奈地答应着，心里直犯嘀咕：这大清早爬起来真是不容易。就在这时，兰迪乌斯突然开口叫住了尤德。尤德有些疑惑地转过头，兰迪乌斯神色凝重地解释，就算自己没有那种天生神力，也绝对不会放弃9天9门，所以他才借助了祖先的巨人血脉，强行冲开了第8道门。可即便做到了这一步，依然无法彻底参透这门神技的终极奥秘。在过去的整整1000年里，能拥有这种天生无体的人，2只手都数得过来。能亲眼见证尤德身上的潜力，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件幸事了。兰迪乌斯看着尤德说：“修行这事只能靠自己。关于9天9门，他已经没什么能教的了。但他这个当师傅的可没打算就这么放手，以后要教的东西还多着呢。”尤德听着这些话，却想到了更深层的事情。在游戏英雄传说一代的5个主角里，有4个人的结局都非常凄惨，兰迪乌斯就是其中之一。但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他的死因。到了第2部游戏里，他也彻底销声匿迹了。既然游戏里提到了兰迪乌斯的死，玩家们大多猜测是魔王之手的人干的。其中最有可能的嫌疑人就是那个擅长用剧毒、名叫公爵的高级魔鬼之手成员。尤德琢磨着，如果兰迪乌斯能反杀公爵拿到解药，是不是就能活下来？
不过这也只是他个人的猜测。尤德回过神来，决定把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师傅。兰迪乌斯有些疑惑地转过头，尤德神色认真地解释，他们在特拉法尔加森林里遇到了魔女的灵魂。当时他和科黛利亚都觉得那番话很古怪，但现在看来，那很可能是关于兰迪乌斯的预言。科黛利亚在一旁听得有些紧张，这家伙难道打算把预言的事情全盘托出吗？尤德在心里默默盘算着，这样跟师傅坦白应该没问题吧。科黛利亚在一旁赶紧帮腔，大声附和着说自己当时也在场。尤德说的全都是大实话。其实科黛利亚心里很清楚，按照原本的游戏剧情，他们根本不应该和兰迪乌斯相遇，因为兰迪乌斯注定会死在无人知晓的酒。但既然他们已经改变了剧情，破坏了魔王之手的计划，如果想要一个完美的结局，就必须把真相告诉他。兰迪乌斯耸了耸肩，有些好奇地问：那这个预言到底说了什么？尤德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开口说道：魔女的灵魂当时警告他们，会遇到一位陷入巨大危机的红发战士，而且必须小心红蝎子的剧毒。科黛利亚在一旁跟着点头，神色显得有些凝重。拯救所有人的计划从这一刻起正式拉开序幕。得知红蝎子剧毒的预言后，兰迪乌斯当即承诺寻找解药。此时卢卡斯也从屋里赶来，离别的时刻已经到了。兰迪乌斯叮嘱尤德绝不能落下修行，下次见面必须变得更强。尤德认真地点头答应。交代完这些，兰迪乌斯转身准备出发，顺便跟卢卡斯道别。临走前，这位硬汉还不忘开个玩笑，说哭鼻子可是会流失肌肉的。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踏上旅程。卢卡斯神色激动，大声回应着兰迪乌斯的祝福，说自己一定会期待重逢的那天。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平地里突然炸开一声巨响，狂暴的气流瞬间将周围人震退，伴随着一阵狂放的大笑。那道红色身影在屋顶飞速跃动，每一次落脚都伴随着沉重轰鸣，转眼间就化作了一个黑点，最后天空中只留下一道耀眼闪光，他已彻底消失在天际。看着这夸张的退场方式，尤德忍不住吐槽，这家伙简直活在自己的故事里。既然兰迪乌斯已经出发，尤德提议大家也该动身了。科黛利亚有些尴尬的附和，可还没迈开步子，卢卡斯却突然停了下来，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尤德和科黛利亚有些疑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叫住大家。卢卡斯看着眼前的两人，神色显得有些纠结。他深吸了一口气，终于沉重的开口，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必须现在告诉他们。听到卢卡斯接下来的话，科黛利亚整个人都惊呆了，他一巴掌拍在桌上，大声质问：我们不能去双真城了吗？卢卡斯有些沮丧地解释，魔王之手已经袭击了他们2次，虽然其他人侥幸躲过，但情况依然很不乐观。尤德若有所思地问：那你的意思是？卢卡斯叹了口气，承认他们3个可能都是对方的目标，甚至可能只是针对其中的1-2个人。卢卡斯接着分析，之前遇到的半魔人指名道姓提到了他和科黛利亚的名字，这更加印证了猜测。尤德听完，意识到对方果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科黛利亚又问：那向日葵花该怎么办？卢卡斯解释，他父亲会派人去取花，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全力搜捕魔王之手的人，在搜捕结束之前，他们只能暂时留在这里了。卢卡斯无奈地叹了口气，说他们至少还能在城里自由活动，但绝对不能离开市区，这下计划全泡汤了。科黛利亚有些郁闷地斜了斜眼睛，这可怎么办？尤德倒是一脸冷静，觉得只能先送走卢卡斯，然后再重新商量对策。科黛利亚有些疑惑，这要怎么送？尤德突然开口，主动向卢卡斯提议，明天能不能带他们去城里转转？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让卢卡斯整个人都愣了一下。尤德笑着解释，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以前从来没出过这么远的门，而且科黛利亚也是第一次来这里。科黛利亚在旁边赶紧点头附和，对，就是这样。卢卡斯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他们，你们是说尤德大人和科黛利亚小姐吗？卢卡斯一听这话，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他拍着胸脯保证，明天一定要带他们好好逛逛。接着他便急匆匆地告辞，说要回去规划明天的路线，让他们今晚早点休息。尤德笑着答应了，表示明天一定会以最好状态赴约。科黛利亚也在一旁笑着附和，说自己已经开始期待明天的行程。等卢卡斯离开并关上房门，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变了。科黛利亚有些抓狂地揉着头发，吐槽自己说谎的本领越来越强。尤德在一旁打趣，让他以后继续保持。科黛利亚叹了口气，觉得现在这情况真是让人头疼，他们基本上被困在这里了，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尤德却显得很冷静，表示既然事已至此，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科黛利亚有些疑惑地问，你说的计划到底是什么？结果尤德什么都没说，直接在桌上拍下一叠信纸和羽毛笔。看着桌上的东西，科黛利亚整个人都傻了，她咬牙切齿地瞪着对方，你这家伙真是个混蛋啊！尤德却一脸坏笑地安慰他，别担心，我会帮你一起写的，毕竟组队合作才是最棒的嘛。科黛利亚气得直跺脚，大声怒吼道，我最讨厌你这个混蛋了。微风拂过窗台，桌上留着一封写好的信，上面还压着一只精致的蓝色蝴蝶。科黛利亚的声音里满是怨念，为什么自己又得写这种东西？之前在维尔金山脉写过，在赫拉斯瓦尔格伯爵领地也写过，怎么现在到了这里还要写？为什么每次尴尬的差事都落到他头上？走在旁边的尤德倒是一脸淡定，劝他换个角度想想，如果有一个装满黑墨水的烧杯，把一根玻璃棒放进去会怎么样？科黛利亚气得直咬牙，这家伙居然在他正烦躁的时候。尤德没有退让，只是让他先回答问题。科黛利亚没好气的回答，玻璃棒放进去当然会变黑。尤德却不依不饶，追问如果再放一次会怎么样？科黛利亚有些无语，那不还是黑的吗？顶多就是变得更黑了。
尤德一拍手，表示这就是他想要的答案。话还没说完，科黛莉亚直接一巴掌呼了过去。这家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尤德疼得直叫唤，直呼不能诉诸暴力。科黛莉亚可不吃这一套，新账旧账今天必须一起算清楚，逼得对方只能连声求饶。科黛莉亚越想越觉得丢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闹归闹，正事还是得办。眼下他们不仅缺御寒的装备，连去双真诚的马匹都还没着落。尤德倒是一脸轻松，拉着他就往另一个方向走。科黛莉亚叹了口气，神色显得有些沉重。旁边的尤德看在眼里，心里其实什么都明白。最近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天气越来越冷，兰迪乌斯为了对付诺顿子就受了伤，再加上达利亚和骑士们的情况也不乐观，难怪科黛莉亚会这么心事重重。尤德突然开口叫了他一声，科黛莉亚有些疑惑地转过头，尤德轻声安慰她，达利亚一定会没事的。听到这话，科黛莉亚不由得愣了一下，随后她低着头，情绪显得有些低落。科黛莉亚嘴硬地哼了一声，说自己当然知道，只要解开诅咒，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尤德将手帕悄悄递给他，他背过身去，声音里带了点哭腔，自己一定要快点升级，这样下次就能治好所有人了。他越说越激动，发誓一定要变得足够强大，不让任何人再受伤。尤德看着他的背影没有说话，科黛莉亚吸了吸鼻子，小声问了一句：“这样就行了，对吧？”两人并肩走在街道上，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夜深人静的时刻，尤德正牵着马准备带科黛莉亚连夜离开，还没等他们动身，身后就传来了脚步声。来人正是法比安娜，她在黑市里出了名的胆大，只要能赚钱，什么买卖她都敢见。她看着马背上的科黛莉亚，调侃这匹马足够2个人骑。尤德大方承认，有了这匹好马，接下来的路程确实有保障。法比安娜警惕地环顾四周，问起守卫的去向。尤德笑了笑，说自己特意给守卫放了假，让他们去休息了。法比安娜嘴上说着好，心里却满是怀疑。她似笑非笑地盯着尤德，问他大半夜这么折腾，该不会是在畏罪潜逃吧？或者你们该不会是在私奔吧？尤德保持沉默，什么都没有回答。法比安娜知道问不出什么，倒也十分识趣，笑着表示既然是合作伙伴，自己就不多管闲事了。临走前，法比安娜祝他们一路好运，尤德也客气的回礼。看着法比安娜离去的背影，科黛莉亚却有些出神，嘴里念叨着运气这2个字。他在心里默默吐槽，自己怎么会突然想到运气？难不成是被兰迪乌斯传染，脑子里也只剩下肌肉了吗？清脆的马蹄声中，科黛莉亚坐在马背上，甚至开心地哼起了小曲。尤德听着欢快的调子，忍不住调侃他，说某人的心情看起来好多了。科黛莉亚嘿嘿一笑，说之前确实在为达利亚揪心，但现在想想他们做的事情绝对是正确的。他最想保住兰迪乌斯的命，既然已经给出了关键提示，那家伙应该能活下来吧。尤德在后面轻声附和，觉得肯定没问题。不过尤德话锋一转，突然问他是不是特别喜欢兰迪乌斯。科黛莉亚毫不避讳，大方承认那可是他在第1部游戏里第2喜欢的角色。尤德顺着话题追问，丽娜是你的第1顺位吗？科黛莉亚有些惊讶，问他怎么会知道。尤德调侃着说，既然你在第2部最喜欢科黛莉亚，那这审美倒是一脉相承。科黛莉亚不好意思的解释，因为他们都属于温柔好看的类型。尤德只能无奈的附和。走着走着，科黛莉亚突然有了大胆的想法，她转过身拉住尤德，兴奋的提，既然能帮兰迪乌斯，是不是也能顺便改写其他人的命运？看着科黛莉亚灿烂的笑颜，尤德一时间有些失神。这丫头平时大大咧咧，笑起来还真是挺好看。尤德有些不自然地移开视线，说那咱们就尽力而为吧。科黛莉亚嘿嘿一笑，说等拿到向日葵花之后，他必须把接下来的计划全盘托出。尤德忍不住吐槽，你这是打算当甩手掌柜啊？科黛莉亚理直气壮地反驳，自己还要负责监督和唠叨他，这分工倒是一点不吃亏。尤德叹了口气，只要能拿到向日葵花，他身上的阴气综合征就能彻底根治。不过他心里很清楚，接下来的剧情可没那么简单。北方的荒野人入侵马上就要开始。科黛莉亚一听，立刻干劲满满的宣布，那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跨越边境去荒野人的领地。科黛莉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丽娜不是在荒野人入侵时牺牲了吗？尤德倒是一点不慌，解释说那是在荒野领地发生的事，只要他们把时间卡准，完全来得及把人救下来。不仅如此，尤德还神秘兮兮地表示，等把人救下来之后，他还要送科黛莉亚一个大惊喜。科黛莉亚顿时来了兴趣，追问到底是什么。尤德开始卖关子，先给出了第1个提示，主人。看着科黛莉亚一脸懵的样子，他又给出了第2个提示，就像我拥有天界之体一样，你也会觉醒隐藏特质。科黛莉亚脑中灵光一闪，兴奋地大喊自己猜到了，那肯定是祖传的。结果话还没说完，胯下的马突然受惊狂奔，差点把2人直接甩下去。好在尤德反应够快，费了老大劲才把马安抚下来。他松了一口气，这才笑着承认，科黛莉亚确实猜对了。科黛莉亚有些难以置信，这进度是不是拉得太快了？在原本的游戏里，这可是后半段才会发生的剧情。但尤德觉得，既然兰迪乌斯的命运都能提前改变，那这事也完全行得通。只要拿到双真诚的东西，再配合丽娜的祖传之血就足够了。而且我现在还没学会9天之门，咱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拿到道具就直接收工。科黛莉亚还是有些犯嘀咕，毕竟那个祖传回归的印记实在是太复杂了。尤德却一点不慌，甚至还露出了标志性的坏笑。他调侃着说，你连贝拉斯汀的印记都能背下来，这个肯定也难不倒你，还是说对排名第2的选手来说太难了？科黛莉亚气得直冒火，忍不住大声抱怨，说自己可没有尤德那么好的记性。
这两人趁着夜色骑马开溜。路上柯黛莉亚气不过，还狠狠咬了尤德一口，疼得尤德直叫唤，问他是不是属狗的。到了第二天早上，西利翁看着手里的信，整个人都傻眼了。信上歪歪扭扭的写着自己要和亲爱的尤德去度蜜月，让大家千万别去找他们。旁边负责看守的骑士更是吓得连声解释，说他们昨晚一直守在门口，根本不知道这两人是怎么溜掉的。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手下进来汇报说城卫兵昨晚根本没看到有人出城，这两个人肯定没走正门。这下三个人都泄了气，气氛沉重的不行。西利翁神色严肃，毕竟人在他们地盘上不见了，要是出点什么事，家族根本担不起这个责任。西利翁深吸了一口气，立刻下达命令，人应该还没走远，赶紧在附近搜。他小声嘀咕着，怀疑那两个人是不是早有准备。守卫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西利翁没有多解释，只说要先去找卢卡斯商量，随后便转身离开。而此时的城外，尤德已经利落地搭好了帐篷，这速度让柯黛莉亚都看呆了。柯黛莉亚好奇地问他在现实世界是不是经常露营，尤德笑着承认了，他就有些担心地凑了过来，毕竟要在这种鬼天气里过夜，柯黛莉亚真的能扛得住吗？柯黛莉亚虽然答应留下来，但还是忍不住提前声明，在这种荒郊野外自己绝对不会洗澡。尤德倒是不在意，提醒他别忘了正事，毕竟他们今晚还有任务在身。柯黛莉亚叹了口气，他们必须在这个冰冷的峡谷里硬生生熬过一整夜，因为只有这样，传说中的银色妖精才会现身。随着夜幕降临，天空中突然划过一道奇异的光芒，那些神秘的妖精真的被吸引过来，他们躲在暗处，正对着这两个不速之客指指点点，甚至还商量着要不要一起玩。柯黛莉亚刚端起杯子，耳边就刮过一阵冷风，抬头一看，两个长着翅膀的银色妖精正围着他转圈，还主动开口邀请他一起玩。尤德心里顿时有了底，看来只要他们两个都在，这些小家伙就会主动现身。他笑着亮出手上的戒指，问这算不算是邀请。两个小妖精顿时变了脸色，死死盯着他手上的东西。他们一眼就认了出来，这可是秋之女王罗蕾来的戒指。两个小家伙急得直跺脚，完全想不通这种宝贝怎么会落在一个人类手里。看着鱼儿已经上钩，尤德嘴角微微上扬。要知道冬之女王和秋之女王可是死对头，底下的妖精看到这戒指根本不可能坐得住。尤德还嫌不够，伺机笑着补了一刀，说这是罗蕾来亲手送的礼物。这话一出，小妖精直接被吓傻了，罗蕾来居然会送人类礼物。两个小家伙凑在一起嘀咕，这下事情可闹大了。他们飞到两人面前，神色严肃地表示必须跟着他们走一趟了，脚下踩着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柯黛莉亚看着周围的景色，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说这里简直和游戏里一模一样。尤德问他是不是只每走一步，周围的季节景色就会跟着变化。柯黛莉亚笑着点头，觉得这地方确实神奇。两个小妖精在前面飞着催促，让他们赶紧跟上。穿过这片奇幻的林子，前方一扇散发着光芒的大门正缓缓在他们面前敞开。大门缓缓敞开，柯黛莉亚和尤德走进了这座宏伟的冰雪宫殿。大殿中央空无一人，只有王座上散发着微光。一个空灵的声音在大殿内响起，问他们是不是见过姐姐罗蕾来。伴随着轻柔的翅膀扑腾声，一个身影缓缓降落。来人有着一双巨大的深色翅膀，女人优雅地提起裙摆向他们微微致意。她笑着自我介绍，欢迎来到温暖的冬之世界，她就是冬之妖精女王格尔德。格尔德优雅地飘在半空，让两人抬起头来。柯黛莉亚刚想开口道谢，却被格尔德突然凑近的动作吓了一跳。格尔德仔细打量着眼前的两个人，他收回目光，笑着调侃说两人的长相确实配得上罗蕾来的邀请。尤德客气递到了谢。格尔德接着说道，自己通过时空裂缝察觉到了他们身上有妖精的脚步声。尤德顺着话茬解释说，罗蕾来为了感谢他们，不仅留下了脚步声，还把月光法杖送给了他们。格尔德一听，整个人都惊呆了，罗蕾来居然连这两样宝贝都送了。尤德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那是因为他们干掉了维克恩，不过这种事没必要让女王知道。尤德顺着话茬忽悠说，罗蕾来实在太热情了，非要好好款待他们。格尔德一听这话，整个人都愣住了，嘴里还念叨着款待两个字。这下他可坐不住了，立刻朝外面大喊，让冬之妖精们赶紧去准备宴会。接着他有些慌乱地转过身，嘴硬地解释说自己本来就打算办宴会，可不是因为罗蕾来才临时起意。尤德看破不说破，顺杆爬把格尔德一顿猛夸，说他在峡谷里的名声果然名不虚传。格尔德被这一通马屁拍得飘飘然，害羞得直跺脚。尤德心里暗笑，妖精这种生物果然只要多夸几句就找不到北了。格尔德很快收起羞涩，表示既然宴会都准备好了，只要他们肯赏光参加，自己绝对会额外送上2份大礼。然而另一边气氛可就没这么轻松了。骑士正带着人拿着画像，在街上四处打听他们的下落。他向路人描述着两人的特征，一个黑发高个子男人和一个粉红色头发的女人。路人摇了摇头，表示没印象。骑士叹了口气，抱怨说整个集市的人都没见过他们，这两个人简直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他们该不会已经离开这里了吧？同伴分析道，守卫根本没看到他们出城，他们没有理由就这么走了。柯黛莉亚小姐，他们这次来这里目的就是为了治好尤德大人的病。骑士一听顿时反应过来，这么说他们肯定是出城寻找药方去了。同伴点了点头，表示确实如此。骑士有些疑惑地问，那柯黛莉亚小姐之前说能治病的那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来着？街角阴暗处，一个黑影正悄悄盯着他们，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冷笑。
画面一转，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尤德伸手轻轻撩开科黛莉亚的头发，嘴里却说着有些沉重的话。他坦言自己做不到，就算科黛莉亚犯了错，让他这辈子的心愿落空，他也绝对不会去伤害她。尤德看着他继续深情告白，说自己根本不在乎会不会愧疚，只要能让他永远留在自己身边就行。这深情的一幕可把旁边围观的小妖精们给乐坏了，一个个拿着爆米花看得津津有味。尤德慢慢凑了过去，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科黛莉亚紧张地闭上了眼睛。尤德这深情的一表白，可把旁边围观的小妖精们激动坏了，一个个兴奋地直嚷嚷。妖精们甚至还吃不够，吵着让尤德再多弄点零食来。科黛莉亚在一旁尴尬的不行，尤德有些无奈地问他怎么了，解释说既然他不想唱歌，自己也只能按妖精的要求来演这出戏。科黛莉亚忍不住小声抱怨，说他刚才演的也太逼真了。尤德其实比他还要尴尬。就在这时，格尔德在一旁忍不住感叹，说这出妖精女王与大法师的戏码演的实在是太精彩了，多亏了他们两个，今晚大家才过得这么开心。这不就是玛雅平时看的那种狗血言情小说的套路吗？不过戏演完了，尤德还是客气地向大家道谢，表示能让大家开心是他们的荣幸。格尔德对他们的表演非常满意，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收尾。既然演出结束了，格尔德也准备兑现承诺，送出他之前答应的礼物，也就是妖精的联合与冬天的祝福。只见一个精致的手镯凭空出现，上面散发着淡淡的光芒，这可是能汇聚四季妖精祝福的宝贝。格尔德解释说，这个手镯能够抵御世间最严酷的寒。话音刚落，手镯便化作一道光芒，直接融入了科黛莉亚的身体里。科黛莉亚顿时感觉身上暖洋洋的，系统也提示她获得了抗寒属性。她兴奋地向格尔德女王道谢。尤德在一旁松了一口气，有了这个祝福，科黛莉亚应该就能抵御双真诚的严寒了。科黛莉亚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格尔德在一旁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才明白这两个人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他微微一笑，原来他们的目的地是双真城啊。他微微一笑，表示这样自己就能帮上更多忙了。接着他打了个响指，吩咐身边的手下开始行动。旁边的小妖精立刻脆生生的答应，显得干劲十足。格尔德双手抱胸，有些得意的宣布，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冬天妖精可比秋天妖精有用多了。这是一片金色的妖精之羽，能进行空间传送的宝贝。格尔德解释说，当年冬之妖精和古代矮人一起建造了双真城，用这片羽毛就能直接传送过去。科黛莉亚高兴坏了，连忙向女王道谢。可旁边的尤德却觉得不对劲，手镯明明给了两个，怎么传送羽毛就只给了一片？这玩意儿还是个一次性消耗品。格尔德有些无奈的解释，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片羽毛了，所以这次行动必须省着点用。科黛莉亚有些纳闷，只有一片羽毛，到底该怎么用？格尔德微微一笑，说这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只要他们两个在传送的时候，像这样紧紧牵着手就行了。科黛莉亚一听，整个人都不好了，忍不住在心里暗暗吐槽。旁边的尤德倒是一下子想通了，难怪女王只给了一片羽毛，合着是故意在这等着他们呢。格尔德笑着向他们告别，说离别的时刻已经到了。下一秒，周围的景象开始发生变化，传送光芒将他们笼罩。格尔德看着两人，真诚地祝愿他们能在双真城找到想要的东西，并且能够幸福的在一起。旁边的小妖精们听了，也在一旁跟着起哄。尤德有些尴尬的回应，说他们这就出发了。可真到了要牵手的时候，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科黛莉亚看着尤德，试探着问是要他主动牵过去，还是他自己牵上来。尤德见状，主动表示还是自己来吧。科黛莉亚虽然有些别扭，但还是答应了。他深吸一口气，做好了心理准备。科黛莉亚把心一横，大喊一声来吧。旁边的小妖精们可不嫌事大，在一旁拼命吹口哨起哄，非要让他们亲一个。这下尤德也有些顶不住了，觉得这两个小家伙真是越帮越忙。为了避免更尴尬，他决定速战速决。尤德主动伸出手，一把将科黛莉亚紧紧抱住。下一秒，传送的光芒冲天而起，在格尔德和妖精们的注视下，两人直接消失在原地。在另一处阴暗的宫殿里，不为人知的阴谋正在悄悄酝酿。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说祭品已经离开了鹰的庇护。王座上的男人有些意外，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科黛莉亚已经脱离了领地的保护？底下的手下连忙汇报，根据安插的眼线消息，科黛莉亚其实是和尤德一起出城去了。男人冷笑一声，接着追问他们现在到底去了哪里。手下继续汇报着情报，说他们推测目的的是双真城，因为科黛莉亚去领地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用那里盛开的传说之花来治好尤德的病。听到这里，科罗斯猛地一拍桌子，发出一声巨响，接着他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科罗斯一边笑一边嘲讽，说科黛莉亚都已经被袭击2次了，居然还有心思去找什么花，看来这丫头是真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不过他很快收敛了笑容，自言自语道，是不是不该这么小看他，毕竟科黛莉亚那愚蠢的爱可是接连挫败了他们的计划。克罗斯微微侧过头问旁边的女人，是不是这样？索露西亚面对克罗斯的询问，索露西亚沉默了。毕竟他们之前的计划输得实在太惨，不仅米诺斯被干掉了，连暗中控制的诺顿子爵也折了。要不是半路杀出各城咬金，他们的第2次袭击早就要手了。只能说那2个小鬼运气实在太好。这时王座上的首领再次开口，问索露西亚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们去了双真城。索露西亚十分笃定地回答，因为在去往双真城的路上，已经有好几个人目击到了2人的行踪。
索路西亚继续汇报说，半魔族卡诺斯的预言也证实了他们正前往双真城。听到卡诺斯的名字，首领虽然有些遗憾，不能随时使用他的预言能力，但好在消息足够准确。索路西亚算了一下时间，觉得那2个祭品2天之内就会到达双真城，而且大门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只要提前设下埋伏，就绝对能把人堵住。更何况那个难缠的兰迪乌斯已经离开了领地，这下可没人能来救他们了。索路西亚主动请缨，请求首领再给他一次机会，这回他一定要把活的科戴利亚带回。王座上的首领沉默了片刻，终于缓缓开口，表示愿意再相信索路西亚一次。听到首领松了口，索路西亚顿时松了一口气，连忙躬身道谢。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这回绝对不会再让首领失望了。一旁的克罗斯见状有些不爽地啧了一声，显然对这个决定不太满意。首领没有理会他的情绪，直接宣布会议结束，并送上了魔王的祝福。伴随着一阵光芒闪过，索路西亚回到了大本营，手下立刻迎了上来，向他打听会议的结果。索路西亚冷冷地表示，首领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这次必须动员所有战力活捉科戴利亚。他一边往前走，一边询问现在的局势。手下连忙汇报，几位强大的半魔族战力已经出发，这会儿估计已经在城门前安营扎寨了。双真城唯一的出入口已经被他们死死盯住，在他们看来，只要没有别的帮手搅局，那2个小家伙根本插翅难逃。索路西亚冷笑了一声，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手下在一旁附和着，觉得这次绝对万无一失。毕竟那个女孩根本没有城内的传送坐标，那些坐标早就失传上千年了。传送魔法可不是闹着玩的，一般人根本用不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妖精才能自由穿梭。伴随着强烈的传送光芒，2人瞬间落在了坚硬的石板地面上。尤德环顾四周，轻声提醒我们已经到了。科戴利亚还没缓过劲来，忍不住发出一声闷哼。尤德有些担心，问他是不是又晕传送了。科戴利亚顿时急了，大声反驳说自己没事。他一边嚷嚷着，一边伸手把尤德往外推，让他赶紧离自己远一点。尤德看着被推开的科戴利亚，有些无奈地问：“我不知道你这么讨厌我，我只是想让我们安全到达。”科戴利亚一听，顿时大声反驳：“谁说我讨厌你了？其实他只是觉得不好意思，毕竟刚才传送时2人手牵得极紧，脑子里全是妖精们起哄的画面，这让他尴尬的要命。”科戴利亚越想越抓狂，大喊着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看着他这副反应，尤德反而松了一口气，看来他并不是真的讨厌自己。科戴利亚也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不过这地方确实冷得够呛，哪怕有冬之女王的加护，还是让人直打冷战。尤德提醒他赶紧把斗篷穿上，科戴利亚却有些担心尤德的身体，主动问他要不要穿自己的猫耳斗篷。尤德赶紧摆手拒绝，表示这种低温反而对他的行动有好处。科戴利亚刚想点头答应，整个人却突然定在了原地。尤德有些纳闷地看着他，还以为出了什么状况，结果下一秒，这姑娘居然直接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科戴利亚揉了揉眼睛，迷迷糊糊地问：“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来着？”尤德有些无奈地回答：“今天就先休息吧。”结果尤德也跟着打了个哈欠，有些抱怨的表示这下连自己都被传染了。科戴利亚在一旁坏笑，说下次还要让他打喷嚏。玩笑归玩笑，正事还是得办。科戴利亚提议赶紧行动，既然这里是1楼，那应该就是休息室了。他一边往前走，一边注意到了墙上的标记。没过多久，科戴利亚就推开了一扇门，兴奋地宣布，这就是他们今晚的落脚点。尤德倒是挺乐观，还问他能不能给个满分。科戴利亚有些无语，表示自己只是不想打击他的自信，既然要在这里过夜，那肯定得先收拾一下。科戴利亚一边忙活一边说，总不能就这么脏兮兮的睡下。尤德在一旁点头赞同，确实是这个道理。尤德接着提议，生个火，再烧点热水吧，顺手还把牙刷递了过去。科戴利亚接过牙刷，客气递到了声线。折腾了这么久，2人早就累得不行了，一沾到床就直接瘫倒了下去。躺在舒服的被窝里，科戴利亚忍不住感叹，果然还是躺着最舒服。尤德也是一脸疲惫，连连附和。不过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该有的防备还是得有。科戴利亚在床中间比划了一下，警告尤德绝对不能越界。尤德有些哭笑不得，一口答应下来。科戴利亚撇了撇嘴，说他现在答应的好听，要是敢乱来自己就回去告状。尤德听了有些无语，忍不住吐槽，这怎么还跟小学生告状一样。科戴利亚忍不住笑出声，说怎么感觉这对话似曾相识。尤德在旁边搭腔说，确实不是第一次了，折腾了这一阵，科戴利亚也困得不行了。互道了晚安之后，2人便沉睡去。转眼就到了第2天早上，科戴利亚迷迷糊糊地坐起身，尤德早就已经醒了，在一旁跟他打招呼。科戴利亚还没完全清醒，只是随口应了一声。尤德体贴的让科戴利亚多睡会儿，说自己才刚开始画地图。科戴利亚有些好奇，问他画的是什么地图。尤德解释说，这是双真城内部的地图，虽然他懂古代矮人语，但里面的通道长得太像了，很容易迷路。尤德觉得反正时间还充裕，多做点准备总是好的。结果话还没说完，科戴利亚突然一巴掌拍在桌上，大喊自己根本不信。这一巴掌把尤德吓得够呛，完全摸不着头脑。科戴利亚接着解释，自己并不是怀疑他关于地下城书籍的事，双真城可不是普通的地下城，那是一座古老的地下城市，他怎么可能凭记忆画出完整的地图？尤德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问他知不知道记忆宫殿。科戴利亚一听，立刻联想到了电视剧里的桥段。尤德笑着点头，解释说这是一种古老的记忆方法，能把大量的信息储存在脑子里。科戴利亚
听得一愣一愣的，那他的脑子里岂不是装了一整座古代矮人图书馆？尤德微微一笑，觉得这个形容倒是挺贴切的，就像是把书收起来，需要的时候再翻开一样。接着他主动提议，要是他想学的话，自己也可以教他，就是需要花点时间练习。科黛莉亚有些不敢相信，这好东西还能随便叫人？尤德倒是一脸轻松，说科黛莉亚这么聪明，肯定一下就能学会。科黛莉亚气呼呼地反驳说，桑德斯托姆其实也很聪明。尤德赶紧摆手求饶，说自己知道了。接着他顺势转移话题，问他既然都起来了，要不要先吃点东西？一听到有吃的，科黛莉亚的肚子很不争气地叫了一声，她有些尴尬地吐了，说自己这回就看在食物的面子上，不跟他计较了。看着科黛莉亚的反应，尤德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意识到他已经很久没有说过收到这2个字了，而且这也是他好久以来第一次提起桑德斯托姆这个名字。自从唤醒了前世的记忆，尤德和科黛莉亚的性格特征似乎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尤德有些无奈的嘀咕，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以后他们是不是只会把以前的游戏 ID 当成某种爱称来叫了？科黛莉亚隐约听到了动静，有些疑惑的转过头问他刚刚是不是说了什么。尤德连忙否认，表示自己什么都没说。画面一转，风雪交加的双真城大门前，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索路西亚的手下帕拉戈特正带着人在这里死守着，他大声命令手下，连一只老鼠都不能放过去，把所有的陷阱全部布置好。手下们立刻行动起来，毕竟这大门是唯一的出入口。旁边的维尔卡莱忍不住笑出声，调侃起科黛莉亚来，说这姑娘真是太可怜了，为了给未婚夫治病，大老远跑来，结果却要一头撞进他们的陷阱里。帕拉戈特冷哼一声，觉得根本用不着大动干戈，光凭他们2个半魔族就足够把那2个小鬼给收拾了。维尔卡莱看着旁边被锁链封印的魔剑，提议最好还是别解开这玩意儿，他们自己动手解决就行。画面一转，屋里的人已经把饭菜吃了个精光。科黛莉亚一脸满足地摸着肚子，直夸这顿饭做得太好吃了。她有些好奇地问尤德，这手厨艺到底是跟谁学的？尤德解释说，是自己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到处凑合着学了一点。科黛莉亚听了觉得挺有意思，追问做饭是不是她的兴趣爱好，还猜她平时肯定经常去野营。尤德有些无奈地笑了笑，顺着她的话应了下来。科黛莉亚这下可高兴了，直接宣布以后尤德就是她的专属厨师。不过吃饱喝足之后也该谈正事了。科黛莉亚站起身来，问尤德接下来打算去哪，是不是该去办他昨晚提到的那件事？尤德一边往前走一边跟科黛莉亚解释说，太阳花越是接近开花，散发出的香气就越容易吸引魔兽。科黛莉亚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毕竟魔兽最喜欢这种味道了。他接着问尤德距离开花还有几天？尤德头也不回地回答，还有3天。科黛莉亚有些担心地问，那他们2个能在开花前把所有魔兽都清理干净吗？尤德有些无奈地表示，最好的办法其实是派人守住大门，但现在只有他们2个人，根本分不出人手，所以他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尽他们所能做到最好。看着眼前的通道，科黛莉亚有些纳闷，这难道是入口？他们这是要到外面去吗？尤德否定了他的猜测，说到底离开双真城的路其实只有一条。为了防止被魔兽打扰，尤德直接掏出了一堆材料，打算在入口处布置陷阱。科黛莉亚一听可不乐意了，毕竟要给这些法阵充能的可是他自己。尤德早就料到了这一步，笑着表示自己带了足够的药水。这下科黛莉亚更气了，直呼自己讨厌死他了。尤德赶紧开始赔礼道歉，甚至还开起了玩笑。不过科黛莉亚可不吃这一套，直接无情地拆穿了他。这一顿饭吃的是真干净，连碗底都快舔亮了。科黛莉亚忍不住直夸尤德大厨的手艺真是没话说。尤德笑着回应，难得见他今天把胡萝卜都吃光了。科黛莉亚戴上红色猫耳兜帽，小声嘀咕着，要是能有个正经浴室泡个澡，那就更完美了。尤德听了直摇头，心说这人还真是够贪心的。不过玩笑归玩笑，他还是挺担心科黛莉亚的身体，毕竟昨天忙活了一整天布置陷阱，怕她魔力透支会不舒服。科黛莉亚一脸嫌弃的抱怨，身体倒是没什么大碍，就是那魔力药水的味儿太冲了，现在满嘴都是那股怪味。既然休息好了，那就要赶紧干正事了。随着大门推开，2人正式出发。科黛莉亚最后确认了一下目标，只要下到地下7层就能找到那朵花了。尤德一边往下走一边补充道，不过在这之前咱们得先去一趟地下5层。科黛莉亚理所当然地应了一声，毕竟那件道具是必不可少的。2人一唱一和，科黛莉亚笑着调侃，像他们这种老手想法果然都是一样的。尤德也跟着笑了起来，这默契确实没得说。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惨叫，谁能想到大批飞行的魔兽突然从天而降，直接扑向了守在大门外的守卫。这下连惨叫都来不及了，防线一下子被撕开个大口子，现场直接变成了一片血海，守卫们成片的倒下去，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就算有人大喊着不许退后，也根本挡不住这群怪物的疯狂屠杀。眼看人就要死光了，帕拉戈特只能咬牙下令赶紧往后撤，把这些怪物引到之前布置好的陷阱里去。谁能想到之前在大门口布下的那些陷阱，居然在短时间内全都被触发了。这下局势彻底失控了，后方突然冒出一大群寒冬哈比，侧面还有数不清的雪哥布林，甚至连寒冬熊都成群结队的冲了过来。帕拉戈特现在已经快到极限了，他一边死撑着，一边还在到处寻找科黛莉亚的影子，心里全是想不通的火气。这情况明显不对劲，这么多不同种类的魔兽，怎么可能像商量好了一样，全都发了疯似的往双真城里钻？就在他疑神疑鬼的时候，身后的维尔卡莱突然叫住了他：“我来替你争取时间，只要一个大范围法术，应该就能把周围清理干净了。”
帕拉戈特一听，顿时急了，大声反驳道：“什么？但你必须留着力气去找科黛利亚啊！”维尔卡莱咬着牙回应：“要是现在冲不出去，我们根本活不到那个时候。”维尔卡莱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魔兽，也知道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死在这，接下来的计划就全交给你了。紧接着，维尔卡莱直接飞上半空，巨大的紫色法阵瞬间在空中展开，这一下，所有的魔兽全都被吸引了过去。维尔卡莱高举起法杖，大声宣告着：“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为什么大家都叫我胭脂维尔卡莱。”话音刚落，狂暴的紫色火焰唰的一下，直接在半空中炸裂开来。这股恐怖的魔力瞬间化作一道巨大的能量柱，狠狠地砸向了下方的魔兽群。刚才那一记大范围法术确实把眼前的魔兽清理的差不多了，但这一招的消耗实在太大，维尔卡莱直接从半空中摔了下来。帕拉戈特急忙冲过去接住他，急切地询问情况。维尔卡莱虚弱地告诉他，自己在高处看到了更大规模的魔兽大军，正铺天盖地地朝这边涌过来。听到这个消息，帕拉戈特的心彻底沉了下去，这下他们真的没有退路了。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要解封那把魔剑，直接杀进双真城。维尔卡莱一听，顿时急了，这魔剑一旦解封，里面的恶魔根本没人能控制得住。帕拉戈特却早就想好了退路，打算让恶魔去跟魔兽互相消耗，等两败俱伤的时候，他们再出手重新封印。只要能撑过这一关，他们就能去找尤德还有科黛利亚了。看着帕拉戈特一脸紧张的样子，维尔卡莱忍不住调侃了一句，说自己都快要爱上他了。帕拉戈特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既然还有心思开玩笑，那就自己走。帕拉戈特冲着幸存的士兵大喊，让大家立刻往城里撤退。士兵们不敢耽搁，拼了命地往城门方向狂奔。可还没等他们跑进城，带头的士兵突然停下脚步，指着前方，惊恐地大喊帕拉戈特的名字。这下所有人都傻眼了，因为眼前的城门已经被一层厚厚的魔法结界死死封住。这道散发着白光的圣属性魔法，显然是赫拉斯瓦尔戈伯爵的手笔。看到这一幕，帕拉戈特不仅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得逞的冷笑。在他看来，这道结界根本拦不住他。就在他准备动手破开结界的时候，异变突生。谁能想到这道看似薄弱的结界威力居然这么恐怖？趁着结界挡住敌人的空档，帕拉戈特和维尔卡莱正咬着牙拼命往城里撤退，手下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冲着门外大喊帕拉戈特的名字，试图阻止他。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伴随着一声巨响，沉重的大门已经被死死关上。门内，帕拉戈特正靠在墙边大口喘气，维尔卡莱则在一旁施展魔法。维尔卡莱有些疲惫地表示，魔剑已经按照他的意愿解封了。接着他有些担心地问，你没事吧？你居然一个人就破开了结界？帕拉戈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提醒道，魔王解封了，大门附近不安全，我们得往里面走。维尔卡莱有些无奈，看来他伤得不轻，连话都不想多说了。他提议先找个地方生火休息。维尔卡莱吃力地扶起帕拉戈特，忍不住抱怨他实在太重了。帕拉戈特有些虚弱地回答，自己的左臂根本使不上劲，只能靠他撑着右边了。维尔卡莱虽然嘴上嫌弃，但还是咬着牙扶着他一步步往前挪。结果帕拉戈特这一脚下去，脚底下的石砖突然陷了进去，这动静明显不对劲。维尔卡莱停下脚步，还没搞清楚状况，他有些纳闷地问，我们刚才踩到什么了？话音刚落，前方突然冒出刺眼的强光，紧接着就是一阵地动山摇。就在两人准备行动的时候，身上突然亮起了升级的光芒。科黛利亚兴奋得直蹦跶，这已经是第7次升级了。尤德却觉得不对劲，刚才地面明显震动了一下，难道是陷阱被触发了？科黛利亚倒是一脸乐观，觉得这波经验值拿得太轻松了。但尤德却怎么也想不通，光凭他们布置的那些陷阱，根本不可能干掉这么强的魔兽，这经验值来得太诡异了。科黛利亚可没想那么多，指着前面的通道大喊，说那里有通往军械库的暗道。看着科黛利亚兴奋的样子，尤德只能提醒他慢点走。可看着这反常的升级速度，他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这暗道里到底藏着什么？科黛利亚一边往前蹦跶，一边嘴里还哼着歌，满脑子都是军械库里的宝贝装备。看着他这副兴奋的模样，尤德有些无奈地跟在后面。他越唱越起劲，甚至还编起了歌词，满心期待着能拿到强力武器。尤德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既然他心情这么好，自己也得打起精神来。看着眼前还没来得及收拾的营地，西里翁低声分析，这里有一条毯子和2个杯子，他们肯定在这里露营过。看这情况，落雪还没把痕迹盖住，说明他们刚走没多久。手下有些焦急地问，那我们现在不睡觉赶路的话，还能追上他们吗？西里翁若有所思地回答，不睡觉骑马狂奔确实有可能追上，毕竟去双真城只有一条路，我们必须往大门方向赶。手下有些疑惑地追问，你之前不是说大门已经被赫拉斯瓦尔格的魔法封印了吗？西里翁肯定地应了一声，确实是这样，不过手下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有些担忧地嘀咕，虽然按理说应该松口气，但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西里翁有些纳闷地问，为什么会这么想？手下无奈地笑了笑，调侃着说，要是那2个家伙真能破开封印，他可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西里翁一听决敌，确实得加快速度了。2人立刻动身，继续在风雪中赶路。而另一边，科黛利亚和尤德已经顺利摸进了军械库，看着满屋子的武器装备，科黛利亚忍不住发出了坏笑。他兴奋地高举双手大喊，这些宝贝全都是他的了。结果尤德直接泼了盆冷水，说这里的大部分装备他根本就用不上。科黛利亚气得直撇嘴，抱怨他真是个扫兴的家伙。不过这军械库里到底有没有他们能用的神兵利器？尤德赶紧认错，说刚才确实是自己不对，
科黛丽亚把一个大头盔套在头上，整个人都被盖住了。她有些郁闷的抱怨，虽然知道古代矮人体型很大，但这里怎么连一件适合她的装备都没有？尤德试了试手上的护手，也有些无奈的表示，自己这边也找不到合身的。科黛丽亚把头盔拿下来，有些纳闷的问：“不过这些到底都是些什么装备啊？以前在游戏里根本捡不起来，只是背景贴图而已。”尤德仔细看了看头盔内部，发现里面写着这是安全帽。科黛丽亚一听，顿时明白了，毕竟双真城是个地下城市，确实每个人都需要一顶安全帽。尤德看着手里的头盔，若有所思的嘀咕：“不过这东西……”科黛丽亚有些好奇的凑过去问：“怎么了？”尤德看着头盔分析道：“这东西的防御力应该非常高，要是就这么丢在这里，感觉有点太可惜了。”科黛丽亚一听，立刻毫不客气的一口回绝：“我们根本用不上这些东西。”尤德有些纳闷的问：“怎么了？难道是因为尺寸不合适吗？”科黛丽亚有些无奈的回答：“虽然尺寸确实没办法，但问题根本不在这。”她理直气壮的大声抗议：“怎么能让美丽可爱的科黛丽亚戴这种土里土气的安全帽呢？”尤德在一旁听得直翻白眼，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自恋难道是治不好的慢性病吗？”不过科黛丽亚很快就转移了注意力，指着前面的武器大喊：“不管怎么说，这些宝贝更重要，咱们必须全部带走。以前在游戏里只能拿一个，现在可没这个限制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整整5把散发着光芒的能量长枪。”尤德也跟着兴奋起来，大声附和道：“那必须的，这5把咱们全要了。不过这么多重型武器要怎么带走呢？”科黛丽亚得意的笑了笑，说：“现在正是使用那个宝贝的时候了。”她伸手摸向腰间，直接掏出了一个神奇的道具。科黛丽亚一脸自豪的炫耀：“这就是居家旅行必备的空间扩展包。”尤德听完直接无语了。科黛丽亚道是一脸得意，说自己刚才是在模仿网红主播，还问他模仿的像不像。尤德顺着他的话调侃了几句，接着便把话题拉回正轨，问他接下来是不是直接去地下7层找太阳花。科黛丽亚一听，猛地反应过来，直接大喊不行。两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脱口而出：“必须先把路上所有怪物的经验值全刷了。”这默契简直没谁了。科黛丽亚忍不住笑出了声，调侃说：“不愧是老玩家，想法都一模一样。”在很久很久以前，这片大陆上还发生过另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很久以前，双真城的建造者古代矮人们亲手冰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这一切的源头是因为魔王利维坦降临后，在这座地下城市召唤了一只恐怖的巨兽——苍白巨蛇。据说只要和他对视一眼，就会全身麻痹动弹不得。但当时有3位矮人成功逃脱了，他们选择过在整座城市的魔法回路，用极端的冰冻力量封锁了整个区域。这个悲壮的决定虽然拯救了世界，却也让城里的矮人同胞全部陪葬，而那只恐怖的苍白巨蛇也因此在这冰雪中沉睡了整整1000年。两人终于来到了目的地，科黛丽亚冻得够呛，她猜测这里就是当年过在魔法回路的动力室。尤德无奈的解释，想要让那条恐怖的苍白巨蛇一直老老实实的冬眠，就必须得维持这种极寒温度。此时他们已经下到了双真城的地下第7层，那条巨大的白蛇就盘踞在下方。科黛丽亚松了一口气说：“太好了，这家伙还在睡着。”不过他也有些担心，一旦太阳花盛开，那股强烈的阳气肯定会把这怪物给惊醒。尤德倒是一脸轻松的分析，也就是说在花开之前，咱们暂时还是安全的。科黛丽亚握紧了手里的家伙，笑着说：“接下来该干嘛？根本不需要商量了吧？”尤德也跟着握紧武器，搭腔说：“多说一个字都是浪费时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白嫖机会。”谁能想到这2个人直接露出了反派般的坏笑，两人直接用免费道具疯狂输出，这经验值拿得简直不要太爽。曾经让整座城市陷入恐慌的苍白巨蛇，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在睡梦中迎来这么个憋屈的结局。搞定收工，科黛丽亚一边美滋滋的收起战利品，一边还哼起了自创的小曲，这波简直是赚翻了。科黛丽亚正高兴地往前走着，突然停下了脚步，她指着前方大喊：“找到了！”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朵传说中的太阳花正静静地伫立在冰冷的岩石缝中。科黛丽亚蹲下身子，有些好奇地问：“这花是今晚午夜开放对吧？只要吃了它，你的极阴之症就能彻底治好了吗？”尤德跟了过来，轻声回答道：“虽然不能完全根治，但也差不多了。”科黛丽亚盯着那朵含苞待放的花，有些焦急地嘟囔着：“真希望它能开得再快一点啊！”这笑容让旁边的尤德心跳突然漏了一拍，他赶紧晃了晃脑袋，觉得自己肯定是产生了错觉。科黛丽亚突然想到了什么，提起了刚才拿到的苍白巨蛇魔晶，这东西你打算怎么用？在游戏里，大家一般都是直接卖掉换钱的，毕竟这魔晶里蕴含的魔力，对普通人来说就像剧毒一样。尤德却露出了自信的笑容，解释说那只是游戏里的设定。接着他转过头看着科黛丽亚，说：“这东西其实你可以直接吸收。”科黛丽亚听到这话直接愣住了，有些不敢相信的反问：“我真的可以吗？”尤德微微一笑，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解释说，女巫的力量本就源自恶魔，而科黛丽亚之前早就已经吸收过这种力量了。等会儿他吸收太阳花能量时，身体根本无法动弹，正好趁着这个空档，让他把苍白巨蛇的魔晶彻底炼化。科黛丽亚有些意外，尤德继续解释，这颗魔晶虽然存放了1000年，但对他现在的等级来说，绝对是难得的补药。之所以要把沿途的怪物清理干净，除了刷经验值，更重要的是吸收能量时，身体会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必须确保周围绝对安全。等会儿太阳花盛开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开始。
话还没说完，尤德突然发现不对劲，有些纳闷的看着他。只见科黛利亚低着头，身体微微颤抖，小声嘀咕着什么。随后他猛地抬起头，一脸兴奋的大喊：“能跟你一起组队，我真的太开心了！”看着他捧着魔晶满脸期待的模样，尤德无奈的叹了口气。尤德笑着回应：“同样作为老玩家，你的心意我领了。”科黛利亚兴奋的追问：“是现在开始还是再等等？还剩多少秒？”尤德看着怀表，开始倒计时：5、4、3、2、1。倒计时结束的瞬间，含苞待放的太阳花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积蓄已久的至阳能量彻底爆发，强光瞬间将周围照得通亮。尤德有些意外，这爆发速度实在太快了。科黛利亚死死盯着前方，看来计划必须提前了。在极寒之地绽放的至阳能量确实非同凡响。科黛利亚看着眼前的强光，轻声感叹：“这光芒太刺眼了，感觉心里都变得暖洋洋的，而且真的好美。”尤德在一旁听着，突然有些愣神。科黛利亚转过头，笑着问他：“是不是这样？”看着他灿烂的笑容，尤德的心跳开始莫名加速。这突如其来的异样感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只能下意识地捂住胸口。他有些紧张地叫了一声科黛利亚。科黛利亚纳闷地看着他，尤德一脸严肃地表示自己好像的心律不齐了。科黛利亚一听直接懵了，有些不敢相信地大喊：“那是什么感觉？会很痛吗？”尤德尴尬地把头扭到一边，小声嘀咕那道：“没有。”科黛利亚还是不放心，急忙催促他赶紧吃下太阳花，毕竟这是治病的唯一希望。尤德感受着狂跳的心脏，强装镇定地表示已经没事了。科黛利亚只能叮嘱他，要是再不舒服，一定要立刻说出来。尤德点了点头，直接伸手摘下太阳花，准备解决这棘手的极阴之症。可就在准备服下的那一刻，他突然停下动作，转头看向科黛利亚，一脸严肃地提醒他，吸收苍白巨蛇魔晶时，要是感觉不对劲，一定要立刻停下来。科黛利亚有些纳闷，问他什么叫不对劲。尤德挠了挠头，有些尴尬地解释，虽然主意是他出的，但理论上他吸收女巫力量不会有问题。科黛利亚非常认真地看着他，说：“我相信你。”听到这句话，尤德的心跳又不争气地落了一拍。科黛利亚忍不住坏笑起来，调侃说：“不用担心，他肯定会比他先搞定。”然后在他脸上画个大花脸。尤德一脸无奈的求饶。科黛利亚哼了一声，让他赶紧打起精神。为了防止两股能量互相干扰，他决定去旁边吸收魔晶。临走前还不忘叮嘱他，一定要把太阳花嚼碎了吃下去。尤德一边往旁边走，一边大声反驳：“我又不是真的要把魔晶吃下去，只是吸收里面的能量而已。你当这是在吃沙拉吗？”他摆了摆手，笑着告别。尤德看着他的背影，笑着回应：“等你变强了再回来，可别一不小心变成大反派了。”两人各自找好位置，科黛利亚捧着散发光芒的魔晶，尤德则拿起了太阳花。他们对视一眼，同时闭上双眼，引导体内的力量。随着能量运转，科黛利亚身上散发出紫色魔力，源源不断地融入体内。另一边，尤德也开始吸收太阳花的至阳能量，至阳能量在体内瞬间炸开。画面一转，风雪中赶路的队伍情况不妙。西里翁一边走一边抱怨，雪地里全是魔兽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手下也觉得不对劲，感觉这里的空气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旁边的同伴看着周围，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地上的哥布林和东雄尸体散落一地，看姿势是在拼命逃跑时被干掉的，甚至连天上的阴身女妖都像是直接在半空中被烤焦坠落。到底是什么恐怖的力量，能将这些魔兽瞬间秒杀？他正纳闷这里发生了什么，突然注意到前方有动静。那种装扮，对面一个金发女人主动走上前，自我介绍是圣十字骑士团的乔安妮。乔安妮看着他们询问：“我们是奉命来调查这里的，你们是赫拉斯瓦尔格家族的人吧？”西利翁心里一紧，承认了身份，接着反问对方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乔安妮叹了口气，神色变得无比凝重。她沉声解释，大门的封印被破开之后，他们就察觉到一股极其恐怖的怪物气息正在苏醒。原本被铁链死死锁住的棺木，此刻已被彻底砸烂，散落一地。伴随着沉重的脚声，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一把散发着诡异红光的巨剑直接插在雪地中央。废墟之中，一个巨大的黑影缓缓蠕动，他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低沉的声音在风雪中回荡。他说自己现在终于彻底清醒过来了。谁能想到从废墟中站起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浑身散发着杀气的怪物。他双手倒提着两柄血色长刃，静静地立在雪地中央，脚下的积雪早已被鲜血染红。骑士一听，顿时有些坐不住了，急忙追问：“难道恶魔在双针觉醒了？”乔安妮点了点头，说：“古代霸主利维塔苍白巨蛇就沉睡在这里，所以这里一直被严密监视。他已经很久没感受到这么恐怖的邪恶能量了。”骑士这下全明白了，难怪自己一直心神不宁。他一把按住剑柄，焦急地大喊：“恶魔信徒正在追捕尤德和科黛利亚，必须立刻赶过去！”乔安妮有些诧异，这两个人到底卷进了什么大麻烦里？西利翁神色严肃地表示：“具体情况路上再解释，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大门。”而此时，在遗迹深处，魔晶的能量正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科黛利亚缓缓睁开双眼，这股古老的力量已经彻底融入了他的体。系统提示直接刷了出来，他竟然成功拿到了 S 级技能苍白巨蛇的魔眼，这下子他的实力绝对是有了质的飞跃。科黛利亚得意地笑了起来，他高兴得手舞足蹈，直呼这感觉就跟之前吸收女巫力量时一模一样。科黛利亚转过身，心里琢磨着，尤德那边应该还没结束吧，嘴里嘟囔着要过去给尤德画个大花脸。可还没等他走过去，他突然愣住了，眼前的景象让他整个人都傻了眼。
只见不远处的尤德身上正散发着极其诡异的能量波动，这情况明显有些不对劲了。只见尤德倒在地上，浑身被狂暴的能量缠绕，这股至阳与极寒的能量交织在一起，甚至已经化为了肉眼可见的实体。科黛莉亚在一旁看着，突然想起了之前尤德对他的叮嘱。那时候尤德就说过，他在吸收太阳花能量的时候，身体根本无法动弹，所以才建议他趁机炼化魔晶，这只是以防万一。如果他在吸收魔晶时感觉有什么不对劲，一定要立刻停下来。想到这颗黛莉亚，忍不住有些生气。这家伙明明自己都快撑不住了，却还在替别人操心。他有些赌气的低声骂了一句：“真是个笨蛋。”而此时，在另一边的风雪中，希利翁正和乔安妮并肩前行。听完希利翁的解释，乔安妮这才明白他们的来意。希利翁表示他们的任务就是找到人，乔安妮则认为，既然大门的封印已经破了，法师们肯定会有所察觉，援军应该已经在路上了。乔安妮松了一口气，笑着说：“终于来了个好消息。既然援军要来，说明接下来的战斗会更惨烈，必须得加快速度了。”希利翁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2个人的安危。就在这时，骑士突然喊了一声，让大家停下。他指着前方的树林说：“那边有动静。”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风雪深处隐隐约约站着一个诡异的人影，而周围的雪地上早已被鲜血染红了。骑士看着那个方向，有些纳闷地问：“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难道是黑色的树妖吗？”乔安妮突然察觉到了危险，大喊着让大家趴下。骑士还没反应过来，有些纳闷地应了一声。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一道凌厉的红色剑气直接横扫了过来。乔安妮反应极快，直接扑向骑士，带着他一起倒在雪地上。女骑士勉强在雪地里站稳，但眼前的状况让她彻底懵了。刚才那一道恐怖的斩击，竟然完全没有魔力波动，没有魔力却能打出这种威力，这根本不合常理。眼看局势不对，旁边的神职人员立刻大喊，要求启动封印阵。圣十字骑士团的成员们纷纷围了上来，是要将这个恶魔彻底消灭在雪原之上。而另一边，科黛莉亚正蹲在地上，整个人被红色斗篷裹得严严实实。他有些懊恼的自言自语，怪自己太蠢了，居然没料到会变成这样。毕竟那股力量在体内彻底改变，换作是谁都会觉得难受。科黛莉亚悄悄抬起头朝旁边看去，不远处的地上，尤德正闭着眼睛躺在那里，身上还隐隐闪烁着蓝色的电光。科黛莉亚看着他，有些担心地问：“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四周一片死寂，各种杂乱的思绪一下子涌上心头。科黛莉亚叹了口气，觉得那家伙人太好了，为了让大家能看到这一幕，特意选了这条最好的路。科黛莉亚心里满是愧疚，觉得自己不该撒谎，更不该把守卫们也牵扯进来。那些人肯定急疯了，说不定已经一路追到了这里。就在这时，一阵沉重的心跳声突然传来，科黛莉亚猛地警惕起来。他忍不住开始后悔，之前光顾着高兴自己升级，还有尤德的病终于治好了，根本就没把事情考虑周全。要知道那时候他们才20级左右，就算提前布置了陷阱，能挡住多少怪物，谁也说不准。他们怎么会平白无故连升6级？这说明有强敌被干掉了。唯一的解释就是恶魔之手的人为了抓他当祭品，结果一头撞进了他们提前布置的陷阱里。科黛莉亚冷静下来分析，既然那些家伙能潜入进来，说明大门的封印已经被破开了。这样一来，赶来的援军肯定会先和恶魔之手撞上，这下麻烦了。要是历史再次重演，那些赶来支援的人恐怕凶多吉少。科黛莉亚决定先上去看看，毕竟恶魔之手的人随时可能打过来。他回头看了看还没醒来的尤德，小声嘀咕着：“等你醒了，可得立刻来找我，不然就在你脸上画个大花脸。”他知道去大门最快的捷径就是穿过5楼的军械库，只要从那里走密道下到1楼，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支援了。科黛莉亚一边绑着头发，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时间，15分钟不根本用不了那么久。他眼神一凛，大声说道：“只要5分钟，我就能赶到战场。”为了节省时间，他直接给自己套上了加速魔法，随着敏捷度瞬间飙升，他整个人化作残影冲了出去。一路上他片刻不敢停歇，顺着台阶疯狂往上赶。但越往上走，周围的空气就越发浑浊压抑。科黛莉亚隐隐有些不安，只希望自己的直觉是错的。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看来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科黛莉亚看着沿途倒下的同伴，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千万别来不及，这一次绝对不能再让悲剧重演了，一定要赶上啊！科黛莉亚在心里发誓，这次无论如何都必须是个好结局。而此时的战场上风雪越来越大，指挥官大声怒吼着，让大家誓死守住封印阵，绝对不能让恶魔得逞。身边的同伴们立刻响应，全力运转起体内的魔力，随着法阵的光芒冲天而起，无数道光剑从天而降，直接将那个怪物死定在原地。巨大的蓝色封印阵彻底成型，看着眼前巨大的蓝色法阵，骑士忍不住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下总算能困住怪物了。但乔安妮却根本不敢大意，她神色凝重地警告大家，那个恶魔到现在都还没使出全力呢。话音未落，怪物只是一抬手，原本坚不可摧的封印阵就被他一刀切成了碎片。封印阵碎裂的冲击力太强了，乔安妮直接被震得连退几步，这下连防守的余力都没了。头顶的巨石直接砸了下来，巨大的阴影一下子笼罩了所有人。乔安妮根本来不及躲闪，只能眼睁睁看着危险逼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耀眼的剑光横扫而过，巨石在半空中被切得粉碎。希利翁手持长剑挡在最前面，巨石被切碎的动静让乔安妮终于缓过神来。希利翁直接把长剑插进雪地，大声警告眼前的怪物：这里是赫拉斯瓦尔格的领地，恶魔休想再往前一步。
他向身后的骑士团下达死命令，必须死守这里，保护圣骑士，直到援军赶到。众人齐声响应，同伴大喊着让大家小心，但根本来不及了。恶魔的攻击比想象中还要快，这一刀下去，简直是要把所有人彻底抹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半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一个旋转的盾牌飞了过来，直接硬生生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还没等恶魔反应过来，一条发光的金色锁链破空而出，直接把这家伙捆了个结结实实。虽然累得够呛，但科黛利亚脸上满是得意，他笑着大喊：越是这种危机时刻，就越是英雄登场的时候。一看到他出现，旁边的骑士团成员直接惊呼出声，认出他就是科黛利亚小姐。这下旁边的人也懵了，纷纷打量起他来，甚至有人在一旁小声嘀咕：难道他就是传闻中那对爱得死去活来的情侣之一？听到这话，科黛利亚整个人直接抓狂，这帮人到底在外面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还没等他发飙，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碎裂声，科黛利亚动作极快，直接切入了战场。这一下连对面的恶魔都有些意外。科黛利亚仔细一瞧，认出了这家伙的来头，原来是个擅长近战的风属性双刃恶魔。封印被破开之后，这家伙彻底暴走了。科黛利亚倒是一点不慌，毕竟以前在副本里刷分的时候，他跟这玩意儿交手过好几次。科黛利亚嘴角微微上扬，对他来说，这地方不过是个副本，怪物的每一个反应都在他的算计之中。恶魔挥舞双刃，一道红色斩击呼啸而来，直接把巨大的石柱拦腰斩断。但这正是他想要的，一切都和游戏里的机制一模一样。科黛利亚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开启加速技能，整个人化做一道残影。面对恶魔狂暴的攻势，科黛利亚闪转腾挪显得游刃有余。他一边躲避一边大喊：在那个游戏里有个任务要求在领主手下无伤坚持50秒，只要能无伤撑过去，就能拿到更高的积分。为了冲到排行榜第一，这个变态任务他当年可是硬生生刷了无数遍。而眼前这个恶魔正好就是游戏里中期的那个领主。科黛利亚很清楚，光靠女巫的力量，以他现在的等级根本没有胜算。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那就是使用真名封印。可问题是，以前在游戏里只顾着刷怪，他根本不知道这怪物的真名。不过他坚信尤德那家伙绝对知道。而此时在另一边，寂静的废墟中突然有了动静。昏迷了许久的尤德手指微微动了一下，紧接着他终于睁开眼睛坐了起来。他拿起身上的斗篷，科黛利亚，恶魔的利刃带着破空声横扫过来。科黛利亚在风雪中拼命闪躲，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活下去。就在这关键时刻，远处传来一阵呼喊：科黛利亚小姐！科黛利亚诧异地转过头，几名骑士正急匆匆地赶来，大喊着要立刻加入战斗。科黛利亚深吸一口气，直接抬手释放魔法，离我远点！数道蓝色光束飞射出去，狂暴的能量在雪地上轰然炸开。刚赶到现场的几人被余波震得连连后退，骑士整个人都看傻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旁边的女人有些迟疑，他这是在警告我们别插手吗？可我们不帮忙，他一个人怎么撑得住？西利翁神色凝重地打断他，这正是他的目的，他要用自己当诱饵，死死拖住恶魔。为了救下这里的每一个人，科黛利亚只能咬紧牙关，在漫天飞石中拼命闪躲。恶魔的利刃带着血色光芒，几乎要把地面彻底撕裂。恶魔恼怒的低吼，躲得倒是挺快。作为一个法师，这身手实在有些不合常理。被彻底激怒的恶魔挥舞双刃，斩出无数道血色锋刃，攻势比之前还要猛烈数倍。科黛利亚惊呼一声，侧身避开迎面而来的重击。恶魔发出低沉的狞笑，刚醒来就遇到这么美味的猎物，真是让人兴奋。无数道血色锋刃疯狂斩击，攻势越来越凌厉。科黛利亚在风雪中拼命闪躲，再这样下去，他根本撑不了多久。科黛利亚突然在雪地里蹲下，摆出一个古怪的姿势，嘴里还念念有词：二档。下一秒，他自己就破功了，大喊：开玩笑的！加速术！瞬间，他的速度直接拉满。这番操作把恶魔都整不会了。你到底在干什么？科黛利亚尴尬的大喊：闭嘴吧！我就是顺手摆个姿势。他只是觉得叠加法术时这样看起来比较帅，不过现在可不是耍帅的时候。科黛利亚大喊：往这边走！他脚下一用力，整个人唰的一下冲了出去。他一边跑一边挑衅：接下来我们好好玩玩。科黛利亚在雪地里疯狂加速，整个人化做一道残影。恶魔冷哼一声：速度变快了吗？血色利刃疯狂斩击，带起阵阵刺耳的破空声。但科黛利亚身手太灵活了，每次都能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开。恶魔越打越觉得不对劲，这速度根本不是法师能维持的，在这么快的移动速度下，他迟早会失去平衡摔倒。可科黛利亚的闪避轨迹极其精准，每一次都完美避开了致命伤。恶魔彻底被激怒，挥舞双刃再次疯狂横扫。恶魔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血色锋刃几乎封锁了所有退路。但科黛利亚就像提前预判了一样，每一次都能在坚不容发之际避开。恶魔越打越觉得不对劲，难道这丫头光凭我的手臂动作就能做出反应？如果不是这样，他怎么可能反应的这么快？就在他再次挥刀的瞬间，终于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这根本不是什么临场反应，这个女人正在使用某种超越常理的力量。恶魔忍不住惊叹，科黛利亚的直觉准得离谱，动作敏捷的像一只野兽。恶魔冷笑着说：法师，你这保命的本事确实有点意思，不过光靠躲闪可撑不了多久。话音刚落，周围的巨石轰然崩塌，数道血色刀光横扫过来，直接把退路全部切断。恶魔冷哼一声说：他还是太嫩了点。周围的巨石轰然崩塌，直接把科黛利亚死死困在中间。恶魔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冷笑着嘲讽：只要你被迫停下脚步，下一秒就是你的死期。一道巨大的血色刀光横扫而过，他已经无处可躲。科黛利亚
咬紧牙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输。伴随着一声巨响，血色刀光将周围的巨石切得粉碎，掀起漫天风雪。科戴利亚勉强睁开眼，从废墟的缝隙中看去，他突然愣了一下，像是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什么？尤德微微一笑，说自己早就说过会做他的后盾。科戴利亚愣了一下，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尤德直接一把将他抱起，准备带他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他温柔地表示，接下来只要带他翻过这堵墙，然后好好处理伤口就行了。尤德抱着桑德斯·托姆在乱石堆上飞速越过，他低声说道：“接下来只要把你背在背上，翻过这堵墙，然后好好处理伤口就行了。”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旁边的骑士们都看傻了，有人忍不住惊呼：“尤德大人！”桑德斯·托姆却顾不上这些，他急切地问：“来得正好，你知道那个恶魔的真名吗？”尤德稳稳落地，回答得十分干脆：“当然知道。”桑德斯·托姆顿时松了一口气，那太好了，只要知道名字，我就可以把它封印起来。可尤德却有些迟疑，光是封印真的就足够了吗？桑德斯·托姆实话实说，我现在的魔力恐怕没法给那家伙致命一击了。尤德盯着远处的怪物，这我当然知道，不过你看他身上的黑色盔甲，并没有完全覆盖全身，这说明他现在虚得很，根本不是巅峰状态。只要能抓到一个空档，给他来记重锤，这局咱们就能翻盘。桑德斯模特听完直接笑了，不就是想让他原地罚站几秒吗？这是而包在我身上，他显得胸有成竹。我这儿可是有个压箱底的宝贝，绝对比普通的束缚术强100倍。桑德斯·托姆还是有些不放心，他盯着尤德问：“我给你创造机会，你真能一击必杀吗？你最好别给我掉链子。”尤德倒是一脸轻松，笑着调侃道：“我要是没准备好，你是不是还要揍我一顿？”说完，他直接迈步向前走去，头也不回地安慰他：“放心吧，虽然我平时总慢半拍，不过这一次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真本事。”桑德斯·托姆直接听懵了，完全没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样。他看着那个逐渐远去的背影，忍不住嘀咕：这家伙到底在卖什么关子？而此时，远处的恶魔正虎视眈眈，真正的决战这下才刚刚开始。尤德看着前方的恶魔，笑着调侃道：“多谢你等我呀，毕竟一个合格的反派，总得等主角把变身前摇读完嘛。”不过他话锋一转，怎么感觉你现在突然变得有点警惕了？对面的恶魔一言不发，只是死死盯着他。桑德斯·托姆在后面听着，心里也泛起了嘀咕。被他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有点不对劲，这家伙身上的气场怎么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就在这时，尤德缓缓抬起手，低声说道：“我要上了。”紧接着，一股狂暴的能量唰的一下席卷开来，他大喝一声：“9天神门！”狂风呼啸着在他身边凝聚，他直接开启了第二门。尤德低喝一声，直接开启了第二门。这下子，桑德斯·托姆整个人都懵了，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启的？还没等他想明白，尤德一步踏出，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直奔远处的恶魔冲了过去。这速度快得惊人，真正的决战这下彻底打响了。恶魔的血色利刃疯狂挥舞，带起漫天残影。这攻势看似密不透风，根本没有躲闪的空间，但对付这种怪物的诀窍其实非常简单。只要能大幅度限制住他挥刀的攻击范围，那他的威胁就会瞬间减半。尤德死死盯着对手，已经看穿了对方的攻击轨迹。狂风步伐一出，他在战场上拉出无数道残影，不断变换位置，拉近距离。想要对付这种大家伙，唯一的办法就是死死贴在他脸上。恶魔的利刃唰的一下横扫过来，尤德一个矮身，直接从刀光下方滑了过去。这一步迈出，他已经彻底切入了恶魔的怀里。尤德这一拳下去，直接打乱了恶魔的节奏。他身形一转，再次贴身跟上，根本不给对方拉开距离的机会。恶魔这下彻底被打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家伙每次都能在他出招前精准打断他的技能蓄力，这人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尤德可没打算给他思考的时间，他拳头化作漫天残影，劈头盖脸的砸了下去。这下子，恶魔直接被压制的毫无还手之力，战场上的局势瞬间逆转，狂暴的能量波动在雪地上炸开。达利亚整个人都看呆了，忍不住惊叹：太厉害了！他居然把这场战斗变成了势均力敌的对抗。旁边的少年也跟着附和，他正在死死压制恶魔，根本不给对方反击的机会。桑德斯·托姆呆呆地看着这一幕，脑子里一片混乱。他原本以为这家伙只是在吹牛，毕竟刚才情况那么危急，谁能想到他真的有这种本事？看着那个在战场上游刃有余的背影，桑德斯·托姆忍不住在心里呐喊：但他现在真的太帅了，加油啊，尤德！尤德深吸一口气，体内的力量开始疯狂运转，狂风在他身边汇聚，他已经彻底锁定了恶魔的破绽。这下子，对方根本无处可逃。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尤德重重的一拳直接轰在恶魔脸上，强大的冲击力把恶魔打得连连后退。恶魔咬牙切齿的低吼：“可恶！”尤德心里很清楚，现在这种程度的攻击还远远不够，他只是在勉强压制对方的攻势。如果不能找到一击必杀的机会，再这样耗下去，局势迟早会再次失控。恶魔死死盯着眼前的对手，试图找出破绽。尤德却很清楚，现在可不是拖延时间的时候。他脚下一用力，整个人唰的一下向后退去。尤德笑着调侃：“你是不是对我有点关注过头了？”他一边躲避攻击，一边好心提醒对方：“别忘了，这里可不止我一个人。”恶魔愣了一下，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数道泛着蓝光的锁链唰的一下飞射而来，将他死死缠住。达利亚在后方全力施法，大声宣告：“我们可不是来当观众的！”这下子，恶魔彻底被困在了原地。领头的法师大声指挥，让所有人全力以赴困住恶魔，同时安排其他人警戒四周，绝不能让任何人打扰施法。
达利亚咬紧牙关，将体内的魔力催动到极致，蓝色的雷光在空气中噼啪作响。被锁链死缠住的恶魔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他冷哼一声，挥舞起巨大的血色利刃，只听见几声清脆的碎裂声，那些原本坚不可摧的蓝色锁链唰的一下被全部斩断。还没等恶魔得意太久，半空中突然亮起一道紫色的魔法阵，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恶魔也警惕起来。一道紫黑色的能量长枪唰的一下破空而出，直奔恶魔而去。恶魔反应极快，立刻转身防守。伴随着一声巨响，这记强力的奇袭被恶魔硬生生挡了下来。恶魔有些警惕地看向攻击传来的方向，远处的雪地上，尤德正站在那里。他微微一笑，调侃道：“我还以为这记偷袭能让你多看我一眼呢。”恶魔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桑德斯托姆微微一笑：“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秘密武器。”话音刚落，他双指并拢指向眼睛，半空中唰的一下浮现出一双巨大的魔眼，苍白之蛇的魔眼。这股诡异的力量瞬间蔓延开来，恶魔整个人直接被定在原地，根本无法动弹。恶魔彻底懵了，怎么可能？一个人类怎么可能使用魔眼的力量？桑德斯托姆忍着反噬的痛苦，得意地笑了起来。没办法，谁让尤德就是这么厉害呢？有人大喊一声：“尤德！”紧接着，尤德整个人唰的一下从天而降，直奔下方的恶魔而去，伴随着刺眼的雷光。他这一击显然是奔着要害去的。这下子，恶魔还能反应过来吗？伴随着半空中的惊呼声，尤德借着下落的势头，直奔恶魔砸了下去。他一边拉近距离，一边飞快地念出晦涩的咒语：“云卡特哥，西西奥特，齐尔班斯顿。”这正是这个恶魔的真名。话音刚落，无数道泛着红光的符文锁链凭空出现，瞬间将恶魔死死缠住。被符文锁链死缠住的恶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咬牙切齿地质问：“你怎么会知道那个名字？”科黛利亚露出一丝冷笑，冷冷地宣告：“从你的双手停止动弹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彻底输了。”恶魔被死定在原地，只能眼睁睁看着局势失控。科黛利亚可没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他抬起手，口中念念有词：“云卡特哥西西奥特。”随着咒语声响起，紫色的魔法阵在他手中瞬间展开，狂暴的雷电力量开始在四周疯狂肆虐。他大喝出最后一个音节：“齐尔班斯顿！”尤德大喝一声：“齐尔班斯顿！”随着这声怒吼，狂暴的雷电力量瞬间炸裂开来，直接轰在了恶魔身上。这一击威力惊人，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狂暴的能量瞬间将恶魔吞没。恶魔痛苦的惨叫起来，他身上的黑色盔甲开始出现无数道裂纹，紧接着坚硬的盔甲碎裂脱落，他的防御被彻底瓦解了。伴随着一声不甘的怒吼，那个不可一世的恶魔终于彻底消散在空气中，危机总算是解除了。科黛利亚连站都快站不稳了，这回为了击败恶魔，他真是把魔力给彻底榨干了，整个人累得随时都可能晕过去。他强撑着看向旁边的尤德，有气无力地问：“咱们把他干掉了吗？你刚才看见升级的金光没？”尤德点了点头。科黛利亚顿时来了精神，赶紧追问：“这波到底升了多少级？”尤德回答道：“我们两个都升了4级。”科黛利亚听完笑了起来：“既然大家都一样，那你这次肯定没拿到最后一击吧？”话还没说完，他整个人就支撑不住，直接栽倒在雪地上。尤德急忙大喊：“科黛利亚！”可还没等他走过去，一股剧痛突然从手上传来。他看着自己异样的手，要是用这只手扶他，肯定会被他发现的。远处传来急切的呼喊声：“尤德大人，科黛利亚大人，你们没事吧？”西利翁带着人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可还没等他们靠近，尤德就站在原地回应道：“没事，抱歉让你们担心了。”乔安妮有些好奇地追问：“请原谅我的冒昧，不过您到底是怎么知道那个恶魔的真名？”话还没说完，尤德就抬起手打断了他：“现在先别问这个，我必须先照顾我的未婚妻，能晚点再问吗？”乔安妮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啊，当然可以，您快去吧。”不过他看着尤德身上的伤，还是有些担心。“可是您也受伤了呀，要不让我来照顾科黛利亚？”尤德直接拒绝了：“没事，我能抱得动他。”旁边的人看着这一幕，忍不住小声嘀咕起来：“看吧，我就说他们两个根本分不开，他刚才那样子，就像是把他当成了全世界最宝贝的东西。”大家在旁边小声八卦，尤德一脸无语：“我可都听得清清楚楚啊。”尤德迈步走了过来，轻声叫了他的名字：“科黛利亚，你还好吧？”科黛利亚开始倒哭水，魔力全用光了，眼睛也看不清，而且跑了这么久，腿都快废了。尤德无奈地笑了笑，那看来是真不太好。不过科黛利亚嘿嘿一笑，但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心情好得很。尤德也跟着笑了起来，一口气升了4级，换谁心情能不好？他直接在他面前蹲下：“上来吧，我背你回去。”科黛利亚这下可乐坏了，太好了，这下能好好偷个懒了。他顺从地趴在尤德背上，可刚趴上去，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他抬头看向天空，原本漫天飞舞的大雪，居然在这一刻停了。与此同时，在另一处巨大的石碑前，索露西亚看着眼前的变化，简直不敢相信，石碑上的名字居然彻底消失了。难道说那个强大的恶魔已经被击败了？索露西亚看着眼前的石碑，整个人都傻了。这块石碑记录着所有恶魔和半恶魔的名字，可现在上面原本刻着的名字居然全都不见了。名字从石碑上消失，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被彻底消灭。这根本不是计划失败，这简直就是单方面的屠杀。2个半恶魔，1个恶魔，外加100个杂兵，居然全军覆没。索露西亚怎么也想不通，这难道是兰迪乌斯干的？不对，那家伙最近明明在王国中部活动，这里可是极北之地，他根本赶不过来。索露西亚咬紧牙关，如果不是他，那到底会是谁？索露西亚终于锁定了目标，能做到这种事的只有尤德和科黛利亚。他立刻下达命令，卡诺斯黑衣人恭敬地跪下行礼：“遵命，索露西亚大人。”
索路西亚冷冷地吩咐：“我要北方的所有势力全部动起来，去把那2个祭品抓回来。一旦发现科戴利亚的行踪，立刻向我汇报。”卡诺斯有些迟疑地问：“那您的意思是？”索路西亚踩着高跟鞋往前走去：“没错，这一次我将亲自出手。要是这次计划再失败，那他可就真成没用的废物了。”极北之地的危机总算告一段落，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接下来的行程。计划明天再调查1天，后天就启程返回赫拉斯瓦尔格家族。西利翁虽然点了点头，但乔安妮心里一直有个巨大的疙瘩。他盯着眼前的尤德，语气严肃地发问：“那个恶魔的真名，您到底是怎么知道的？”这显然是个送命题，但尤德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脑海中的谎话模式瞬间拉满。他开始一本正经的胡扯，声称自己和科戴利亚为了寻找扬言花，在冰霜峡谷遭遇了恶魔之手的追杀。危急关头，他们意外触发了古代矮人留下的陷阱，追兵也踩中了矮人陷阱，这才让他们侥幸脱险。至于那个恶魔的真名，其实是写在最强追兵携带的卷轴上，对方提前准备的底牌反而成了自掘坟墓的铁证。乔安妮听完若有所思，毕竟恶魔真名确实极难凭空记住，这个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就在这时，门外的敲门声打断了谈话，一名护士走进来，微笑着报告：“科戴利亚小姐的治疗已经顺利结束。”听到这个消息，尤德猛地站起身来。护士接着解释，因为之前魔力消耗过度，他的视力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恢复，只要好好静养就无大碍。得知科戴利亚平安无事，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尤德直接站起身向众人告辞，表示自己得去照顾未婚妻，询问大家是否还有别的问题。这番话瞬间让在场所有人塞了一嘴狗粮。既然人家急着去陪伴未婚妻，大家自然也不好意思继续打扰。旁边的骑士赶紧打圆场，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西利翁也点头同意，看着尤德离去的背影，他还是忍不住轻声唤了一声他的。西利翁叫住他，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责。作为骑士团的成员，没能保护好大家，反而被救，这让他感到十分惭愧。不过既然这条命是尤德救下的，以后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全力报答这份恩情。尤德微微一笑，表示自己并不需要什么回报，不过这些话他会一字不落地转告给科戴利亚。两人伸手相握，西利翁最后祝他晚安。这趟极北之行总算有了一个温暖的收尾。夜幕降临，营地里一片死寂。尤德独自走在营帐之间，脑海中却在飞快地盘算着那个叫西西奥特的恶魔，在游戏里明明是中期才会出现的强。按理说，这起事件本该在更晚的时候发生。如果完全按照游戏原本的剧情发展，为了消灭这个恶魔，己方起码要付出上百条人命的代价。当他从地下遗迹上来时，其实已经做好了承受惨重损失的心理准备。当时圣十字骑士团的防线根本无法阻挡恶魔的脚步，加上他们当时正处于搜救状态，身上穿的都是轻装，根本没有任何防。按照常理，这些人本该全军覆没，可结果却出乎意料，他们居然奇迹般的全都活了下来。尤德掀开帘子走进营帐，看着躺在床上的少女，他放轻声音询问科戴利亚现在的状况。科戴利亚听到熟悉的声音，试探着呼唤尤德的名字，随后他露出一抹微笑，表示除了眼睛暂时看不见和身体疲惫，其他一切都好。尤德看着他虚弱的样子，眉头紧锁。科戴利亚却显得十分乐观，坚信只要休息好了视力就能恢复。尤德还是有些不放心，严肃叮嘱他以后绝不能再用这种拼命的招数。科戴利亚听了忍不住打趣，问他是不是在担心自己。没想到尤德这次直接大方承认，这反倒让科戴利亚有些措手不及。他有些害羞的答应以后尽量少用。尤德见状忍不住调侃起来，科戴利亚赶紧嘴硬否认。尤德接着转达了骑士团的谢意，多亏他及时赶到地面拖住恶魔，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惨剧。得知自己的拼命没有白费，科戴利亚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尤德笑着告诉他，大家现在都对他感激涕零。科戴利亚听了，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这次冒险非常值得。不过他突然清了清嗓子，有些不好意思的把头扭到一边，小声嘀咕着，其实自己也应该向尤德道谢。尤德听了一愣，有些纳闷的追问原因。科戴利亚声音更小了，表示当然是因为在最危险的时候，是尤德及时赶到救了他。这突如其来的坦率道谢，直接把尤德整不会了。他呆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出话来。尤德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解释说换做任何人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科戴利亚撇了撇嘴，表示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不过他随即好奇地追问，尤德当时是怎么从地下7层瞬间赶到的？难道是学会了什么新的位移技能？尤德摇了摇头，坦言自己只是抄了近路，只要按下第3个雕像的嘴巴，就会出现一条直达地面的秘密通道。科戴利亚听完彻底无语，他气得直接抓起枕头狠狠砸了过去，质问他之前吃花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这条近路告诉他，害得他拼了命一路狂奔上去，差点连肺都喘炸了。尤德被砸得连连求饶，忍不住吐槽他明明看不见却砸得这么准。科戴利亚理直气壮地表示这全凭直觉。他接着询问骑士团那边的动向，随后尤德叹了口气，表示骑士团明天还要调查1天，他们后天早上再一起返回赫拉斯瓦尔格。科戴利亚有些担忧，现在跟着大部队回去并不是个好主意，毕竟北边还有下一次恶魔入侵需要应对。尤德赞同的了点头。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别的计划，那就是明晚直接开溜。深夜的营地里只剩下微弱的篝火在闪烁，营帐的桌上留着一封写给卢卡斯的信，信上的内容十分简短，声称他和科戴利亚决定延长蜜月旅行。由于自己已经服下了花，身体已经痊愈，让大家不必担心。对于之前的鲁莽行动给众人带来的麻烦，他深表歉意。
漆黑的血液中，尤德正背着科黛莉亚，在厚厚的积雪中一步步艰难前行。信的末尾还附带了一句：“我们现在非常幸福。”落款写着尤德的名字。趴在尤德背上的科黛莉亚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身体都跟着颤抖不已。尤德有些无奈地表示：“反正这荒郊野岭没有别人，想笑就大声笑出来好了。”科黛莉亚笑得停不下来，估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看到那封信了。尤德有些纳闷，留封信而已，至于这么高兴吗？科黛莉亚理直气壮地回答：“以前每次都是我留信，搞得我好像多恨家一样，这回轮到你主动，我能不高兴吗？”尤德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笑了笑。科黛莉亚有些好奇地搂紧了他，问他怎么不说话。尤德轻声回答：“我只是在想，这封信是不是正好向大家证明，我们确实对彼此疯狂入迷，这算不算是一件好事呢？”科黛莉亚搂着尤德的脖子，笑得一脸得意。尤德有些无奈地调侃：“我以前还真不知道你居然这么喜欢我。”这话一出，科黛莉亚顿时急了，一边在他背上挣扎，一边大声反驳：“我才没有，你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我咬死你！”尤德赶紧出声安抚：“行了行了，你快抓稳吧，不然一会儿该掉下去了。”科黛莉亚虽然嘴硬，但还是乖乖趴在尤德背上，心里却忍不住犯嘀咕，这可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画面一转，时间来到了几天后，赫拉斯瓦尔格的商业中心兰克布斯克。尤德推开房门，轻声唤道：“科黛莉亚，我进来了，休息的怎么样？”科黛莉亚笑着回答：“睡得特别香，感觉脑子也清醒多了。你快趁着其他人还没追上来，把接下来的计划跟我说说。”尤德拉开椅子坐下，语气却很坚决：“在你完全恢复之前，我是不会说的。”他看着科黛莉亚，有些担心地问：“你的眼睛怎么样了？现在能自己走路了吗？”科黛莉亚笑了笑，伸手去解眼前的绷带。她一边扯下绷带，一边中二地喊道：“领域展开无量空处。”尤德一脸无语地看着他：“你该不会是一直憋着，就为了等这一刻耍帅吧？”科黛莉亚俏皮地眨了眨眼：“有这么明显吗？”尤德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只要你没事了就行。”既然眼睛没事了，尤德也不再隐瞒，开始跟科黛莉亚盘算接下来的计划。按照游戏原本的剧情，大约2个月后，一场席卷世界的大危机就会爆发。在边境之外的荒野深处，一个衣衫褴褛的预言家会突然造访某个神秘部落。他留下预言，说这里将诞生一位伟大的君王，并获得神明般的力量，彻底颠覆这个世界。部落的酋长对这话深信不疑，甚至开始暗中筹备仪式，想要强行夺取这股可怕的力量。那个所谓的预言家，其实是恶魔之手派去的卧底。可怜那个部落的人还被蒙在鼓里，以为自己得到了神奇。科黛莉亚分析道：“狂犀部落就是这样得到了堕落霸主贝利亚的力量，从而统一了整片荒野。”尤德接着补充：“到时候所有活下来的人都会沦为恶魔的傀儡，接着就会向王国发起进攻。这可是游戏的主线剧情，根本没办法躲过去。”科黛莉亚却觉得还有转机，只要他们现在出手干预，阻止狂犀部落统一荒野，这场危机不就提前化解了吗？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科黛莉亚突然想到了关键问题，他们2个可是赛伦的贵族，根本没理由插手荒野部落的内斗，就算强行先发制人，恐怕也只会引来更大的麻烦。尤德赞同地敲了敲桌子，既然不能直接插手，那我们就换个思路，去保护那些还没被恶魔染指的部落，扶持起一个能和狂犀部落抗衡的对手。科黛莉亚立刻反应了过来，你说的那个还没沦陷的部落，难道是游戏里可操作角色克里姆森的部落——大风暴部落？尤德笑着点了点头，这下科黛莉亚全明白了，这招借刀杀人，就像他们之前在贵族会议上除掉米诺斯一样，只要能改变原本的剧情走向，接下来的危机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在原本的剧情里，克里姆森会失去他的家人和家园，但这一次，我们可以在悲剧发生前彻底改变他的命运。尤德笑着夸奖：“动作挺快的嘛，居然拿到了第2名。”科黛莉亚一脸得意：“那当然了，不管怎么说，这可是我们的好机会。我以前最讨厌看到克里姆森那么消沉了，按时间推算，他现在应该已经被关起来了吧？”尤德盘算了一下，差不多，估计是1周前被抓的。科黛莉亚一听，唰的一下站了起来：“那我们现在就去救他，毕竟克里姆森是为了给生病的父亲找药，才冒险越过边境的。要是再不快点动手，等他彻底对人类产生恨意，事情可就不好办了。”为了救人，2人连夜赶到了镇上。为了掩人耳目，科黛莉亚甚至特意染了头发。看着热闹的街道，科黛莉亚有些纳闷地问：“我们不是来救人的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身旁的尤德却显得十分淡定：“既然他是被奴隶贩子抓走的，那我们直接花钱买下来不就行了？省时又省力。”科黛莉亚一听，直接懵了，居然打算用买的方式救人。在他的幻想里，他们应该一路火花带闪电，直接砸了拍卖行把人抢出来才对。尤德却显得十分冷静，真要这么闹腾，守卫肯定会盯上他们，而且那地方防守严密，硬抢根本不现实。看着不远处的奴隶贩子，科黛莉亚还是觉得憋屈，这样平白无故给坏人送钱，实在是太便宜他们了。尤德招了招手示意他凑近点，接着在他耳边低声解释：“一旦打草惊蛇，接下来的防备只会更严密，到时候想救人就更难了。”听完这话，科黛莉亚也没法再反驳了。街道上，一个金发男人正牵着绳子，把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往前拽。2人一路走到一处守卫森严的门口，守卫直接伸手拦住了他们。金发男人倒也懂规矩，不动声色地凑上前去，把一袋沉甸甸的钱币塞进了守卫的手里。守卫收了钱，这才侧身放行，让他们进到了里面。跟在后面的科黛莉亚有些纳闷，低声问身旁的尤德：“你明知道拍卖会最后肯定会被砸掉，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在原本的剧情里，克里姆森之所以能逃走，就是因为拍卖会现场遭到了突袭，
尤德却显得十分淡定。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顺水推舟，让因果报应去解决那些坏人。科黛莉亚虽然觉得有道理，但还是有些不解。尤德直接走到摊位前，掏出钱币买下了面具。科黛莉亚看着手里的面具，整个人都懵了。不是说要去救克里姆森吗？买这玩意儿干什么？他忍不住吐槽，难道我们还要去参加化妆舞会吗？尤德却开始卖起了关子，要不要我来揭开真相？科黛莉亚气得直跺脚，让他别再开玩笑了，赶紧说正事。尤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示意他跟上自己。赌场里人声鼎沸，到处都是筹码碰撞的声音。看着眼前的赌桌，科黛莉亚有些不敢置信。他转过头问尤德：“这就是你说的搞钱办法？”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科黛莉亚气不打一处来，直接伸手狠狠掐住他的脸。尤德疼得直叫唤，科黛莉亚却根本不松手，一边用力一边数落他，居然想靠赌博攒钱去买人，甚至威胁要因为这个取消婚约。面对科黛莉亚的怒火，尤德也只能无奈的受着。放心吧，没事的，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科黛莉亚有些迟疑的回答。那倒确实没有。尤德顿时得意起来，所以就相信我这次吧，今晚我就让你变成有钱人，我的女士。科黛莉亚还是有些不放心，只要你别把我们的钱全输光就行，听懂了吗？尤德满口答应，那当然了。接着他一脸自信的炫耀，我可是被拉斯维加斯3家赌场联合拉黑的男人，怎么可能会输？说完，尤德摆了摆手，示意自己要开始行动了，让科黛莉亚2个小时后再来找他。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科黛莉亚整个人都无语了，她忍不住开始怀疑人生，自己怎么就跟一个以当赌徒为荣的家伙订婚了呢？2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科黛莉亚显得异常兴奋，开心的直呼：“真没想到赌场居然这么好玩，简直太刺激了！”相比之下，旁边的尤德整个人都傻了，他简直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不管是前世还是这辈子，他都没见过这么离谱的场面。到底刚才在赌场里发生了什么，能让这个自称赌场黑名单的男人怀疑人生？时间稍微往前倒回一点，在赌桌前，尤德随手甩出底牌，直接亮出了黑杰克。荷官整个人都结巴了，颤抖着恭喜他，说他又赢了下注额的1倍半。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筹码，尤德却十分淡定，表示自己就到此为止了，顺便问了一句去哪里兑换现金。荷官赶紧指引了方向。没过一会儿，尤德就拎着沉甸甸的钱袋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一边抛着手里的钱袋，一边得意的盘算，这下买下红枫的钱不仅够了，而且还绰绰有余。今晚的计划简直太成功了。不过他心里还是有点意犹未尽，毕竟算牌这种事一旦玩上瘾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收手呢。尤德刚准备收手，毕竟要是让科黛莉亚等太久，他肯定又要发飙了。可就在这时，不远处的赌桌前突然传来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尤德顿时有些纳闷，顺着声音望了过去，只听见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在兴奋的大喊：“这简直太疯狂了，他居然又赢了！”旁边的人也跟着附和：“这位女士简直神了，我刚在这儿看了一会儿，他就已经连赢10把了。”另一个人更夸张，大声嚷嚷着：“这算什么？我来得更早，亲眼看着他连赢了12把。”听着周围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尤德满脑子问号，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忍不住好奇地凑上前去，想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结果旁边又有人惊呼：“我在这儿待得最久，这已经是他连赢的第17把了。”听到这个数字，尤德整个人都傻了。他顺着人群的缝隙看过去，顿时愣在原地。只见科黛莉亚正站在赌桌前，笑得合不拢嘴，面前的筹码已经堆得像小山一样高。走在回去的路上，尤德还是没忍住问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毕竟连续猜对17次，这概率只有13万分之一。科黛莉亚却一脸无所谓，说自己只是凭直觉。尤德彻底无语了，这直觉也太离谱了吧！科黛莉亚理直气壮地解释，感觉是红色就买红，感觉是黑色就买黑，这运气简直就是个怪物。科黛莉亚甚至开始盘算，下次要不要去试试纸牌，不过那玩意儿好像有点复杂。尤德有些紧张，主动叫住了科黛莉亚，他一脸严肃地警告，以后绝对不许再碰赌博，不然这婚约可就取消了。科黛莉亚却根本没当回事，笑着让他对自己有点信心。这下尤德反应过来了，怎么感觉他们俩的台词互换了？不过科黛莉亚可没心思纠结这个，她兴奋地掏出一封盖起火漆的信件，这可是她刚才迎来的拍卖会邀请函，有了这玩意儿，他们就能名正言顺地进去就红封了。尤德也觉得这主意不错，正好可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宝贝。科黛莉亚更是兴奋的不行，毕竟这比原本的剧情提前了整整1个月，简直就像是开启了隐藏关卡。她甚至开始盘算着今晚是不是还能顺手捞点好东西。看着她这副财迷的样子，尤德也只能无奈的附和，毕竟他今晚的运气确实好到离谱，那件事一定会发生的。科黛莉亚叹了口气，但愿如此吧。不过你买那个面具到底要干嘛？尤德开始卖关子，说明天再告诉你，时间不早了，先回去休息吧。画面一转，来到了拜伦的边境地区，在一座宏伟的府邸里，亚历克斯正坐在椅子上，脸色十分难看。他有些头疼的揉了揉太阳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在双峰之境都遇到那种危险了，这2个家伙居然还敢偷跑第2次，现在恶魔之手还在到处活动，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亚历克斯叹了口气，吩咐手下继续派人去搜寻，要是再找不到人，事情可就真的麻烦了。切斯伯爵语气里满是无奈，觉得必须把这2个逃跑的家伙当成通缉犯来对待，毕竟为了抓2个私奔的未婚夫妻，居然要动用整个领地的通缉令，这传出去简直就是个笑话。亚历克斯在旁边听着，也只能跟着附和。不过吐槽归吐槽，人还是得赶紧找回来，免得在外面惹出更大的乱子。亚历克斯决定派盖尔去处理这件事。
在他看来，让巴耶尔家的长子亲自出面搜寻，好歹能给家族挽回一点颜面。亚历克斯有些担心地问：“切斯家族这次会派谁来？毕竟科戴利亚的护卫还在养伤。”切斯伯爵叹了口气，说：“他们决定派阿德利亚过去。”听到这个名字，亚历克斯有些意外，他不是应该在王都吗？切斯伯爵解释道：“他现在确实在休假，不过每次听到妹妹和尤德的消息，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所以这次主动请缨要去抓人，说白了就是借着担心的名义，准备去亲自收拾这两个不省心的家伙。”亚历克斯忍不住调侃了一句：“您的孩子还真是像您啊。”不过玩笑归玩笑，亚历克斯心里其实另有打算。他看着对方缓缓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夜幕降临，一辆马车在林间小路上疾驰，车轮发出沉闷的声响。车厢里，阿德利亚正闭目养神，随着马车微微晃动，他嘴里喃喃自语：“科戴利亚，再等等我。”盖尔正准备动身前往切斯庄园，维克托在旁边恭敬地汇报说，那边已经安排了追踪法师来协助这次的搜寻任务。盖尔心里有些期待，不知道这次的搭档会是谁。就在他准备出发时，玛雅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手里还抱着一大堆药草。玛雅一脸担忧，叮嘱盖尔一定要带上这些，毕竟谁也不知道尤德少爷现在怎么样了，提前准备总没有坏处。他开始认真地介绍起来，这是尤德感冒喝茶用的肉桂，可以用来暖身体，而这一种则是薄荷，要是尤德发热了，正好可以用来降温。看着玛雅唠叨个没完，盖尔有些哭笑不得，只能赶紧打断他，说自己再不走就要迟到了。玛雅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向盖尔道歉。盖尔笑着接过包裹，向他表达了谢意。交代完这些，盖尔直接翻身上马，向玛雅和维克托挥手告别。盖尔一路碧波，终于赶到了切斯庄园。大门虽然敞开着，但里面却安静的有些反常。盖尔牵着马刚走进去，就注意到旁边坐着一个人。他仔细一看，顿时有些意外，这不是切斯家族的长子爱德华吗？爱德华正无聊地打着哈欠，看到盖尔过来，这才笑着打了个招呼。盖尔有些纳闷地问：“你怎么大清早就守在这儿？难道这次要和自己一起行动的搭档就是眼前这位大少爷？”爱德华笑着摆了摆手，说自己可不是来干活的，他只是纯粹来凑热闹看戏的。盖尔有些纳闷，看什么戏？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沉稳的脚步声，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好久不见，你长高了不少啊，盖尔少爷。”盖尔疑惑地转过头去，只见阿德利亚牵着白马，正缓缓朝他走来。他神色平静地开口：“看来这次的搜寻任务将由我来与你同行了。”来人正是科戴利亚的姐姐阿德利亚。看到阿德利亚突然出现，盖尔整个人都懵了。盖尔有些疑惑地问：“你不是应该在王都吗？”旁边的爱德华笑着插话说：“他现在可是休假期间。”接着阿德利亚收起笑脸，必须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尽快把那两个逃跑的家伙找回来。盖尔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说：“很抱歉在这种情况重逢，但看到阿德利亚身体健康，他还是挺高兴的。”阿德利亚轻轻应了一声，提议立刻出发。盖尔刚想客套一下，说自己对这一带比较熟，可以由他来带路，可话还没说完，阿德利亚突然停下了脚步。还没等盖尔反应过来，阿德利亚已经动作利落地翻身上马。他居高临下地看着盖尔，语气里带着一丝挑衅，说：“你想带路可以，但前提是得先追上我才行。”阿德利亚二话不说，直接策马狂奔，这速度快得像一阵风。留在原地的盖尔还没反应过来，旁边的爱德华忍不住笑出了声，调侃他要是再不追，人可就彻底没影了。盖尔这才如梦初醒，急忙跟爱德华告别，骑马追了上去。爱德华坐在台阶上，看着两人的背影，自言自语，虽然挺担心科戴利亚和尤德的，但不得不说这出戏还真是挺精彩。不过剩下的事情恐怕就没这么简单了。夜幕降临，兰克布斯特拍卖行里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侍者微笑着向两人介绍，一楼展出的物品可以直接竞拍，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摇铃。科戴利亚礼貌地道了声谢，随着房门关上，这间贵宾室里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尤德看了看身旁，忍不住感叹道：“科戴利亚，你的直觉也太准了，我本以为能找到一件好东西就不错了。”科戴利亚也跟着点头，谁能想到这里居然有这么多宝贝，简直让人挑花了眼。只见展台里摆放着各种稀世珍宝，不仅有散发着微光的古代文章，甚至还有传说中大天使尤利尔为天使军团打造的天堂之裁决。看着眼前这些琳琅满目的宝物，科戴利亚兴奋得直跺脚，终于找到了我的宝贝们。尤德指着展台上的说明，让科戴利亚仔细看看，上面写着这是从古代遗迹中挖掘出来的一件奢华且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圣物。科戴利亚忍不住吐槽，这帮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就随便写了个高大上的名字，难怪这宝贝没被放进主拍卖场，估计主办方觉得这玩意儿卖不出高价。尤德凑过去看了看报价板，顿时有些不敢置信，这居然就是目前的最高出价，这价格要是放在游戏里，大家肯定会以为策划少打了一个零。科戴利亚急得不行，催促尤德赶紧把价格写上去。两人二话不说，立刻在板子上刷刷写下新报价。写完之后，科戴利亚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下应该没人会出更高的价格了。他压低声音对尤德说：“哥哥，我们这次真是赚大了。”尤德也跟着笑了起来，毕竟在故事的这个阶段，能拿到这种级别的道具确实不可思议。不过这离谱的简陋经历，倒是让尤德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科戴利亚心领神会，笑着表示自己也想到了同样的事。这运气简直就像是开了挂，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这简直就是白送的福利。不过现在可不是高兴的时候，拍卖行里还有大把的宝贝等着呢。尤德提议得赶紧去别的地方转转。科戴利亚
连声赞同，说不定还能再捡个大漏。两人一拍即合，立刻在展厅里飞奔起来，生怕错过了其他好东西。可跑着跑着，两人突然像被雷劈了一样，急忙刹住了脚。完了，我们把克里姆森给彻底忘了。顺着通道一路找过去，他们终于来到了关押的地方。带路的商人一脸谄媚，直夸他们的眼光好，说这可是难得一见的极品。商人还不忘在旁边提醒，这丫头虽然现在看着虚弱，但野人毕竟是野人，带回去之后可得小心防备。笼子里的女孩死死盯着外面，那眼神显然还没放弃反抗。商人一脸谄媚的在一旁搭话，直夸两人的眼光好，说这绝对是难得一见的极品。接着他压低声音提醒，带回去之后可得小心防备。虽然这丫头现在看着虚弱，但野人骨子里的野性可没那么容易驯服。笼子里的女孩死死盯着外面，那眼神显然还没放弃反抗。科黛莉亚一言不发，只是默默攥紧了拳头。商人笑着打圆场，说有活力才是好事情。接着又奉承了一句，看来客人是个识货的行家。不过他话锋突然一转，压低声音试探着问，您真的打算不参与竞拍，现在就直接买下他吗？Outboxer 009顿时警惕起来，这家伙肯定是在怀疑他们的身，觉得他们是王室派来的调查员。他沉住气，平静地应了一声，开始编造瞎话，说自己和妹妹只是路过这里，打算买完就去个暖和的地方。商人听完笑了笑，说外地人确实很难适应这里的鬼天气。Outboxer 009顺势反问，怎么，现在直接买有什么问题吗？商人吓得赶紧摆手，说当然没问题，他这就去安排把人打包好。商人临走前交代，让他们待会儿去1楼碰头。听到商人用打包来形容那个女孩，科黛莉亚心里一阵恶心。Outboxer 009倒是客气低到了线，拉着他先离开这里。走在昏暗的地下通道里，科黛莉亚有些纳闷地问，你怎么知道来这儿得戴面具？Outboxer 009解释道，这地方藏得深，一般人根本找不到。现在王国到处都在打击奴隶交易，这帮家伙为了避风头，做事自然的格外小心。科黛莉亚叹了口气，也是，毕竟谁也不想背上买卖人口的罪名。科黛莉亚走在阴暗的地牢里，周围那些戴着面具的贵族为了遮掩这里的恶臭，身上全是刺鼻的香水味。铁笼里关着被锁链束缚的亚人，周围全是刺耳的铁链声，以及贵族们肆无忌惮的嘲笑。看着这些被当成商品的生命，科黛莉亚原本简陋的兴奋劲一下子全没了，心里只剩下难以言喻的压抑。走廊里几个买主还在大声炫耀，说自己买的奴隶在决斗场上多能打。听到这些冷血的对话，科黛莉亚和 Outboxer 009没有停留，只是加快了脚步。周围的贵族还在大声哄笑，说野人天生就是最适合战斗的奴隶。科黛莉亚听着这些话，脸色越来越难看，突然踩着高跟鞋快步朝通道深处走去。Outboxer 009察觉到不对劲，赶紧跟了上去。科黛莉亚突然停下脚步，一把扯下了头上的发饰。Outboxer 009试探着叫了她一声科黛莉亚。科黛莉亚低着头，声音发闷，说自己的发夹扯到头发了，难怪每走一步都疼得想哭。她转过头看向 Outboxer 009，问他能不能帮自己处理一下。看着科黛莉亚这副样子， Outboxer 009愣了一下，随后轻声答应了下来。Outboxer 009看出了她的难过，温柔地安慰着她，那丫头受了太多苦，以后咱们对她好点，带她去吃各种好吃的。科黛莉亚轻轻应了一声。离开拍卖行后，他们带着救出来的女孩住进了旅馆。刚安顿下来，他就关切地问起女孩的情况。科黛莉亚从里屋走出来，叹了口气说，那孩子一沾枕头就睡熟了，估计是一直紧绷着神经，累坏了。尤德坐在桌前转头问他，你还没把他身上的束缚全解开吗？科黛莉亚有些无奈，说自己是不想吵醒他。看着床上熟睡的女孩，科黛莉亚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想到手段这么残忍，居然把人的行动视觉和听觉全限制了。尤德也跟着叹了口气，说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既然人已经安顿好了，尤德拍了拍桌子，提议先商量一下接下来的计划。科黛莉亚立刻来了精神，大声提议，我们应该先和洪峰搞好关系。尤德点头赞同，毕竟想要顺利越过国境，确实需要一个当地人的帮助。不过科黛莉亚很快又泄了气，整个人趴在桌上直哼哼，说他们给洪峰留下的第一印象太差了，想让人家卸下防备，估计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尤德喝了口水，觉得这是急不来，至少得花上1个月才能让那孩子不再防着他们。科黛莉亚越想越郁闷，忍不住抱怨起来。接着他转头看向尤德，问他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尤德说自己有办法，科黛莉亚却一脸怀疑，觉得他肯定又在憋什么坏主意。尤德赶紧解释，这只是善意的谎言。接着拿出了准备好的计划，他打算用魔法阵制造光雾效果，再让科黛莉亚照着剧本演一出戏。可科黛莉亚一看剧本就傻眼了，上面居然全是用北方方言写的，这不纯粹是难为人吗？科黛莉亚忍不住吐槽，这家伙绝对是故意在显摆。不过吐槽归吐槽，计划还是立刻执行了。没过多久，房间里就变得雾气昭昭。熟睡中的女孩耳边突然响起了神秘的呼唤，女孩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哼了一声。就在这时，那个神秘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催促她赶紧睁开眼睛。这一下，女孩猛地清醒过来，她一个翻身坐了起来，这才发现原本死死捆在身上的束缚竟然全都不见了。女孩警惕地打量着四周，心里直犯嘀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那个声音又是谁的？屋里突然起了一阵大雾，女孩有些纳闷，这雾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还没等她反应过来，眼前突然亮起一道刺眼的光芒，一个空灵的声音在雾气中响起，让女孩不要害怕，称呼她为风之子。紧接着，一个散发着白色光芒的半透明身影
缓缓在光雾中显现出来。那个身影神圣而庄严，自称是伟大的风暴，也就是守护他们族群的神明。听到桑德斯托姆这个名字，女孩整个人都傻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颤抖地呼唤着伟大的风暴。桑德斯托姆缓缓开口，让洪峰站起来，还夸他为了给父亲寻找解药，独自一人踏上旅程，非常勇敢。接着，桑德斯托姆语气变得沉重起来，警告说一场巨大的灾难很快就会降临到他的族人和大草原上。洪峰一听急了，连忙表示自己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这场灾难。可就在这严肃的时刻，桑德斯托姆突然小声嘀咕了一句，说接下来要用更坚定的语气说话，接着又慌忙捂嘴，说自己不该把这句台词念出来的。这一下，洪峰直接懵了，有些怀疑地看着眼前的神明。桑德斯托姆尴尬地咳嗽了2声，赶紧转移话题，说自己已经把真相告诉了那2个人类。洪峰有些纳闷，人类？桑德斯托姆接着忽悠，说正是因为这样，那2个人类才会出手救他，让他跟着他们一起走。接着，桑德斯托姆开始介绍那2个人的身份，说那个粉色头发的女士是科黛莉亚，而那个男人则是尤德。他还不忘给科黛莉亚加戏，说科黛莉亚虽然美丽善良，但有时候反应就像一只野兽一样。至于尤德，则是英俊温和且有礼貌，而且非常理解与他同行的这位野兽女士。听着神明这番奇奇怪怪的介绍，洪峰整个人都傻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桑德斯托姆接着忽悠，说那2个人不仅靠得住，以后还会成为洪峰的伙伴。洪峰有些不敢相信，人类也能当朋友吗？桑德斯托姆语气坚定，让洪峰像信任神明一样去信任他们，因为只有他们3个人联手，才能彻底解决北方的危机。交代完这些，神明的身影开始逐渐消散。洪峰还想再问点什么，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眼前的光芒就彻底暗了下去。洪峰突然觉得眼皮沉得厉害，这股困意来得莫名其妙，还没等他想明白怎么回事，整个人就直接栽倒在地上，彻底失去了知觉。随着周围的雾气渐渐散去，尤德和科黛莉亚这才走了出来。看着到地不起的洪峰，尤德笑着说，看来睡眠魔法加风魔法效果不错，幸好他现在等级还低，根本防不住这招。科黛莉亚在一旁提议，得赶紧把他重新绑好，伪装成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这样他醒来只会觉得是做了一场梦。不过看着看着，科黛莉亚突然想起了刚才的细节，忍不住转头质问尤德，刚才那句他开始爱上他的台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床上的克里姆森发出一声闷哼，渐渐有了动静。科黛莉亚有些兴奋，说她要醒了。接着科黛莉亚凑上前帮他把眼罩摘了下来，随着眼罩被取下，克里姆森慢慢睁开了眼睛。科黛莉亚关切地问他，现在感觉好点了吗？他猛地坐起身来，整个人戒备拉满。科黛莉亚赶紧摆手安抚，解释自己是科黛莉亚，旁边这位是未婚夫尤德。听到这2个名字，克里姆森愣了一下，嘴里念叨着他们的名字。尤德接着解释，说是伟大的风暴指引他们来的，所以才会去拍卖行把他救出来。科黛莉亚轻声安慰着床上的女孩，说现在已经安全了。她主动向克里姆森示好，承诺一定会帮忙。看着眼前这双真诚的手，克里姆森的心思却飘回了过去。他当初独自越过国境，唯一的目的就是给父亲寻找解药。那时候他发誓绝不相信任何人类。被抓进拍卖行后，这种敌意更是到了顶点。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神明居然会降下神启，指引他去信任这2个人类。虽然理智告诉他不能相信，但他的防线其实早就开始动摇了。克里姆森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他说自己真的太孤单了，一直以来都活在恐惧里，希望能有人陪在身边。看着眼前这个崩溃的女孩，科黛莉亚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没有多说什么，直接走上前去，一把将克里姆森紧紧抱在怀里。科黛莉亚轻声安慰他，现在已经没事了，我向你保证。这一抱彻底击碎了克里姆森最后的防线，他在怀里放声大哭，把所有的委屈都宣泄了出来。尤德在一旁静静地看着，2人的关系总算有了转机，看来这招还真管用。尤德心里暗自盘算，这下子不仅省了时间，还顺利和克里姆森搭上了线。虽然假扮神明这事让他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但好在计划成功了。尤德安顿好克里姆森，叮嘱他先在屋里待着，自己去给他弄点吃的。克里姆森乖巧地应了一声。尤德刚推门走出去，突然注意到桌上放着的东西。这次去黑市不仅救了人，顺手牵羊带回来的战利品也算是一笔意外之财。尤德看着这些东西，忍不住自嘲起来。虽然自己一直想当个好人，但刻在骨子里的玩家本能还真是改不掉啊。吃饱喝足之后，克里姆森终于开口了，说自己确实知道怎么越过国境。科黛莉亚一听，顿时来了精神，连忙追问能不能带他们过去。克里姆森一边嚼着面包，一边认真的回答，那是一条只有他们族人才知道的秘密通道，不过他愿意带路。至于原因，克里姆森转头看向科黛莉亚，说因为科黛莉亚是他的朋友，而尤德是科黛莉亚的男人。尤德在一旁听得直乐，笑着跟他道谢。尤德凑过去小声嘀咕，问科黛莉亚刚才到底干了什么。科黛莉亚一脸得意的回应说，他们刚才进行了一场心灵深处的交流，现在当然是朋友了。尤德看着正在吃东西的克里姆森，试探着问他能不能明天就出发。科黛莉亚在一旁看着，关切地问他是不是还在担心父亲的身体。尤德顺势接话说，他们带了能改善他父亲状况的宝贝，而且这还是神明特意交代的。克里姆森一听顿时激动起来，他猛地站起身，急切地喊着现在就要走。尤德赶紧劝他先好好休息，等明天早上再出发也不迟，毕竟追兵随时可能追上来，时间确实不多了。克里姆森倒是一口答应下来，说包在他身上。
科黛莉亚看他吃的差不多了，便问他要不要去洗个澡。克里姆森高兴地答应了，还顺便邀请科黛莉亚一起去。科黛莉亚有些措手不及，支吾了半天还是答应了。尤德拖着下巴琢磨着，有了克里姆森的加入，他们的计划确实能快上不少。不过他心里也直犯嘀咕，怎么感觉自己反而被那2个女人给冷落了。转眼到了第2天出发的日子，尤德站在门外敲了敲门，大声问里面的2位女士准备的怎么样了。屋里立刻传来了回应，说马上就好。尤德在走廊里催促着，说行李都已经收拾妥当，随时都可以出发了。科黛莉亚在屋里应了一声，说他们马上就出来。科黛莉亚看着克里姆森的打扮，有些担心地问他，穿这么少真的不冷吗？克里姆森倒是一点不在乎，说自己挺喜欢这身衣服的，这让他想起了以前在部落的日子。不过克里姆森突然摸了摸自己的头发，显得有些为难。科黛莉亚一下反应过来，克里姆森以前在部落里头发都是扎起来的。科黛莉亚赶紧拉着他坐下，准备帮他好好打理一下。科黛莉亚开始尝试各种发型，先是还原他以前的样子，接着又试了试战士风格，甚至还搞出了奇奇怪怪的造型。折腾了半天，科黛莉亚终于有了灵感，她熟练地把克里姆森的头发扎好。她凑过去问：“这个怎么样？”克里姆森看着新发型半天没吭声，这下科黛莉亚有点慌了，赶紧问：“是不是不喜欢？要不换回第一个？”克里姆森赶紧摆手，笑着说自己很喜欢，谢谢科黛莉亚。看克里姆森这么满意，科黛莉亚总算松了口气。既然一切都收拾妥当，那他们也该出发了。与此同时，在诺登子绝岭的森林里，阿德利亚正蹲在地上施展追踪魔法。盖尔走上前询问情况怎么样了。阿德利亚站起身回答：“虽然他们不在这附近，但我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他们正一路向北。”2人看着地图分析起来。阿德利亚指着地图说：“他们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弗罗斯坦维尔，再往北就是兰克布斯特，而穿过那里就是王国3大防线之一的雷霆要塞。”不过阿德利亚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他看着地图上的路线，觉得那些人应该不是去要塞的。阿德利亚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指向了另一条路线。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往这个方向去了。盖尔看着地图有些纳闷，那个方向除了国境线什么都没有，他们到底要去哪儿？阿德利亚也觉得不对劲，科黛莉亚平时胆子那么小，去哪儿都会黏着人，绝对不会不打招呼就走，除非是有人在背后捣鬼。一想到尤德那家伙，阿德利亚就气不打一处来，觉得肯定是他把单纯的科黛莉亚给拐跑了。盖尔在一旁听着，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如果他们的目的地真的是边境，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其实是被绑架了？听到这话，阿德利亚的沉默让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盖尔还在顺着逻辑往下推，说除了被绑架，根本没理由往边境跑，肯定是那些邪恶势力动手了。既然阿德利亚的追踪术从没错过，那剩下的唯一解释就是他们出事了。看着阿德利亚现在的脸色，盖尔心里直发毛，这明显是要暴走的节奏。他试探着问了一句：“阿德利亚，你是不是也想到了？”阿德利亚神色凝重的回答：“确实有这个可能。”这下可把盖尔急坏了，他催促着说：“那我们得抓紧时间了，赶紧上马出发。”阿德利亚也反应过来，立刻跟着行动起来。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北方边境，一座巨大的城墙横跨在塞伦与荒野之间，这道防线几乎切断了整个北方。而在那风雪交加的城墙之下，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暗处蠢蠢欲动。早在300年前的战争年代，王国为了防范荒野上的外敌，整整花了30年修筑起了一道巨大的防线。可这么长的城墙根本做不到处处防守的滴水不漏，再加上人手有限，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时间一长，防线上自然就露出了破绽。原来这就是克里姆森当年能偷渡过来的原因。尤德骑着马在雪地里走着，说他知道那个地方没人防守，本以为那是一堵坚固的墙，但没想到还是有漏洞。克里姆森在前面带路，说他的族人可是花了好大劲才找到那个缺口的。科黛莉亚在后面跟着，说这情报确实太有价值了，我们得抓紧时间。突然一阵冷风吹过，把他后面的话全给堵了回去。科黛莉亚呸了几声，抱怨说雪都飘进嘴里了。尤德看着周围，说这雪好像越下越大了。科黛莉亚有些担心，说前面都看不清了，这样下去我们可能会迷路。尤德提议，那先找个地方避避，等雪小一点再走。接着他问克里姆森，这附近有没有适合露营的地方？克里姆森在旁边搭话，说再往前走有个洞穴，我们可以在那里躲躲雪。科黛莉亚一听，立刻赞同，那我们的快点了。科黛莉亚一把抱住他，可别让暴风雪把你给吹跑了。克里姆森笑着说，有你抱着我肯定没事的。尤德在前面带路，随口确认了一下洞穴的方向。克里姆森肯定的应了一声，他突然一拍大腿，说自己忘了件事，还一本正经的保证以后肯定记住。风雪越来越大，克里姆森看着科黛莉亚，提议说下次还是让他去跟尤德挤一匹马。科黛莉亚还没反应过来呢，尤德倒是挺淡定，招呼大家赶紧往前赶。紧赶慢赶，一行人总算钻进了山洞。科黛莉亚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一片，忍不住感叹这鬼天气是越来越差了。尤德倒是看得很开，说这正好说明咱们没走错，离北边是越来越近了。走这条路能不能到峡谷？克里姆森点了点头，说峡谷就在前面不远了。他有些担心，说不过那里不太安全。科黛莉亚，你没问题吧？科黛莉亚笑着回答，自己完全没问题。不过尤德很快注意到克里姆森的发型变了，这不就是游戏里的经典造型吗？尤德转头看向科黛莉亚，发现这姑娘正一脸兴奋的偷笑，这发型简直太可爱了，不愧是自己第2喜欢的角色。尤德一脸无语，都什么时候了，这丫头居然还有心思满足自己的喜好。这时克里姆森突然开口，
说自己有个问题想问科黛利亚。科黛利亚大方的让他尽管问。克里姆森突然问了个问题，问那个脏话词是什么意思。科黛利亚整个人都傻了，支支吾吾的问他什么意思。克里姆森在一旁补刀，说科黛利亚经常说这个词，甚至连睡觉的时候都在说。科黛利亚这下彻底慌了，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转头看向尤德求助，结果尤德直接把头扭到一边，说这烂摊子得他自己收拾。科黛利亚急得直跳脚，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到底该怎么跟纯洁的女孩解释？难道要直接告诉她真实意思吗？纠结了半天，他终于憋出了一句：“那其实只是个感叹词。”克里姆森一脸天真的追问：“到底什么是感叹词？”科黛利亚只能硬着头皮解释，说那就是表示太酷了的意思，反正就是用来表达赞叹的。克里姆森一听恍然大悟，立刻现学现用，开心的大喊：“多亏了你们，自己终于能回家了，真是太棒了！”他还兴奋地高举双手，对着两人大喊：“太棒了，科黛利亚！太棒了，尤德！你们两个真是太棒了！”看着这姑娘一脸纯真的爆粗口，科黛利亚整个人都麻了，只能尴尬地笑着附和说：“对对对，你也很棒。”这下好了，整个山谷里都回荡着这句清脆的赞美。三人走在白雪皑皑的山路上，科黛利亚忍不住抱怨：“这雪深得脚一直往下陷，根本没法好好走路。”尤德在一旁接话说：“这就是为什么之前要把马给放生了。”科黛利亚叹了口气，只希望那些马能遇到好心人。走在最前面的克里姆森提醒大家，过了这一段路况就会好转，让大家跟紧他，千万别滑倒了。尤德刚应了一声，科黛利亚却突然停了下来，他神色有些凝重地叫住尤德，问了一个让人有些不安的问题：“虽然咱们现在的实力提升了不少，但你不觉得敌人找上门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吗？”尤德接着分析道：“既然咱们一直在改变时间线，那接下来要面对的敌人恐怕也会跟着发生变化。”科黛利亚有些担忧地问：“那你觉得下一个找上门的会是谁？难道是那个索鲁奇亚亲自过来吗？”尤德有些奇怪地反问：“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科黛利亚有些不安地回答：“其实从刚才进入这片峡谷开始，我就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们一样。”尤德听完心里一惊，他很清楚，自从科黛利亚觉醒了魔女化的能力之后，他的感知力就变得异常敏锐。当初在赌场里，他就是靠着这种玄学般的预感，赢下了那些几乎不可能的赌局。这种预知能力现在已经成了他最强的底牌。既然他都开口了，尤德绝对不敢掉以轻心。他立刻加快了脚步，招呼克里姆森赶紧跟上。走在旁边的克里姆森一脸纳闷，问他为什么要突然加速。尤德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咱们被盯上了。”克里姆森更奇怪了，这一路上他一直都在留意四周，根本没发现任何人的影子。尤德心里清楚，精灵的视力确实比人类强得多，但如果对方用了隐秘手段，光靠肉眼看是没用的，在这种地方被缠上麻烦可就大了。科黛利亚的直觉果然没错，这黑灯瞎火的盯上他们的还真不是人。三人一路在雪地里狂奔，谁也不敢慢下来。可跑着跑着，科黛利亚突然猛地刹住脚步，尤德有些奇怪地回头：“科黛利亚！”科黛利亚神色凝重地看着前方，说自己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附近，但一时间又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尤德和克里姆森也跟着停了下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林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狼嚎，一头巨大的黑影从暗处窜了出来，直接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尤德定睛一看，脸色顿时沉了下来。那些站在高处俯视他们的，竟然是地狱犬。伴随着低沉的嘶吼，几只浑身冒起火焰的恶兽直接从山坡上俯冲下来。克里姆森有些慌了，这些怪物怎么会出现在边境附近？他们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科黛利亚神色凝重地推测，这绝对是有人在附近把他们召唤出来的。眼看敌人逼近，科黛利亚立刻大喊，让尤德先带克里姆森离开这里。紧接着他直接运转魔力，准备强行拖住这些怪物。眼看地狱犬扑了过来，尤德一把抱起克里姆森，速度一下子提升到了极致。他大喊着让克里姆森抓紧，头也不回地往安全地带冲去，而那些恶兽还在后面紧追不舍。关键时刻，科黛利亚直接留下来断后，他可没打算放任何一只怪物过去。随着他的一声怒喝，狂暴的冰霜魔法铺天盖地砸了下去，直接把冲在最前面的地狱犬死死冻住。克里姆森趴在尤德背上，忍不住惊叹：刚刚那一招太厉害了。但尤德根本不敢放松，他心里很清楚，科黛利亚说的没错，地狱犬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这背后肯定有人在操纵，而能召唤这种怪物的，只有魔手组织的索路西亚。可问题是，对方怎么会在这里设下埋伏？之前去拿太阳花的时候，行踪就暴露过一次，但这次他们可是临时决定前往边境，敌人到底是怎么知道？尤德心里直犯嘀咕，到底哪个敌人有这种未卜先知的能力？他突然察觉到了什么，猛地转头看去，只见一只漆黑的乌鸦正从风雪交加的林子上方飞过。科黛利亚也感应到了异样，说外面确实有什么东西在盯着他们。尤德一下子反应过来，就是那只乌鸦，他立刻大声呼喊：“科黛利亚，快看那边！”科黛利亚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尤德急切地喊道：“那有一只乌鸦，全身漆黑的乌鸦！”科黛利亚顺着视线望去，整个人都警惕了起来，他嘴角微微上扬，应了一声好。他直接发动了魔法，在雪地上铺开了一层油脂。那几只地狱犬根本刹不住车，脚下一滑，直接摔了个四脚朝天。趁着这个空档，尤德背着克里姆森拼命往前狂奔，科黛利亚则在后面紧紧跟着。可还没等他们跑出多远，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扑棱声，无数只漆黑的乌鸦铺天盖地的压了下来，几乎把整个天空都给遮满了。克里姆森抬头看着这黑压压的一片，有些慌乱地问：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鸟？
还没等大家想明白，克里姆森突然发现不对劲，急忙大喊前面没路了，再往前跑可就真的要掉下悬崖了。但尤德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科戴利亚在后面大声喊道：“准备好了吗？”尤德大声回应：“没问题，要下去了。”三个人就这么直地从悬崖上栽了下去。克里姆森吓得大声尖叫，这高度掉下去可不是开玩笑的。尤德在半空中一把将两个姑娘死护在怀里，这落地的过程比预想中要顺利得多。克里姆森看着空荡荡的山谷，还没从刚才的混乱中回过神，他们竟然全都不见了。科戴利亚突然发现了什么，急忙提醒尤德看过去。尤德顺着方向望去，整个人都警惕了起来。漫天飞舞的乌鸦已经散去，雪地里重新恢复了平静。一个白发身影缓缓走了出来，尤德没有犹豫，直接单膝跪地行了个礼，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尤德。白发男人看着他，缓缓开口问：“原来你早就知道那些乌鸦并不是敌人吗？”兰迪乌斯的弟子尤德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是圣十字骑士团的6位团长之一，也知道乌鸦是你的象征，但这还不是全部。要是玩过这款游戏的人，就没人不知道卡麦尔的名字。他其实是百利宫国王的私生子，而那个王国早就被恶魔给毁灭了。他和兰迪乌斯一样，都是第1代游戏里真正的英雄。但不同的是，他在续作里依然存在，并且立下了龙之誓言，是要斩杀每一个恶魔的信徒。他的外号就是鬼刃。”卡麦尔听完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原来如此。”他让尤德起身后，直接说明了来意。原来他是受兰迪乌斯所托，特意过来照看尤德的。不仅如此，他还带来了一个关键情报：魔鬼之手的索露西亚已经开始行动。他就是在追踪对方时碰巧遇上了他们。一旁的克里姆森整个人都懵了，看着眼前这个长相清秀的白发男人，他怎么也想不到对方一开口居然是个纯正的男生。尤德表面上装作很吃惊，其实心里早就有了底，毕竟魔鬼之手盯上他们也是迟早的事。卡麦尔接着追问他们的去向，毕竟再往前走就只剩下荒凉的边界墙了。科戴利亚脑子转得飞快，说他们是受了荒野女神的指引。这名号一出来，连见多识广的卡麦尔都愣了一下。尤德顺着科戴利亚的话往下编，说他们确实是得到了神器，而且同行的人里还有人要寻找跟恶魔有关的解药。卡麦尔听完思索了一下，主动提出要护送他们去边境墙。可谁能想到尤德居然一口回绝了，他觉得分开走才是最好的选择。尤德心里算盘打得很响，卡麦尔的名头太大，一旦露面肯定会打草惊蛇，不如把他当成诱饵去吸引火力，他们好趁机暗度陈仓。尤德一边往前走，一边在心里盘算，只要索露西亚不亲自出手，剩下的杂鱼根本不足为惧。他主动拉住了科戴利亚的手，只要我们2个联手，不管来什么敌人都能应付。科戴利亚也跟着点头，只要能在一起就没什么好怕的。这俩人在这儿旁若无人的秀恩爱，可把旁边的克里姆森给尴尬坏了。他一脸无语的看着这俩人，心想你们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卡麦尔看着尤德那副自信的样子，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这小子的行事作风还真是让人想起兰迪乌斯，不过他最后还是妥协了，说既然这样，那就按尤德的计划办。但在行动之前，他必须先确认一件事。尤德有些疑惑地问：“什么事？”卡麦尔盯着他，问他是不是吃下了太阳火花。还没等尤德回答，卡麦尔接着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说这股力量在尤德体内，其实根本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科戴利亚神色焦急，立刻追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德沉默片刻，无奈地叹了口气，承认自己其实早有察觉。卡麦尔毫不客气地补了一刀：“既然你清楚，就该知道你的命还没保住。”尤德只能低声解释，虽然强行吞噬了太阳火花，但极阳的能量偶尔会彻底失控。卡麦尔冷哼一声，这根本不是吸收的问题，而是2股力量在体内疯狂排斥。尤德体内的阴气压制太久，突然撞上极阳的太阳火花，本需要时间慢慢融合，可他偏偏在最虚弱的时候强行经历了一场恶战，导致能量流动彻底扭曲中断。科戴利亚满脸自责，怪自己之前竟然毫无察觉。尤德脑海中浮现出当初科戴利亚不顾一切为他吃下火花的画面，想到这里，他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多说无益。尤德显得异常坦然，直言自己绝不后悔。看着尤德坚定的眼神，科戴利亚的心头猛地一颤。就在这时，卡麦尔突然开口：“如果我能帮你修复这个扭曲呢？”科戴利亚急切地追问：“这是真的吗？”卡麦尔神色冷峻，虽然无法立刻根治，但至少能让你发挥出真正的实力。连尤德自己都不敢置信，如果能恢复，他的战力将飙升到何种地步？但他很快冷静下来。卡麦尔为什么会主动帮忙？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条件？尤德盯着眼前的卡麦尔，心中暗自盘算。在游戏设定中，卡麦尔性格冷酷孤僻，除了主角团，他根本不会给任何人好脸色。可现在的态度实在反常。就在尤德出神时，科戴利亚伸手戳了戳他的脸，笑着让他别胡思乱想。多亏了兰迪乌斯的面子，他这个当弟子的才能沾光，而且对方现在只是用分身协助，已经算仁至义尽了。卡麦尔有些意外地看过来，问尤德是不是早就看穿了，这只是圣十字守护者的分身秘术。尤德笃定地点头，如果是卡麦尔的本体在此，恐怕索露西亚早就被碎尸万段了。卡麦尔不再废话，直接把选择权抛给尤德，问他到底打算怎么做。尤德微微一愣，卡麦尔平静地解释，愿意出手确实是看在兰迪乌斯的面子上，换做旁人他绝不会多管闲事，现在就看尤德有没有这个胆量了。尤德心中暗叹，自家师傅的名号还真是好使，光凭一个名字就能让大佬主动出手。卡麦尔冷冷回了一句：“你现在才反应过来吗？既然如此。”尤德上前一步，那就拜托前辈了。
卡麦尔微微点头，既然决定了，就别浪费时间，现在立刻开始。卡麦尔最后警告了一句：“丑话说在前面，这滋味绝对让你终生难忘。”话音未落，他的手掌已死死按在尤德胸口，狂暴的力量瞬间涌入体内，尤德险些直接昏死过去，一声痛苦的惨叫瞬间撕裂了整片荒野。此时的暗处，一双阴冷的眼睛正死死盯着他们，每次试图围剿这两人，计划都会被彻底打乱，这让幕后黑手不得不重新评估尤德和科黛利亚的真正实力。之前在兰加斯特展现的战力，难道真的只是虚张声势吗？不过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凭那两个12家族的小鬼，根本不可能击败恶魔，真正扫平双之真并斩杀西奥特的人，其实另有其人。索露西亚看着天空中盘旋的乌鸦，那家伙就是鬼刃卡麦尔。索露西亚咬牙切齿，心中怒火中烧。他终于反应过来，卡麦尔根本不是在保护那两个小鬼，而是把他们当成了诱饵，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引出并狩猎魔鬼之手。被当成猎物的屈辱让索露西亚暴怒，背后的恶魔羽一瞬间展开，脚下的传送法阵轰然亮起，他绝不容许自己被这样戏耍。索露西亚彻底被激怒，展开双翼直冲云霄，漫天的乌鸦如黑云般压下，试图将他死死困住。他冷哼一声，周身魔力瞬间炸裂，无数道紫色锁链横扫虚空，将眼前的障碍全部搅成粉碎。索露西亚的魔力在空中狂飙，强行在乌鸦群中撕开一条血路。他稳稳落在雪地上，脸色阴沉的仿佛要滴出水来。他死死盯着前方，咬牙切齿地念出那个名字：卡麦尔。而在他对面的雪地上，卡麦尔静静伫立，任由乌鸦在头顶盘旋。索露西亚冷笑一声：“你居然敢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真以为把我拖在这里，那两个小鬼就能逃掉吗？我的手下早已在边境布下天罗地网，凭他们两个根本插翅难逃。”半空中寒光骤现，卡麦尔抬手就是一剑劈下。卡麦尔冷冷吐出对方的名字：“索露西亚，你的废话太多了。”索露西亚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他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周身魔力疯狂涌动。他愤怒地咆哮：“只凭一个分身就敢挑衅我，我今天就让你彻底后悔！”科黛利亚在雪地里拼命赶路，还没跑出多远，后方就传来一阵恐怖的波动，这股压力大得惊人。看来卡麦尔的分身已经和索露西亚正面撞上了，不过有那位大佬坐镇，后方暂时还出不了什么大乱子。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尤德，这小子刚醒过来就跑得没影了，得赶紧把他追回来才行。尤德在雪地里飞速狂奔，只觉得身体轻盈的不像话，体内的能量流动顺畅无比，五感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敏锐。跟现在这种充盈的状态相比，以前用的那些招式简直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就在这时，耳边传来同伴的呼喊，提醒他10点钟方向有地狱犬出没。尤德嘴角微微上扬，根本没打算减速，这股新生的力量是时候找个对手来试试威力了。尤德在林子里彻底打疯了，这种身体完全听从支配的爽快感，让他越战越勇，这才是天赐之体真正的力量。那些地狱犬在他面前根本连一招都接不下。科黛利亚和克里姆森在后面拼命追，看着尤德在前面横扫战场，科黛利亚忍不住感叹，这小子现在简直就像一头野兽，连克里姆森都快要跟不上他的速度了。之前卡麦尔动手帮他修复的时候，这小子直接疼得晕死过去了，当时还真是让人捏了一把。谁能想到他这一醒过来就跟没事人一样，立刻开始活蹦乱跳的折腾。看着尤德那副兴奋的傻样，科黛利亚有些无奈的撇了撇嘴，吐槽他这表情简直太幼稚了。不过看在他现在战斗力爆表的份上，也懒得跟他计较了，毕竟这可是自家队伍里的主力打手。可还没等他们追上去，前面的雪地里突然有了动静。科黛利亚施展出阵法，狂暴的能量在林子里横冲直撞，瞬间把周围的怪物清理得一干二净。这突如其来的恐怖破坏力把克里姆森吓得不轻。科黛利亚拍了拍手，一脸轻松的表示，既然要走，就要把路上的隐患全部清理干净。他转头看向身后的克里姆森，安慰对方别太焦急，反正马上就要到边境了。克里姆森有些勉强的应了一声，看着科黛利亚继续往前赶路，他默默地攥紧了拳头，心里满是挫败感。在这种级别的战斗中，自己根本帮不上任何忙，反而成了一个累赘。尤德双手抱胸，笑着招呼大家继续前进。穿过一片荒凉的山谷，高耸的边境城墙终于出现在眼前。尤德指着前方说，我们已经到了。他催促着大家赶紧越过边境，科黛利亚却有些迟疑，看着后面累瘫在地的克里姆森，他有些担心地表示，克里姆森看起来已经精疲力竭了，恐怕没有余力带他们穿过边境的防线。尤德却一脸轻松地回答，反正我们又不走那条路，根本无所谓。听到这话，科黛利亚顿时愣住了，有些疑惑地反问，那该怎么过去？尤德没有多解释，只是笑着朝他伸出了手，之前答应过要带大家翻墙，这承诺他可一直记着呢。科黛利亚听完有些意外，随即笑了起来，看来这家伙还挺靠谱。尤德提醒他们抓紧，接着一把将科黛利亚和克里姆森抱了起来。科黛利亚靠在他怀里，笑着调侃道，那么尤德选手，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科黛利亚笑着喊出口令，预备开始。尤德脚下猛地发力，整个人唰的一下冲向半空，眨眼功夫，高耸的边境城墙就被甩在了身后。他在雪地上几个起落，速度快得惊人，直接带着人冲进了茫茫雪原。尤德带着人一路狂奔，觉得这距离应该差不多安全了。他停下脚步，对怀里的科黛利亚和克里姆森说，要把他们放下来了。结果刚一落地，科黛利亚和克里姆森就直接瘫倒在雪地上，一副快要吐出来的样子。尤德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问，有这么颠簸吗？科黛利亚有气无力的反问，你这还好意思问？
尤德想了想，突然一拍手，他说自己又是报又是背的，一路上还当先锋带人翻墙，就差没提供全套护理服务了。科黛莉亚忍不住吐槽，难道你还想在游戏里解锁什么成就吗？那可真是免谈了。科黛莉亚大声质问，他是不是因为体内的扭曲消失了，所以才这么得意忘形？尤德笑着承认说，现在感觉力量正源源不断的涌上来，状态简直好得不得了，就像是彻底觉醒了一样。科黛莉亚在一旁直摇头，难怪这家伙刚才跑得跟疯了一样，但这一路狂奔可把旁边的克里姆森给累惨了。看着眼前这两个怪物般的实力，他心里只剩下了深深的无力感，原来自己和他们的差距竟然这么大。他有些愧疚的开口，对不起，我光是跟上你们就用尽全力了，根本没办法帮你们带路，我真是个累赘。说到这里，他整个人无力的瘫坐在雪地上，本来是想独自南下来给父亲寻药，结果因为实力不够，半路就被人抓去当了奴隶，现在想想还真是有些自不量力。他觉得正因为自己太弱，大风暴才会选择尤德和科黛莉亚，而不是他这个族长的女儿。科黛莉亚赶紧上前安慰，劝他别把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尤德也走了过去，直接蹲在他的面前，听好了，克里姆森，大风暴亲口说过你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强大。听到这话，克里姆森有些不敢相信。尤德接着肯定地告诉他，你天生就拥有伟大战士的资质，迟早会成为部落里最强的精灵战士。尤德转过头，笑着向旁边求证，是不是这样？科黛莉亚，科黛莉亚被突然点名吓了一跳，赶紧跟着附和，对，没错，克里姆森，你以后一定会变得超级强大，所以根本不用焦虑。听到这些鼓励，克里姆森低着头，没有立刻说话，他伸手擦了擦眼角，终于重新振作起来。克里姆森大声表态，我会加倍努力的，一定会变强，绝不辜负大风暴的期待，我一定会追上你们的脚步。尤德笑着回应，好，那我们拭目以待。科黛莉亚也在一旁挥手打气，那我们一起加油吧。克里姆森主动站起身来说，接下来由他来带路，他认得这个地方，只要2天就能到达他们部落的领地。尤德点头答应，那就全靠你带路了。克里姆森。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克里姆森提议，天快黑了，今天先找个山洞休息吧。科黛莉亚立刻赞同，没问题。看着克里姆森跑远的身影，科黛莉亚有些担忧的凑了过来，她压低声音问，喂，你用大风暴的名义来忽悠人，这骗局是不是越滚越大了？尤德却显得很淡定，没事的，那位狂野之神应该不会介意这种小事。科黛莉亚有些无语，是这样吗？尤德接着解释，反正除了假冒神明旨意那部分，我刚才说的话可没有半句虚言，现在别想那么多了，我们得赶紧跟上他。科黛莉亚只好点头答应，那好吧。尤德一边往前走，一边在心里琢磨，刚才对克里姆森说的那些话确实都是真的，除了大风暴预言的那部分，因为在原本的游戏剧情里，大风暴部落最后彻底覆灭了，只留下了克里姆森一个人活下来，而他也确实在绝境中觉醒，成为了部落最强的战士。所谓的最强战士，不过是因为整个部落只剩他一个人了，毕竟只剩一个人，那他自然就是最强的那个。不过这种残酷的真相，尤德可不打算说出来，他很识趣的把这些话烂在肚子里。夜幕降临，尤德在洞穴外布置好警戒，转身往里走。科黛莉亚坐在火堆旁，抬头询问警戒情况。尤德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表示已经布置了警报魔法阵，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收到信号。科黛莉亚听完松了一口气，说今晚终于能挨着克里姆森睡个安稳觉。尤德顺口问起克里姆森的状况，科黛莉亚指了指旁边，说他一路上累坏了，现在已经睡熟。接着科黛莉亚凑上前，压低声音提起尤德昏迷时卡麦尔透露的秘密，魔王之手阵营里有一个叫卡诺斯的终极半魔，拥有不完整的预知能力，在以前的游戏里可从来没听说过这家伙。尤德若有所思地挑了挑眉，不完整的预知能力，看来之前的猜测全对上了。科黛莉亚有些吃惊，问他怎么看出来的。尤德笑了笑，解释起双之针的战斗。当时魔王之手在门前围堵，是因为太阳火花的目标太明显，但他们只把兵力部署在地面，要是真能完美预知，绝对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不过这回情况不同了，谁能想到他们会放着贵族不当，直接往荒野深处钻？就算在奴隶市场就走克里姆森的事情败露，对方也绝对料不到这一步。按理说，根本没人会知道他们是为了拯救荒野而行动。科黛莉亚点头附和，毕竟只有他们知道游戏剧情，这很合理。既然如此，对方为什么会在边境沿线布满眼线，甚至连索露西亚都亲自出马？为了防备追踪魔法，他们连米诺斯的耳环都扔掉了，对方根本不可能追得上。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方阵营里确实有预知能力者。尤德摸着下巴思索，如果预知能力完美无缺，他们早就一头撞进索露西亚的包围圈了。既然能顺利逃脱，说明对方的预知只能确定大概范围。科黛莉亚听得一愣一愣，卡麦尔推测卡诺斯的极限，那家伙的预知不仅范围模糊，而且使用频率受限，甚至他自己都无法完全掌控。对方能一路跟到边境，全凭这个半吊子的预知能力。科黛莉亚听完一时间有些无语，这家伙确实聪明得过分。他无奈地承认尤德的推测全对。尤德看着他的表情，纳闷他为什么这副脸色。科黛莉亚没好气地顶了回去。不过话说回来，荒野可不是魔王之手的地盘，他们暂时安全了。毕竟魔王之手和魔王之眼向来不和，根本不可能在别人的地盘上乱来。尤德若有所思，决定等回去之后再慢慢收拾卡诺斯。科黛莉亚笑着附和，期待尤德用妙计对付预知能力。尤德顺口问他打算怎么做，科黛莉亚理直气壮地回答，自己只负责在旁边认真听计划，
尤德有些无语，催促大家赶紧睡觉，明天一早还要继续赶路。科黛利亚站起身，伸了个懒腰，走向克里姆森身旁躺下。夜深了，山洞里只剩下篝火燃烧的微弱声响。等尤德再次睁开眼，周围的场景已经完全改变。蓝天白云之下，瀑布飞流直下。他看着四周，纳闷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还没等他想明白，天空中突然飞过一只巨大的鲸鱼，飞鲸在天上游弋。夏天的林子里竟然下起了暴风雪。尤德看着这诡异的景象，一时间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不远处的科黛利亚，她静静地站着，仿佛与这个奇怪的世界融为了一体。还没等他走过去，一股狂风猛地卷了过来，风里的能量波动无比真实。尤德心里咯噔一下，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梦，情况不对。他赶紧大喊，想把科黛利亚叫醒。科黛利亚被吓了一跳，整个人还处在蒙圈状态，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尤德心里直犯嘀咕，自己明明是挨着克里姆森睡下的，怎么一睁眼到了这鬼地方？还没等他理清头绪，半空中突然传来一阵玩味的轻笑，那声音调侃他居然敢随便提起神的名字。话音刚落，狂风呼啸得更加厉害，无数飞鱼在空中穿梭，震动得让人根本站不稳。尤德和科黛利亚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白发身影从天空中缓缓降落。这下两人彻底懵了，完全不知道来的是何方神圣。那人稳稳地悬在半空，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打了个招呼：“南方的孩子们，初次见面，我的名字是大风暴，我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狂野之神。”大风暴看着底下的两人，笑着问：“是不是因为自己的长相，才让他们不敢相信？”尤德赶紧摆手解释：“他们只是太震惊了，脑子一下子没转过来。”大风暴轻哼了一声，调侃尤德还挺能说会道。接着他落到旁边的岩石上坐下，有些不满地抱怨起来：“神明都主动打招呼了，你们居然连名字都不报，南方的孩子还真是没礼貌。”科黛利亚这吓慌了神，赶紧弯腰行礼赔罪，表示能见到伟大的大风暴是他的荣幸。接着恭敬地报上了自己的名：科黛利亚·切斯。尤德也赶紧跟着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他的未婚夫尤德。看到两人态度诚恳，大风暴这才满意的笑了起来，觉得这还差不多。科黛利亚赶紧趁热打铁，为之前冒用神明的事情真诚道歉，并解释他们来到这片荒野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大风暴听完若有所思，人类想要穿过那道边境防线，确实要冒极大风险。看来这两个小家伙没撒谎。突然间，周围的气压骤然降低，神明的威压一下子笼罩了过来。大风暴居高临下的盯着他们，语气变得无比严肃，质问他们来到这片土地到底有什么真正的目的。这股突然降临的威压，沉重的让人几乎无法呼吸。尤德心里很清楚，一旦惹怒了眼前这位神明，后果根本无法想象。大风暴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们，等待着回答。尤德深吸了一口气，知道接下来的每句话都必须小心应对。不过奇怪的是，他心里其实并没有多少恐惧，毕竟连妖精女王都被他忽悠过，眼前的场面还应付得来。尤德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双手呈了上去，他恭敬地开口：“请您先看看这个。”那是来自妖精的信物。尤德继续说道：“他们见到了南方的妖精女王，还有一位女巫的灵魂，对方告诉他们这片土地正处于危险之中。”大风暴听完有些迟疑，妖精女王的事情他可以相信，但女巫的灵魂又是怎么回事？尤德解释，那是雨色域大恶魔阿斯蒙蒂斯对抗多年的伟大女巫，如果检查他未婚妻的灵魂，就会明白这一切，因为科黛利亚继承了那位女巫的部分力量。大风暴听完这番解释，并没有完全被说服，他追问道：“这应该不是全部的真相，你们甚至不是这片土地的孩子，为什么要亲自跨越边境跑到这里来？”尤德看着大风暴的反应，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而且正如他所料，大风暴并不知道那位女巫的真实身份。尤德没有隐瞒，直接说出了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他们之所以冒用神明的名义，是因为恶魔的威胁已经逼近了这片土地。而且更糟糕的是，大风暴部落的族长危在旦夕，根本不是因为什么怪病，而是中了恶魔崇拜者的诅咒。大风暴听完有些迟疑，质问：“这难道是那位女巫的灵魂说的？”尤德点头承认，他们确实收到了女巫的请求，要来阻止这个诅咒以及恶魔崇拜者在这里的阴谋。就在他们商量怎么跨越边境时，突然听说大风暴部落的克里姆森被抓了。尤德继续解释，在营救克里姆森的过程中，为了说服这位族长的女儿，他们才不得已擅自借用了大风暴的名号。尤德和科黛利亚低下头，诚恳地请求神明的宽恕。科黛利亚更是紧张的不行，连声道歉说他们真的非常抱歉，但他还是忍不住补充，他们来这里是真的想要保护这片荒野，请一定要相信他们。大风暴看着眼前的女孩，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让她抬起头来。科黛利亚有些意外地应了一声。大风暴看着他们，突然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作为王国的普通人类，为什么会称呼这里为荒野，而不是野蛮之地？”科黛利亚有些迟疑地回答：“在王国里，大家都管这里叫野蛮之地，但他却叫不出口。”大风暴有些好奇，追问他为什么。科黛利亚解释道：“自从遇到了克里姆森，他就只把这里当成国境之外的土地。其实作为知道游戏剧情的玩家，他之前一直站在贵族科黛利亚的角度看待这片土地，现在想想，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全是偏见和傲慢。”大风暴感叹道：“野蛮之地这个名字，确实是对这里部落的一种歧视。他这回倒是挺好说话，既然你们是为了荒野着想，那冒用神明的事儿，这次就先原谅你们了。”科黛利亚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就完事了。他赶紧点头哈腰地道谢，生怕这位大神突然变卦。大风暴最后丢下一句：“下次注意点。”科黛利亚忙不迭的保证绝对不会再犯。看着眼前的场景，尤德却突然走上，这一幕让他想起了当初在女巫森林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刚伐现胜十字卫队的遗骸，尤德心里的小算盘早就打得啪嗒响，觉得附近肯定能搜刮出不少好东西。就在他琢磨着怎么才能瞒过卢卡斯的眼睛，把那些宝贝弄到手的时候，科黛莉亚却突然开口说要把这些人都给埋了。尤德看着科黛莉亚，心里暗自琢磨，当初科黛莉亚带头帮大家找到武功秘籍和魔法公式，其实根本不是提前算计好的。刚才他和大风暴的对话也是一模一样，那完全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诚举。正因为这份纯粹，才显得格外有感染力，甚至还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气。科黛莉亚自己恐怕都不知道，事情能进展得这么顺利，全多亏了他。虽然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坏人，但既然科黛莉亚已经争取到了机会，他就必须把这个机会利用到极致。尤德神色严肃，继续说道：“我恳请您听我们把话说完。关于克里姆森父亲的状况，我还有些事情要说明。”大风暴微微挑眉，示意他继续说下去。尤德神色凝重地解释：“克里姆森父亲所中的诅咒名为蓝色彼岸花，这是一种会让受害者不断遭受地狱寒气折磨的法术，而且据我所知，这是堕落之王贝利亚的信徒们常用的一种古老手段。”大风暴听得眉头紧锁，尤德接着抛出关键信息：“另外，想要彻底解除这个诅咒，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掉施咒的人。”大风暴神色一震，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迟早得把那个幕后黑手给揪出来。从时间上来看，凶手很可能就藏在参加了族长会议的那些人当中。大风暴有些犯难，毕竟克里姆森父亲现在危在旦夕，但他总不能无凭无据地直接去对其他部落的族长动手。尤德却一点不慌，他安慰大风暴不用担心，因为女巫早就给他们留了后手，提到了一件能保命的神物。大风暴听完眼睛都亮了，这世上居然还有这种宝贝。尤德直接亮出了底牌，就是他手里的这件东西。这串太阳项链能不断提供阳气，正好克制地狱的寒气，可以强行拖延诅咒发作的时间，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揪出那个幕后黑手了。大风暴这下彻底松了口气，那只要把项链送过去，克里姆森父亲就有救了。尤德却突然有些犹豫，大风暴有些纳闷，这又怎么了？尤德开始装可怜，说这太阳项链其实是自己的救命药，要是交出去自己随时可能撑不住。科黛莉亚在旁边都看傻了，这家伙平时壮得像头牛，现在居然演得像个病秧子。尤德一边咳嗽一边大义凛然地表示，虽然自己身体弱，但还是救人要紧，愿意把项链让出来。大风暴这下被感动坏了，觉得这小子太有情有义了，这么宝贝的东西都舍得拿出来。为了不占便宜，大风暴主动提出补偿，愿意把自己的神物一锋之剑送给他们。一听到这话，尤德立刻收起病容，他顺杆爬得飞快，不仅要神物，还想再多要一个好处。大风暴一听直接傻眼了，这小子拿了神物还不满足，居然还想要更多。科黛莉亚在旁边也有些紧张，不知道尤德到底想干嘛。尤德却非常冷静，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大风暴能允许他和科黛莉亚正式成为大风暴部落的战士，为守护部落而战。大风暴听完有些意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其实尤德心里算盘打得很响，他们作为王国的贵族，想要在荒野上自由行动且避免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获得官方身份。更何况要是能直接得到荒野之神的认可，那含金量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简直就是一张万能的通行证。大风暴笑了笑，既然你们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只能选择相信你们了。话音刚落，两道光芒唰的一下飞了过去，直接没入了两人的胸口。大风暴的声音在空中回荡，我会在你们身上刻下我的印记，这东西能帮你们在荒野上行走。至于那件神物，我会把它放在村子的祭坛上。接着大风暴又补充道，那支箭可以根据使用者的意志自由控制，在空中随意飞舞，可是个非常实用的宝贝。听完大风暴的描述，科黛莉亚脑子里一下子浮现出了某种奇怪的画面。科黛莉亚兴奋的不行，赶紧大声道谢，多谢伟大的大风暴。大风暴笑着点了点头，这东西对魔法师来说可是个大助力，你就好好期待吧。尤德在旁边听着，却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既然那件神物是给魔法师的，那不就是给科黛莉亚的吗？可大风暴却理直气壮地表示，太阳项链是用来治你病的，所以那本来就是你的东西。我现在把神物送给科黛莉亚怎么了？你这小子该不会是想抢未婚妻的宝贝吧？真是个坏男人。尤德赶紧摆手否认，表示自己绝对没这个想法。科黛莉亚在旁边捂着嘴偷笑，大风暴哼了一声，警告他最好别动歪心思。就在这时，大风暴突然想到了什么，他看着下方的两人，神色变得严肃起来。听好了，我的战士们，我现在要给你们下达第一个正式任务。尤德微微一愣，这第一个任务到底会是什么？尤德心里很清楚，在原本的游戏设定里，这片荒野的存在感几乎为零，因为游戏刚开局没多久，这里就会因为恶魔崇拜者的诅咒，彻底变成无法进入的禁区，所以关于荒野之神的任务，在以前根本就没人见过。大风暴看着他们，神色有些玩味，这可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即将踏入一片完全没有人探索过的未知领域。大风暴盯着两人，开口问道：“你们能做到吗？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全新任务。”科黛莉亚和尤德对视一眼，没有丝毫犹豫，大声回答：“没问题。”清晨的阳光洒进洞穴，科黛莉亚刚睁开眼，就有些迷糊地呼唤着尤，她有些不敢相信地询问：“刚才经历的一切真的不是梦吗？”尤德坐起身来，笑着回答：“既然你醒来第一件事就问这个，那肯定不是梦。看来他们刚才确实进入了大风暴的意识空间。”科黛莉亚兴奋得不行，既然大风暴真的赐予了印记，那他们身上肯定有标记了，得赶紧检查一下。尤德在旁边有些无奈，说自己得先去把警报魔法关了。等尤德一走，科黛莉亚就迫不及待地确认，肩膀上果然多了一个发光的金色印记。
这可是他人生中第一个纹身。确认完印记，科黛利亚一路小跑着出了洞穴，去找坐在外面的尤德。尤德回头看着他，就这么开心吗？科黛利亚连连点头，那当然开心了。科黛利亚兴奋地嚷嚷，这可是荒野之神的印记，简直太让人高兴了。尤德在一旁附和，说他也很中意自己的印记，毕竟以前在游戏里他们作为玩家可没少见这个雷鸟印记，谁能想到今天居然能真真切切地刻在自己身上。不过这印记的颜色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尤德笑着说，银色看起来挺帅的。科黛利亚立刻反驳，金色才是最棒的。可这话刚一出口，气氛突然就变得有些微妙。科黛利亚有些纳闷，怎么你的是银色而我的是金色？尤德也是一头雾水，这待遇怎么还不一样呢？就在尤德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好像猜到了其中的原因。大风暴刚才那微妙的态度，还有奖励上的差别对待，让尤德觉得似曾相识，这感觉太熟悉了，因为之前就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当初在女巫森林的时候，那位女巫也是这样，对漂亮姑娘态度极好，对她这个黑发小子却百般嫌弃。尤德有些无奈，这些家伙还真是够现实的。科黛利亚在旁边继续拱火，凑到尤德耳边一脸坏笑，我是黄金，而你只是个银铜段位的菜鸡。尤德气得不行，大声反驳说黄金和白银根本就没多大区别。科黛利亚却得意地哼着歌，说区别可大着呢。就在两人斗嘴的时候，克里姆森在洞穴口伸了个懒腰，看样子是彻底清醒了。经过长途跋涉，几人终于穿过了这片荒野。带路的克里姆森指着前方大喊，尤德，科黛利亚，我们到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山谷下方出现了一片庞大的建筑群。克里姆森自豪地介绍，那就是我的家乡大风暴部落的村庄。科黛利亚忍不住惊叹，这里好漂亮，而且好大呀。克里姆森得意地表示，我们部落可是有上万人的。接着他催促大家赶紧下山。尤德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暗自琢磨，虽然在游戏里就知道这是个大村庄，但亲眼看到还是觉得挺震撼的。但他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个部落在荒野上确实很有影响力，但恶魔之眼盯上他们，恐怕不仅仅是因为规模大。就在几人走到大门前，城墙上的守卫突然大声喝止，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克里姆森立刻兴奋地跑上前去。城墙上的守卫低头一看，顿时惊呼出声，居然是克里姆森回来了。守卫急忙朝下面大喊，让大家赶紧把城门打开。大门刚一打开，一个蓝发女孩就急匆匆地冲了出来，一把将克里姆森死死抱住。蓝发女孩大喊，你没事真的太好了。克里姆森也有些愧疚，轻声安慰着对方。看着两人重逢的画面，一旁的尤德却陷入了沉思。他认出了这个蓝发女孩，在原本的游戏剧情里，她也是个关键人物，只不过那时的结局可没这么温馨。在游戏原本的走向里，克里姆森从拍卖会逃回部落时，这里早就被恶魔崇拜者毁了，而他最好的朋友也早已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冰雕。克里姆森只能守着冰雕痛哭，那是一场彻底的悲剧。但现在因为尤德和科黛利亚的介入，这个女孩活了下来，命运的轨迹在这一刻已经被悄然改变。看着克里姆森和好朋友重逢的画面，科黛利亚感动得直抹眼泪，她吸了吸鼻子感慨，真好，没有变成游戏里那种悲惨的结局。尤德在一旁点头赞同，表示以后也要继续努力改变大家的命运。克里姆森拉着蓝发女孩的手，兴奋地向她介绍，蓝莲，快来看看我的朋友们，他们虽然是王国的贵族，但绝对不是坏人，而且还救了我的命。科黛利亚看着他们叽里呱啦的说话，有些茫然地问尤德，他是不是在介绍我们啊？尤德因为能听懂精灵语，轻声回答，是的，我知道。就在这时，蓝发女孩突然走了过来，神色认真地看着他们。她开口说道，其实族长早就收到了神谕，知道你们会来。蓝发女孩微笑着走上前，代表部落向他们致意，欢迎你们远道而来的客人，感谢你们愿意伸出援手来拯救这片土地的孩子。大风暴部落的新战士们。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族长居住的木屋前。还没等几人走进去，屋里突然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紧接着是一阵痛苦的哀嚎和道歉声。原来是族长在教训克里姆森。克里姆森被扛起来，狠狠摔在地上，疼得连声求饶，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偷跑了。族长直接下了禁足令，让人把克里姆森抬了下去。这一幕把旁边的尤德和科黛利亚都看傻了。不是说族长中了致命诅咒，已经危在旦夕了吗？这生龙活虎的样子哪里像个病人？收拾完女儿，族长有些尴尬地向两人道歉，解释自己刚才只是在处理家务。他接着表示，已经听大风暴说了事情的经过，非常感谢他们救了克里姆森。不过看着族长那结实的肌肉，科黛利亚忍不住在心里犯嘀咕，这身体素质确实不像个将死之人，这长相和克里姆森简直一模一样，但这体型差的也太远了吧。族长有些抱歉的开口，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起立迎接，还请两位来自南方的战士见谅。科黛利亚赶紧摆手表示没关系，要是对方真的站起来，那压迫感怕是能把人直接掀翻。尤德清了清嗓子，直接切入正题，他神色严肃地解释，族长所患的根本不是什么怪病，而是恶魔崇拜者为了染指荒野特意种下的恶毒诅咒，而他们带来的这件太阳神物正好可以慢慢压制并逆转这股邪恶的诅咒力量。族长接过太阳项链，神色有些动容，说自己之前听说这东西能治病，没想到他们真的愿意把这么宝贝的东西送来，心里实在是非常感激。尤德一听，赶紧在旁边小声提醒，这只是暂时借给你的，用完了可一定要还回来啊。族长听完点了点头，嘴里念叨着这可真是太有意思了，谁能想到救了他和女儿的恩人，甚至是大风暴部落的新战士，居然会是来自南方的外来者。族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他看着眼前的尤德和科戴利亚，接着说道：“听说你们身负重任，而且时间非常紧迫。不过今天要不要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过夜？”族长是真心想好好招待他们，虽然部落的规矩和王国有很多不同，可能会有一些失礼的地方。科戴利亚赶紧摆手解释，让族长不用担心。其实他对这边的礼仪也完全不了解。族长被逗笑了，连声向他道谢，希望他们能在这里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尤德在一旁默默看着，心里却在思考别的事情。王国人类与荒野部落之间的深仇大恨，是长期战争和孤立造成的。就算有神明的旨意，两边积攒了这么久的恩，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轻易化解。那位克里姆森的父亲不仅接纳了突然出现的外来者，甚至还说服了整个部落来认可他们。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恶魔之眼急着要除掉这位族长了，因为这位族长不仅为人正直，拥有凝聚人心的力量，还与部落族人以及荒野之神有着极深的羁绊。他毫无疑问是能将这片土地上所有部落团结起来的心。正因如此，尤德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自己都必须保住这位族长的性命。夜深人静，科戴利亚独自坐在桌前，在纸上记录着什么。村子里为他们举办了欢迎晚宴，气氛异常热烈。科戴利亚和蓝莲开心起舞。另一边，尤德正和部落战士们大口喝酒，聊得十分投机。写完最后一笔，科戴利亚合上了日记本。尤德看着写完日记的科戴利亚，问他是不是写完了。科戴利亚打了个哈欠，直接扑倒在床上准备睡觉。尤德也站起身，说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夜色渐深，屋里只剩下均匀的呼吸声。尤德看着熟睡的科戴利亚，心里有些感慨，在野外露营了这么久，两人似乎已经习惯了同处一室。科戴利亚能睡得这么香，说明他对自己是100%的信任，但这姑娘真是一点防备心都没有。不过转念一想，这倒也说得通，毕竟自己怎么可能会对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呢？尤德自嘲地笑了笑，决定不再胡思乱想，闭上眼睛睡觉。明天还有更重要的事在等着他们。清晨的阳光洒在雪地上，科戴利亚伸了个懒腰，直呼今天天气真不错。刚走出大风暴部落的庇护所，刺骨的寒风就迎面吹来。带路的蓝莲在前面提醒，出了结界外面可就冷多了。科戴利亚道是一点都不担心，笑着说大家都换上了新装备，肯定没问题的。克里姆森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说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没能亲自来送尤德和科戴利亚。尤德在一旁安慰道，族长体内的寒毒积压太深，需要时间慢慢调理。科戴利亚信心满满的保证，他们这次去一定会把那个下毒手的人给揪出来。尤德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问科戴利亚，你之前不是说有话要对克里姆森说吗？科戴利亚一拍脑门，赶紧小跑着上前拉住克里姆森。他凑到克里姆森耳边小声嘀咕，建议他去学习火属性魔法和弓箭术，并强调这是大风暴神明亲自交代的。克里姆森认真的答应下来，表示今天就会开始练习。科戴利亚在心里暗自得意，这可是游戏里克里姆森最强的技能路线，绝对不会出错。尤德在后面催促着，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出发了。克里姆森和蓝莲站在城墙下挥手告别，祝愿尤德和科戴利亚一路平安。科戴利亚笑着挥手告别，大声喊着一定会再回来的。尤德也在一旁挥手致意，随后两人便转身踏上了旅程。一离开热闹的村子，四周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科戴利亚一边走一边感慨，昨晚的宴会真的太开心了。尤德轻轻应了一声表示赞同。科戴利亚接着说道，真没想到我们能用尤德和科戴利亚的名字和他们行部落的礼仪，更没想到能走在没有被毁灭的荒野上。尤德看着前方的雪景，低声回应，确实是这样。科戴利亚一边走一边兴奋地念叨，说真想拍张照片发到论坛上分享。尤德在旁边有些心不在焉，随口应了一声。这敷衍的态度让科戴利亚有些不满，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半开玩笑地问，难道是因为科戴利亚太可爱了，让你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吗？尤德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多亏了这句话，让他想起了对方那自恋的性格。科戴利亚有些得意地哼了一声，说反正你也没法否认我很可爱。尤德决定不再纠结这个话题，提议还是先讨论一下接下来的计划。科戴利亚也认真起来，问那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要完成大风暴神明交代的任务，第一步就是调查荒野上的异常。大风暴神色凝重地解释，这片荒野上的自然能量正在扭曲，甚至开始出现怪物，而且这一切就发生在他这个荒野之神的领地里。更糟糕的是，连被称为圣地的地方也未能幸免，这绝对是恶魔崇拜者搞的鬼。大风暴叹了口气，说那股邪恶的力量已经开始渗透到相邻的圣地了。为了弄清楚情况，他之前曾派了几名部落成员前去调查，可结果呢？非常糟糕。派出去的调查人员至今一个都没有回来，而且连神明也无法感知到圣地守护者的声音了。那座石山上的邪恶扭曲力量已经开始蔓延，甚至波及到了这片圣地。大风暴看着眼前的两人，神色严肃地宣布，大风暴部落的战士们，这就是我交给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去调查那座死寂的石山。科戴利亚一边在雪地里走着，一边有些担忧地念叨，说之前派去调查的族人可是一个都没能回来。尤德在旁边接话说，既然连大风暴神明都察觉到了扭曲，那恶魔之眼的人肯定已经在那里扎下根了。科戴利亚有些无奈地抱怨，这任务一上来就这么危险，是不是有点太强人所难？尤德却笑了笑说，多亏了这任务，他们也拿到了意料之外的好处，大风暴神明特许他们可以使用村里的一切资源。科戴利亚听完也高兴起来，本来他们这次来只是想拿到大风暴的神物一封之剑，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科戴利亚怎么也没想到
在这个村子的仓库里，居然能找到太阳教会的圣物。这把太阳圣枪威力极大，虽然是一次性消耗品，但绝对能当成杀手锏来用。尤德在一旁点头赞同，说这枪的伤害高得离谱，有了它，几乎能解决任何难缠的对手。相比之下，他们原本要找的一锋之剑，光芒都被这把圣枪给盖过去了。不过这宝贝到底是从哪来的？尤德解释说，他问过仓库管理员，对方说是从暴风雪中坍塌的遗迹里捡来的。科黛莉亚突然反应过来，这荒野上怎么会有太阳教会的遗迹？荒野之神出现就已经够让人意外了，现在居然连太阳教会的遗迹都冒出来了。科黛莉亚越想越兴奋，这地方简直就是个大宝藏啊！要是能顺着查下去，说不定能挖出游戏里没提过的教会秘密。尤德在旁边一言不发，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科黛莉亚被看得心里发毛，干嘛这么看着我？尤德忍不住笑出声来，说自己还没开口呢，他居然就直接猜到了他的第3步计划。难道身上装了什么欲望雷达吗？科黛莉亚听得一头雾水。尤德指着前方的雪地，语气肯定地表示，没错，就在这附近了。那是一个在游戏编年史中从未被任何人发现过的地方，隐藏着太阳神索拉里秘密的真正遗迹。画面一转，来到了贸易都市维尔德弗尼尔。盖尔猛地站起身，满脸不可置信：“你刚才说什么？尤德和科黛莉亚已经往北去了吗？”阿德利亚神色凝重：“我刚刚用追踪魔法确认过了，照这个速度下去，很快就会超出追踪范围。他们最后的位置已经在边境了。”盖尔眉头紧锁：“你是说他们已经越过了边境？”阿德利亚语气肯定：“是的，他们现在肯定已经进入了野蛮之地。那些绑架犯的目的地到底是什么地方？难道是那些野蛮人干的？他们很可能是想绑架贵族作为筹码，毕竟那些企图入侵的野蛮人绝对有能力做出这种事。”阿德利亚彻底坐不住了，一想到娇弱的科黛莉亚落入野蛮人手里，他就无法冷静。阿德利亚猛地站起身宣布：“我要亲自去一趟野蛮之地。”盖尔一时间有些发懵。阿德利亚一边往外走一边分析，防线肯定存在漏洞，与其坐在这里干等着，他要亲自去把那条越境路线揪出来。盖尔急忙喊道：“请等一下，阿德利亚小姐，穿着现在的衣服去，身份一下子就会暴露，出发前先换身衣服吧。”阿德利亚愣了一下，好吧，如果要越过边境，能给我一点时间准备吗？盖尔有些无奈，等倒是没问题，但越过边境这件事，阿德利亚小姐应该知道，现在守护北方的边境不是赫拉斯维尔格家族，但在50年前，这片领地其实是我们巴耶尔伯爵领管辖。盖尔继续解释，在前任巴耶尔伯爵战死后，才由赫拉斯维尔格伯爵接任，但那个时期的所有记录依然保存在巴耶尔的宅邸里。我们从小就要接受北方防线的教育。阿德利亚有些调侃，听你这意思，是随时准备把边境博的位置夺回来。盖尔连忙摆手解释，自己绝对没有那个意思。阿德利亚接着问他为什么需要时间准备。盖尔笑着解释，既然是要偷偷越过边境，他脑子里现在大概有10个备选方案。虽然太阳教会的影响力遍布大陆，但在荒野上却几乎找不到女神的任何痕迹。科黛莉亚在雪地里走着，难道是因为荒野被污染了，只有特定时间才能进来？尤德笑着打了个响指，答对了。哪怕是在克里姆森归来的活动期间，玩家能探索的地方也少得可怜。尤德看着眼前的雪景，但现在他们正站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准备揭开他最深处的秘密。尤德接着说道，荒野实在太辽阔了，我们不可能漫无目的的瞎逛，这里能发现的最大秘密应该就是索拉里的遗迹了。如果我的推论没错，遗迹是按照特定规律建造的。科黛莉亚兴奋得直跳脚，我们要去发现一个没人去过的新遗迹吗？简直太让人兴奋了。他迫不及待地追问，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结果刚一开口，迎面的雪花就灌进嘴里，呛得他直咳嗽。尤德在一旁看着，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画面怎么看着这么眼熟？暴风雪来得太突然了，风力猛烈的有些反常。科黛莉亚惊呼一声，她的兔耳发誓被狂风卷走，瞬间消失在风雪中。难道这就是大风暴神明所说的自然能量被扭曲的现象吗？尤德在风雪中艰难前行，科黛莉亚，我来挡住风，你快贴在我身后。科黛莉亚有些担心，那你没问题吗？尤德头也不回，没把握我就不提了，快点过来，免得你被风吹跑。两人顶着呼啸的狂风，在雪地里艰难前行。尤德有些警惕地问，你躲在我后面笑什么呢？科黛莉亚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从我这个角度刚好能看到你腰上的尾巴挂件。尤德二话不说，直接把挂件扯了下来。科黛莉亚急得大喊，哎呀，你干嘛拿下来？你自己都承认过这是最实用的装备。尤德有些无奈，现在又不需要用它，我们还是讨论 B 计划吧。突然尤德停下了脚步，这雪怎么到这里就突然停了，简直就像是有人在地上画了一条线。科黛莉亚指着远方大喊，看啊，那边能看到石山了，就算混杂了邪恶能量，圣地依然还是圣地吗？尤德点头，应该是这样。科黛莉亚伸了个懒腰，在暴风雪里走了2天，现在能看到清晰的景色，真是太让人感动了。那我们现在要去调查那座石山对吧？尤德肯定的回答，没错。科黛莉亚顿时来了精神，那我们赶紧出发去山顶。话还没说完，他突然停了下来，抬头仔细看了看，整个人都傻眼了。这山也太高了吧，你该不会是想让我们徒步爬上去吧？尤德在一旁无奈提醒，而且听说山顶上还有非常猛烈的雪崩在等着我们，根本没法想象要怎么爬上去，而且恶魔之眼的人肯定设下了埋伏，直接从正面硬闯太乱来了。尤德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科黛莉亚立马心领神会，我就知道，反正又没有规定必须走路上山。尤德打了个响指，很好，启动 B 计划独角兽行动。两人立刻动手组装。科黛莉亚兴奋地清点着材料，一锋之剑已经准备好了。
没过多久，一架简易的魔法滑翔机大功告成。原理其实很简单，在木板上贴满飞行魔法阵，再把一风之剑装在前面当方向躲。尤德试了试，觉得还挺靠谱，多亏了在上面铺了斗篷，坐着应该不会太疼。科黛莉亚看着周围的冰雪，提议多带几条毯子。科黛莉亚嚷嚷着：“我要坐在后面，而且我还要盖这床毯子。”尤德随口应和：“好好好。”滑翔机载着两人腾空而起，科黛莉亚在后面紧紧抓着尤德，大声喊道：“我坐在后面看不清前面，你必须负责给我指路。”尤德一言不发地看着前方，这似曾相识的画面让他有些犯嘀咕。科黛莉亚在后面开心地哼起了歌，《带你看世界》。尤德听着熟悉的旋律，这歌我听过，是哪里的来着？科黛莉亚笑着回答：“就是阿拉丁里做魔法地毯时的歌呀。”尤德恍然大悟，突然科黛莉亚惊叫了一声，尤德被吓了一跳，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科黛莉亚有些懊恼，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一件事忘记跟克里姆森说了。尤德有些纳闷，到底是什么事？很重要吗？科黛莉亚急得直嚷嚷：“当然重要了，是关于克里姆森的父亲的，我应该叮嘱他，一定要让他把发型给改了。”尤德听得一头雾水，科黛莉亚在后面继续大喊：“他现在的发型简直就是标准的发型，再不改的话，随时都会像表情包一样消失的。”尤德听完，顿时一阵无语，吐槽道：“这也太老套了吧！”在寒风呼啸的雪山深处，藏着一个隐秘的洞穴，几个守卫证据在洞口闲聊。听说大风暴部落又派了第3支调查队过来。另一个守卫听完冷笑：“这群家伙真是不嫌累，这次又派了多少人？”坐在暗处的穆森普尔沉声回答：“听说只有一男一女2个人。”这话一出，守卫们顿时哄堂大笑。一个刀疤脸守卫嘲讽道：“那群蠢货居然只派了2个人！”旁边的光头守卫也跟着附和：“正面打，不过我们就想用这种办法偷偷溜进来吗？真是笑死人了。”穆森普尔一把抓起武器，冷冷的发话：“让他们尽管来吧，不管来多少人都无所谓。那些自命不凡的精灵，来多少他就宰多少。希望这次来的家伙能稍微抗揍一点，可别比上次那些废物还要弱。”他等的都有些不耐烦了，只希望对方能动作快点。守卫在一旁附和道：“确实是这样，这大冷天的，那帮人现在估计正冻得直打哆嗦，在雪地里艰难的往上爬呢。”守卫忍不住啐了一口，催促道：“真是磨磨唧唧的，快点给老子滚上来送死！”守在山上的穆森普尔等得脖子都酸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对方根本没打算走路上山。此时的半空中，尤德正开着滑翔机载着科黛莉亚一路狂飙，可飞着飞着，科黛莉亚突然发现了不对劲，他有些紧张地问：“喂，这个魔力消耗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尤德愣了一下：“什么？”科黛莉亚看着前面发光的箭矢，忍不住吐槽：“这支一风之剑到底要吸干多少魔力？”看着科黛莉亚有些吃力的样子，尤德关切地问：“你是不是快撑不住了？要不要喝瓶药水？”科黛莉亚想了想说：“不用喝药水，她刚刚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尤德有些担心地问：“你确定没问题吗？要是魔力用光了，我们飞到一半可是会掉下去的。”科黛莉亚连忙保证：“放心吧，真的没问题。”不过看着她那有些狡黠的笑容，尤德心里突然有些发毛，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就在这时，科黛莉亚突然伸手贴在尤德身上，让他别乱动。还没等尤德反应过来，一股强大的吸力瞬间爆发，科黛莉亚直接发动了魔力抽取。这下尤德整个人都懵了，只觉得体内的魔力正在被疯狂抽走。尤德有些虚弱的抱怨：“科黛莉亚，你这家伙！”科黛莉亚却一脸享受的感叹：“魔力正在快速恢复，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科黛莉亚一边疯狂抽取魔力，一边兴奋的坏笑：“这就是极寒与至阳碰撞出的纯净能量吗？这味道简直是极品啊！”尤德被吸得整个人都虚脱了，有气无力的求饶：“快住手！”科黛莉亚笑着安抚他：“好啦好啦，你都开始发抖了，乖乖别动哦。”尤德在心里疯狂吐槽：“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非要像插吸管一样吸干我吗？”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滑翔机终于重重地摔在了雪地上，两人直接从上面滚了下来。科黛莉亚躺在雪地上，有些虚脱地笑着说：“嘿嘿，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是到山顶了。”尤德整个人瘫坐在雪地里，体内的魔力已经被彻底榨干了。他有些怨念地在心里嘀咕：“虽然是上来了，但我现在的内力已经完全空了呀，这所谓的 B 计划到底是在折磨谁啊？”尤德催促着：“先起来吧，不然要感冒了。”科黛莉亚趴在雪地里，有气无力地回答：“我就躺在这了，现在根本起不来。”他只觉得头疼得快要裂开了。尤德有些纳闷地问：“那东西真的有那么难用吗？”科黛莉亚忍不住吐槽：“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那装备的级别对我们现在来说太高了，简直就像是拿到了什么被诅咒的道具，这简直是疯了！游戏里根本没出现过这种道具啊！”尤德在一旁无情拆穿：“你刚拿到它的时候明明那么高兴。”尤德递过去一瓶药水：“给先把这个喝了吧。”科黛莉亚虚弱地应了一声：“好。”看着他有些担心地问：“你还好吧？刚才飞到一半的时候，你整个人都在发抖。”尤德有些嘴硬的解释：“那是因为我当时在用能量流来维持体温啊，反正我的头又不像你疼得那么厉害，喝瓶药水就没事了。”科黛莉亚一边喝着药水，一边若有所思地哼了一声，接着科黛莉亚把药水瓶递了回去：“给，分你一半吧。”尤德有些无奈地接过来：“行吧，那真是谢谢你了。”不过看着手里的药水瓶，尤德心里突然有些犯嘀咕：这瓶口他刚刚才对嘴喝过，自己现在直接喝，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但转念一想，现在也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了。科黛莉亚在一旁提醒道：“好了，接下来我们得在这片区域找到这里的荒野之神了。”尤德喝了一口药水，肯定的回答：“他肯定就在山顶上。”科黛莉亚看着四周白茫茫的一片，有些犯愁。不过这里这么大，到底会在哪呢？
一边收起药水瓶，一边冷静地分析，如果荒野之神还在抵抗的话，现在应该躲在某个地方，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就是他已经被恶魔之眼的人抓住，并且囚禁起来了。不过只要他还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就一定能找到他。毕竟，如果是拥有超强直觉的科黛莉亚，肯定能发现什么线索。就在这时，科黛莉亚像是感应到了什么，突然停下了动作。她转过头看向风雪中的某个方向，有些惊讶地喊道：“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尤德有些迟疑地问：“是一个还是好几个？”接着他又肯定地回答：“应该是有好几个。”科黛莉亚神色凝重地补充道：“我能感觉到那边有一股非常黑暗又黏糊糊的能量。这片雪山路太滑了，而且根本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如果想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接近他们。”尤德转过头提议：“科黛莉亚到我背上来。”科黛莉亚一听乐坏了：“好啊，听起来不错。”他一下子跳到了尤德背上，兴奋地大喊：“合体尤德利亚！”尤德有些无奈地背着他叮嘱道：“等那股黏糊糊的能量靠近的时候，记得告诉我。既然是要前行，就在我耳边小声说吧。抓紧了，别掉下去。”科黛莉亚信心满满的回答：“包在我身上。”就在两人飞速前进时，科黛莉亚突然察觉到了异样，她猛地一惊：“尤德，快停下！”尤德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就因为惯性猛地一震，尤德被呛得直咳嗽。科黛莉亚有些迟疑的提醒道：“那个，从这里开始好像有点不对劲。”尤德有些疑惑的问：“从这里开始？”他背着科黛莉亚停下脚步，警惕地看向前方，只见前方的地面上竟然浮现出了一道诡异的紫色纹路。科黛莉亚神色凝重地解释：“地脉正在被污染，你应该也记得这种现象吧？”尤德看着地上的异象，肯定地回答：“啊，没错，这是恶魔之眼在举行仪式时才会出现的污染痕迹。”科黛莉亚看着地上的紫色纹路，有些纳闷地问：“但这种荒凉的石山上真的会有部落居住，让他们去污染吗？”尤德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一边冷静地分析：“应该不会有部落住在这，所以他们真正想要污染的目标，恐怕是……”话还没说完，尤德突然察觉到了什么，他一把将科黛莉亚护在身后，警惕地盯着前方的风雪。科黛莉亚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有些紧张地问：“怎么了？怎么突然停下了？”尤德没有回答他，而是冷冷地对着前方的虚无喊道：“别躲了，出来吧！”就在这时，前方的雪地里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紧接着一个声音有些慌乱地解释道：“冷静点，我绝对没有要伤害你们的意思。”这只突然冒出来的小白熊一边摇摇晃晃地走着，一边奶声奶气地自我介绍：“我是狂暴雪崩，虽然你们可能不信，但我其实是这座石山的荒野之神。”接着他又有些焦急地请求道：“人类的孩子们，我有个请求，请帮帮我，你们必须阻止那些入侵这里的人。”尤德看着眼前这个还没自己膝盖高的小家伙，有些无语地问：“你就是那个荒野之神狂暴雪崩？”既然科黛莉亚没什么反应，说明这家伙确实没有敌意。不过这长相跟原作游戏里描述的狂暴雪崩差得也太远了吧？这分明就是温和雪崩吧？就在尤德暗自吐槽的时候，旁边的科黛莉亚已经彻底被萌化了。她捧着脸大喊：“所以这也太可爱了吧！”小白熊有些尴尬的解释：“这个样子只是我急忙弄出来的分身，所以没办法了。别管那个了，不对，先听我说。”尤德在一旁看着，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家伙的自尊心好像受到伤害了。小白熊突然神色一变，痛苦的大喊：“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我的啊！”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身体都跟着颤抖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旁边的科黛莉亚吓了一跳。小白熊缓过劲来，有些虚弱的解释道：“刚才那个是我的本体在惨叫。”科黛莉亚有些诧异的问：“你刚才说本体？”小白熊指了指自己，有些无奈的解释道：“没错，我的本体其实已经被狂暴角牛部落以及他们带来的邪恶巫师给抓住了。”此时在另一边，粘稠的鲜血正顺着木桶边缘一滴一滴的往下流淌。这群野蛮人战士正提着装满鲜血的木桶，在祭坛周围忙碌着。此时在祭坛中央，狂暴雪崩的本体正被死死锁住，紫色的魔法锁链不断抽取着他的力量。他痛苦地咆哮着，却根本无法挣脱这束缚。科黛莉亚压低声音说：“终于看到熟面孔了，那个戴着角面具的巫师就是他吧？”尤德神色凝重地回答：“没错，他是恶魔之眼的干部，半魔人杰拉库尔。”祭坛中央的荒野之神正被紫色的魔力锁链死死压制，痛苦地喘着粗气。这股邪恶的能量实在太强了，连周围的空气都开始扭曲。科黛莉亚发出一声闷哼，显然也受到了这股魔力的影响。他神色凝重地对身旁的尤德说：“这股魔力太强了，而且有毒，甚至连魔力实体化都能看得到。而且这个仪式不就是与野蛮人决战的最终事件吗？”尤德蹲在血泊后，冷静地看着前方，虽然过程很像，但看起来有些不一样。科黛莉亚看着前方，有些疑惑地问：“这看起来像是个不同的仪式，他们好像打算对荒野之神做点什么，那为什么要把他的本体就这样丢在地上？”小白熊喘着粗气，神色凝重地解释：“他们是打算污染龙脉。”科黛莉亚吃了一惊，重复道：“龙脉。”尤德看着小白熊，在心里嘀咕：“这家伙看起来确实一点都不像他的本体，虽然颜色倒是挺像的。”小白熊继续解释：“那就像是存在于荒野之地上一股巨大的力量循环，因为荒野之神的力量来自于大地，所以我们在这片土地上降下祝福，以此来守护我们自己的圣地。我们已经这样做了非常久的时间。随着时间推移，那些祝福化作了力量，在整片荒野之地上流淌，最终形成了连接整片土地的龙脉。所以那就像是存在于这片土地上一股巨大的力量循环。”尤德半蹲在地上，若有所思的低声说道：“我以前听说过这个词，但没想到荒野之地上居然真的有这种东西。”科黛莉亚
站在他身后有些担忧地分析道：“在循环的力量中注入污染源，这不就相当于往河里倒废水吗？”小白熊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解释道：“我当时也想阻止他们，但那个长着脚的男人实在太强了，他用一种奇怪的法术直接封印了我的力量。被锁链死死压制的荒野之神发出一阵痛苦的低吼，巨大的痛苦让他忍不住仰天咆哮，但身上的锁链却越缠越紧。”科黛莉亚有些担忧地看向小白熊，狂暴雪崩，你没事吧？小白熊痛苦地倒在地上，连话都快说不出来了。科黛莉亚低头一看，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小白熊的脚上竟然也开始蔓延出紫色的魔力纹路。小白熊一边痛苦地喘粗气，一边虚弱地解释道：“那些家伙在我的圣地里散播的邪恶魔力，已经开始直接影响到我的分身了。照这样下去，我迟早会被彻底污染，变成他们的傀儡。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一旦他们在这里得手，就会立刻前往下一个圣地，如法炮制。就算荒野之地再怎么辽阔，如果多个圣地同时被毁，龙脉也必然会被彻底污染。到那个时候，魔力将在整片土地上肆虐，那些还没成长起来的年轻荒野之神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污染，只能走向毁灭。而那些古老的荒野之神也会失去他们的圣地和力量，甚至被这股邪恶的力量同化。一旦变成那样，这片荒野之地上所有的生命循环都将彻底停滞。”小白熊有些自责地叹了口气，明明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却什么都阻止不了。这法术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守护这片荒野之地。所以，人类的孩子们，我求求你们了！小白熊急切地哀求道：“请帮帮我，只要能阻止他们，不管你们要做什么我都无所谓，所以拜托了。”科黛莉亚看着他，有些同情地念着他的名字：“狂暴雪崩。”尤德在一旁看着，忍不住在心里吐槽，顶着这么一张小熊崽子的脸，却在说着这么沉重的话题，虽然很难让人严肃对待，但现在确实得赶紧想个对策出来。杰拉库尔是个终极半魔人，虽然我们现在变强了不少，但如果正面硬碰硬的话，依然很难打败一个终极半魔人。既然这样，我们就必须用别的方法来击败他。尤德若有所思地低语：“利用龙脉吗？”他收回思绪，对小白熊承诺道：“我们现在的实力确实没法正面硬拼，但我们会想办法的。”接着他转过头喊了一：“科黛莉亚！”科黛莉亚愣了一下，有些疑惑地应道：“啊，你先过来一下。”科黛莉亚一听，整个人都炸毛了：“你疯了吗？”尤德却显得很冷静，催促道：“科黛莉亚，我们没时间了，狂暴雪崩正在被污染。”科黛莉亚有些结巴地反驳：“这我知道，但你说的那个方法也太……”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尤德就一把拉住了他：“别想那么多了，我们只是抢先一步去做杰拉库尔最后要做的事而已。我当然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他凑到科黛莉亚耳边低声解释：“但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而且你顶多也就是会有点紧张而已。但这样做难道不会感觉非常棒吗？”科黛莉亚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整个人都僵住了。尤德接着追问：“还是说你脑子里还有别的什么办法？”科黛莉亚有些语塞，支支吾吾地回答：“该死，我确实没有。”尤德微微一笑：“那我们就按这个计划来。其实你心里也是喜欢的吧？你现在是不是也挺期待的？”科黛莉亚彻底没话说了，只能红着脸保持沉默。尤德突然转过头，大声喊道：“狂暴雪崩！你刚才说过，只要能阻止他们，不管我们做什么，你都无所谓，对吧？”小白熊被这突如其来的点名吓得一激灵：“啊，对啊，我是说过。”尤德却不依不饶，继续确认道：“你是认真的吧？”小白熊连忙点头：“当然了，作为荒野之神，我允许了，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阻止他们。”听到这个回答，尤德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太好了，地主已经给我们授权了。”科黛莉亚深吸了一口气，神色终于认真了起来。那好，我再说一次，这计划确实疯狂，但随着系统提示敏捷度提升，尤德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回头坏笑着调侃：“我再说一次，你其实也挺喜欢的吧？”科黛莉亚被说中了心思，咬着牙承认：“行吧，我承认我是挺期待的，所以你给我好好表现，别受伤了。”尤德笑着拍了拍他：“放心吧，你觉得需要多少时间？”科黛莉亚认真的回答：“2分钟就够了。”尤德迈步向前走去，丢下一句：“行，那我很快就回来。”他独自一人走向了前方的祭坛。守在祭坛前的敌人立刻察觉到了动静，警惕的大喊：“谁在那里？”祭坛中央的杰拉库尔啐了一口，愤怒的大骂：“穆森普尔那个蠢货！我明明告诉过他，绝对不能放任何人上来。”话音未落，杰拉库尔猛地挥动法杖，数道紫色的魔法锁链呼啸而出，直奔入侵者而去。尤德反应极快，一个侧身翻滚，险险避开了这致命的一击。他很清楚现在的局势，根本没必要和他们正面硬碰硬。他的任务是在科黛莉亚准备的这2分钟里，彻底搅乱敌人的阵营。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这里的狂风和积雪，彻底遮挡住他们的视线。尤德瞬间动了，这身法快得像一阵狂风，守卫们连他的衣角都摸不着，只能在后面干交集。在一旁看着，急得直冒冷汗。身手确实不错，但光是躲闪可赢不了，你连我本体的边都摸不到，接下来你还能怎么办？光靠躲是没用的，你这小鬼还是乖乖认命吧。可就在这时，小白熊突然愣住了，一道耀眼的光芒毫无预兆的从天而降。这道光芒散去之后，科黛莉亚的头发竟然变了颜色。杰拉库尔气得破口大骂：“该死，你这个滑头的小鬼！”他疯狂地挥舞着锁链，试图把入侵者彻底撕碎。尤德在密集的攻击中冷静地计算着时间：116秒。面对围攻过来的守卫，他身形快如闪电，在刀光剑影中穿梭。117秒，118秒，他一个后空翻避开横扫的重击，距离约定的时间只剩下最后一步。119秒，随着他稳稳地落在雪地上，2分钟时间到。杰拉库尔
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局势就已经彻底脱离了掌控。杰拉库尔愤怒地咆哮：“竟敢在老子面前耍花招！”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半空中突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魔力，一道巨大的光柱冲天而起，直接把周围的云层都给震散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的守卫们全都慌了神，有人惊恐地大喊：“不好，还有一个入侵者！快保护魔法阵！”杰拉库尔咬牙切齿地盯着光芒中心，他怎么也想不到对方居然还留了这么一手。他愤怒地咆哮：“你休想从我手里抢走荒野之神！”听到这话，尤德忍不住笑了，他半蹲在地上，有些无奈地回答：“抢走荒野之神？抱歉啊，我们的目标可没那么小。”站在一旁的科黛利亚直接出手了，他甩手扔出一个发光的法器，在空中急速旋转。我们要干的可是比这大得多的买卖。话音刚落，法器在半空中轰然炸裂。杰拉库尔冷哼一声：“你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科黛利亚却根本不理会他，只是自顾自的低语：“艺术就是。”他猛地竖起手指，大喊道：“爆炸！”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道耀眼的光芒瞬间将他笼罩。杰拉库尔整个人都懵了。什么？紧接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山谷，狂狂的能量瞬间将一切吞没。与此同时，巨大的震动顺着山体传了下去，守在山洞里的守卫们顿时感到一阵地动山摇，碎石不断从头顶砸落。有人惊恐的大喊：“怎么回事？难道是地震了？”旁边的人冷静地分析道：“估计是上面的仪式弄出来的动静。”听到这个解释，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觉得很有道理。毕竟那个荒野之神站起来可是有5米多高，闹出点动静也正常。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山洞深处的地面上已经开始闪烁起异样的蓝色电光。大风暴部落派来的搜寻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旁边的人刚想搭话，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这地底下怎么开始发光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脚下的蓝色电光瞬间大作，这光芒刺得人睁不开眼。紧接着，一股恐怖的能量从地底轰然爆发，狂暴的紫色与金色光柱冲天而起，直接将整座山头炸得粉碎，碎石伴随着烟尘漫天飞舞，整个山谷都在这股冲击波下颤抖。烟尘渐渐散去，科黛利亚忍不住咳嗽了几声，他有些紧张地问：“成功了吗？”尤德紧紧护着他，看着眼前的废墟。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在耳边响起：“恭喜获得称号，击败终极半魔人的人。”看来是成功了，不仅拿到了称号，连升级的提示音都响了。科黛利亚看着眼前的景象，忍不住惊叹：天雷索拉里的圣枪原来这么厉害吗？这肯定是龙脉的力量吧？尤德解释到，这只是一部分原因，主要是女巫的魔力缠绕在圣枪上，与圣枪本身的力量产生了冲突，才爆发出了这种效果。不过说真的，要不是因为你戴着那枚戒指，我们刚才估计也得被吹飞。科黛利亚有些得意的提醒：那你也得谢谢我，在最完美的时机激活了他。尤德笑着附和：是，干得漂亮。既然这边的事情解决了，尤德提议道：那我们现在先回地面去吧。科黛利亚点头同意。好，接下来是第1层。可还没等他们动身，旁边突然传来一声惨叫，这声音把2人都吓了一跳。只见小白熊看着眼前的废墟，哭丧着脸喊道：我的山啊，不要啊！看着眼前一片狼藉的废墟，尤德提议道：这里太冷了，我们先下去吧。科黛利亚点头应道：好。等他们回到山下营地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科黛利亚抱着小白熊，关切地问：狂暴雪崩大人，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这里冷，快往火堆这边靠吧。你也别太紧绷着了，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小白熊愣了一下，有些茫然地重复道：过去了。科黛利亚笑着肯定道：对啊，那些破坏圣地的坏人现在都已经被惩罚了。一听这话，小白熊彻底绷不住了，大哭着质问：那为什么连我也一起被惩罚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小白熊气得直跳脚：就是你们干的好事，看看我的山都被你们毁成什么样了。科黛利亚有些心虚的辩解：我们也不是故意要破坏它的。尤德在一旁冷静的解释：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们只能让龙脉的力量失控。不过多亏了这样，我们才打败了敌人，还帮你清除了身上的污染，不是吗？虽然确实波及到了圣地。小白熊一听更炸毛了：什么叫波及了一点？我的山都被劈成2半了，整整2半啊！尤德却不以为然的耸了耸肩：哎呀，至少没有被彻底毁灭嘛。小白熊委屈的不行：我的本体都没了，你居然还说风凉话。科黛利亚在一旁看着，有些尴尬的劝道：好啦，其实狂暴雪崩并不知道，对于了解游戏剧情的人来说，这真的只是一小部分代价。因为在原本的剧情里，第2幕的最后，被逼入绝境的杰拉库尔会引发一场大地震，彻底毁掉周围的一切。即便是终极半魔人想引发那种规模的大地震也太夸张了，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提前在地下布置了某种装置。科黛利亚悄悄看向一旁，其实在听到狂暴雪崩提起龙脉的结构时，尤德就已经推断出杰拉库尔在游戏里是让龙脉失控了，并以此制定了应对策略。科黛利亚看着尤德，心里暗自庆幸，幸好这家伙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接着他转头对小白熊说：狂暴雪崩大人，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们现在必须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尤德也开口问道：你刚才说有人正试图污染这片土地的龙脉，对吧？其实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阻止恶魔信徒的阴谋。小白熊有些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是为了这个来的？尤德认真的回答：虽然听起来很难让人相信，但为了让你信任我们，关于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会毫无保留的告诉你，绝对是100%的真话。真是太庆幸了，他能成为我们的尤德。夜空渐渐恢复了平静，繁星在云层后若隐若现。
小白熊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所以南方妖精女王还有魔女的灵魂都曾说过类似的话，甚至连大风暴部落的首领也深受诅咒的折磨。而且谁能想到，在这座洛基山脉周围，竟然会刮起如此诡异的暴风雪？风向一直在变，我甚至都找不到被吹走的兔耳朵了。不过呢，那场可怕的暴风雪在到达圣地的那一刻，就像撞上了一堵墙一样，突然就停了下来。如果仅仅是圣地被污染，自然能量就会扭曲成这样。那他们的目的难道是想把这里变成一片死地吗？”科黛莉亚神色凝重地看着他，小白熊摇了摇头，接着说道：“那绝对不是他们唯一的目的。随着仪式一步步进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如果你们没有及时赶来，我恐怕早就失去了理智，变成了一只只知道破坏的暴走怪物。”考虑到这一点，小白熊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比起直接破坏龙脉，那些家伙的目的似乎只是想污染圣地。”尤德在一旁听着，心里开始盘算起来。果然不出所料，现在的时间点正好是游戏里北蛮大入侵事件的在原本的剧情里，荒野之地会变成一片无法居住的焦土，而那些被污染的部落则会大举入侵王国，这就是主线剧情隐藏的开端。不过既然我们提前知道了，这正好是个从根本上扭转主线剧情的绝佳机会。魔女曾经说过，恶魔之眼崇拜的是腐败大军贝利阿尔，再结合狂暴雪崩刚才的遭遇，他们的意图就很明显了，就是想用他们崇拜的恶魔的方式去污染荒野之地上所有的生灵。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个部落彻底堕落了。小白熊接口道：“你指的是狂暴角牛部落吧？他们当时全都在听从那个长角萨满的命令。狂暴角牛是我们之中体型最大也最强壮的荒野之神之一，真没想到与那样强大的存在并肩的部落，竟然已经被污染堕落了。”科黛莉亚轻轻抚摸着他，安慰道：“狂暴雪崩大人，我理解你沉重的心情，但我们必须尽快阻止他们的计划。”小白熊低下了头，叹息道：“呼，你说的对，我不能因为身体变小了就什么都不做，躺着干等。”尤德赞同的颔首，接着分析道：“首先，我们需要把真相传达给各个部落，孤立狂暴角牛部落。接下来就是尽快找到并保护他们瞄准的下一个圣地。既然狂暴角牛部落来到了这座山，说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应该就在这附近不远。”就在这时，林子里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小白熊吓了一跳，惊呼道：“哇，那是什么声音？”尤德倒是一点都不慌：“我之前布置了警报魔法阵，看来是有人踩中陷阱了。”小白熊有些疑惑：“警报魔法阵？那是一种指要有东西靠近就会发出声音的魔法。”小白熊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感叹：“王国里还真是什么奇奇怪怪的魔法都有啊。”尤德决定先去看看情况，他独自一人顺着雪地上的脚印跟了过去。寒风呼啸着吹过树梢，周围安静的有些诡异。尤德停下脚步，仔细观察着地上的痕迹。雪地上除了一些细小的爪印，还有一条大尾巴拖行留下的痕迹。难道是狐狸？看来随着自然能量的恢复，周围的野生动物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既然没什么危险，尤德决定先回去。不过要是把这件事告诉科黛莉亚，那丫头肯定会吵着要来看狐狸。就在这时，小白熊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听完你们刚才说的那些经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位大人会选你们当他的战士了。”尤德却突然愣了一下，科黛莉亚有些疑惑地重复道：“那位大人？”小白熊自顾自地嘀咕起来，他说的是大风暴部落。之前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王国的普通人会穿着他们部落的衣服？科黛莉亚有些好奇地问：“你光是看着衣服就能认出是哪个部落的吗？”小白熊点了点头，理所当然地回答：“是啊，就像我知道你和尤德的关系一样。”科黛莉亚一听，顿时有些慌了神：“我们看起来像是什么关系？你到底看出什么来了？”小白熊指了指他身上的衣服，解释道：“你身上穿的这套衣服，不正是大风暴部落的婚服吗？”这话一出，科黛莉亚整个人都傻了，她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小白熊有些意外，反问道：“怎么你居然不知道吗？我还以为你们至少在大风暴部落已经举办过仪式了呢。”科黛莉亚这下彻底炸毛了，语无伦次的大喊：“什么？”小白熊有些疑惑地看着他：“如果不是那样，那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科黛莉亚红着脸，拼命地想要解释：“不是的，那只是因为情况特殊，我们确实是类似的关系，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这衣服是这意思，我只是觉得好看，而且他们非要送给我穿。”小白熊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这样，那你的朋友们其实是在借这件衣服向你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已经认可了尤德，就是你未来的丈夫。”这话一出，科黛莉亚整个人都快烧起来了，她咬着嘴唇，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红着脸大喊：“该死！总之你绝对不能告诉他，千万不能让尤德知道。”小白熊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好，我知道了。但你要是真觉得别扭，直接把衣服换掉不就行了？”科黛莉亚有些扭捏的小声嘀咕：“可是这件衣服是最好看也是最暖和的。”他有些抓狂的跺了跺脚：“哎呀，不管了，反正你绝对不能告诉他，听懂了没有？”而此时，在不远处的雪地里，尤德正一脸尴尬地站在那里，他听着这边的动静，有些无奈地自言自语：“这下可好，我连回去的时机都找不到了。”画面一转，来到巴耶尔伯爵府，屋里突然传出一声怒吼：“你说什么？”管家低着头，有些战战兢兢地汇报：“我们和盖尔少爷还有阿德利亚小姐失去联系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似乎是故意切断联络的。”听到这个消息，坐在沙发上的亚历克斯叹了口气。管家继续分析道：“最后的联络地点是在兰克布斯特，所以他们应该不是遭到了袭击。”亚历克斯有些头疼的反问：“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两个一起躲起来了？”管家只能硬着头皮回答：“是的，老爷。”亚历克斯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的自言自语：“我派他们去寻找尤德和科黛莉亚，结果现在连盖尔和阿德利亚也……
亚历克斯突然想到了什么，脸色变得有些古怪。该不会连盖尔那小子也……切斯伯爵猛地站起身，亚历克斯有些诧异地喊了一声：“阿瑟！”切斯伯爵头也不回地往外走。我不能再这么做事，不管了。看着他怒气冲冲离去的背影，管家有些紧张地问：“他这是生气了吗？”亚历克斯叹了口气回答道：“不。”阿瑟很清楚，他们不是那种会无端惹事的人。但是，即便派出了盖尔和阿德利亚这样的人手，他们不仅没能找到尤德和科戴利亚，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失去了联络。所以，阿瑟他其实是在为孩子们担心啊。既然尤德已经安全归来，大家便重新围坐在火堆旁，商讨接下来的行动。小白熊总结道：“所以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先孤立狂暴角牛部落，然后找到并保护下一个圣地，对吧？”尤德点头肯定的回答：“没错，而且为了执行这个计划，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帮助。”狂暴雪崩，小白熊有些意外，指着自己问：“需要我的帮助？”科戴利亚在一旁赶紧帮腔：“对啊，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狂暴雪崩大人。”小白熊想了想，点头答应下来：“好吧，我会尽我所能的。”听到这话，科戴利亚高兴坏了，连声夸赞道：“哇，你真是太棒了，狂暴雪崩大人！”小白熊接着问道：“那我们现在该从哪里开始？”这一下反倒把科戴利亚给问住了，他有些尴尬的支吾起来：“这个嘛。”科戴利亚指着尤德大声说：“尤德会告诉你的。”尤德在一旁看着，心里忍不住犯嘀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家伙现在骗起人来真是一套一套的。”尤德微微一笑，接着对小白熊说：“我们需要你把真相传达给大风暴部落，告诉他们狂暴角牛部落已经堕落了。如果是荒野之神亲自开口，他们一定会相信的。大风暴部落有上万名成员，影响力巨大，只要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整个荒野。”小白熊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他一拍胸脯答应下来：“好，就按你说的办，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阴谋。”看着他这副干劲满满的样子，科戴利亚在一旁高兴地欢呼起来。既然计划已经定下来了，尤德站起身来提议道：“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大家早点休息吧。”科戴利亚也关切地对小白熊说：“狂暴雪崩大人，你也早点睡吧。”小白熊有些迟疑地回答：“是的。”科戴利亚指着旁边说：“我床的右边。”尤德敷衍地摆了摆手：“行了行了。”就在这时，小白熊突然叫住了正要离开的两人：“等一下，孩子们。”他有些为难地开口：“虽然在绝望中向你们求助后，现在说这话确实有点尴尬，但我觉得你们最好还是不要再插手这片土地的事了。”科戴利亚一听，顿时急了：“为什么？是因为那座山吗？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小白熊摇了摇头：“那不是重点。”他看着两人沉声问道：“你们难道不是王国的普通人吗？”科戴利亚赶紧上前解释：“这个嘛，确实是这样。但等一下，狂暴雪崩大人，作为守护这片土地的荒野之神，我理解你对王国抱有敌意，但考虑到目前的情况，小白熊继续解释道：“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敌意，虽然圣地最后变成了那样，但我已经决定相信你们了。”科戴利亚有些不解地问：“那为什么？”小白熊叹了口气：“和你们派我去大风暴部落的原因是一样的，其他的荒野之神和部落可能会无视你们的存在，甚至把你们当成骗子，他们甚至可能会认为我背叛了大家，从而彻底背弃我们。毕竟长期战争和孤立带来的仇恨可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如果你们继续留在这里，他们的剑迟早会瞄准你们。要是事情真的变成那样，你们难免会受到伤害，这才是最让我担心的事。”夜深了，营地里一片安静。科戴利亚躺在床上，看着旁边熟睡的小白熊，突然开口问：“尤德，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尤德转过头来，有些疑惑地反问：“关于什么？”科戴利亚看着小白熊，轻声说道：“狂暴雪崩大人睡觉的样子，简直就像个泰迪熊一样，真是太可爱了。你也快点过来睡吧。你看我们让他这么担心，是不是应该把接下来的事情做得更好才行？”尤德听完微微一笑：“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你也是这么想的吧？就算现在有人想阻止我们，我们也绝对不会停下脚步，毕竟我们可是要奔向最完美的幸福结局啊。”科戴利亚笑着说：“嘿嘿，所以这次连荒野之神也强行加入我们的队伍了呢。”尤德躺在床上附和道：“那我们就快点休息吧，从明天开始还要更加努力才行。”科戴利亚甜甜地应了一声：“好，晚安，记得在梦里想我。”尤德笑着调侃道：“没问题，我甚至会梦到你拿到排行榜第1名。”科戴利亚有些惊喜：“哦，真的吗？”尤德继续逗他：“如果你是学生，而我是老师的话，说不定还真有可能。”听到这话，科戴利亚顿时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信不信我揍死你？”黑暗中突然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感觉就像在天空中游泳一样，周围亮得有些刺眼。难道是太阳升起来了吗？不，这感觉更像是太阳直接落在了眼前，可记忆中根本没有来过这种地方。就在这时，尤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科戴利亚。”科戴利亚有些迷茫地问：“尤德，这是在做梦吗？”尤德回答道：“大概吧，不过这和我说要让你拿第1名的梦感觉不太一样，而且这种感觉和当初大风暴出现的时候非常像。”两人正说着，前方的金色光芒中突然浮现出一双巨大的蓝色眼睛，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将两人笼罩。那巨大的蓝色眼睛缓缓睁开，一条散发着耀眼金光的巨龙在虚空中盘旋。“我是金龙，是龙脉的源头，也是这片土地的荒野之神。”尤德率先上前一步，恭敬的行礼，自我介绍：“我是尤德巴耶尔，我们无意冒犯这片土地的荒野之神。”科戴利亚也赶紧跟着行礼，有些紧张的自我介绍：“我是他的未婚妻科戴利亚切斯。”尤德看着眼前的巨龙，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金龙，那不是只在红色风暴主线剧情里才被提及过的荒野之神吗？在原本的游戏设定里，这位金龙王直到最后都没有睁开过眼。
难道说关于只有在荒野之地陷入危机时他才会苏醒的传闻，其实并不是传说？连大风暴部落的人都不确定这位神明是否真的存在。可现在，这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荒野之神，居然就这么活生生的出现在了眼前。金龙缓缓开口，声音在虚空中回荡。自从在与地狱大军的战斗中受伤后，已经过去了1000年。为了恢复力量，我陷入了极深的沉睡中。尤德在一旁听着，心里却在飞快的盘算，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听他的语气，似乎并没有什么敌意。金龙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继续说道：“而唤醒我的正是你们引爆龙脉的举动。”这下真相大白了，原来是因为刚才那场大爆炸。科黛莉亚顿时慌了神，连忙摆着手解释道：“啊，那个您听我解释，我们当时真的是有正当理由。不管怎么说，肯定是我们不对，我们诚恳的向您道歉。”他双手合十，继续求饶道：“请原谅我们吧，伟大的金龙大人，这全都是我们的错。”可没想到金龙却突然回了一句：“谢谢你们。”这一下把2个人都给整不会了啊！金龙缓缓解释道：“多亏了你们引起的这阵小波动，我终于能够睁开眼睛了。不过这也只是短暂的一会儿，邪恶势力已经占领了西部荒野，导致我的力量正在衰退。”听到这里，2人的神色都变得凝重起来。金龙继续说道：“如果东部的龙脉也被污染，这片土地和我都将陷入永恒的沉睡。”科黛莉亚有些担忧地问：“那我们该怎么做？”金龙叹了口气回答道：“我和龙脉是一体的，与他们同生共死，所以孩子们啊。”金龙的声音再次响起，他希望2人能去引爆西部被污染的龙脉，以此来驱散那股邪恶的力量。听到这个要求，尤德和科黛莉亚直接愣在了原地。科黛莉亚有些不敢置信地问：“您是想让我们去引爆更多的龙脉吗？”金龙肯定地回答：“没错，只有这样我才能完全苏醒。”接着，金龙身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我的祝福将与你们同在，这片土地也会给予你们帮助。”科黛莉亚还想再争取一下，连忙喊道：“那个，请等一下，您先听我说完啊！”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尤德突然感到右手传来一阵异样，他有些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手背，这是……只见一个金色的龙形印记在手背上缓缓浮现，这难道是龙之纹章？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恭喜获得 SS 级龙之纹章。”金龙打了个哈欠，声音里满是疲惫：“孩子们啊，我实在太困了。”尤德一听急了，连忙大喊：“请等一下，伟大的金龙大人，您再考虑一下这个方法呀！”科黛莉亚惊讶地看着这一幕，这是龙之纹章。金龙的声音渐渐微弱，只留下一句：“就拜托你们了。”接着，金龙庞大的身躯开始化作无数碎片，在虚空中消散。科黛莉亚看着渐渐消失的光芒，有些无奈地喊道：“不，我们很感激您赐予文章，但您不能就这么把事情交代完，然后直接走人啊！我们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做？”画面一转，在阴暗的地下神殿里，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响起：“你说什么？和杰拉库尔失去联系了。”手下跪在地上，战战兢兢地汇报：“不仅是杰拉库尔，连跟着他去洛基山脉的狂暴角牛部落成员，现在也全都联系不上了。”被称为哈拉根的黑袍老人听完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知道了，退下吧，刃脚。”手下连忙应声退了出去。哈拉根看着眼前的红色巨石，独自在空旷的神殿里自言自语：“狂暴雪崩作为荒野之神，实力确实不容小觑，所以他之前才特意给了杰拉库尔一个威力极强的魔法阵，可现在居然全军覆没，难道是有其他人插手了？能正面击败终极半魔人，对方的实力绝对不简单。”哈拉根决定必须查清楚这件事，他缓缓伸出手，摸向那块散发着红光的巨石。现在距离洛基山脉最近的人应该就是马德加了。哈拉根独自在神殿里盘算着，那个女人做事向来谨慎的让人抓狂，不管接到什么命令，她都要花上大把的时间去准备。但不可否认的是，只要是交到她手上的任务，她每次都能100%地完成。伴随着雪地上的沙沙声，阿德利亚和盖尔终于踏上了这片土地。盖尔看着眼前的雪景感叹：“这就是野蛮之地，我们总算安全抵达了。”阿德利亚有些好奇：“刚越过国境，你是不是有点太冷静了？”盖尔回答：“虽然是第一次越境，但我只是在履行伯爵继承人的职责。”阿德利亚若有所思：“原来是这样。”阿德利亚看着周围的雪灵，十分疑惑，为什么他们到现在还没把边境防线的漏洞补上？他看着高耸的城墙吐槽：“我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偷懒了。”盖尔在一旁解释：“沿着这种地形建造防线，确实很难面面俱到。烈的气候很快就会侵蚀修好的地方，而且守卫很难分清到底是人还是野兽。要想做到滴水不漏，或许得从改变防线结构入手。”阿德利亚有些惊讶地看着他，盖尔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我好像说的有点太多了，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还得用点追踪魔法才行。”阿德利亚看着他的背影，暗暗盘算，这家伙表面上温和无害，但绝对是个不能小看的狠角色。这家伙虽然嘴上说着没打算夺回边境伯爵的爵位，但刚才他分明是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边境防线的对策，只要一有机会，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把爵位拿回来。2人在雪地里走着，盖尔走得飞快，阿德利亚在后面喊道：“我们稍微走慢一点吧。”盖尔停下脚步：“是我走太急了吗？”阿德利亚解释：“那倒不是，只是你在这复杂的地形里走得太顺了。你真的是第一次来这片土地吗？”盖尔转过头肯定地回答：“是的，这确实是我第一次来。不过听你这么说，感觉有点奇怪啊。其实我并不讨厌这种刺骨的寒冷，相反，这冰冷的气息反而让我记起了一种久违的温暖，那是一种刻在记忆深处的怀念。”画面一转，小白熊站在雪地里，有些委屈：“你真的要让我一个人去吗？明明只要离开圣地，我和龙脉的联系就会被切断。”
尤德看着眼前的雪地，若有所思。既然荒野之神的力量来自土地，那你一个人去会不会太勉强了？科黛莉亚也在一旁帮腔：“你离开圣地之后，到底能发挥出多少实力？”小白熊顿时急了，大声反驳：“我才不是完全没用的废物。”尤德接着分析：“去大风暴部落来回要4天时间，如果敌人趁这段时间袭击其他地方，那可就麻烦了。”小白熊有些动摇：“好吧，那我自己想办法过去。”尤德微微一笑：“那就祝你一路顺风了。”小白熊接着问：“那你们2个现在是要去下一个圣地吗？”尤德点了点头：“没错，敌人肯定会盯上和洛基山脉相连的圣地，因为这是孤立大风暴部落最有效的办法。”科黛莉亚在一旁问：“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小白熊想了想：“我确实想到一个地方，不过你们真的没问题吗？”科黛莉亚叹了口气：“我们没事的。其实我们很清楚，大多数部落都不会欢迎我们。”小白熊还是放心不下，但被大家排挤和无视的滋味，对你们来说肯定不好受。科黛莉亚看着他轻声说：“狂暴雪崩大人，你这一直担心的样子，简直就像我们的爷爷一样，特别是你现在还这么小这么可爱。”小白熊顿时炸毛，大声反驳：“我活得比你爷爷还要长10倍，而且我变得这么小，还不是因为你们2个把我的本体弄没了。”科黛莉亚笑着安慰：“好啦好啦，我们真的会没事的。其实我很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是克里姆森的家乡，而且还有你一直为我们担心呢，而且那里还有很多好东西呢。”小白熊看着他有些无奈：“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科黛莉亚拍了拍胸脯：“放心吧，绝对没问题的。那你想到的另一个圣地是？”画面一转，来到了另一片截然不同的景象。美丽的雪峰圣地满是绿意盎然的植被，对大家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和平且特别的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的深处，隐藏着很久以前荒野之神中最为强大的金龙与太阳神索拉里交流的圣地。科黛莉亚一想到这，忍不住高兴地哼起歌来。尤德在一旁看着，他有些好奇：“你看起来心情很不错呀。”科黛莉亚理所当然地回答：“那是当然了，我可是和索拉里有联系的圣地啊，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从来没人去过的全新遗迹。”尤德接着神秘兮兮地问：“想不想听一个让你更高兴的消息？”美丽的雪峰圣地似乎就在剃刀嘴峡谷附近。科黛莉亚一听，顿时陷入了沉思。剃刀嘴峡谷，那不就是游戏里蕾娜死掉的地方吗？科黛莉亚有些兴奋：“那我们接下来是要去救蕾娜吗？”尤德微微一笑：“只要没有其他突发状况，而且你的直觉没有感到危险的话。”科黛莉亚高兴地欢呼起来。尤德接着提醒：“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事情吧？”科黛莉亚点了点头，因为蕾娜的死亡事件是在特定时间段内发生的，所以我们要怎么完美地卡好时间去救她？尤德肯定地回答：“没错，但既然杰拉库尔已经被干掉了，恶魔之眼可能会提前他们的计划，所以我也在考虑把我们的计划提前。”科黛莉亚有些兴奋地分析：“就像我们刚来荒野之地时被索露西亚追杀那样，恶魔之眼这次的行动可能也会和游戏里不一样吧？要是能早点见到蕾娜就更棒了，我真的好兴奋啊！蕾娜也是我们在游戏里见不到的角色呢。”尤德在一旁微微一笑：“我也很期待，而且见到蕾娜的话，应该也能为你开启祖先退化的道路。”科黛莉亚嘿嘿一笑：“没错，而且我还从狂暴雪崩那里得到了这个宝贝，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说着，他拿出了那颗散发着寒气的冰霜之石。走着走着，科黛莉亚转头看向尤德：“对了，尤德，我们出发之前，你和狂暴雪崩单独聊了些什么？我记得他当时特意把你叫到了一边。”听到这个问题，尤德顿时停下了脚步，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画面回溯到当时，小白熊看着尤德，突然开口：“尤德，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尤德愣了一下，小白熊自顾自地继续说：“不过我也能理解，毕竟科黛莉亚整天都黏着我，你心里肯定不太舒服。”尤德有些尴尬地解释：“你在说什么呢？我想你肯定是误会了。”小白熊撇了撇嘴：“误会个屁！你嘴上虽然在笑，但看我的眼神却冷冰冰的。如果你们打算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活动，最好还是小心点，不然迟早会被人盯上。”尤德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小白熊叹了口气：“我这可是为了你们好才给的忠告，因为我之所以决定相信你们，更多的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而不是因为科黛莉亚。”听到这话，尤德有些意外：“我能问问是什么原因吗？”小白熊用爪子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就是这里。”熊的嗅觉可是非常灵敏的。尤德凑近闻了闻，接着问：“我身上有其他味道吗？”小白熊有些无语：“怎么，你难道不知道吗？不过也许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吧。”接着他摆了摆手：“算了，没什么，你就当我没说吧。还有别那么爱吃醋。”尤德有些无奈的解释：“都说了是误会。”他有些头疼的扶着额头，最后他也只能叹了口气，自言自语：“没什么。”科黛莉亚一脸怀疑的凑过去追问：“你这么说反而更可疑了，你是不是偷偷拿了什么好东西？”尤德有些无奈的解释：“都跟你说了，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拿到任何东西。”画面一转，来到了切斯伯爵领的边境城市拜伦。爱德华正快步走着：“父亲，与其您亲自去，不如让我去把那2个孩子带回来吧。”走在前面的切斯伯爵头也不回的回答：“我已经准备好了追击队，你只需要专心修炼就行了。突破到下一个境界，对你来说同样重要。”爱德华听完微微一笑：“明白了。”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若有所思的自言自语：“不过你要带他一起去吗？”切斯伯爵微微一笑回答：“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爱德华听完若有所思的自言自语：“不过他们见到他应该会很高兴吧？”接着爱德华看着手里的信件问：“这是巴耶尔伯爵托付给你的吗？是给尤德还是盖尔的？”切斯伯爵摇了摇头回答：“不，这是……”可话还没说完，他又把信收了回去，改口道：“算了，没什么。对了，爱德华。”爱德华连忙应道：“是的，父亲。”切斯伯爵继续问：“你小时候和盖尔那孩子关
关系不是挺好的吗？爱德华微微一笑，肯定的回答：“是的，哪怕是现在我们关系也还算亲近。”切斯伯爵听完，淡淡的回了一句：“这样啊。”切斯伯爵接着问道：“那你也知道盖尔喜欢什么吗？”爱德华有些无奈的提醒道：“父亲，您的老毛病又犯了。”